穆清水，这都10次了，可以休息了吧？床榻上，张凡与已赤身裸体的女人相视。张凡大口喘着粗气，嘴唇微白，极为虚弱。而女子发如黑瀑，肌如玉脂，指如薛葱玉，不过脸上却透露着一股不易近人的冷漠与高傲。那双眼宛若天上星辰，深邃神秘，有着一股与生俱来就凌驾于众生的存在。不行，我必须得怀孕，否则不能停下来。穆清水脸上挂着一抹冰寒，逼近张凡，一股女人体香味进入张凡鼻腔。穆清水眼中，张凡不像是人，而是一个能任他随意操作的玩具。既然没法抵抗，那就干脆享受吧。张凡无力抵抗，只能任由穆清水将自己扑倒。几个时辰过后，这里是张凡房间。1年之前，张凡被仇人追杀，被毁经脉，自此沦为废人。本以为一辈子也就这样了，可身上从小携带的玉佩却突然发出微光。穆清水从玉佩中出现，随后被迫与穆清水进行双修。这一修就是1年多，每天10多次。而穆清水本是1000年前太玄女帝，被心腹背叛，身中剧毒。绝望的穆清水一跃坠入深渊境地，却没能死去，后排出毒素，修为耗尽，已经到了油尽灯枯的地步。临死之际，他将自己最后一抹生命力封印在了一个玉佩当中。只有碰到纯阳道体之人，他才能重新面世。而这股生命力最多只能存在1000年时间，如今999年已过。若非张凡出现，穆清水估计已彻底消散。剧烈的战斗过后，张凡陷入昏迷，而穆清水擦去额头上的香汗，峨眉微蹙。虽然你是纯阳道体，但修为实在太弱，无法与我的纯阴仙体产生共鸣。不过也不错，至少这1年的采补已经令我实力恢复了不少。穆清水露出一抹迷人的微笑，看向气若游丝的张凡，心中升起一丝怜悯。张凡长得不错，而且人品可以，能和我这当年的女帝交合1年时间，算是便宜这小子了。别装死，醒来了。穆清水轻轻拍了拍张凡的脸，穿上白裙，脸上红润还未消失。这次做得不错，我很满意。从今天开始就不用每天这么多次了。没能怀孕，无法完全恢复修为。通过1年的交合，能恢复的修为已经恢复的差不多了。真的？张凡垂死病前呼坐起，那多久一次？张凡松了一口气，只要别1天那么多次就行，每天不把自己榨干，根本不让自己休息。穆清水伸出2根手指，对张凡微微一笑，哈哈，2周，2月，可以，就算是2周我都能接受。张凡语气激动，2月对他来说有点奢侈了，不过2周1次也是能接受的。2月，你可想得美，2天5次。穆清水冷哼道，啊，姐，你照顾我这个病人吧。我被人陷害，已经经脉寸断，修为全无了，再这么继续下去，我真活不了多久。张凡差点骂出声来，虽然比之前要好多了，但这能差多少？想骂人，但又不敢，因为之前张凡试着拒绝过，惹得穆清水生气，之后每天12个时辰，一息都没休息过。这世界修炼一途，等级分明，分为淬体、筑基、神通、玉虚、大道、生死、圣人等，每个境界又有10重。张凡本是张家第1天才，12岁便达到淬体10重，18岁就已经筑基5重，却突然遭到仇人暗算，经脉破碎，丹田被毁，成为了流云城人尽皆知的废物。本以为自己要在床上度过余生，谁知就见到了穆清水，1年时间进行了无止境的双修。不过这样也好，至少这1年时间让张凡看清了楚梦离的嘴脸。放心吧，你以后就是我穆清水的男人，任谁都别想夺去你的生命。穆清水伸出手，轻轻抚摸张凡脸颊。可就在此时，穆清水身体一震，胸口出现一抹金光，那一抹金光瞬息之间没入张凡眉心处。这是玄黄鼎。穆清水满脸震惊，半天没能回过神来。玄黄鼎乃是帝家才能觉醒的至宝，而必须达到以下2种要求才能觉醒，其一便是身为女帝，其二便是女帝必须得是玄阴仙体。自万年前曾出现过1次之后，玄黄鼎就再没能出现1次。为何玄黄鼎会进入张凡体内？莫非我与张凡结合，玄黄鼎发现张凡有驾驭的天赋？张凡只感觉脑袋一阵晕乎，等到再度睁开双眼之时，他愕然地发现自己正处在一片浩瀚无垠的星河当中，星辰宛若世间尘埃遍布，铺成一幅令人惊叹的画卷。一口鼎立于星河当中，鼎的四周刻有各种古怪的铭文和妖兽，形态各异，透露出古老的庄严与神秘。而在鼎的最中间，上面有几个漆黑的大字，大道玄阴。眼前的一切超乎了张凡的认知和想象，鼎中无限的灵力宛若潮水般涌出，灌溉张凡全身。本是受损的经脉竟是在这一刻得到滋润，快速恢复，甚至比之前更为坚固。身上所有的影疾
一切病状在这一刻彻底消失。等到张凡再度睁开双眼时，整个人感到从未有过的清爽。穆清水瞪大美眸看着这一切，他刚刚查探张凡身体后发现，玄黄鼎竟是修补了张凡身体，随后进入张凡丹田。不可思议，万年未出的玄黄鼎竟认主了。虽然不是在自己手中激活的，但没关系，张凡可是我的男人。这是玄黄鼎，你送给我的。我的修为竟然恢复到筑基5重。张凡皱眉看着穆清水，本以为这个女人只是将他当作炉鼎疯狂榨汁，没想到竟然还能送他这等宝贝。哥，快开门，娘被楚琉璃给打了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陡然出现，随后响起一阵急促的敲门声。张凡能听出这是妹妹张灵儿的声音。张灵儿父母被人残忍杀害，被张凡父母给捡回来收养，如今已经年入16，成为一个美人胚子。穆清水瞬间化作一抹流光，进入张凡玉佩中。张凡被废后，张家一旦有人探望，他便是躲进玉佩之中，他的身份现在还不能暴露。灵儿，怎么了？张灵儿哭着道：哥，娘今早去丹药阁给你拿丹药，可楚雄辉和楚梦离父女来那个不肯给，而且还打了娘一巴掌。楚雄辉乃楚梦离父亲，如今乃是丹药阁长老身份，也是张凡父亲张子晨一手提拔的，如今竟是恩将仇报，欺负到了张凡一家人头上。楚家就没一个好人。张凡怒火滔天，从房间中取来宝剑，便朝着丹药堂冲去。哥，你的修为恢复了。张灵儿见张凡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，可爱的脸蛋上写满了震惊之色。要知道，他哥哥张凡早在1年之前被人陷害，沦为废人，整天浑浑噩噩度日，今日却一改颓废。丹药阁中，张凡母亲王琴跪在地上，脸上猩红，嘴角沁出鲜血，浑身颤抖地看着面前的一对父女。楚梦离、楚雄辉父女脸上的戏谑表情丝毫不加以掩饰。他张凡不过是一个废物，1年时间吃了丹药阁多少一品复灵丹了？有一点好转吗？我当年真是瞎了眼，竟能看上这种废物。楚梦离脸上满是冷漠，她身材窈窕，面容娇美，也算得上是百里挑一的美人。你们不要欺人太甚，等我丈夫回来，我……王琴话都没说完，就被楚雄辉一巴掌打在她脸上，硬生生打断了她的话。还你丈夫呢？你以为你丈夫还能给你当靠山？他进入禁地山脉已经整整半年时间，估计早就死在里面，永远回不来了。楚雄辉脸上写满得意之色，自从张子晨失去消息后，张家几乎被楚家掌控。若张子晨在，给楚雄辉100个胆子也不敢这么做。禁地山脉魔兽横行，步步惊心，多少年来无数强者进入都没能生还。张子晨这一去就是半年还没能回来，定然死在山脉当中。张子晨一死，张家便只有一个没有修为的妇女和一个被废了的张凡。他身为张家丹药阁的长老，还不是随意欺压两人。来人啊，把这家伙给我拖出去！一早就碰到这种事，简直晦气。2个下人冲上去抓住王琴，就要将他丢出去。夫人，这由不得我们，老爷一去半年未返，生死未卜，张家早就已经被楚家掌控。就是怪就怪你命不好，有个那样的丈夫和一个废物儿子吧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道怒吼声陡然从丹药阁外传出：动我娘者，死！声音落下，只见张凡冲进丹药阁，唰唰，2道剑光闪过，鲜血四溅我的手啊！2名抓住王琴的手下顿时发出杀猪般的惨叫，急忙后退几步，地上掉落着2条手臂。丹药阁中还有不少人，见到这一幕，眼睛猛地一瞪。刚才那一剑速度实在太快，根本没看到张凡是何时出的剑。娘，你怎么样了？你这脸……张凡急忙将母亲搀扶起来，满脸担忧。见到母亲脸上2道猩红巴掌印，他怒火中烧。娘没事。王琴瞬间泪目，以往任由楚雄辉等人羞辱，他也从未哭过。如今见到儿子前来，王琴再也忍不住了。娘，都怪我，是我的错，让您受委屈了。接下来就让儿子替你讨回公道。张凡见到母亲这般模样，心如刀割，随后冷眼扫过周围所有人，最后目光落在楚家妇女身上。2个狗东西，竟然敢打我母亲！若不是我张凡，你们一个是张家的奴才，一个是张家丫鬟，混账！丹药阁长老之位，乃是我楚某能力出众得来的，与你张凡又有何干系？你们敢在这里闹事，我就有权将你们拿下问罪！楚雄辉闻言怒不可遏，身体灵力喷涌而出，伸手便是朝张凡脖子探去。张凡已经沦为废人，他根本没把张凡放眼里，刚刚那一幕也只是张凡剑术不错罢了。没有灵力，丹田破碎，经脉断裂之人，就算剑术再强大，那又能如何？自己乃是筑基5重，不照样将张凡踩在脚下蹂躏？
张凡嘴角扬起一抹难以察觉的冷笑。若是被废时，张凡还真接不住楚雄辉这一掌。可现在他身体已经被玄黄鼎滋养，不仅修复了破碎的丹田和经脉，甚至比之前更强，还恢复了筑基五重的实力。刚刚就是你这只手打的我母亲吧？只见张凡身体宛若鬼魅一般冲向楚雄辉，右手直接握拳朝楚雄辉左手手臂处轰去。楚雄辉见识到张凡的气势后，脸色就已大变，可惜一切都来不及了。砰！咔嚓！一道令人牙酸的骨骼碎裂声响起，楚雄辉整条左手直接曲折成90度。啊！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楚雄辉忍住撕心裂肺的疼痛，捂住断臂，灵力猛地爆发而出，将张凡震退。你不是经脉寸断，丹田被毁，沦为废人了吗？你恢复实力了？楚雄辉惊诧不已，只是一招他就发现张凡实力已经达到了筑基五重。张凡冷冷一笑，不好意思老东西，让你失望了。那又能怎样？一个刚入筑基五重的废物，而且身体刚恢复过来，能打得过我吗？刚我只是一时大意，没有闪。话音刚落下，楚雄辉脸色猛地扭曲起来，一股比断臂之痛更为猛烈的疼痛感涌入楚雄辉脑海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只见楚雄辉断裂的手臂上竟是涌现出道阴气铭文，这些铭文像是有生命力一般，迅速从伤口处蔓延，眨眼蔓延到楚雄辉整条手臂玄黄鼎的极阴魔煞之气。张凡驾驭玄黄鼎后，他的每一招攻击都会带有极阴魔煞之气。这他妈是什么？楚雄辉急忙运转体内所有灵力抵抗，可根本没有任何效果，那些魔煞之气已经爬上了他的肩膀。不行，继续下去肯定会死。虽然不知道这是什么，但他能感受到死亡的威胁。楚雄辉直接拔出剑来，咬牙切齿，一剑便是朝着自己手臂砍去。啊！啪嗒！伴随着一道撕心裂肺的惨叫与手臂落地声，楚雄辉跪倒在地，脸色惨白一片，急忙运转体内剩余不多的灵力来恢复伤口。爹！楚梦离见到父亲的惨状后，悲愤喊了一声，随后一掌轰向张凡。废物，你竟然敢！啪！一道巴掌声传来，楚梦离整个人倒飞出去，脸上出现一抹猩红的巴掌印，嘴角鲜血流出。楚梦离也是筑基五重，但此五重非彼五重。楚梦离跟着张凡吃尽好处，养尊处优这么多年，更是在这1年来完全没有一点进步，没有任何实战经验的他，在张凡面前连废物都不如。这一巴掌是替我娘打的，你爹那条手臂是替我娘拿的。你嘲笑我，欺压我无所谓，但对我娘出手，你就是找死。自打我经脉被废，沦为废人之后，曾经跟在我身后的你就变了个人，最近这段时间还与张冲有勾结，不要脸的东西。张凡，这不能怪我，只能怪你自己废物。你要是没有背，啪！又是一巴掌，将楚梦离抽翻在地。听到你声音，我都感觉恶心。从今天开始，婚约取消，你我再无瓜葛。1年多了，终于出了一口恶气。虽然受木清水1年的折磨，但至少让我恢复了，也算是有所得吧，痛快。娘，走。张凡带着王琴直接离开。张凡，你这个废物，恢复了实力又能如何？给我等着吧，张冲哥哥绝对不会放过你。楚梦离发出泼妇般的怒吼，此时的他已经狼狈不堪，活像个乞丐。家中，凡儿，你爹半年未回，如果真出了事，张家容不下我们，娘就只能带你离开流云城了。娘，我相信爹绝对不会有事的。对，哥哥说的不错。此时张灵儿坚定地说道。张凡将王琴、张灵儿送走，重新回到房间，刚刚坐下，一股清香味却扑面而来。转头一看，只见一张绝世倾城的脸。此时的穆清水脸上挂着一抹若有若无的笑容，正呆呆地看着张凡，这眼神足以迷倒世间人。可张凡却觉得汗毛都竖了起来，他出来就不会有好事，那种事对其他人可谓是人生大事，对张凡可是折磨。你别这么看着我，我无论如何都不会从你的，你若是敢逼我，我就挥刀自宫。张凡二话不说，拔出一把剑，便是对准自己下体。张凡废了1年，身体被木清水采补1年，如今实力恢复，他肯定更想要采补，吸收张凡体内的灵力。好啊，你现在就自宫啊！木清水妩媚地说道。成为太监多惨啊，还不如一死了之得了。张凡急忙将剑放在自己脖子上。我家都已经成这样了，我好不容易恢复，若是被你吃干抹净，还不如死了算了。木清水也是一愣，眼眸中清水荡漾，能勾人神魂。他莞尔一笑道，你还挺有骨气，我不是来找你采补的，以后就算要采补也不会榨干你。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地方，跟我来吧。说完，木清水便是化作一抹流光进入了玄黄鼎中。而张凡意念一动，
也跟着进入玄黄鼎中。穆清水作为玄黄鼎的主人，自然知道玄黄鼎中的空间。浩瀚的星河无穷无尽，一眼看不到尽头。而穆清水在星河中身姿飘然，宛若仙女，带领着张凡来到一个墓冢当中。玄黄鼎内的东西，张凡一概不知，毕竟刚刚获得就去救娘了。墓冢上，无数锁链自无尽的星河中出现，锁住了7把剑。每一条锁链都绵延万里，根本不知出处在哪，都散发着紫色天威雷霆，雷霆炸响，震耳欲聋。7柄剑被锁链困住，完全无法动弹，静静地漂浮在空中，每一把剑上都有着名字：天书剑、天玄剑、天机剑、天权剑、玉衡剑、开阳剑、瑶光剑。张凡一个个念出名字，脸上满是震撼。这乃是7绝神剑，玄黄鼎既然认你为主，那就证明这7绝神剑是你的。但如今你实力低微，只能拿取1柄，否则会遭到反噬。这7柄剑材质是张凡从未见过的，尤其是上面的那一股惊天的杀戮气息，令张凡都眉头紧蹙。怎么不像是好剑啊？总感觉掉入了某个陷阱。不过如今张凡缺少神兵，就算是陷阱，那也得踏入，否则如何保护母亲和妹妹？张凡目光锁定在了一柄名为天书剑的剑上。天书剑可以吞噬他人的灵力，选择不错。这柄剑如今是你最好的选择，可以飞速提升修为。穆清水嘴角勾起一抹不易察觉的微笑，跟张凡介绍道：就它了。张凡走过去，两只手握在了剑柄之上。天书剑开始剧烈震动，带起那巨大的锁链，不断出现金戈炸响之声。下一刻，令人诧异的一幕出现，只见那柄剑震动了数息时间后，竟安静下来，捆绑在剑身上的道道锁链散发出微光，逐渐碎裂开来。叮！漆黑无比，宛若黑洞的剑光冲天而起，将本就不明亮的星河染成一片漆黑。天书诀。张凡手持天书剑，一道黑光没入张凡眉心，形成一部功法，功法等级严格分明，从下至上黄、玄、地、天、圣、仙、神。而这部功法没有品级，整个大陆上从未出现过没有品级的功法。感受到功法的奥妙，绝对不是低于黄阶的，那就是超越神阶，甚至没有被世人区分过等级的功法。7绝神剑都是邪剑，这柄剑能吸取他能的灵力，一定要使用适当，吸收的灵力若是不纯，会影响根基和以后的修炼。穆清水说道。好。张凡满脸激动，先去修炼吧。穆清水道。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？张凡看着穆清水，交合1年时间，不是在交合，就是在交合的路上。两人每天形影不离，早就已经熟悉了彼此。因为你是我的男人啊，而且最重要的是，穆清水妩媚一笑，脸色微红。最重要的是，你的修为越高，我和你双修，我就能榨取更多的灵力了。从玄黄鼎空间离开，张凡运转天书诀，以张凡为中心，天地灵力以极快的速度朝着他迅速聚拢。运转天书诀之后，吸收灵力相比较之前快上将近10倍左右。本是筑基5重的张凡，仅仅用了1个晚上，便成功突破到了筑基6重。即便是玄武王朝天赋最高、最为妖孽的天才，想要短时间内提升一个境界，有天才地宝的加持，也至少需1个月。不愧是天书诀，果真厉害。数日，天书诀修炼到了第2层，主要是玄黄鼎帮助实在太大，只不过想要修炼到第3层，可没那么简单。而就在此时，院子内传来了张灵儿的声音：娘，这些你拿着。灵石，30颗下品灵石。你从哪里弄来的？供奉堂拿的，虽然30颗不多，但也可以买点好吃的了。哥哥身体刚恢复，要补一补。灵石是这个世界的交易货币，同时万千修士所追求的东西，因为灵石还可以用来修炼，其中蕴含的灵力越浓郁，灵石等级就越高，所以分为上品、中品、下品灵石，甚至还有极品，不过张凡从未见过。张凡闻言，整个人从床上跳了起来，眼中满是怒火。自己虽然被废了1年时间，但前半年还有父亲在，所以每月供给的灵石从未少过。可自打父亲失踪后，半年了，供奉堂的供奉长老楚红就1颗灵石都没给过。张凡当时是个废人，知道供奉堂那些人的嘴脸，每月张灵儿去讨要灵石都会被欺辱。下一刻，轰！张凡暴怒，一脚将房门踢开，吓得外面的张灵儿和王琴一愣。以后你不准去供奉堂，哥都已经恢复了，什么时候轮得到你去了？张凡怒不可遏，走到张灵儿面前，掀开她的衣袖检查身体。而张灵儿和王琴都低着头，他们知道张凡生气是担心张灵儿出事，这次没被欺负，那还好，他们算是保住了一条狗命。张凡检查片刻，发现张灵儿没有外伤，皱着的眉头这才舒展开来。不过以那些家伙的品性，不可能给30颗灵石，
张凡看向张灵儿道：“他们为什么给你？不要骗哥。”张灵儿有点紧张，结巴道：“我去讨要零食的时候，那个楚红他……怎么？”察觉到事情不对劲，张凡脸色猛然一变。张灵儿眼眶湿润道：“他说我长得好看，只要给他摸摸，他就给我零食。狗东西！”张凡剧烈颤抖，额头青筋暴起。楚红乃是楚雄辉的弟弟，这些年不知道吃了张家多少油水，已经胖成了一头猪，竟然连张灵儿的注意都敢打。果然楚家都是一些货真价实的畜生。禽兽，摸的你那脸！张灵儿还是头一次见张凡气成这样，惊慌失措道：“摸了一下我的手，还跟我说只要我晚上愿意出去陪他，他就将这半年的零食一次性都给我，以后的也绝对不会少。”张凡知道张灵儿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张凡，他之所以要零食，不过就是为了给张凡买点吃的补补身体。虽然张灵儿是收留的，但他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张凡早就将张灵儿当作亲妹妹看。如今亲妹妹遭遇这种事，张凡怎可能忍得住？张凡听到这里再也控制不住，从玄黄鼎中唤出天书剑，便是朝着供奉堂冲去。哥，凡儿，你去哪儿？母女俩惊慌不已，急忙呼喊：“我去杀狗！”轰！供奉堂沉重的大门被人一脚踢翻在地。张凡手持天书剑，踏着倒塌的大门而入。楚红老狗，给我滚出来！供奉堂中还有不少人，见到张凡后满脸震惊。张凡身体恢复，他们早有耳闻，但恢复也就恢复了。如今他不过是筑基5重，又费了1年时间，想要成为当年张家天才，痴心妄想，所以没人把张凡当回事。可如今张凡却以这种方式闯入供奉堂，就算是他爹张子晨来了，也不敢这么做。更何况张凡这一个晚辈。张凡，你这废物想干嘛？这可是供奉堂，你敢在这闹事，不怕被打断手脚吗？没人教育，就让我今天来教育教育你。一个张家人怒斥，走向张凡，就要给他一巴掌。你他妈什么东西，滚！张凡不疾不徐，直接一拳头轰出，速度之快，众人肉眼甚至都无所察觉。轰！啊！那张家人直接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倒飞而出，撞击墙壁之上，整个墙壁都跟着颤抖了一下，如同蛛网一般的裂纹从墙壁上弥散开来。其他几人面面相觑，连连后退。楚红，给我滚出来受死！张凡手持天书剑，满脸怒火怒吼。张凡，你想做什么？造反吗？楚红从后台走出，双脚轻扶，一眼就能知道酒色过度透支了身子。呵呵，干什么我妹妹的事情你就忘了？那只手摸的伸出来，我还以为什么事呢。楚红脸上的不屑丝毫不加以掩饰，反而得意地将自己摸过张灵儿的手探出。就这只手摸的，你又能如何？一个捡来的贱货，我摸它是给他面子。你还别说，这贱货虽然低贱，长得倒是真不错，那皮肤简直……楚红正一脸陶醉地意淫着张灵儿的模样，可此时他眼前黑芒闪过，一条手臂直接飞出。楚红先是一愣，紧接着一股剧烈的疼痛席卷脑海，发出杀猪般的惨叫。啊！张凡，你竟敢！话音未落，又是一道黑芒闪过，唰！楚红的另外一只手也飞了出去，鲜血从断臂之中炯炯冒出。楚红汗流浃背，脸上满是不甘和恐惧，急忙后退。张凡却步步紧逼，双眼看着楚红的腿。你不要，求你了！察觉到对方的目的，楚红那还顾得着断臂之痛，急忙求饶。唰！又是一道凌冽无比的黑色剑芒闪过，楚红双腿也被斩断，他痛苦嚎叫一声，整个人直接摔在了地上，无手无脚，整个身躯只有头颅能动。楚红直接被张凡砍成了人质。所有在大堂中的人皆是脸色惨白一片，哪见过如此血腥的场景。张凡也太狠毒了，一点余地都不留。我爹失踪半年，你们压我们半年的供奉，这零食我不要可以，但是敢动我妹妹，就当是如此下场。张凡走过去，一脚踩在楚红脸上，疯狂摩擦。此时的楚红由于疼痛过度，嘴角冒出白沫，只能发出阵阵嘶哑的悲鸣。你们可知道了？张凡冷眼扫过周围所有人，脸色极其阴寒。知道了。所有人面若寒蝉，点头如捣蒜，生怕惹得张凡发怒。还有你，楚红，我爹不在了，你以为就能对我家为所欲为了？你可别忘了，还有我，下辈子投胎做条狗吧。张凡将天书剑抵在楚红脖子上。不要，我知道错了，都是我的错，张少，求您饶了我。楚红疼得意识模糊，却在这生死一刻清醒了过来，被张凡吓得魂不附体，一股尿骚味席卷开来。他被吓尿了。事到如今，一句知道错了就行了。
张凡声音落下，手微微用力，一颗脑袋直接咕噜咕噜滚出几米远。张凡走到前台处，直接取走4000多零食，这些零食是我一家该得来的。这家伙的死，就算是利息，他欠我家这么多钱不给，你们说该不该死？该死该死！这混账竟然背着我们压了！你们家这么多钱，真的该死！几人急忙回答，生怕下一个就轮到他们。而此时，一阵急促脚步声从供奉堂外响起，只见一个身材窈窕的身影走入，正是楚梦离。进入供奉堂，映入眼帘的一切，竟是楚红变成了一具人质，脑袋正好滚落在他的脚底下。他吓得惊恐尖叫一声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指着张凡的手颤发抖：“你竟然把我叔杀了！怎么？你想陪你叔一起下地狱？”张凡语气森然，手持天书剑走向楚梦离：“救命！”楚梦离见到张凡那眼神，就知道他绝对敢杀自己。他急忙连滚带爬的朝着外面跑去。张凡，你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，竟敢杀害供奉长老楚红。虽然你是张家之人，但国有国法，家有家规，今日我们必拿你问罪。两道怒吼传出，只见两个青年快步走来，张峰、张海，这两人也是张家晚辈中的天才，20开头的岁数，已经是筑基8重的存在。两人见过无数死人，但见到供奉堂中楚红的死状，都不由脸色惨白，浑身冒出冷汗。这死的也太惨了。楚梦离见到两人后，急忙爬到他们身后道：“张冲呢？他怎么没来？”楚梦离惊慌地喊道。张峰道：“张冲现在在闭关突破，放心吧，有我们在，他伤害不了你。”哈哈。张凡冷冷一笑，虽说如今自己不过筑基6重，比他们少2个境界，但在张凡眼中，他们就宛若蝼蚁，杀他们轻而易举。既然来了，那正好，新仇旧账，咱们一起算。张凡手持天书剑，朝着几人逼近，眼中满是冷意。张峰、张海见状，脸色猛地一变，急忙后退。昨天他们就知道张凡已经恢复了实力，没想到竟然用1晚上就突破到了筑基6重，而且张凡身上散发出来的气息根本不像是筑基6重该有的。怕了？张凡戏谑不屑一笑。张峰紧张道：“张凡，我们都是你兄长，怕出手直接把你杀了，要不咱们不用剑，直接拳脚干一场。”张凡当年乃是张家天才，其实还有一点更为出众，那就是张凡的剑术。整个流云城人尽皆知，张凡的剑道天赋甚至超过了修炼天赋。行，张凡直接收起天书剑，而张峰等人见张凡收起剑，这才长舒一口气。你先上，我找机会出手。张峰低声对张海说了一句，张海点头，一拳头便朝着张凡轰了过去。张凡却不闪不避，也轻松一拳轰出。小子，去死！此时张峰却从侧翼杀出，又是一拳轰向张凡胸口。张凡冷冷一笑，这种低级伎俩也就这2个废物能用得出来。张凡迅速出拳，2拳对2人，轰！咔嚓，2道令人牙酸的脆响出现。张峰、张海惨叫一声，整个人倒飞出去，手臂在空中宛若灵蛇一般扭动，任谁都知道他们手臂中的骨头已经碎成渣了。楚梦离满脸惊恐，眼睛瞪大。张凡不是刚刚恢复灵力吗？怎么可能强大到越级打败2个筑基8重？当年难道我没看错？张凡冷冷地看了一眼楚梦离，你不要过来，你别杀我。楚梦离连连后退，身体颤抖。现在杀你，太便宜你了。张凡冷冷一笑，在众目睽睽之下离开了供奉堂。娘，都怪我，是我的错。哥哥要是出了事，我也不活了。张凡刚走进大院，就听到了张灵儿的声音。张凡也无奈，之所以刚刚那么凶，是因为张灵儿差点被那老狗占了便宜而已。娘，灵儿，我没事。张凡走了进来。王琴一愣，接着欣喜若狂道：“凡儿，你没事？有没有伤到那儿？”“我没伤，而且还把我们这半年的零食都拿回来了。”张凡将所有零食放在桌上。“没事就行，没事就行，以后不要这么冲动了。”王琴激动的眼泪都流出，而张灵儿见到张凡没事，更是直接扑在了张凡怀抱当中。“哥哥，对不起，楚红我杀了，张峰、张海也被我废了。”张凡淡淡的说道。这话一出，母女俩直接吓懵。楚红死了，张海、张峰2人被废，整个张家要起狂澜了。放心吧，娘、妹妹，我会好好保护你们。张凡暗自发誓，今后一定不会再让娘还有妹妹受到欺负。张凡房间中，来吧，开始今天的双修，我做好思想准备了。张凡躺在床上，直接将衣服脱下，闭着眼说道。
从之前的1天10次，变成了2天5次。这可是答应了的，张凡自然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。呵呵，这么主动，还把衣服脱了，这可是你这1年来头一次。一道香风拂过，只见穆清水突然出现在床头，声音清脆，十分清灵好听。在太玄大陆修炼了将近1000年时间，穆清水从未正眼看过任何一个男人，可不知为何，眼前这个男人却让穆清水开始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，一种说不上来的感觉。现在我灵力充足了，双修会被你抽走灵力，你只要别把我抽到筑基境以下就行。张凡无奈道，自己沦为废人之后，若非碰到穆清水，估计现在还躺在床上起不来呢。最基础的感恩之心还是要有的。穆清水却轻轻挥手道，今天就算了。什么？真的吗？张凡从床上弹坐而起，满脸激动。既然今晚不要当炉鼎被抽走修为，那岂不是有机会突破到筑基7重？对了，有什么办法能让我的迅速增长实力？张凡问道。现在你身怀天书剑，又有天书诀，只要丹药足够，加上你本来天赋就不弱，想要突破到筑基9重都轻而易举。穆清水解释。丹药？张凡苦笑一声，1年里变故太多，我沦为废人，父亲失踪半年，娘为了让我康复，已经砸锅卖铁了，哪还有买丹药的钱？丹药也可以用灵石兑换，但是极其昂贵。一颗最低级的1品聚灵丹也需要将近3000下品灵石，若是拿今天从供奉堂弄来的灵石去买聚灵丹，顶多1颗，但是1颗又有什么用？对于提升修为来说，微乎其微。穆清水脸上闪过一抹愧疚之色。别人不明白，其实穆清水很清楚。张凡虽然当时经脉寸断，丹田被废，但身体素质不错，其实早就康复了。之所以家里会砸锅卖铁来让张凡康复，是因为张凡每天都要和穆清水进行交合双修。张凡没有灵力，双修就只能压榨张凡的精血，所以导致张凡一直卧床不起。张凡虽无法修炼，至少会和正常凡人一样能够活动，都是因为穆清水。想到这里，穆清水声音都变得温柔了不少。这样，你去买一些药材回来，我教你炼制丹药。你还会炼丹？张凡欣喜若狂，激动地看着穆清水。当然，我可是太玄女帝，炼丹对我来说小儿科。太好了，忘记穆清水是太玄女帝了。她教自己炼出来的丹药，药效还能差。虽然1品的成丹极其昂贵，但是炼制丹药的药材却很常见，极为便宜。晚上，张凡在准备自己的事，而张家却掀起了一阵狂澜。爷爷，这件事不能耽搁。张凡多强，您不是不知道，张子辰死在了禁地山脉当中，现在不除张凡，何时除？张冲脸色阴沉地对面前的一个白发老人说道。他，放眼整个流云城，也是天赋异禀的天才。可若是将他和张凡一比，那就是云泥之别，一个是耀眼的繁星，另外一个只是萤火之光。当初他设计陷害张凡，令张凡灵力尽失，丹田碎裂，经脉寸断，沦为废人。可没想到张凡竟然起死回生，不知到底是碰到了何等机缘。他不允许张家有比他妖孽的人存在。张祖峰思忖片刻后，冷着脸道：明早去拿下张凡。是。张冲闻言欣喜之余，眼中闪过一抹残忍。张凡啊，张凡，即便再生又能如何？不过是再受一次痛苦煎熬罢了。哈哈哈。数日一早，张凡便是来到了一个药铺，他戴上了面具，确定了一下身后无人跟踪。这家药铺乃是施家的。流云城内，施家和张家都是大家族，如今施家生意蒸蒸日上，甚至有望超越张家。您好，您需要购买什么药材？店内掌柜倒是没在意张凡的着装怪异，毕竟做生意之人，来往客人无数，各类怪胎都有，戴面具蒙脸的几乎每天都会碰到一堆。龙涎草3根，玄叶花2株，辰时采摘的真阳草1株，含露半瓶。张凡故意将声音压住，听起来比较嘶哑。而这些药草都是穆清水吩咐过的。听到这话，掌柜的眉头微微一蹙，像是这样卖药材的，绝对不是拿来直接吃，而是去炼丹。好的，这些药材我们店内都有。恕我多嘴问一句，您可是炼丹师？掌柜的小心地开口，这个世界炼丹师极其珍贵，一些大城镇也就1、2个炼丹师坐镇，顶天了也就1品2品而已。而流云城自建成到如今，还没有过炼丹师坐镇。倘若能将这位神秘炼丹师招揽进施家，那自己可是大功一件。张凡冷冷道：这问题有点问宽了吧？是我的错，是我多嘴。掌柜的急忙装模作样给了自己2巴掌，满脸笑意道：我这就让人去给您准备东西。张凡站在原地等待，可就在此时，
一个女孩笑意盎然地朝着张凡踱步走去，长相约莫18、19，身着雪色莲花裙，飘忽若仙，身材窈窕，眉眼灵动，笑容宛若一抹春风，只需看一眼就让人感觉十分舒畅。见过客官。少女走到张凡面前，给张凡斟茶，笑着自我介绍道：“小女子施瑶。”施瑶，张凡听说过，天赋极高，而且天生就是一个做生意的料。听说施家无数男子晚辈中，却选择了施瑶作为施家接班人，可想他的实力有多强。刚到可以提亲的年龄，每天上门拜访提亲的人数不胜数。有事？张凡淡淡的问道。刚刚听我家掌柜说了客官的事，想必客官是炼丹师吧？我们施家正在高价聘请炼丹师坐镇，不知……我拒绝。张凡斩钉截铁打断道。施瑶一愣，却没敢再问，毕竟刚刚掌柜已经问过一次，倘若继续开口，可能会令张凡反感。好，若前辈炼制出了丹药，可以来我施家售卖，价格包您满意。施瑶微笑，张凡却淡淡点头。一会，药材准备好，用油纸包着递给了张凡。前辈，一共4500下品灵石。4500？我身上一共就4000灵石啊，这价格是不是虚高了？张凡来购买药材的时候就已经了解过药物价格了，正好3900到4000，怎么要4500了？前辈，我家的药材质量品质绝对有保障，价格嘛会比一般店铺贵1成左右。张凡将包打开一看，里面躺着的药材果然品质都极佳，色泽纯正，看来得少要一点药材了。可此时施瑶却微微一笑道：“前辈第一次来照顾我们家生意，我给您抹个零，收您4000，如何？”施瑶是个聪明人，一眼就看出张凡钱不够，不过他话说得很漂亮，让旁人听不出张凡是带少了钱。多谢。张凡点了点头，记住了人情，随后离开了店铺。小姐，哪有您这样抹零的，直接抹了500灵石，这次可亏大了啊！掌柜的急忙说道。哼，能够留下一个炼丹师的人情，这点钱算什么？以后靠着他，咱们赚的肯定更多。施瑶微微一笑说道。张凡刚到家，推开门，便见大院中空无一人。人呢？张凡四处寻找，依旧不见人影，顿时一股不祥的预感油然而生。妈的！张凡双眼发红，怒发冲冠。娘！张灵儿，若是出了事，我要让整个流云城再无张家。张凡冲出院子，正见一张家家丁路过，一把掐住他的脖子，怒吼道：“我娘跟我妹妹去哪儿了？”那人被凌空提起，脸色惨白，双脚乱蹬，支支吾吾道：“少爷，他们被抓去张家大堂了，一群狗东西，非要来惹我对吧？”张凡将家丁丢下，直接朝着大堂冲去。大堂当中，一共3位长老坐在堂中，而其他张家人则是站在两侧。大堂下，一对母女被捆绑住，跪在哪里？王琴。大长老张祖峰眼中满是阴狠之色。你可知你儿子犯下的罪恶？我儿为我打抱不平，何罪之有？王琴此时披头散发，却依旧面容坚毅。一个张家族人冷着脸，指着王琴怒吼道：“你儿张凡斩断楚雄辉手臂，又斩杀楚红，这都是你这个当母亲的纵容导致的，我揍你妈！”张家族人声音刚刚落下，一道暴怒声从院子之中响彻而出。紧接着，只见张凡如鬼影一般冲入大堂，手中的天书剑直接画出一道黑色寒芒，唰，啪嗒，那名指着王琴的张家族人手臂直接掉落在地。所有人界是被这气势给吓得连连后退，甚至有几个一个踉跄，险些倒在地上。张凡手起剑落，捆绑在张灵儿和王琴身上的麻绳断裂。见王琴披头散发，衣衫不整，又见张灵儿身上满是鞭子抽打的痕迹，张凡怒火中烧，浑身都是杀意。这是谁做的？张凡目光扫过在场所有人。张凡，你大胆！这里乃是张家大堂，岂容你等再次造次？就是，我们去抓你没抓到，没想到你还敢自己上门。张凡，跪下请罪，也许我们还能饶你一家3口性命。围在周围的不少张家人一个个开口怒斥张凡，像是提前设计好的。闭嘴！张凡怒吼一声，一剑划出，黑色寒芒直接将大堂中的一张巨大桌子劈成2半。我问的是，你们谁动的手？轰！一个体型硕大的男子走出，每走动一步，大堂地板都要跟着震动一下。这人张凡认识，并非张家人，而是张祖峰收养的儿子，名为周凯，如今26岁，已经是神通境1重。整个流云城能够30岁之前达到神通境1重的人屈指可数。之前是道听途说，今日一见，果然嚣张。周凯走出来，说话时语气中带着浓烈的不屑。可他话都没说完，
张凡便是一拳头朝着周凯砸了过去。废物，不自量力！周凯没想到张凡竟然还敢攻击自己，满脸轻蔑，同时也是一拳轰出。他和张凡交战都不屑动用全部实力，一个筑基6重的家伙只需5成便可轻松打败。两人拳头刚要触碰到一起之时，只见张凡以拳化掌，轰！沉闷的声音传出，张凡吐出一口鲜血，身体一颤，不过却死死地抓住了周凯轰来的拳头。哈哈，这小子就是没见过比他更厉害的，这一下看他怎么嚣张。周凯都没用全力，一拳下去，张凡就被打吐血了。他能坚持几拳？张凡，识相的速速跪下求饶，我们也许还能饶你一命。现场大多数人见到这一幕，嘴角都勾起一丝弧度，而张祖峰欣慰点头，这可是他培养的好儿子。而张冲双手抱胸，满脸戏谑。周凯嚣张一笑，有点实力，可惜碰到了我，哈哈哈，是吗？天书诀！张凡轻喝一声，瞬间一股极为诡异的灵力从张凡四肢百骸中流淌，最后汇聚在了他掌心当中。本还在嚣张嬉笑的周凯脸色猛地一僵，他只感觉自己的体内的灵力正以极快的速度涌入张凡的手掌之中。他妈的，这是什么怪招？周凯怒不可遏，没想到能在张凡这种废物身上吃瘪。他体内灵力一动，一柄灵刀凭空出现，这并非真刀，而是修为到了神通境，天赋异禀，实力强悍的人才有机会觉醒的神通器灵。器灵分为1到9品，周凯天资卓越，觉醒的是3品器灵。能够觉醒器灵的神通境与一般神通境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，更何况对付的还是一个筑基6重的蝼蚁。去死吧！只见那器灵大刀直接朝着张凡砍了过去。凡儿哥，王琴和张灵儿面若癫狂，眼泪止不住狂涌，而一旁的张冲和张冲父亲张麒麟眼中闪过一抹得逞的神色，他们似乎都已经幻想到张凡被器灵一刀两断的残忍画面。可事与愿违，张凡手中的天书剑竟是闪烁起一道黑芒，瞬间与周凯的器灵撞击在一起。铿锵，一道金戈炸响之声出现，灵力波动以两人为中心，朝周围扩散开来。在众目睽睽之下，与天书剑撞击的大刀器灵竟瞬间破碎，碎裂的器灵又被天书剑瞬间吸入其中，像是从未出现过。不可能，我的器灵竟然不见了！周凯脸色大变，再也没了之前嚣张的神色。他的器灵已经无法召唤，像是被吞噬了，而他的灵力更是在飞速流逝。跪下！张凡一脚踢在了周凯的大腿之上，咔嚓！周凯直接跪在地上，腿被踢断。张凡手持天书剑架在周凯脖子上，所有人哗然色变，整个大堂一片死寂，落针可闻。这是真的吗？一个神通境一重，觉醒了神通器灵的周凯，竟然输给了张凡，而且还是完败，连器灵都破碎了，大腿也被踢断。这不可能！只有王琴和张灵儿回过神来，脸上满是欣喜之色。几位在座的长老甚至瞳孔都剧烈收缩，眼前的一切太过匪夷所思。张凡，你竟然把我哥的器灵给毁了！张冲的脸色就像是吃了一只死老鼠一般难看。张凡见到张冲，冷冽一笑，眼中杀意毫无隐藏。你以为绑我娘和妹妹过来，毁了器灵就能解决了？你还想干什么？张冲面露惊恐。唰！张冲话音刚落，周凯的人头便是腾空而起，鲜血宛如喷泉一般从周凯断脖上喷涌而出。死！在场所有人都倒吸一口凉气，敢在张家大堂杀人！张凡还是头一个，好在出头的不是我。倘若周凯不出手，以他26岁觉醒3品器灵，又有神通境1重的天赋，今后足以成为一个强者。可如今这强者竟然夭折了！张凡，我杀了你！张冲暴怒，提剑便是朝着张凡胸口刺去。呵呵，你也配在我面前叫？张凡满脸不屑，直接提起天书剑冲向张冲。铿锵，一道道金戈炸响出现。张冲剑法确实不错，可张凡的更是行云流水，宛若人剑合一一般。仅仅几个回合，张冲的剑便是脱手飞开。张冲输了，他可是如今张家第一天才。不可能，张凡1年前才筑基5重，1年后虽然恢复了过来，但也不可能提升那么快。本以为之前周凯的死，张凡是靠着手中的剑和诡异的功法胜出的，可如今张凡没用任何功法，仅凭剑法就将张冲击败了。这不就说明张凡卷土重来，重做当年第一天才的王座了？张凡毫不留手，当年自己经脉寸断，虽然不知发生了什么，但绝对和张冲脱不了干系。他直接一剑刺向张冲眉心。住手！一道怒吼出现，
只见张祖峰3步并作2步，瞬息间出现在张冲面前，手掌一挥，一股灵力席卷开来，将张凡袭来的剑震开。同时他一掌轰出，直直拍向张凡。张祖峰乃欲虚境9重，整个流云城中他算是顶尖强者之一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狠毒，手中天书剑朝着张祖峰斩出。他竟然还敢对大长老出手！整个流云城敢对大长老出手的，估计还没几个。张凡这次死定了！所有人惊恐的同时，也悲悯地看向张凡。杀了大长老的义子周凯，如今还敢对大长老出手，看来张凡今日必死无疑。轰！天书剑与张祖峰掌心相碰，灵力发生碰撞，出现一道震耳欲聋的鸣叫。噗嗤！张凡口吐鲜血，只有天书剑的手臂疯狂颤抖，后退数步。凡儿，哥哥，大长老，你身为张家长老，竟然如此不要脸面，竟然对一个晚辈下手！王琴怒吼起来，而张祖峰也脸色震惊，他死死盯着张凡手中的天书剑。刚刚自己动用了5成以上的力量，按理来说张凡必死无疑，可诡异的是，张凡的那把剑竟然吸收了他大量的灵力，这才导致张凡留有一命。张凡，你竟然修炼吸取别人灵力的功法，这可是魔功，是大罪！张祖峰愤怒道：谁说修炼的功法只要吸收灵力就是魔修了？张凡擦了擦鲜血，冷脸说道：即便不是魔功，那你伤了楚雄辉，杀死楚红，又斩杀我周凯，该当何罪？楚雄辉侮辱我母亲，而楚红想要对我妹妹动手，两人不该死。而周凯的话，难道你眼睛瞎了，没看到他都动用了气灵，准备杀我？张凡字字铿锵，字字诛心。在座的各位全都是姓张的，竟然眼看着一个姓周的取我性命，却无动于衷。如今我杀了他，你竟还敢拿到台面上来说，真不怕外人笑掉我张家大牙？张家一心有外姓想要杀张凡，所有人当时竟然还觉得理所应当，张凡就该死在周凯刀下，却不记得张凡乃是张家的嫡系子孙。你张祖峰被气得语无伦次，浑身颤抖。我倒是要问问你，张祖峰绑架我娘和我妹妹到底是何居心？张凡身上满是杀意，这话一出，倒是让张家众人眉头一皱。之前被张祖峰3言2语骗了，如今被张凡这么一点醒，王琴和张灵儿什么错都没有犯，只有张凡犯了事，凭什么抓他娘和妹妹？我带他们来问话，有何问题？张祖峰冷冷说道。那他们为何浑身都是伤？张凡说这话时声音巨大，双目通红。我只是不小心伤。不小心对吧？行，从今往后我只要见到大长老的家属，见一个我就打废一个，到时候就说是不小心的。我可是大长老，你竟然敢威胁我！只要有人敢动我娘和我妹妹，别说是大长老了，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老子照杀不误。张凡满脸都是杀意，在场的众人只是见到眼神就浑身一颤。张凡犯下如此重罪，本长老有权杀你。张祖峰浑身灵力暴动，今日张祖峰颜面扫地，倘若不能杀了张凡，那他脸面往哪儿放？等等！就在此时，大堂之中走出一人，一个老者站了出来。此人乃是张家3长老，名为张恒奇，是和张凡一家关系最好的长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难道我说的不对吗？张祖峰脸色阴沉地对张恒奇说道。张恒奇却脸色淡然道：按照张家家规，如若要给张家人定死罪，必须经过所有长老的同意才行，你不会忘了吧？行，那就立刻表决。张家一共就3名长老，正是大长老张祖峰、2长老张丽云、3长老张恒奇。张祖峰二话不说，举起手来道：我同意将张凡处死。张凡罪恶深重，必须死。说完，张祖峰冷眼看向张丽云。张丽云眉头一皱，思忖片刻后还是举起了手。紧接着，张祖峰又满脸阴沉地看向张恒奇，这眼神明显就是在警告张恒奇。不过他也明白，张恒奇突然之间提出这个家规，可能是想救下张凡，但如今张家掌权人可是自己。张恒奇若想在长老位置下继续待下去，那就只能跟着自己走。可谁知张恒奇面对张祖峰的威胁，却淡淡一笑。张凡废楚雄辉，杀楚红，是他们有错在先，虽张凡有罪，但罪不致死。我不同意。张恒奇说道。张恒奇，张祖峰脸色就像是吃了一坨屎般难看，身体气得发抖。眼看着就能处死张凡，没想到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妈的，即便不能当众处死张凡，也有其他办法。好，不过张凡敢在大堂之中杀人，是对祖宗的不敬，即便不处死，也要赏鞭100。张祖峰冷冷说道，
眼中闪过一抹狠毒。鞭挞也是张家的家规处罚之一，到时候让人下手狠毒一点，直接将张凡抽死也可以。而一旁的张冲嘴角勾起一道冷笑，100鞭下去，张凡就算不死，那也会成为一个废人。这次看张凡如何翻身。来人啊，鞭挞100！张祖峰狞笑怒吼：张凡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你若是敢反抗，就别怪本长老不客气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怒吼从门外传出：谁敢动他，我要他命！声音落下，人还未到，一柄利剑破空而出，径直插在了大堂的地面之上，入土3分。紧接着，一个剑眉星目的中年男人快步走入。当所有人见到此人时，脸色都是猛然一变。张祖峰想要借用鞭刑杀我，那就先问问我张子晨答不答应。卧槽，这不是张子晨吗？消失半年，竟然回来了。传闻他不是已经死在了禁地山脉吗？怎么可能回来？来者正是张子晨，张凡父亲，而他的修为乃是玉虚境7重，虽然不敌张祖峰的玉虚境9重，但谁都知道他是个妖孽，实力足以让张祖峰畏惧。张祖峰也是脸色猛地一变：张子晨，你儿犯下重罪，我张家正要执行家法，你想救他，他何罪之有？张子晨冷眼扫过周围所有人，回到张家之后，发现张凡等人不在自家大院之中，便找下人问话。这几天张家发生的事情，他全部知道了。凡儿做的没错，你们想动我儿，想动我妻子、女儿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张子晨怒吼，所有人都后退几步，甚至都不敢看他。我张子晨这一生为张家赴汤蹈火，几次置身死地，而张凡也在张家失去灵力，经脉寸断，丹田被毁。你们是觉得我不在了，就能对我张子晨的家人动手了？张子晨目光炯炯地盯着张祖峰，张祖峰哑口无言。若真谈贡献，张子晨对张家的贡献，在座的各位都心知肚明。妈的，为什么张子晨没有死在禁地山脉，反而还好端端的回来了？我们走，谁若敢拦我，死！张子晨拉着张凡等人就朝着外面走去，无一人敢阻拦。刚离开大堂没多久，就只见张子晨眉头一皱，一口鲜血吐了出来。爹，你怎么了？张凡见状，心中慌乱。爹，夫君。而王琴和张灵儿也是心急如焚。我没事。张子晨擦去嘴角鲜血，装作无事模样，带着几人回到家中。张子晨离开家半年时间，张家人就如此欺压自己一家。若是让张家人得知自己身受重创，估计会立刻反咬过来。回到家后，张子晨躺在床上，气息虚弱。张凡拉起张子晨一只手，轻轻一探，眉头瞬间皱成川字。冰火极毒。张凡将张子晨上衣掀开，只见胸口上有一道巴掌印。奇怪的是，这巴掌印一半是火红色，一半是深蓝色。哼，我儿厉害，竟能一眼认出这是冰火极毒，可嗨嗨。张子晨却欣慰一笑，随后咳出一口鲜血。爹，为什么会这样？我本想去禁地山脉之中寻找九幽茯苓草，这种草药对丹田受创、经脉受损之人恢复有巨大的帮助，可没想到却在山脉当中遇到了王家的王一天，我输给了他，而跟着一起去的几个弟兄也死在了他手上。张子晨解释起了来龙去脉，双拳紧握。那些兄弟可都是跟随他多年的存在，没想到却全都死在了禁地山脉当中。倘若张子晨运气不好，估计也葬身于山脉中。王家乃是天玄大陆玄武王朝最为强悍的家族之一，而王一天更是被称作玄武王朝第一妖孽天才。这一掌就是王一天打的，冰火极毒，乃是王家秘诀，除了王家无人能解。之所以王一天之后没追杀我，是认为我必死无疑。张子晨看向张凡，不过临死前能见到我儿恢复了实力，我即便死了也值了。王琴和张灵儿闻言绝望痛哭，而张凡却微微一愣，随后道：也许我有办法解。你有办法？张子晨微微一笑，冰火极毒乃是王家秘法，世间无人能解。若是能解，王家也不至于成为玄武王朝大家族之一了。所以他并没有将张凡的话当回事，以为张凡是在安慰自己。只见张凡将手掌压在张子晨胸口巴掌印之上，一股诡异的灵力从张凡体内涌入张子晨体内。天书诀。张凡心中默念，那股诡异的灵力竟是开始吞噬张子晨体内的冰火极毒。什么？张子晨震惊莫名，他自己的身体他自然最清楚，自己体内的冰火极毒竟然正在被吸走。片刻功夫之后，张子晨面色恢复红润，也不再那么虚弱。见状，王琴和张灵儿惊喜不已。冰火极毒之所以强悍，
是因为毒即便被全部吸出来，那毒素也会影响到体内所有器官，就算被抽走了所有毒素，依旧只能活2年时间。张凡眉头一皱，冰火极毒果然难缠，虽然吸走了全部毒素，但少量毒素已经侵入张子晨5脏6腑，还能活2年已经足够了。张子晨欣喜若狂，我去药阁帮您拿点药材过来。娘，妹妹，你们照顾好爹。张凡说完便是快速离开。药阁当中是张凡，他又来了，快掩门，别让他进来。之前张子晨没回来，张凡都敢大闹这里，如今张子晨回来了，这下不得逆天。见到张凡朝着药阁奔来，药阁中的所有人脸色狂变，就像是见到了煞星一般。张凡却一脚将门踢开，直接冲入。张凡，你想做什么？作为张家人，来取一点药材治疗，有问题。张凡冷着脸走到药库旁，冰火极毒，十分难缠。身中此毒之人，一般身体如同烈火炙烤，另一半身体宛若堕入千年寒窑。只有彻底将火毒冰毒驱除，才能根治。最重要的是，一定要找对驱除火毒和冰毒的药材。倘若乱用药，不仅不能治疗，反而会加重病情。就是因为冰火极度太强，所以王一天才没有追杀张子晨，拿一些性情温和的丹药稳住经脉和气息，恢复身体的。现在对外只能说张子晨只受了轻伤，不能让别人知道张子晨中了冰火极毒。好的。几个药阁的人点头如捣蒜，急忙去拿药材。开玩笑，谁敢忤逆张凡？楚雄辉、楚红就是活生生的例子。张凡取了大量药材后离开，而大堂之中，张祖峰和张丽云以及张冲正在商量什么。一个手下突然冲入，不好了，大长老、二长老，张凡冲入药阁，拿走了不少药材。那手下焦急地将张凡拿走的药材一一道出，都是一些普通的药材，治疗身体用的。张祖峰眉头一皱，能够从张凡拿的药材推断，张子晨应该是受了轻伤，这些药材是调养身体的。爹，张子晨带着族内高手冲入禁地山脉，全军覆没，此乃大错，不能轻饶。而张凡杀了周凯，罪不可恕，必杀。若是再让他们继续下去，张家就成了张凡的了。张冲是当煽风点火，其他人也跟着附和起来。而张祖峰脸色难看，他很清楚张子晨在家族中威望十足，若非张子晨这些年在外拼搏，张家不可能成为刘云成大家族之一。若真失去张子晨，张家就少了一张王牌。可今日大堂中，他张祖峰的脸都丢光了，甚至有些本被他拉拢过来的人都开始了倾倒张子晨的倾向。爹，咱们必须先下手。张冲阴沉道，若是让张子晨掌控了张家，我们一家就完了。当年设计陷害张凡，张凡应该有所察觉了。以张凡如今爆发的逆天实力，今后若是知道了真相，必定会来杀他。所以张凡必须死，张子晨也必须死。张祖峰起身道，好，那就明天一早开启家族大会，所有张家人全部通知到位，在众目睽睽之下审判张子晨一家。张凡这边并不知道他们的密谋，到家后他将不少恢复身体的灵药给张子晨吃下。吃下灵药后的张子晨气息又恢复了不少。张凡叹了一口气，让张灵儿和王琴照顾父亲，自己则来到了炼药房中。炼药房有一个炼丹鼎，上面满是岁月的痕迹。当年张家得知炼丹师极为宝贵之后，就购买了一个炼丹炉，可是到如今却没有一人能够炼丹，炼丹炉就这么废弃在了这里。这次张凡要炼制的丹药名为九玄清灵丹，丹药品级上至3品，即便是炼丹师也必须得是神通境甚至以上境界的人才能炼制3品。张凡虽然才是筑基期，不过有太玄女帝的帮助，炼制出来应该不难。张凡将炉鼎擦拭干净，开始注入灵力。不到片刻，丹炉在灵力的滋养之下变得开始炙热起来。这炼丹炉虽然低级，不过正好可以拿来练手。一道清风拂过，只见一个飘然若仙的女子出现在了张凡面前，正是穆清水。穆清水一步步教张凡如何炼丹，张凡也跟着慢慢操作，将药材炼制出精髓，萃取融合，药浆在丹炉之中沸腾，洒发出阵阵药香味。张凡加大灵力，最后一步凝丹，成功失败就看这一步了。穆清水道，呵。张凡将体内灵力全部释放而出，融在灵力的灌溉之下，药液开始成丹，最后炼丹炉猛地震动，3颗丹药直接从中飞出，落在了张凡手中。哈哈，成功了，一次成。九玄清灵丹。张凡大笑，满脸激动。在九玄清灵丹上旋转着几条淡淡的灵气波动。九玄清灵丹分为9品，一道灵力波动就是1品，以此类推。
这枚九玄清灵丹上竟然有4条灵力波动，4条灵力波动好像是4品丹药。张凡极为震撼。按正常来说，只有玉虚境才能炼制出来4品，自己不过筑基期，怎么可能炼制得出？就是4品丹药。穆清水微微一笑，十分妩媚。炼丹虽然跟本身灵力挂钩，但重要的还是炼丹时候的火候掌控，只要越为精进，成丹品质就越好。而且本太玄女帝亲自教你炼丹，第一次能出4品很正常，你若以后进入神通境，估计就能炼制出5品了。张凡脸色一变，5品想都不敢想象的存在。3品到4品提升已经巨大了，但难度也提升了数倍，而4品到5品其难度无异于跨过一条鸿沟。5品丹药随便一颗估计都能卖出50万灵石的存在。张凡甚至都开始幻想，之后若是能炼制出5品丹药，那今后的多么富有了。怎么了？突然傻了。穆清水皱眉问道。没事。张凡将3颗九玄清灵丹收起，自己服用1颗，剩下的2颗就拿去让施家拍卖吧。只要有了灵石，才能购买更多的药材，同时炼丹。张凡直接带上面具蒙上脸，朝着施家走去。施家药铺当中，掌柜的一眼就看到了张凡。这人之前来买药材，直接让大小姐抹了个零，免了500下品灵石。如今看来是得到了好处，转眼又来买了。张凡在他眼里就是不要脸。您好，您这次想买些什么？不过事先说好，之前给您抹零是看您第一次在这买东西，以后可不行了。掌柜的说道，脸色有点不耐烦。张凡还能看不出这掌柜的对自己有意见，直接道，施瑶在哪？让他来接待我。掌柜不耐烦道，大小姐忙碌得很，能接待您一次已经不错了，这次换我来接待您。这小子估计就是看大小姐好骗好说话，所以就想要找大小姐卖货，这样能便宜一点。想得美，你去通知一声，我可以等。张凡说道，我说的话已经很明白了，小姐忙得很，没时间来接待你，你若是不买东西，那就恕我不送。掌柜的没好脸色道。张凡算是清楚了，施瑶在，只不过掌柜的不愿意叫他出来。施瑶姑娘，张凡大喊一声，声音不大，穿透力十足，吸引了不少人的目光。掌柜的脸色变得极为难看，隐隐约约有了怒气。这位客人，你也太无礼了，请你出去。说完，掌柜的就去赶张凡离开。张凡一掌轰出，直接将掌柜轰得倒退数步，一口鲜血吐出。这一巴掌虽然没要掌柜的命，但足以让他疼上几天。本来不想伤你，你却非要来找事，看在施家面子上，我不杀你。张凡冷冷道，这人疯了，竟然敢在施家地盘上打伤人，他难道不知道施家有多强大吗？他是外地人，这下他完了，有好戏看了。一些围观的人开始议论纷纷，眼中满是幸灾乐祸，当然也有悲悯张凡的人。在他们看来，在施家地盘上惹事，那就是找死。果不其然，掌柜的脸色惨白，怒吼道，来人啊，有人在施家杀人了。施家乃是流云城最强大的家族之一，旗下所有的商铺自然都是有人守着的。声音落下，便是见到几个神通境的武者飞身而出，朝着张凡冲去。看守的都是3名神通境，看来施家还隐藏了实力。张家估计早就不是施家对手了。住手！就在几人要冲到张凡面前时，施瑶的冷喝声陡然传来，叫住了几人。他看了看满脸愤恨的掌柜，又看了看张凡，大概猜到了事情的经过。多有得罪，前辈，是我的下人有眼不识泰山。施瑶非但没有生张凡的气，开口就是对张凡赔礼道歉。这一幕看傻了在场众人。什么情况？这人打伤了施家的掌柜，施家大小姐竟然在赔礼道歉，真是到反天罡了。这蒙面人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更让他们错愕的是，施瑶继续道，只要前辈不计前嫌，这次前辈要购买的东西一切半价。所有人愣住了，都纷纷仔细打量张凡。这人到底是什么身份，竟能让大小姐如此器重，甚至表现得卑躬屈膝？不买东西，之前你不是说施家收丹药吗？我这里有2枚，不知收不收？虽然掌柜的态度不行，但施瑶认错态度不错，张凡气消了。丹药？施瑶眼前一亮，激动道，收，肯定收，价格绝对让您满意。张凡直接将2个木盒拿出，施瑶接过盒子，打开后，一股浓郁的药香瞬间弥漫开来。四品！施瑶浑身一震，鹰嘴微张，满脸难以置信。世上谁人不知，只有玉虚境的强者才能炼制出4品丹药。放眼玄武王朝，玉虚境强者虽极多，但玉虚境的炼丹师可少之又少。混账，竟怠慢贵客，该当何罪？施瑶忍不住
直接一巴掌将掌柜打翻在地，差点就因为这个家伙得罪了一个能够炼制出4品丹药的神秘炼丹师。好在他没生气，一旦生气，整个施家都有可能陪葬。来人啊，给我将此人逐出施家，逐出流云城，以后不要让我在流云城见到他。施瑶满脸怒火，心中也后怕。大小姐，前辈，小的知错了，是小的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求您饶了我吧。掌柜跪地磕头如捣蒜般祈求。他也没想到，一个喜欢占便宜的家伙竟然能够炼制出4品丹药啊！拉下去！施瑶冷着脸命令道。几个手下将他拉走。前辈，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咱们进去说。施瑶转过头看向张凡时，脸上的怒火已经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恭敬之色。进入后台阁间，施瑶这才将九玄清灵丹拿出，仔细观察。九玄清灵丹并不稀有，但炼制难度极大，是唯一一种能够从1品炼制到9品的丹药。其分辨品级起来也特别简单，就是上面的灵力纹路波动有几条。而这九玄清灵丹一共4条，证明是4品丹药，而且药香味很浓，明显是4品上乘丹药。施瑶越来越震惊，因为张凡买药材的时候他就在现场，他购买的那些药材都是低等药材，竟然能够炼制出4品的九玄清灵丹，而且还是2枚。能够做到这一点的人，整个玄武王朝绝对都屈指可数。施瑶怀疑面前的张凡可能是隐藏了实力，真正实力应该是玉虚后期强者炼丹师，能够认识这种人简直就是自己的荣幸。2枚极品的九玄清灵丹，前辈心中可有满意价格？施瑶开口道。你开。张凡淡淡说道。按照正常价格，1品常见的丹药也要4000左右，临时购买2品的就要1万多了，而3品有些要10万，4品的少之又少，1枚20万都买不到。但九玄清灵丹比较常见，即便是4品的也该价格也高不到哪里去，估计也就11、2万左右。施瑶思忖片刻后说道。15万1枚，我们施家收了，如何？15万。张凡一愣，他本想着10万左右卖出去就差不多了，没想到施瑶开价这么高。施瑶脸色一变，以为自己开价太低，咬唇道：17万1枚，前辈可满意？17万，施家已经没法赚钱了，甚至可能还要自己贴钱。不用那么多，按照正常价格12万吧。张凡笑了笑，也不想欠人情，更不想占便宜。施瑶诚意十足，自己以后可能还要和他合作，干脆就大方点。多谢前辈。施瑶惊喜不已，如果是12万，施家肯定能赚不少。我要买点药材，你直接在丹药成交价里面扣除吧。施瑶喊人准备笔墨，亲自记下了张凡需要的药材，随后叫人打包药材。对了，你们这里有没有驱火驱寒的丹药？有，1品玄阴丹和天阳丹，所有的东西都放在纳戒之中，一共18万灵石，还剩6万灵石。施瑶递给张凡一个纳戒，随后目送张凡离开。张凡离开后，一个倩影出现在施家门口，正是楚梦离。施瑶，在看什么呢？那人不会是你的情人吧？看着蒙面张凡离开的背影，楚梦离眉头微微一皱，怎么感觉有点眼熟？别打趣我，我天天这么忙，哪有什么时间谈情人？施瑶脸色微红说道。他和楚梦离关系还不错，虽然施瑶是大小姐，而楚梦离不过是张家收留的人，两人地位一个天一个地方，但施瑶从未在意过。唯一让施瑶不舒服的就是张家张凡曾经对楚梦离这么好，却因为被废，楚梦离二话不说离开了他。梦离啊，要我说啊，张家张凡人很好，对你又掏心掏肺的，现在人家没落了，你不应该嫌弃人家的。施瑶刚说起张凡，楚梦离脸色就变了。哼，那张凡已经恢复了实力，恢复后第一时间砍了我爹的手，还杀了我叔，这种人我没杀他已经算对他仁慈了，怎么可能还跟他在一起？楚梦离满脸怒火。什么？张凡失去灵力1年多，听说丹田被废，经脉寸断，竟然恢复了。不过恢复后这么暴力确实不行，不说他了，难受。楚梦离换脸速度飞快，看向施瑶道：这次来是准备找你帮忙的，现在我楚家所有资产都被我带来了，准备买2颗4品丹药送给张冲，帮助他觉醒神通气灵。你和张冲？施瑶眉头一皱，楚梦离在张家发生的事情他并不清楚。听完这话，他又觉得张凡暴力是有原因的。好了，我追求自己的幸福有什么问题？我跟张凡已经没有关系了，你看有没有4品丹药？张冲答应我了，只要能够觉醒神通气灵就娶我。正好我收了2枚。回到家，张凡将丹药喂给父亲吃，自己则在房间中修炼。数日一早，屋外便传来一阵怒吼之声。族内有令，所有张家族内之人全部参加族内大会，不得缺席。张凡闻言出门，
大院之中，父母和张灵儿都在。爹，这次估计是鸿门宴。张子晨脸色不好看，虽然经过张凡调养，伤势好了很多，但依旧无法动用全部灵力。这些家伙一天到晚就知道对族内人动手。当年张家有难，却无一人敢探头。王琴开始打抱不平，当年若不是张子晨为家族拼命，哪有如今的张家？可到头来，该有的尊重没得到，反而处处被针对。张子晨冷脸道：你们两个女流留在家，我和凡儿去大堂，我倒要看看他们到底想耍什么把戏。张家大堂之中，此时已经站了不少人，都是张家嫡系，而3位长老坐在中间3把交椅之上。张凡、张子晨选了个位置坐下，张凡对面坐着的正是张冲。今日有2件事要宣布，其一，我儿张冲已经做足准备，2日后前去觉醒神通气灵。张祖峰满脸高傲，只要张冲能够觉醒气灵，那就是张家年轻一辈的第一天才，以后绝对能执掌张家。一时间，所有人鼓掌叫好，恭喜张少，贺喜张少啊！张冲少爷一旦觉醒神通气灵，便是我张家的骄傲，流云城的骄傲。以张冲少爷的天赋，觉醒的绝对是高品级气灵。张冲似乎很享受这种吹捧，他站起身来，一脸谦虚，可眼中的得意却完全掩盖不了。诸位过奖，我能觉醒气灵，都是大家的功劳，张家的功劳，我一定不会辜负张家。说完这话，他还有意无意地瞥了一眼张凡，见到没有？如今我才是张家第一天才，你什么也不是。可张凡却闭着眼睛，看都不看他一眼，这让张冲怒火中烧，感觉像是一拳打在了棉花上。张冲少爷就是谦虚，以后我等都得仰仗张冲少爷了。张冲少爷今后必定一飞冲天，光耀门楣。所有人再度吹捧，而张祖峰微微一笑，继续道：第2件事便是……说到这里，张祖峰看向张凡和张子晨，脸色瞬间变得阴沉下来。半年之前，张子晨不顾劝阻，带着族内高手前往禁地山脉，就为了满足他的私利，给他那废物儿子张凡寻找恢复身体的药材，让族内众多高手死在了山脉当中。张子晨，你为了你儿子害死我张家众多高手，你该当何罪？这话一出，本是欣喜一片的大堂立刻安静了下来，所有人脸色严肃看着张子晨。张子晨拳头紧握，双目通红。半年前他确实带着10多个弟兄一起去了，但他跟那些弟兄们说过不让他们去，他们却无论如何都得跟过去。无奈之下，张子晨只能带他们前往。若张祖峰用其他事情来刁难张子晨，张子晨毫不畏惧，唯独这件事，张子晨心中愧疚。张子晨，你不说话，是以知罪。张祖峰脸上挂着冷笑。张子晨为人仗义，谁人不知，谁人不晓，他就要拿捏张子晨的弱点，来让张子晨无地自容。果然，张子晨起身道：是我没保护好兄弟们，现在说这些还有什么用？你带他们去送死，自己却活着回来了，你不如干脆和他们一起死了。张祖峰说出了自己的目的，此事是我之错。张子晨一拳轰在了地板上，地板寸寸皲裂，拳头血肉模糊。敢做敢当，待族内兄弟赴死，按照家规当以自裁，你就当着所有祖宗的面自裁谢罪吧。张祖峰阴笑道：就是。张子晨，你自裁吧，你该死。我看这张子晨就是拿他那群兄弟垫背才活着回来的，他就该陪着那些死去的族人一起走。所有人开始起哄。等下。就在此时，张凡却突然站起。张子晨的性格，张凡极为了解，他真有可能为了兄弟们自裁谢罪。张凡看向张祖峰：大长老，据我所知，我爹和10多个张家人都是被一人杀死的，我爹是侥幸逃出，为何要让他自裁谢罪？既然凶手是谁都知道，为何你作为大长老的不去帮那些族内兄弟平冤，反而在这逼我父亲自裁？张凡脸色阴沉，简直能够滴出水来。张子晨是被王家王一天打伤的，那些兄弟也是被王一天击杀的。张家之人有血性的话，那就应该去王家报仇，如今却拿他爹来问罪。张凡算是看清楚了张家人的嘴脸。张凡，轮到你说话了。张祖峰看向张凡时，满脸怒火：我还没追究你，你反而自己出来了。张凡道：事情我解释得很清楚了，需要再给你重复一遍？行。张凡，你说是有人杀了我张家10多个高手，那人是谁？张冲冷冷道：是王。凡儿，住嘴！张子晨急忙止住张凡。王家是庞然大物，玄武王朝最为强大的家族之一，小小流云城张家与王家相比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，蚍蜉撼树。若是此事传出去，别人甚至会认为张家得罪了王家，对张家来说乃是一场巨大的灾难。我们遇到了10分强悍的妖兽，
所有弟兄是被妖兽所杀，我侥幸逃脱。张子晨只能瞎诌一个借口。我张子晨愿意认罪自裁，只不过大长老和张家所有人必须发誓，一定不能欺负我妻子、女儿和凡儿。只要张凡等人不被欺负，张子晨甘愿认罚。而张祖峰、张冲等人眼中闪过一抹不易察觉的冷色，只要张子晨去死，现在答应也可以，然后再对他妻子、女儿下手便是。还有张凡，必须死。行，念你为张家立下汗马功劳的份上，我答应你这个要求。张祖峰脸上挂着得意的冷笑。爹，你就算是自裁，他们也不可能放过我们。张祖峰说过的话，什么时候算过数？什么时候轮得到你说话了？你爹都认罪了，本长老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。追你妈的头！张凡怒火冲天，转而看向张子晨。爹，爷爷临死前交代过你，让你守护张家。你若是自裁，爷爷在天之灵不会原谅你。而你那10几个兄弟是为你而死，你得照顾他们的家人啊。这话一出，张子晨猛地一愣，目光坚决起来。对，我活着才能守护张家，我活着才对得起那些保护我的弟兄，为我死去的弟兄，我才能保护他们的家人。张祖峰气得都快吐出一口老血。妈的，好不容易要得手了，竟然又转性了。长老，我认为张子晨也不该自裁，他对张家做出的贡献太多了。是啊，没有他，张家哪有今天？那10多个弟兄都是张子晨兄弟，我想他们死了，最伤心的莫过于张子晨。那10多个弟兄们的家眷都没说什么，我认为张子晨无罪。既然去了禁地，就要承受风险，这不是张子晨能够左右的。有人带头给张子晨说话，就陆续有人站出来给张子晨撑腰。好啊，张祖峰脸色难看至极。展开这次大会的时候，他就警告过张家人了，让他们死对张子晨，没想到如今却反水了。可他眼珠子一转，又想到了一个妙招。张子晨对我张家确实有大贡献，但他带领10多个弟兄赴死也是不争的事实。而他儿子张凡也在张家作恶多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，将张子晨一家赶出张家，彻底除名，永远不得踏入张家半步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震惊莫名。赶出张家，在张家除名，这惩罚可太大了，无异于让他自裁，死后都不能见到先祖。三长老张恒奇突然开口道：不行，张子晨乃是我张家中流砥柱，而张凡也恢复了实力，天赋异禀，大家有目共睹，若是将他们赶出张家，相当于赶出了2大耀眼的新星。台下有人附和点头，有人持有反对意见。长老，你说张凡恢复了灵力，还天赋异禀，是耀眼新星。张冲突然走出，脸带凝色道：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，恢复了灵力又能如何？1年没有修炼，天才的名称早就该从他身上摘掉了。张凡，你有种的就跟我赌一场。张凡冷冷一笑道：赌？你想赌什么？2天后我将觉醒神通气灵，你不是被称作天才吗？2天后，你若是能和我一样也突破神通境，觉醒神通气灵，那你就是张家的天才，否则你就是废物，滚出张家。而此时一道清灵的声音却从张凡耳边响起：答应他，今晚与我双修，我帮你突破。张凡一愣，脸色微变，这声音自然只有张凡听得见。而大堂之中的人听到张冲的话，满座哗然。谁都清楚张凡刚恢复过来，境界也刚从筑基5重突破到6重，2天时间，别说从6重突破到神通境，还觉醒神通气灵了，能突破到7重都是妖孽，这完全就是没给张凡活路啊。张子晨离开张家半年，而张凡又废了1年，家底早就被掏空了，没有灵丹妙药是不可能突破的。张恒奇冷着脸道：张冲，你知道你在说什么吗？张凡这才筑基6重，你可是筑基9重，随时都能突破神通境，这不公平。可此时张凡却笑了笑道：谢谢三长老的关心，不过这赌约我张凡接了。声音落下，所有人眼睛猛地一瞪，瞠目结舌地看向张凡。这种必输的赌，张凡为何要同意？这种不公平的赌注，就算张凡不接受，在场的诸位绝对不会说什么，可张凡为何要答应？到时候下不来台的可是张凡啊。而张子晨和张祖峰听到这话都傻了眼了。张祖峰承认张凡确实天资卓越，但绝对不相信张凡能够在短时间内提升到筑基9重，突破到神通境，甚至还觉醒神通气灵。好，2天后城主府觉醒气灵剑，君子一言，驷马难追，到时候若是你输了，那就给我乖乖滚出张家，开除祖籍。张祖峰眼中闪过一抹激动，正愁着没机会把张凡一家赶走，这机会不就来了。最重要的是张凡这弱智竟然还答应了，还没说
我赢了要怎样呢？张凡眼中闪过一抹戏谑。张凡有太玄女帝的帮助，而太玄女帝刚刚都开了口，那就绝对有把握将张凡提升到神通境。张凡这次必不可能输。你赢，简直滑天下之大稽。张冲一阵狂笑，在他看来，他就不可能输，甚至都没想过输了会有什么后果。要是真2天内让张凡突破到神通境，还觉醒了气灵，那他跪下来给张凡磕头都认了。张凡，你能赢吗？我若是你，干脆现在就离开张家，免得到时候把脸都丢光了。张凡笑着道。可我要是赢了呢？你赢了，那之前你爹做的和你做的事情，我们就既往不咎。而且你们张家每月可以去供奉处领取1万下品灵石，如何？张祖峰阴笑道。1万下品灵石，这可是巨大的诱惑。一般张家嫡系每个月都只能在供奉处领取几百上千灵石，他生怕张凡反悔，所以抛出了巨大的橄榄枝。再加一个，你得亲自承认我爹和我没错，然后跪着道歉。张凡冷冷道。我。闻言，张祖峰脸色愤怒，他乃是张家的大长老，刘云成有头有脸，德高望重的人物，给张子晨和张凡下跪，那以后他的老脸往哪儿搁？不过为了让张凡不反悔，他选择了忍。好，我答应。张祖峰脸色阴沉道。这小兔崽子，等到时候被赶出了张家，我看你还怎么嚣张。2天后见。张凡也不啰嗦，带着自己父亲离开。刚离开，张子晨就满脸担忧地看向张凡。凡儿，你才筑基6重，2天内达到神通境，那怎么可能啊？爹，我既然答应了他们，那就肯定能做到。张凡道。回家后，张凡直接来到自己房间，为了炼制丹药方便，所以他将炼丹炉直接搬来了这里。有了之前的经验以及木清水的调教，张凡这次炼制9玄清灵丹显得十分轻松熟练，而且本次出丹色泽更为醇厚，灵力更为清晰，品质比之前都要好不少。张凡服用1枚9玄清灵丹，开始修炼。这几天他已经一共服用了2枚，体内灵力早就达到了突破的巅峰，只不过事情太多，导致一直没时间突破。夜深时，张凡呼出一口浊气，境界直接从6重突破到了7重。张凡甚至觉得自己还能继续修炼突破。不错，一道宛若银铃的声音在张凡耳畔响起。张凡回头一看，只见穆清水不知何时出现在了他身边，还一直死死地盯着他在看，眼神宛若秋水般荡漾。你白天突然传话给我，说今晚双修可以助我提升，是什么意思？据张凡所知，穆清水每次和自己双修过后，都会将张凡体内的仅剩不多的灵力抽干。为什么今天却突然说双修能够帮助自己提升？你是极阳道体，而我是玄阴仙体，一旦双修其实是相辅相成的，你提升我也提升。穆清水开口解释道。啊，还有这种事？那为何每次都是我一味被索取？张凡激动道。那是因为那时候你没有灵力，又或者是境界太低了，我玄阴仙体体质太强，所以才稳稳压制了你。不过现在你已经筑基7重，那应该可以了。穆清水脸色微红说道。今天是第4天了，之前说好了2天5次，前面那次看你可怜，让你休息了，所以今天得一次性补回来。啊，也就是今晚10次。张凡腿开始打颤了，他可甚至这个女人有多疯狂。放心吧，这次你不会被吸干的，反而会感谢我。穆清水微微一笑，而且等到你神通境后觉醒了气灵，还要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什么条件？张凡问道。只要能够快速提升实力，且双修不会被吸干。别说一个条件了，10个都愿意。由于最近没有采补，我体内灵力溃散了不少，等你觉醒成功后，你得与我再战30回合。张凡眼睛大大瞪起，果然没有耕坏的田，只有累死的牛。30回合，那得多么强大的人才能扛得住？看来最近得炼制一些能够提升那方面力量的丹药了。想到觉醒后那晚的疯狂，张凡浑身打颤。他天不怕地不怕，就怕穆清水把衣服脱。穆清水仙姿飘渺，轻轻将衣服宽下，宛若玉枝般的手轻轻地抚摸在张凡的脸上。之前算是你伺候我，今晚就让我来好好伺候你吧。穆清水将张凡扑倒在床。张祖峰走到张冲房间，将一个瓶子放在了张冲桌前。此乃神通气灵丹，3万颗中品灵石买到手的，张家的大量的底蕴都用来买这丹药了，一定不要让爹失望。3万中品灵石相当于300万下品灵石，才能买来一颗丹药，可想而知这丹药有多么宝贵。而神通气灵丹并不罕见，专门为了觉醒气灵用的，在从筑基9重要突破神通境的时候服用，将有提升觉醒神通气灵的效果。一般人没法觉醒气灵，只有天资卓越的人才有机会服用此丹。
天赋不行的，服用此丹药无异于浪费。而张祖峰自然没那么多钱，他这次也是拼了，没有和其他2位长老商量，直接就用了家族的钱买了这枚丹药。在他看来，只要张冲觉醒了气灵，到时候再将这件事说出来，也没人会怪他。毕竟一个觉醒了气灵的天才，可是张家的未来。张冲脸上浮现一抹激动之色，他扑通一声跪在了张祖峰面前：“爹，儿绝对不会辜负您的期待，将来我必定会进入玉虚境，成为和您一样的强者。”张祖峰点头，眼中出现一抹阴沉。张凡是不可能从筑基6重达到筑基9重的，我已经安排了10多个神通境高手，只要张凡输了，被我赶出张家，那些人就会出手杀了他全家。张祖峰怒吼，昨天自己收的义子周凯被杀，而自己儿子又被张凡挫败，一股危机感从张祖峰心中升起。他总感觉张凡有变故，身上绝对有古怪，尤其是张凡手中的那把剑十分诡异，能够吞噬他人的灵力，吸收他人的气灵。赶出张家之后必须除之才行，否则以后必生大患。而张冲闻言心中狂喜，只要张子晨、张凡一死，这张家今后绝对是他的。数日中午，等到张凡睁开熊猫眼的时候，穆清水已经消失不见了。而昨晚一晚上的战斗令张凡四肢酸痛，感受了一下体内的灵力，发现不仅没有被吸干，反而变得更为浓郁了。筑基8重巅峰，穆清水果然没骗我。张凡的难道既然到了筑基8重巅峰，那就要提前准备好神通气灵丹，随时准备服用觉醒气灵了。能够觉醒气灵的人在玄武王朝虽然并不是极为罕见，但气灵却是有等级的，等级越高越罕见。而神通气灵丹虽然不罕见，但却价格昂贵，即便是最差的神通气灵丹，价格估计都在300万下品灵石了。张凡现在没那么多钱，就算是有，也不一定买得到神通气灵丹。既然没有，那就自己炼制。之前在施家店铺早就已经购买好了炼制的药材。张凡现在的灵力等级不足以炼制神通气灵丹，所以必须得借助张子晨的灵力。将事情跟张子晨说完后，张子晨震惊莫名：“什么？你会炼丹？什么时候学会的？而且还要炼制神通气灵丹？那可是5品丹药，是玉虚境的炼丹师才能炼制出来的，无意之中学会的。只要老爹帮我，我有5成把握能够炼制出来。”张凡说道。5成虽然不多，但足以一试，毕竟马上就要开始觉醒气灵了。气灵的等级是最为重要的，关系到张凡今后能走多远。好，我一定全力帮助。张子晨点头道。唰，炼丹炉之中燃起熊熊烈火，这些火焰可不是普通火，而是灵力燃起的火，比正常火焰要炙热不少。按照穆清水教授的方法，张凡依次将药材丢入炼丹炉内，然后缓慢熔炼成精华。龙涎草，根据穆清水所说，龙涎草虽然是最为普通的草药之一，来历却十分恐怖。听说第一株龙涎草的诞生源自于真龙之血，龙涎草一旦运用得好，便能激发真龙之气。他将龙涎草丢入炼丹炉中，熔炼后真发现有一股龙血之气，加大火力。张凡喊了声，自己身体所有灵力喷涌而出，灌入炼丹炉内。而张子晨也没有留手，全部灵力全部灌入炼丹炉中。炼丹炉开始剧烈颤抖，散发出阵阵金戈炸响，里面的液体开始浓稠，最后成丹。成，张凡再度加大灵力，可里面的液体却始终无法融合在一起。怎么会这样？这是最后一步了，没想到竟然要失败。如果是炼制1颗神通气灵丹，也许已经成了，可他却非要一次性炼制3颗，贪心不足蛇吞象。玄黄鼎内，穆清水轻轻叹息：“算了，谁让你是我的男人呢？”穆清水微微一笑，伸出玉手，轻轻一点，一道古怪的力量从玄黄鼎内飞出，进入了炼丹炉内。眨眼间，本无法融合的液体竟然瞬间融合成功。成了！3枚丹药融合成功后，从炼丹炉之中飞出，通体散发着淡淡幽光，一看就不是凡物。而张子晨脸上也是一喜，没想到一次性能炼制出3枚神通气灵丹，这要是传出去，别说是流云城，估计整个玄武王朝都会震荡吧。但闷声发大财的道理谁都懂，一旦这种事传出去，估计会引来杀身之祸。爹，这件事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。张凡道。张子晨点头。张凡将丹药收起，将父亲送走。回到房间后，张凡意识进入玄黄鼎内。谢谢你，清水。张凡还是头一次出言感谢穆清水，刚刚炼制就要失败了，若不是玄黄鼎内穆清水的帮助，根本不可能成丹。可张凡却惊讶地发现穆清水的脸色有点不对劲，身体也变得虚幻起来，气息不稳定。你怎么了？张凡心中一惊，急忙问道。
本帝一共就与你双修了1年，昨晚给了你玄阴仙体的力量，今日又用力量助你承担，半年的双修成果没了。穆清水脸色冰冷地说道。啊！张凡眼睛一瞪，半年的双修成果眨眼就没了。你可知道半年得消耗多少精血吗？早知如此，就不该一次性炼制3枚了。张凡哭笑连连，不知道穆清水出手帮助自己会消耗他双修获得的成果。要不今晚我帮你补充一下。张凡说道，不能被吸干，不然后天还怎么比？不用。穆清水手一挥，一张床铺凭空出现在玄黄顶空间内，随后躺在其中。50次，这3个字从穆清水口中说出，半点情感都没有，冰冷无比。50，张凡差点一屁股坐在地上。50次，1天还是2天？这不是要人命吗？不过张凡可不敢拒绝，毕竟穆清水可是帮了自己大忙才这样的。这3颗神通气灵丹千万不要出手给他人，其中注入了本地的灵力，十分珍贵。当然。张凡急忙点头。张凡还不知道这3颗注入了太玄女帝灵力的神通气灵丹是什么概念，若是将它和张冲获得的丹药放在一起比较，那简直就是一个天一个地，浮草银光和天空皓月争辉。而之所以境界能够突破的这么快，是穆清水将玄阴仙体双修而来的成果传给了张凡。张凡开始修炼，到深夜的时候就已经从筑基8重巅峰达到了筑基9重。他并未直接服用神通气灵丹，反而是继续打坐修炼，稳固根基。数日天一亮，张凡这才将神通气灵丹一口吞入，药力扩散，在张凡4肢百骸之中流淌。张凡进入了一种玄之又玄的境界，很快院子外面便响起了一阵阵急促的脚步声。张家几位长老以及张冲、楚梦离、楚雄辉等人以及张家一些高层都到了。张凡，时间已经到了，我来送你们滚出张家。张凡，你前2天还是筑基6重，别妄想用2天时间突破到筑基9重了。既然说了那种话，那就要付出代价，滚出张家吧。年轻人不懂事，不知天高地厚，不知自己几斤几两。现在好了，搬石砸脚。张凡睁开眼，推门而出。院子中，张凡父母以及妹妹张灵儿都担忧地看向张凡，张凡却微微一笑，示意他们别担心。轰！院子大门被踢开，张海和张峰首当其冲冲了进来，这2人手臂被张凡打断，此时都裹着纱布。2人被张凡打败后气急败坏，得知张凡答应了这种完全不可能完成的赌约，时间一到就迫不及待来报仇了。他们要亲眼看着张凡被赶出家门，到时候还要动手杀了张凡。张凡，2天时间已到，你还不滚出张家？君子一言驷马难追，你张凡不会想耍赖吧？2人话刚刚说完，就听见2道闷响出现，张峰和张海2人直接倒飞出去，口中吐出鲜血。而门外的张祖峰等人见状，脸色猛地一变。张峰、张海虽然不如张冲，但却是张祖峰这一脉的人。之前2人被打断手，如今又被打飞，这无疑是给了张祖峰2大嘴巴子。张凡，你已经被逐出张家，已经不是张家之人，竟还敢伤张家人，那就别怪本长老直接。张祖峰正要出手，谁知张凡直接打断了他。张祖峰，你说我不是张家人，就不是张家人了。张凡冷冷一笑，哼，你和我儿张冲的赌约人尽皆知，难道想耍赖不成？是吗？那你就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了。张凡调动全身气息突然外放，轰，极为雄浑的气息扩散开来。筑基9重，瞬间众人嘴巴大张，简直能塞下一个苹果，震惊之色久久不能释怀。仅仅2天，张凡竟然从筑基6重突破到了9重，这怎么可能？这都不能说是妖孽了，简直就是奇迹、神迹。不可能，张凡肯定是动用了什么法宝，使用了障眼法，他不可能突破筑基9重。张冲见到这一幕，所有的傲娇瞬间一败涂地，开始狰狞怒吼。2天，从筑基6重提升到9重，这不证明张凡才是张家最大的天才？不，这实力都足以证明张凡是整个玄武王朝的天才妖孽了。张冲的天赋在张凡面前比起来，狗屁都不是。那你要不要试试真假？张凡冷笑，看向张冲。妈的，谁怕你？张冲怒吼，调动灵力，全力一拳朝着张凡轰去。这一拳势如破竹，摧枯拉朽，带有阵阵龙吟之声。龙吟拳乃是张家的玄阶终极功法，也是张家的顶梁柱功法，只有神通境觉醒了气灵的人才能学习。功法等级分为4阶，分为天、地、玄、黄，每个阶级又有3个等级。玄阶终极在流云城已经极为稀有了。张冲还没有达到神通境，
甚至还没能觉醒气灵，就已经学习了这种功法，可想而知张祖峰给了张冲多大的便利，有多偏袒了。张凡冷冷一笑，也是一拳头轰出，带有阵阵破风之声。轰！两人拳头撞击在一起，发出一阵巨大的轰鸣，一道灵力波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，以两人拳头为中心扩散开来。张冲整个人暴退数步，一口鲜血吐出，好在张祖峰及时冲过来抱住了张冲。所有人见状都是脸色一变，张冲又输给张凡了？不可能，这不可能！张冲脸色毫无血色，眼中满是震惊。前几天张凡用剑法将张冲击败，张凡的剑法确实高深，张冲很清楚，输了有借口安慰自己。可如今他用上了筑基九重所有的实力，加上家族秘传的龙吟拳，竟然还打不过张凡。张凡冷冷一笑，张冲虽是筑基九重，但都是张祖峰用丹药堆叠起来的药罐子，而自己涅槃重生，又和木清水进行双修，根基稳固不说，体内灵力纯粹到了极点。别说是筑基九重的张凡了，就算是筑基六重，张冲都不一定打得过张凡。而且张凡这一击还没有动用天书诀吸收灵力，以张冲那虚浮的灵力，吸来了也只会毁了张凡根基，被吸的资格都没有。这赌我赢了，你也该兑现承诺了。张凡冷冷道。张祖峰脸色铁青一片，最后不甘心怒吼道：张子晨、张凡两人无罪，每月可在供奉堂领取1万下品灵石。大长老，你好像忘记还有一条了吧？跪下，给我们道歉。张凡冷道。张祖峰浑身颤抖，牙关紧咬，双拳紧握，眼神充满杀意。倘若眼神能杀人，估计张凡都被杀了几万次了。在张子晨和张凡面前跪下，那他这大长老也不用当了。走！张祖峰自然不可能给他们下跪，直接怒吼一声，转身就要离开。而其他人也是面面相觑，最后跟着张祖峰离开。张凡，你别太嚣张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张冲怒狠狠对张凡说完这句话后，也快步离开。楚梦离则是跟在张冲后面，峨眉微蹙。他现在有点后悔，早知如此，就不该和张凡翻脸。这样的话，至少自己还有机会接近张凡。可如今，绝对不可能了。不过谁也想不到，一个丹田被废、经脉寸断的人能够浴火重生，而王琴和张灵儿欣喜若狂。我就知道那老东西会耍赖。张凡道：准备一下，马上去城主府筑基九重，已经可以开始觉醒气灵了。张子晨激动不已。而张凡家外，张祖峰脸色就像是吃了屎一般难看。自从张子晨父亲死后，张祖峰一人独揽大权，掌控张家数十年，没想到却败给了张凡。此次阴沟里翻船，张凡这狗东西，我一定要将他挫骨扬灰，否则难解我心头之恨。爹，放心，他张凡就算是筑基九重又怎样？只要我觉醒了神通气灵，张凡依旧翻不起风浪。张冲咬牙切齿地说道。如今他唯一能打败张凡的就是觉醒气灵了，毕竟他可是服用了神通气灵丹的存在，而张凡什么东西有资格服用这种丹药吗？希望不要让我失望。张祖峰冷冷道。神通气灵的觉醒，筑基九重和神通境1重就可以着手觉醒了，而这种人生中最为重要的一刻，自然是在城主府进行。城主府有专门的气灵塔，此时城主府气灵塔周围围着不少人，都是流云城内的大人物，施家也有人在。张家、施家都是流云城数1数2的家族，族内年轻人觉醒气灵也会吸引无数百姓观看。而等到张凡等人赶到的时候，施家的年轻人已经进入了气灵塔之中觉醒。气灵一共有9个品级，所以气灵塔有9层，觉醒了极品，在几层上就会亮起光芒。流云城建成至今还从未出现过6品以上，张子晨也不过是5品而已，已经是流云城最高的存在了。叮，一阵波动传开，施家一共进入了2名弟子，证明其中有1人已经觉醒了气灵。紧接着气灵塔第3层亮起高光，3品气灵。可紧接着气灵塔又开始出现震动，第5层上亮起了高光，众人一阵惊呼：天哪，5层亮起了，是5品，而且这光亮好大，很明显要接近6品了。看来是施瑶那丫头啊，施家也只有她能觉醒5品了，将来有潜力成为流云城数1数2的强者。快要接近6品的气灵，比张子晨的气灵等级都要高，已经很多年没在流云城出现过了。就连一直没说话的流云城城主萧关云都不由眉头一挑，微微一惊。他也是流云城唯一一个大道境界强者，气灵也只有5品。呵，施家这次倒是给了我惊喜啊！施钱，你可生了个好女儿。在场包括城主都对施钱开始道喜。诸位抬举，施家10代从商，
对武道一界不怎么感兴趣，还请诸位多多照顾生意啊。师前满脸笑意，说是主从商，但谁都明白，这个世界武道为尊，就算是从商，家族也要有高手坐镇才行。张凡却微微一摇头，五品的气灵在流云城难道是极限了吗？五品和六品是一个分水岭，六品比五品强大不止一点。五品踏足玉虚境往上的大道境有可能，大道境以上就难了，而六品就可以。很快，两人人影从塔中走出，其中一个正是张凡认识的尸瑶。好，现在张家人可以进入塔内觉醒了。萧观海道。张冲看了张凡一眼，眼中满是挑衅的意思，可张凡却看都不看他，直接朝着塔内走去。咦，那人不是张家曾经的天骄张凡吗？他怎么也进去了？不是听说张凡成为了废人，不能修炼了吗？为什么还能觉醒气灵？听消息说张凡又恢复了实力，所有人目光落在了张凡身上。毕竟张凡在1年前实在太过耀眼，那可是力压所有家族的第一天才，流云城几乎人尽皆知。只可惜后来却突然被废掉了，不少人惋惜。而张凡和施瑶擦肩而过，施瑶却眉头一皱，多看了一眼张凡，这人的眼神和气息怎么和那位前辈如此相似？施瑶心中疑惑。气灵塔中，进入后塔便会自动检测气灵等级，里面有2个房间，进入后才可以检测。张凡，我气灵绝对比你高级，也许你这废物无法觉醒气灵也说不定。张冲怒狠狠地说道。之所以他这么嚣张，是因为他吞服了神通气灵丹。是吗？张凡冷冷一笑，直接走向一个房间。等会儿希望你还能这么嚣张。气灵塔房间中遍布各种古怪的铭文，张凡坐在房间正中心，所有铭文便开始亮起光芒。穆清水早就在双修过后教给了张凡觉醒气灵的方法，他开始将灵力灌入周围的那些古怪铭文当中。而塔外，张家所有人都是眉头紧锁，死死地盯着气灵塔。爹，你说我哥能觉醒气灵吗？张灵儿看着父亲问道。张子晨笑着道，你哥天资聪慧，绝对能够觉醒气灵，应该是5品，想要上6品还是有点难度的。5品气灵可能1万个人中能够勉强挑选出一个，可6品就算是100万人中也难以找到一个。若是觉醒了6品，这消息估计会传到玄武王朝，引起巨大轰动，立刻就会有人来招揽张凡。张祖峰脸色阴沉，虽然平时他嚣张跋扈，但他也是有脑子的。张凡的天赋他看在眼里，觉醒气灵绝对不在话下，甚至极有可能觉醒5品气灵。若是自己儿子不能觉醒6品，那就没法压制住张凡和张子晨。可以张冲的天赋，即便服用了通神气灵丹，也不一定能觉醒6品。叮，一阵颤抖之声从塔内传来，塔颤抖的比之前任何一次都要猛烈，这颤抖的频率也太高了，就连施瑶也没能引起这种动静。所有人都是一愣，只见塔的第6层猛地亮起光芒。6品，是6品。这次不仅台下的观众震惊，就连台上的城主萧观海都猛地从椅子上坐起，激动地看着气灵塔。6品，真是6品，太好了！张家人爆发出激动的喝彩声。张祖峰突然发出一阵狂笑，之前的阴沉之色全然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一抹狂妄。不愧是我张祖峰的儿子，能觉醒6品气灵，乃是我张家希望。虽说张冲和张凡是一起进入的气灵塔，但没人会认为这是刚恢复过来的张凡觉醒的6品，下意识认为是张冲，因为张冲可是服用了神通气灵丹的存在。恭喜长老，贺喜长老，张家崛起有望啊！张冲觉醒6品，今后必定是张家掌权人，今后能带着张家跳出流云城，进入玄武王朝都说不定。张家所有人都开始恭贺起来。之前虽然张冲被张凡打脸数次，但只要张冲觉醒了6品，之前的打脸算个屁。而楚梦离眼中闪过一抹惊喜，还好自己赌对了，没有选择张凡那个废物。张冲和楚梦离说过，只要觉醒了气灵，2人就结婚，以后自己也可以飞上枝头变凤凰。而张子晨眉头一皱，他不知道这个觉醒了6品气灵的人到底是谁，难道真是张冲？可就在此时，第6层的光突然熄灭，紧接着第7层猛地亮起。777，一些人看着这震惊的一幕，结巴的话都说不出来，就连萧观海都一脸震惊莫名。7品气灵，整个玄武王朝屈指可数。7品，我竟是7品，太好了！张祖峰笑得更加狂妄了，他是万万没想到自己儿子竟然能觉醒7品，这可是天大的好事。花300多万灵石买下的通神气灵丹简直太值了，有7品气灵天才在，进入玄武王朝
成为玄武王朝一大家族都是小问题啊。可紧接着，第7层也暗淡下来，第8层亮起一道光芒。8层，这不可能，不会是塔坏了吧？所有人惊喜之余，见到这一幕，直接脸部僵硬，不敢置信地看着器灵塔。不可能，这塔可是大能留下的，不可能坏。8级的器灵，别说是踏入大道境了，就连成神成圣都有可能。我玄武王朝，难道要？萧观海浑身颤抖。觉醒6品和7品，在玄武王朝中可能会成为数1数2的强者，但这仅限于在玄武王朝。可要是8品，那就有可能改变整个玄武王朝的命脉啊！玄武王朝都会因此人而崛起。天玄大陆一共有4大王朝，分别是玄武王朝、朱雀王朝、青龙王朝和白虎王朝。其他3大王朝都有觉醒8品的天才，唯独玄武王朝没有。如今玄武王朝被力压一头，逐渐没落。如今玄武王朝也出现了8品，不得了，不得了啊！张祖峰脸上的表情已经不是狂妄和笑了，就连他都已经被震撼了。而接下来的一幕更是让所有人惊得眼珠子都快掉落。第9层突然亮起光芒，9品。本是嘈杂的现场瞬间安静了下来。古往今来，整个天玄大陆从未有过9品，如今出现了。轰！剧烈的震动出现，只见整个器灵塔开始颤抖，紧接着一道道金光包裹巨大的器灵塔，金光从塔内射出，直冲云霄苍穹。这金光谁都不知道是如何出现的，也从未有人见过。也许这是9品器灵觉醒导致的。眨眼，金光消散，一切都归于平静。紧接着，塔的5层突然亮起光芒。张凡坐在地上，而他的身前却有一道飘渺若仙的身躯，一股股清香扑面而来。天道圣体，天道器灵。太玄女帝穆清水早就从玄黄鼎之中跑出，眼中满是震撼。这1年来，张凡从未见过穆清水有如此动容的时刻过。这是超越9品的天道圣体，天道器灵，千古难得一见。穆清水深深地看向张凡，难怪玄黄鼎会突然从自己体内飞出，选择张凡成为主人。快运转天书诀！穆清水化作一抹流光进入玄黄鼎内，给张凡留下了一句话。刚刚金光出现的时候，张凡感觉周遭充满了灵力，现在正是吸收的时候。塔外，所有人已经无法用言语和动作来表达眼中所看到的一切。过了一会儿后，张冲从塔内走出，脸色紧张。他在塔内自然不知道自己觉醒了几品器灵。我的儿啊，你知道你觉醒了几品器灵吗？9品。张祖峰大笑扑了上去，恨不得将自己亲宝贝揉入肉里。9品。张冲显示傻了片刻，回过神来后，他立刻疯狂起来。哈哈哈，简直天助我也，天助我也！觉醒9品，普天之下唯我一人。届时别说是玄武王朝，就连整个天玄大陆，他都能一言以号令。所有得罪过他的人，他可以随意踩在脚下蹂躏。恭喜啊，祖峰！张家出现了这等天才，估计玄武王朝都容不下这种大佛了。以后张家必定是世间第一家族啊！所有人都急忙冲了过来，开始对张祖峰阿谀奉承，就连城主萧观海都在其中。张冲少爷，以后还请多多关照啊！流云城最强者萧观海见谁都是嚣张跋扈，高人一等，可如今竟然叫张冲为少爷，可想而知张冲现在身份有多高贵。别说是萧观海了，如今就算是玄武王朝的皇帝来了，也得礼让张冲3分。而张冲嚣张无比，宛若前辈一般，拍了拍萧观海的肩膀，高傲道：呵呵，萧观海不必在我面前客气，以后我若龙游9天，定会记得你的。张冲没想到有朝一日，就连站在流云城巅峰的萧观海也要对自己毕恭毕敬。可就在此时，张凡也从器灵塔中走出，没有人看向张凡，甚至都忘记张凡和张冲是一起进入器灵塔觉醒的了。只有张凡家人们急忙走了过来。张冲运气很好，觉醒的是9品器灵，你是5品，不过不要灰心，不要丧气，5品也已经很不错了。张子晨说这话的时候心里很不是滋味，之前他还怀疑觉醒9品之人到底是自己儿子还是张冲，可见到张冲先出来，众人如此阿谀奉承他，他就先入为主的以为是张冲了。不过你的天赋比我还要强，按道理来说可以觉醒6品才对。张子晨有点疑惑，张凡天赋极高，众所周知，可为何只能觉醒5品呢？冲哥，恭喜你啊，成为了玄武王朝唯一一个9品器灵之人，我们什么时候成婚？楚梦离一脸魅惑地走向张冲，甚至还伸手去抱他。在场这么多人，他就是要让所有人都知道，张冲允诺给过自己婚约。
楚雄辉则嚣张得意不已。张冲乃是天之骄子，一旦成为自己女儿的夫君，那他们楚家所有人也得跟着鸡犬升天。而此时，张冲却直接一把将冲来的楚梦离拨开，满脸不耐烦。楚梦离脸色一愣，震惊道：“冲哥，你闭嘴！你什么东西，也配叫我冲哥？以后见到我，叫我张冲少爷。”张冲冷着脸道：“还有你，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货色，有什么资格和我成婚？”楚梦离和楚雄辉闻言，浑身颤抖，宛若遭到晴天霹雳。他们两人为了张冲能够觉醒气灵，几乎将楚家所有积蓄耗尽，可谓倾家荡产，就为了博张冲能够崛起。可没想到张冲竟然会反水，也不看看本少爷觉醒的是什么等级的气灵。届时别说是玄武王朝的女人任我挑选了，就连整个大陆的女人都得围着我打转。你跟我成婚，你也配？张冲满脸高傲，转头看向张凡，一脸戏谑：“张凡，这楚梦离之前与你有过婚约，是你未婚妻吧？这样以后她就跟在我身边，当我下人，永生永世照顾我，给我暖床，如何？”之前被张凡羞辱数次，这次他要当着刘云城所有人的面羞辱张凡，将之前丢掉的脸全部找回来。呵呵，我记得你说过一句话，跳得越高，摔得越惨。到底是自己觉醒了九品，还是张冲觉醒了九品？只有张凡自己最清楚。张冲，我为你付出了这么多，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楚梦离眼泪宛若脱线珍珠一般落下。张冲保证过，只要气灵觉醒，他们就成婚。自己用尽一切力量帮助张冲觉醒，到头来却换来这个。楚梦离，你别仗着自己长了个好皮囊就当自己是个宝了。本少爷让你成为我的奴隶，那是天大的恩赐，今后还不知道多少女人想成我奴隶都成不了呢。哈哈哈！张冲嚣张狂妄笑道：“张冲，你能有今天，可离不开我楚家支持，你怎么能卸磨杀驴？”楚雄辉气急败坏，若是自己女儿只能成为张冲身边的丫鬟奴隶，那自己之前所做的一切不都白做了？丫鬟奴隶身份极为低贱，没有地位。刘云城之人，谁会因为楚梦离是张冲的奴隶，就高看楚家一眼？我们现在什么都没了，全部投资在了你身上。你……楚雄辉脸色愤怒，却突然被张冲怒声打断：“老东西，不知好歹对不对？”张冲冲到楚雄辉面前，轰，一拳直接轰出，毫不留情。楚雄辉整个人倒飞而出，吐出一口鲜血，直接昏迷。楚雄辉和楚梦离两人为给张冲购买各种丹药，耗尽家财，这事儿不能让别人知道。自己以后可是要问鼎大陆巅峰的人，怎能让这种垃圾坏了自己的名声？楚梦离脸色惨白，扑向自己父亲，他眼泪直落，没想到倒头来后果会是这样。张凡，他们都被我打成这样了，你怎么就干看着啊？一个可是你未婚妻，一个是你丈人啊！哈哈哈！张冲嚣张狂笑，在城主萧观海面前打人，萧观海都不敢放一个屁，你张凡就更别说了。觉醒九品气灵之后，他感觉自己都快成神成圣了。都是张家人，别怪我不给你机会。你若是现在给我磕头道歉，我倒是可以考虑饶过你。张冲得意地看向张凡道：“楚家与我毫无关系，这个破鞋你想要就要。”张凡却淡然地说道：“张冲天赋也算不错，觉醒了五品气灵，不过现在说出来，估计没人会相信。他倒是想看看，届时张冲和张祖峰要如何下台。我们走吧。”张凡带着家人就朝着外面走去。张冲脸色瞬间憋成猪肝色，虽然他觉醒了九品气灵，但他清楚现在的他还不是张凡对手。他转头怒狠狠地看向楚梦离：“你这个贱人，别怪我不给你机会，我要你现在跟张凡搞好关系，想尽一切办法与他成婚，然后每天爬到我床上来，给他戴绿帽子。”在他看来，楚梦离以前和张凡有过婚约，即便两人已经一刀两断，但还是有所关联。欺凌楚梦离就相当于在侮辱张凡，让楚梦离和张凡在一起，自己再上了楚梦离，这种复仇的快感要多爽有多爽。楚梦离眼泪不断，张冲简直就不把他当人，这是当着所有人的面将自己的尊严狠狠地踩在脚下蹂躏。为了能够跟在张冲身边，楚梦离心一狠，直接跪在张冲面前：“我愿意跟随张冲少爷，即便是奴隶丫鬟都愿意。”楚梦离急忙恳求，他已经无法再和张凡破镜重圆了，早知有这么一天，他就应该跟着张凡，至少尊严不会丢得这么彻底。施瑶看着楚梦离这般模样，神色有所动容。他和楚梦离关系还不错，悲悯楚梦离的同时，又觉得楚梦离是自作自受。张冲狂笑一声，看向张凡道：“张凡，你我之前只有一人能留在张家，3天后我要与你决斗，输了就乖乖滚出张家。”张凡却冷冷笑道：“别滚出张家了，直接一战定生死吧。”哈，张凡，这可是你自找的，到时候可别怪我下手太狠。
张冲没想到张凡还敢如此嚣张，愤怒道。而施瑶则是看了眼张凡离开的背影，不知在想些什么，随后转身就要离开。施瑶姑娘稍等，以后你就跟着本少怎样？张冲转头看向施瑶，施瑶的长相完胜楚梦离，他早就有想法了，只不过之前施家太强大，他不敢开口。若是能和施瑶在一起，施家的钱还不是任由自己花。有了修炼资源，以自己的天赋，随随便便就能逆天。他觉得自己乃是觉醒九品气灵的存在，让施瑶跟着自己也是一种恩赐。施家人也该感激得五体投地，立刻将施瑶双手奉上才对。可施瑶却看都不看他一眼，淡淡道：抱歉，我不配。张冲闻言勃然大怒，没想到施瑶竟如此嚣张，敢拒绝自己。张冲少爷，您可是玄武王朝开国以来唯一一位觉醒了九品气灵的存在，想要女人还不简单。这是天王台的玉简，您先签一下，我将此事上报给天王台。萧观海笑着道：天王台，整个玄武王朝最为强大的势力，玄武王朝大部分强者都聚集在天王台，同时也是玄武王朝的顶梁柱。张冲接过玉简，用灵力在上面签字。法儿，张冲一鸣惊人，觉醒九品气灵，张家已经没有我们容身之地，我们离开吧。张子晨眉头微皱，脸色阴沉。张冲以后必定一飞冲天，现在只能趁着张冲还没崛起之前离开流云城。而王琴也在一旁附和：爹娘，有我在，他张冲就永远抬不起头，不用多久，他的真面目就会被揭穿。张凡冷冷一笑，淡淡的说道：真面目被揭穿，什么意思？思忖半天后，张子晨突然脸色猛地一变，震惊道：我知道了，爹，我先去修炼了，之后的事情你们不用担心。张凡微微一笑，走出房间。张凡坐在卧榻之上，正欲修炼，突然一道清灵且冰冷的声音出现在了张凡耳畔：来了。张凡身体微微一颤，之前在炼制神通气灵丹和帮助自己提升实力之后，穆清水可是消耗了自己半年的双修实力，而穆清水也说过，这次他要50次。是你自己来，还是我动手？穆清水身着雪白裙，赤着玉足，双眼灵动，能魅惑众生。我自己来吧。张凡说完，便是将自己衣服脱去，苦笑道：我要求不多，给我留一点就行，3天后还有一场恶战呢。数日一早，天色刚刚亮起，张凡趴在床上，双目无神，黑眼圈浓重，四肢乏力，浑身酸痛，太残忍了。都说没有耕坏的田，只有累死的牛，这话太有道理了。如今虽然他的修为是筑基9重巅峰，体内灵力却被抽了个一干二净，丹田都差点被抽萎缩了。有句话说得好，女人30如狼，40如虎，年龄越大实力越强。穆清水可是活了1000年的女帝，用狼和虎来形容她简直小看她了。若不是张凡身怀极阳道体，还真遭不住。表现的可以，好好休息休息，吃点灵药补充一下灵力和体力，晚上继续。穆清水道：什么？晚上还要继续？张凡浑身一震，50次？你这才多少次？敢再废话一句，直接翻倍。张凡心中宛若有1万只草泥马奔腾而过，但不敢说半个不字。要是真100次，就算自己是铁人做的都受不了。穆清水消失不见，张凡急忙拿出2颗9玄清灵丹服用，恢复灵力。直到下午，张凡离开张家，换上了之前黑衣人的套装，进入施家店铺。现在张凡急需男性功能方面的灵药来滋补身体，这样下去多来几次，自己恐怕就不举了。施家药铺之内，一个掌柜急忙走过来，对张凡鞠躬行礼。这位掌柜是新招来的，之前的掌柜被赶走的事情现在还在施家流传呢，敢对张凡不敬，那就是死路一条。前辈，您直接入后台隔间。这个掌柜眼力劲十足，立刻派人通知施瑶。张凡入座隔间没多久，施瑶便是走了进来。施瑶姿色绝美，今日衣着却有些许凌乱，脸色不太好看，双眼红肿。怎么了，施瑶小姐？张凡皱着眉问道。他还是头一次见到施瑶这般模样。没什么，我跟施瑶小姐合作过几次了，也算是朋友吧，有什么困难与我说便是，也许能帮上点忙。真没有。施瑶平复一下心情后，脸上有挂着职业微笑道：就在昨天，张冲就派人来施家提亲，让施瑶嫁他为妾。若是换做以前，施家绝对不会答应，就算张冲8抬大轿过来接他也不可能，毕竟施瑶可是施家的希望。可如今却不同了，张冲觉醒了9品气灵，身份尊贵。施瑶父亲施前认为，若是当面拒绝，就相当于不给张冲面子。张冲什么人？以后必定会龙游9天的大人物，
得罪张冲，一个小小施家今后随随便便就能捏死，所以施钱便想让施瑶同意，以此保全施家。施瑶直接拒绝，甚至将提亲之人赶走。张冲勃然大怒，没有人能够帮助施瑶。如今张冲觉醒九品气灵之事已经上报天王台，届时张冲有什么要求，天王台都会同意，会直接过来强行带走施瑶。即便是眼前的神秘炼丹师前辈也帮不了他。前辈此次前来想做什么？施瑶挤出一抹笑容问道。施瑶不说，张凡自然不会一直追问。这3颗九玄清灵丹我想出售，然后再买一点药材。张凡将3颗九玄清灵丹拿出递给施瑶。施瑶接过看了一眼，脸上写满震撼。这3颗比之前张凡送来的品质都要好许多。前辈心中理想价格是多少？和之前一样，你随便开。张凡道。施瑶道：20万下品灵石，如何？行。张凡点头，然后我需要的药材，你帮我记下来，这次要的品阶比较高。张凡将自己所需要的药材全部说出，而施瑶则是拿出笔墨纸砚开始记录。写完之后，施瑶暗中吃惊，这些药材都是4品往上的存在，炼制出的丹药必定是5品。莫非眼前的前辈真是玉虚境的炼丹师不成？这种强悍的炼丹师为何要留在流云城，又不抛头露面？流云城究竟有什么好的？前辈，药材已经记录好了，请问还有什么需求？施瑶说道。张凡突然开始结巴，不知该怎么说出口，直接说需要男性方面的药材。施瑶不会笑话自己吧？前辈只管吩咐，我们施家药铺药材应有尽有。行吧，你们施家有没有壮阳之类的药材或者丹药？施瑶闻言微微一愣，没想到前辈要买的是那种丹药。哥哥，施瑶被逗笑了，男性壮阳方面的丹药极多，每天都会卖出去不少。他早就习惯了，并不觉得奇怪。眼前的神秘前辈虽然不知道岁数，但能够炼制出极品丹药，绝对不是年轻人，为何买一点这种丹药都难以启齿呢？有，我们这里盛产壮阳丹药。施瑶离开去准备药材和丹药，而面具下的张凡却满脸尴尬，脸色赤红。施瑶估计认为我是个老头，肯定以为我是变态。张凡境界提升，又觉醒了9品气灵，炼丹的熟练度也日渐提升，今后炼制出来的丹药只会越来越好，和施家的交易自然会更多。他在想，总有一天自己身份会被揭穿，施瑶得知之前发生的一切，不知会有多尴尬。片刻后，施瑶走了进来，笑着道：前辈，所有东西都已经准备好，都在这乾坤袋内。乾坤袋和纳戒都是能够容纳物品的东西，其中都有空间，只不过乾坤袋是最为常用的空间物品，可提供很小的容量。纳戒则不同，好的纳戒甚至可以容纳进一方世界。张凡接过乾坤袋查看，语气略微有点不悦，品质都不是很好。药材虽然品阶正常，但杂质比较多。前辈真厉害。施瑶说完后，脸色有点难看。前辈需要的药材很罕见，我们施家虽然药材众多，但及其前辈所需要的药材也有点困难，这些都是施家品质最好的药材了。不过周家的药铺比我们大，他们专攻药材一类，前辈可以去看看。施瑶说道。施家并不是药铺起家，他们家族产业很多，涉及各行各业，而周家则是专攻药材一类，药材类型要齐全，同时品质也要高一些。不用了，既然我选择与施家合作，那就所有药材都在施家拿。张凡道。谢谢前辈认可。施瑶心中惊喜，他本以为炼丹师都是高傲不洁的存在，没想到前辈看关系看得这么重。所有药材和丹药的灵石已经从九玄清灵丹上扣除，还剩下20万下品灵石。施瑶又递出一个乾坤袋，里面装着的全是灵石。就在此时，隔间外响起敲门声，随后掌柜走了进来，脸色仓促。小姐，大事不好了，楚梦离还有张家不少高手跑来药铺了，说来提亲的。施瑶闻言，娇躯猛地一震。昨天张冲就派人过来了，他直接拒绝，没想到暗的不行，直接来明的。提亲为何来药铺？施瑶娇容上满是愤怒。掌柜道：小姐，这次张家人来势汹汹，有几个是神通境强者，我们挡不住啊。张冲这次直接来药铺，想要吸引所有人的注意，给施家施压。无耻！施瑶满脸愤怒，他越来越看不惯张冲，仗着自己9品气灵就像欺男霸女。小姐，那群人都打进来了。掌柜的焦急道。施瑶点了点头，随后对张凡鞠躬道：抱歉前辈，施瑶有事需要处理，就不送前辈了。说着，施瑶就和掌柜离开。哼，张冲不出面，直接派楚梦离来施家提亲，还真当自己是张家掌权人了。张凡冷冷一笑，随后走出隔间。估计现在张冲的想法是，一个小小施家小姐根本不配他亲自上门吧。
诗瑶，你就听我一句劝，答应吧，这对你来说只有好处，没有坏处。张冲是什么人？觉醒了9品气灵，将来必定是遨游9天的神龙。只要你能给他当妾，施家崛起指日可待。趁现在他还没有崛起，早点答应他，以后别的女人就算是倒贴，他都不一定看一眼呢。这种机会，可惜我没有。我若是有，绝对立刻就答应。楚梦离刚见到诗瑶，就说个不停，而诗瑶娇躯微微颤抖，明显是被气的。楚梦离，你住嘴！诗瑶之前和他关系还不错，看在之前的关系上，他才没有直接赶人。可没想到楚梦离却不知好歹。你想给那个混蛋当下人，当奴隶我不管，但我不愿意。9品气灵算什么？我不喜欢就是不喜欢，没人能强求我。这话一出，众人惊呆。刘云成出了2个神人，一个是张凡，另外一个就是诗瑶，两人竟然都看不起张冲。要知道张冲现在可是天之骄子啊！诗瑶，我好心相劝，你也太不懂事了。楚梦离也愤怒了，凭什么我为张冲付出了这么多，却只能落个奴隶下人的名头，而诗瑶却有机会成为妾？最让人无法接受的是，自己愿意当个下人，而诗瑶连张冲的妾都不愿意当。你还真当自己是天之娇女，9天上凤凰吗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是诗家的未来，是诗家最有能力的人，不想成为妾室对不对？想成为正室对不对？真是不要点脸，就你也配成为张冲的正室吗？楚梦离尊严早就丢光了，昔日的情分也不顾了，直接指着诗瑶就开始怒骂诋毁。楚梦离，你给我滚出去，我就当作从未认识过你。诗瑶怒吼，难怪张凡会和楚梦离撕毁婚约，现在算是清楚了，张凡是个明白人。诗瑶，你就装吧，你还真以为自己是什么圣女吗？也不看看自己什么身份，只不过是披着一张好看点的皮囊罢了。张冲能看上你，是你的福分。楚梦离恶语相向，哼，你别认为所有人都和你一样喜欢热脸贴冷屁股，我诗瑶不是那种人。什么正室妾室，就算8抬大轿来接我，我也不会嫁给他。诗瑶冷冷说道。这话倒是让楚梦离一愣，8抬大轿都不嫁给张冲，莫非诗瑶是真看不起张冲，不是欲擒故纵？诗瑶，今天嫁不嫁由不得你，彩礼我都已经带过来了，你要是同意了，以后我和你还是姐妹；倘若不同意，你们诗家就准备被灭吧。声音落下，所有张家神通境的高手一起冲了上来，一共10多个，而诗家的店铺中一共就4个神通境坐镇，而诗家没人能帮助诗瑶，因为就连诗瑶的父亲昨天都答应了张冲的提亲。整个流云城貌似自己是孤身一人，想到这里，诗瑶落下2行清泪。不对，不止我一人，还有一个人敢和张冲作对，那就是张凡。就在此时，一道轻喝突然响起，哈哈，张家可真够狂妄，光天化日之下竟想强抢两女。只见身披黑袍的张凡突然出现在诗瑶面前，双手背在身后，宛若绝世高人。前辈。诗瑶眉头一皱，没想到前辈竟然没有离开。你是何人？竟然敢阻拦张冲少爷提亲？你可知张冲少爷是什么身份？见到来人，楚梦离也是一愣。这位是和我们诗家一直在合作的炼丹师，可炼制出4品以上的丹药。诗瑶冷着脸说道。虽然不能确定前辈的修为，但张冲觉醒9品气灵之事早已传遍流云城，前辈既然敢站出来给自己撑腰，那就肯定藏有底牌。可炼制4品以上丹药，难道是玉虚境的炼丹师？不可能，流云城从未出现过这种强者。在场所有人瞠目结舌，炼丹师多么稀有，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。尤其是玉虚境的炼丹师，整个玄武王朝都屈指可数。玉虚境的炼丹师人脉何其广泛，身后估计有几个愿意为他赴死的大道境强者都说不定。你说他是就是。诗瑶，你估计不知道玉虚境炼丹师有多稀有吧？你想骗人，那也得骗得像样一点吧。楚梦离冷冷说道。玉虚境炼丹师那会这么容易找到？这种大能不可能与诗家这种小家族有来往。而张凡却拿出2枚丹药，这是5品的神通气灵丹。卧槽，这气息还是5品中的极品，还是2颗。这人真是玉虚境炼丹师，甚至更强。在座所有人震惊莫名。神通气灵丹可是实打实的5品丹药。不对，诗瑶满脸震撼，这神通气灵丹的气息完全超过了5品，绝对是6品以上。即便众人如何震惊，但还是低估了这神通气灵丹的力量。有着木清水灵力的加持，这2枚神通气灵丹已经无法用品级来形容了。6品以上，在座所有人差点眼珠子都要从眼眶跳出。别说是看见6品丹药了，就连5品丹药都生平仅见啊！事到如今，
黑衣人是不是炼丹师已经不重要了，他能随意拿出2枚6品以上的神通气灵丹，就足以证明他绝非普通人。我数10声，倘若不离开，后果自负。张凡声音故作嘶哑，声音不大，但穿透力十足，听得所有人神魂一震。可楚梦离却歇斯底里怒吼道：大家别怕，给我上，就算是炼丹师又如何？我们有张冲少爷的庇护。张凡闻言都是一愣，楚梦离这是疯了，竟然连炼丹师都镇不住他。倘若张家那些高手一起出手，以张凡如今的实力绝对不敌，到时候就会暴露身份。几个张家神通境高手面面相觑，最后无奈只能朝着张凡冲去。可下一刻，陡然，住手！张家一名神通境强者怒吼道，所有人冲向张凡的人都停了下来。张凡也一眼认出此人，张天乃是张家高手，神通境6重巅峰，只可惜这人是张祖峰的手下。回去。张天还没有狂妄到疯癫，能够炼制出6品丹药的炼丹师，不是他们能够招惹的。张冲少爷虽然觉醒了9品气灵，但还在深渊当中，并未化龙。现在张家还不能与这种强者结仇。回去。凭什么？这可是张冲下的命令，让我带你们来提亲的。楚梦离双眼发红，明显已经失了智。你不过是跟在少爷身旁的贱丫头而已，身份低贱，这里哪轮得到你说话？张天眉头一皱，丝毫不给楚梦离留一点尊严，带着众人直接离开。你！楚梦离被气得浑身颤抖，最后只能指着诗瑶怒吼道：诗瑶，这次算你运气好，不过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。楚梦离也只能心不甘情不愿离开。掩门！诗瑶冷冷开口，让人将施家药铺关上。张家如今在流云城如日中天，就连城主萧观海都对他们恭恭敬敬。得罪了张家，看来以后施家难做了。谢谢前辈的帮助。诗瑶给张凡鞠躬，满脸感激。倘若今日没有前辈出手，他很有可能会被张家那些神通境高手带走。你不必担心，那张冲太过狂妄，人在做天在看，他总有一天会付出代价。张凡微微一笑说道。诗瑶点头感激，就当作张凡在安慰自己。此事已经上报天王台，张冲必定一飞冲天，不是他能够得罪的。以后张冲必定是稳定玄武王朝的强者，小小施家他随意拿捏。而张天等人回去的路上，所有人脸色都不好看。妈的，本以为这次势在必得，却半路杀出个程咬金。你说施家这种小家族怎么可能攀上那种高级炼丹师呢？天哥，我们派点人盯着那个炼丹师吧，万一他是假的，咱们直接动手杀了他，再去抢人。人群中有人不甘地说道。这次提亲不成功，回去后必定被张冲教训。混账，给我闭嘴！张天怒吼开口。张冲少爷如今虽如日中天，但并未崛起。现如今的张家若是得罪了那种高级炼丹师，人家一怒之下灭了张家怎么办？一个高级炼丹师，其不仅有大量强者庇护，同时自身手段也强悍。他有无数种方法在暗里击杀张冲，甚至让张家一夜之间消失。别以为炼丹师就好欺负。回到张家后，张冲和张祖峰以及张志远坐在主位，张天将来龙去脉一一道来。闻言，张祖峰等人脸色阴沉。高级炼丹师出现在流云城，而且随便一掏就拿出了2枚通神气灵丹，还是6品以上的，这消息足以震撼整个流云城了。而张冲心中的怒火却写在脸上，自己乃是觉醒了9品气灵的存在，本以为身份高贵，就连皇室帝皇都要对自己礼让3分，可2次提亲却纷纷以失败告终，甚至还被张凡和诗瑶看不起，这让他极为难受愤怒。妈的，诗瑶这个贱人，本少2次提亲竟然都不同意，现在就连玄武王朝的公主要下嫁给我，那都是他们的福气，他真当自己是什么圣女不成？张冲，不要激动，现在张家还不能得罪那种大人物。张志远急忙开口说道。张冲自从得知自己乃是天之骄子之后，就越发狂傲，这才仅仅1天，他坐的位置都在大堂正中心，那可是只有曾经的家主才能入座的地方，这让张志远都越发不满起来，却不敢直言。张志远，你疯了吗？竟然敢让我别激动！张冲愤怒看向张志远，曾经一口一个二长老，如今直接叫上了全名，眼中的嚣张丝毫不加以掩饰。小小的流云城，无人能够违抗我的意思。张冲怒吼道。少爷，以您的天赋，只需修炼个1年2年，想要拿下诗瑶，甚至灭了诗家都不在话下，何必现在动怒呢？张天说话时声音很小，生怕惹怒张冲。轰！张冲直接一拳头将面前的桌子拍碎，一股灵力直接爆射而出，直接朝着张天轰去。张天乃是神通境6重，想要挡住张冲的灵力攻击，轻而易举，可他却放弃了，任由灵力攻击在自己身上。张天倒飞而出，吐出一口鲜血，脸上阴沉。
对不起，少爷。张天支支吾吾道：“妈的，本少乃是世间唯一一个觉醒了9品气灵的圣人，如今却连一个小家族女人都拿不下，以后我的脸往哪儿放？都怪你们这群废物不争气！废物！”张冲将茶杯砸在张天脸上，癫狂道。而在场的众人全部不出声。之前张冲人品就极为不端正，但由于他是大长老的儿子，所以众人只能隐约表现不满。可如今张冲却让所有人都失望了。张冲的天赋确实妖孽，但如此狂妄，也许会中道丧亡。好了，张祖峰此时突然开口：“都给我闭嘴吧！毕竟是张冲父亲，张冲还没疯癫到连父亲都不放在眼里。爹，不管如何，我都要得到尸瑶，这可是我觉醒9品气灵唯一的梦想。如果这个梦想都达不到，那我以后肯定会道心受阻，修炼困难。我得到尸瑶之后，他不配成为我的妾，我要他每天伺候我洗脚、洗澡，我要把他当奴隶对待。”张冲怒吼道。张祖峰叹息一声道：“你之前与张凡许下生死战，到时候我会让师前带着他女儿过来，你当场将张凡击杀，也许尸瑶看你厉害，就同意了。”“好，那我听爹的。等等。”张冲冷冷一笑，自己虽是天骄，但还没向众人证明自己天骄的实力。张凡必定是我的踏脚石。张凡则是回到自己房间，直接将所有买来的壮阳丹一股脑丢入嘴中。仅仅几个呼吸时间，张凡就感觉口干舌燥。清水还不出来？张凡这次倒像个大男人一般，主动将穆清水换了出来。张凡看着穆清水那绝美的容颜，以及在白裙之下若隐若现修长的大腿，露出了如狼般的眼神。穆清水也是一愣，这1年来，张凡还从未对自己主动有过那种感觉。一时间，穆清水本是冰霜覆盖的脸竟闪起一抹嫣红。张凡将自己衣服全部脱去，来，今日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男人。张凡怒吼一声，红着眼扑向穆清水。数日，天才蒙蒙亮，张凡趴在床上，浑身酸痛的就像是练了几个月的剑，动弹不得。呵呵，就这点伎俩。穆清水冷笑传来，此时他身上的白裙已经替换成了一袭蓝色的长裙，飘然若仙，漆黑的秀发无风自舞。对不起，是我太看得起自己了。男人不能说自己不行，但这种情况，你说你行，你来试试。你修为越高，我吸收的灵力就越多，仅仅1晚上的双修就抵过了之前1年的双修成果。穆清水十分满意，他就算是恢复一丝力量，也需要极为庞大的灵力。当时和张凡双修1年，也不过是恢复了一丝，后为了助力张凡炼丹和突破，将那一丝力量还给了张凡。如今他又恢复了不少，主要是张凡身怀极阳道体，又觉醒了天道气灵，如今再吸收张凡的力量，不可与同日而语，是吗？今晚是不是可以休息了？张凡嘴唇干裂发白，这2天白天和别人打架起争执，晚上和穆清水大战，即便是机器人也遭不住啊。给你2天休息时间，2天后继续。穆清水道。就放2天假。张凡欲哭无泪。双修对男人来说，过程肯定是爽的，可一旦双修过度，那就是痛苦了。要知道，一滴金10滴血。对了，为什么1年多了，穆清水没怀孕？难道自己有问题？是不是嫌多了？那今晚继续吧。穆清水冷冷一笑。不，够了，就2天。张凡急忙挥手说道。他知道和穆清水争这些，到头来肯定是自己吃亏。既然没法拒绝，那就好好休息2天，然后再享受过程吧。如今本帝和你双修，已经不是在抽干你的本源之力了，而是对我们2人都有好处。你得到了我极阴仙体的滋补，以后灵力的恢复和吸收都会加快数倍。穆清水淡淡道，总感觉一切都被自己占便宜了似的。其实张凡却不知道，双修对他也有极大的帮助。每次亏空所有灵力，然后再恢复过来，这也是一种锻炼。同时，他的极阴仙体可以滋补张凡的身体，令张凡更快突破。张凡点头表示赞同，他也能感受到，如今自己吸收天地灵气的速度比之前快了不少，而且他所修炼的天书诀，在这几天时间竟是突破到了3层境。这几天的双修，让本帝体内的灵力和极阴仙体的力量在你体内流淌，让你得到了收获。而你的修为越高，得到的收获就越多，努力提升实力吧。穆清水道。张凡脸微微一黑，说是为了张凡好，实际上穆清水不就馋张凡身子吗？张凡吞下几颗恢复灵力的丹药，开始打坐，快速恢复亏空的灵力。转眼便是黄昏日落，而这一整天时间，张家热闹非凡。得知张冲觉醒9品气灵后，整个流云城的豪门贵族几乎都在今天上了门，门槛都快被踏破了。这些人为了讨好张冲，将家族的至宝都献了上来。要知道，
张冲如今可是天之骄子，一旦和张冲攀上关系，自己的地位也会水涨船高，家族也会跟着一步登天。张冲如今是乾隆在渊，是8阶的好机会，以后就算是你献上千万灵石，人家都不一定看得上。张凡离开房间的时候，身上的气息已经达到了神通境1重，2天无需双修，看来可以好好放松放松，努力修炼，吸收灵力了。张凡心情大好。周家的家主周子墨过来了。张子晨见张凡出来，不由开口道：刘云成张家何氏家虽然是大家族，但排不了第一，而周家便是刘云成货真价实的第一家族，家财万贯不说，武道实力还很强大，其家主周子墨的实力仅次于萧观海。张凡无所谓的点头，开始运筹自己的事情。他准备炼制丹药，而张家议事厅中，张冲坐在正中间的交椅上，而张祖峰、周子墨则坐在一旁。周子墨毕竟在刘云城是仅次于城主的1号人物，张祖峰都对他十分客气。上来吧。周子墨对下面吩咐了一声。只见周家一行人送上贺礼，20个檀木所制作的精美盒子，打开一开，里面全是丹药，全部放在了张冲一旁的桌上。这里一共20枚4品丹药，都是我为张少亲自挑选的极品，还望张少收下。张祖峰、张志远以及张家众人都满脸震惊，4品丹药1枚都已经很少见了，周子墨竟然如此豪横，一出手就是20枚。看来周子墨为了搭上张冲这条线，豁出去了。20枚4品丹药，没有300-400万下品灵石拿不下来。就连张冲都眼睛一亮道：周家主有心了。他一挥手，几个张家人就将丹药全部收走。张少客气，不瞒诸位，我周子墨前阵子刚突破神通境9重巅峰，如今乃是货真价实的玉虚境强者，无论是家族财富和实力，还是本身的实力，都足以成为张家的朋友。周子墨笑着说道：他这次来肯定是有目的的，几百万的丹药总不能随手赠送吧。现在的周家还没有实力进入玄武王朝境内，如果有了张冲这条线，那就说不定了。玉虚，所有人一脸震撼。整个流云城只有一人是大道境，那就是城主萧观海，如今却又多了一个。呵呵，张家和周家本来就交好，即便周家主不送这份礼，张家与你们也是最好的朋友。张祖峰也笑着说道：周家是第一家族，周子墨又是玉虚境强者，这对于张家来说帮助很大。对了，还有一件事，希望张冲少爷能答应。周子墨道。张冲笑着道：但说无妨，进来。周子墨轻轻一喊，只见一个身着白裙的女子走入。这女孩身材纤瘦，肌肤如玉，眉心处有一颗红痣，长相绝美的同时，却又有一种江南病态之感。她穿着不华丽，不过却让人一看就像抱在怀中，生怕摔碎的那种柔美。而女子的双眼有点发红，表情上可以看出她并不情愿来这里。此乃我孙女周墨彤，如果张冲少爷不嫌弃，可以下嫁于你，不过此事不能拖延，一定要尽快成婚，你看如何？周子墨脸色严肃，这其实才是他的目的。所谓口头上的结盟，不过是利益关系罢了。只有将自己家中之人许配给张冲，这才是真正的永结同盟。周家今后才有资格跟着张冲一起吃肉。当张冲看到周墨彤的时候，眼睛都直了。妈的，刘云成竟然还有这等美人，这周家藏拙啊！哈哈，既然如此，那就多谢岳父大人了。张凡房间中，炼丹炉正在撒发着热量，一切都准备好了。这次炼制的丹药乃是5品丹药8方次神丹。炼制这种丹药极为困难，和以往不同的是，此丹的材料需要同时炼化，而不是逐一炼化，而且还是8种，这对于时间和火候的把控极为严格，相差一点就功亏一篑。张凡动用灵力开始提炼，不到1刻钟就已经满头大汗，浑身被汗水浸透。丹炉开始颤抖，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弥漫开来，药材被提炼，逐渐液化。又过了1刻钟后，时间到，赶快融合。穆清水的声音陡然在张凡心中响起。好，张凡灵力一动，8种药液开始在炼丹炉之中飞速旋转，相互融合，加大灵力的灌入。穆清水提醒道：呵。张凡用尽全力，将所有灵力全部灌入炼丹炉之中。砰砰砰，炼丹炉开始猛烈颤抖，里面的药液也变得粘稠了不少，逐渐融合交织。这次炼制3枚成。穆清水道：融合，给我成丹。张凡怒吼一声，丹药开始速成。轰隆，巨大的灵力波动从丹炉之中喷涌而出。成了。张凡心中一喜，3颗丹药从炼丹炉之中腾空而起，气息明显是5品。张凡接过丹药，感受着上面的气息，满脸欣喜。成功了，不过并不完美，对火候的把控和时间的把控稍微差了点，勉强5品而已。
穆青水点评道。而张凡倒是觉得比较满意，毕竟这次是纯靠他自己一人炼制而出的。他先去洗了个澡，冲走了汗水后，又开始打坐恢复实力。临近夜晚，施家，张祖峰走入施家大院。张祖峰，张大长老，您来有什么事？直接派人来通知一下就行了。施前满脸恭敬地说道。现如今，张祖峰可是张冲的父亲，张祖峰的地位自然也跟着水涨船高。马上就是我儿和张凡的生死对决，我想要请你施家人前来观战，顺便将你女儿施瑶带上。张祖峰带着一抹冷笑说道。在他看来，如今的施家地位已经完全不如张家了，说话也不必客气，这是张家的内事，我们外人怎好去观战呢？施前眉头一皱道，不知张祖峰是何意。张祖峰冷冷一笑，继续道，能被我张家邀请的人，那都是张家朋友，你施家若不给面子，那就别去了。不过以后若是张家和施家关系没那么密切了，那可就别怪我了。这话令施前脸色微变，他急忙道，呵呵，我日后定会带女儿前去观战。而一个房间中，施瑶头贴着门，听着外面的对话，一行清泪流淌而下。晚上，张凡消耗的灵力已经恢复过来，直接从那戒中拿出8方次神丹吞入口中，一股浓郁至极的灵力开始在张凡四肢百骸中流转。5品丹药果然非同凡响。来玄黄鼎内，穆清水的声音在张凡心中响起。张凡意念一动，进入玄黄鼎内。玄黄鼎中，穆清水身姿飘渺，赤着玉足，漂浮在空中，宛若一轮耀眼的明月，黑发如瀑布般披在身后，容颜轻视，简直就是9天神女下凡，不染凡尘这女人。床上的状态和现在的状态完全像是2个人，而且经过这几天的双修，穆清水本是漂浮的身影，如今变得凝视了不少，苍白的脸色也有了些许红润。为什么让我进来？不是说好了给我放2天假吗？张凡身体有点颤抖，现在只要看见穆清水，就会有一股恐惧油然而生。本帝不会骗你。穆清水脸色冷若冰霜，仿佛与生俱来就高人一等。本帝今日是要帮助你修炼。张凡舒了一口气，还好不是双修。可穆清水所说的话却让张凡猛地一颤。和你双修后，我才知道你体内一共有3种特殊的东西，一个天道圣体、吞噬圣体和极阳道体，每一个圣体都是逆天的存在，你却只觉醒了一个器灵。本帝叫你来是要叫你觉醒第2个。第2个不是每人只有1个吗？张凡满脸不敢置信。据他所知，这世界上每人都只能觉醒1次啊。孤陋寡闻，本帝活了数千载，见识的比你多得多。双生圣体我曾见过，不过唯独没见过你这3生圣体。今天我就让你开开眼吧。见张凡满脸不敢相信，穆清水叹了一口气。这也不怪张凡，毕竟他还是见识的太少。穆清水轻轻一挥手，只见一轮明月陡然升空。这轮明月宛若利刃，散发着一股极为浓郁的寒霜，只是看一眼都能感觉到冰寒，浑身发冷。这是气灵？不对，不是气灵，这已经是神灵了吧？穆清水再度轻轻一挥手，张凡脚下陡然出现一片汪洋，放眼看去，浩瀚无边。这第2个？张凡眼睛一瞪，不敢置信。穆清水又一挥手，只见一道道高耸入云的山峰拔地而起。第3个？这一幕的出现刷新了张凡的世界观。紧接着，大地剧烈颤抖，山峰、大海、月轮全部组合在一起，成了一幅极为美丽的画卷，宛若另一方世界。现在看见了？穆清水冷笑道。张凡点头，没想到穆清水竟然能觉醒3个器灵，而且这3个器灵绝对品级都不低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能将3个器灵融合在一起。你悟性不错，能看明白这些已经了不起了。穆清水轻轻一挥手，山峰、海水、月轮全部化作虚无，消失不见。3个器灵已经是我的极限，不过你却不同，你拥有3生圣体，能觉醒的器灵远不止3个，远不止3个。张凡瞳孔地震，十分震撼。一个器灵可能是普通人的极限，2个器灵已经足以逆天，3个器灵就更别说了3个以上。张凡想都不敢想。坐下开始冥想，本帝教你觉醒极阳器灵。张凡急忙照做，席地而坐，开始冥想玄黄诀，你可记得？穆清水问道。张凡点头。自从玄黄鼎进入张凡身体，认张凡为主之后，张凡脑海中便多出了一本功法。这本功法没有等级，因为它的存在超越了世俗所定义的等级。而穆清水却告知他，他当时修为太低，不能修炼，强行修炼只会对他有害。如今是时候了，现在开始运转玄黄诀，吸收玄黄鼎内的玄黄之气。穆清水开口道。张凡闭上眼，开始吸收玄黄鼎中的气息。
一股股至阳至纯的气息朝着张凡体内灌溉而来。张凡只感觉浑身燥热，皮肤都快裂开。差不多1个时辰后，张凡怒吼一声，猛地睁开双眼。玄黄诀1层，这小子天赋真是逆天。见到张凡这么快突破，穆清水眼中都闪过一抹久违的震撼。助你一臂之力吧。穆清水露出一抹微笑，手指虚空一点，指尖出现一抹流光，没入张凡体内。轰！只见张凡身体开始剧烈膨胀，身上出现一道道金色的纹路，就像是岩浆要突破土层爆发一般。张凡发出一阵阵撕心裂肺的惨叫，那种撕裂皮肤的疼痛简直让他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不过好在这痛苦只持续了片刻，紧接着一道金色的小塔从虚空中凝聚，出现在了张凡身后。金色的小塔散发着强烈金光，上面缠绕着无数的金色锁链，塔内发出阵阵恶魔咆哮，宛若镇压这世间魔鬼。9天玄黄塔觉醒，张凡只感觉体内灵力疯狂喷涌，又是天道气灵。即便是见多识广的穆清水此时都震撼了，没想到天道圣体竟然如此强悍，硬是将9品的玄黄塔提升到了天道品质。差不多半个时辰左右，张凡从冥想中醒来，睁开双眼，玄黄诀突破第2层了。张凡看向自己双手，只感觉力量暴涨数倍。不要停，借助这股气力继续觉醒。穆清水道。张凡运转天枢诀，经脉之中涌现一股古怪的灵力，天枢诀运转速度飞快，很快就流转在张凡全身。而穆清水再度轻轻一点，一抹流光涌入张凡体内。而此时张凡头顶赫然出现一个漆黑且深邃的洞穴，洞穴开始旋转，宛若黑洞一般，似乎要吸走世间一切。这次是9品气灵，吞噬气灵。虽然是9品，但依旧让穆清水满脸震撼。这次不是天道气灵吗？张凡却皱着眉道。穆清水都快气笑了，拍了张凡脑袋一下。你知道天道气灵有多难见吗？1000年来我只在你身上见过，9品气灵已经是巅峰的存在了。天道圣体能够觉醒出天道气灵，可以说是逆天体质了。9天玄黄塔乃是玄黄鼎之中的绝品，能够借助天道圣体觉醒天道气灵，穆清水能够理解。可天枢诀所带来的吞噬圣体远达不到天道的等级，自然是突破不了天道，嘿嘿。张凡摸了摸被穆清水拍的脑袋，此时张凡之前吞服的丹药药力已经全部用光。穆清水叮嘱道，虽然拥有3个气灵，但只能展示1个，否则必将遭到追杀。是。张凡点头，若这是张冲觉醒的，估计会迫不及待将这件事公布于众，但那样只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。张凡是个懂得隐忍的人，他从玄黄鼎内出来后，又吞下1颗8方次神丹，开始恢复灵力，同时提升实力。数日一早，张家热闹非凡。张天和楚梦离2人气势汹汹冲进张凡家大院，奉张冲少爷之命，请张凡立刻前往演武场。楚梦离满脸高傲与不屑，由于过度嚣张，导致本较好的面容显得极为扭曲难看。楚梦离，你这狗当的真不错，真听话。张凡踱步走出，脸色阴沉，嘲谑道：张冲是故意将楚梦离派来的，就为了羞辱自己，不就是看楚梦离之前是自己未婚妻吗？但是今天一过，你张冲身上的黄袍也该脱一脱了。他冷冷一笑。到时张冲惨败，众人得知真相之后，楚梦离会有什么表情？而张祖峰又该如何是好？张凡，你就嚣张吧，你只不过是觉醒了4品气灵而已，虽然在张家算是不错，但和张冲少爷一比，简直就是云泥之别。楚梦离愤怒道：贱女人，别在我哥面前叫，我哥比那个什么张冲厉害了100倍。张灵儿气得脸色发红，指着楚梦离就说道：你不过是张家收留的丫鬟，奴婢有什么可狂妄的？之前还口口声声说张冲觉醒了气灵就会娶你，结果呢？婚没结成，连妾室都当不成，现在甚至还成了狗奴才。我哥之前对你多好，让你在张家有地位，现在你离开我哥了，看还有谁把你当根葱。楚梦离闻言气得浑身颤抖，你敢叫我贱人？贱人，贱人，贱人！张灵儿气死人不偿命，甚至还摆了个鬼脸，找死！楚梦离面若癫狂，冲向张灵儿，可此时张凡却一闪身挡在了张灵儿面前，没有出手，仅仅一个眼神就吓得楚梦离浑身一颤，冷汗淋漓。冷静下来后，他才记起张凡对家人极好，之前他叔叔不过是调戏了一下张灵儿，就被斩断手脚治做成了人质张凡。今日是你和张冲大比的日子，所有贵客都到了，全在等你一人，你不会不敢去吧？见楚梦离吓得节节败退，张天一步向前冷冷道。张凡直接一巴掌打在了张天脸上，本这种巴掌张天是能躲过去的，
可他没想过张凡会对自己出手，结结实实的挨了一巴掌。我乃是张家嫡系，你一个旁系之人也敢直呼我的名字？张凡冷冷说道。张天脸色就像是吃了10几只死老鼠一般难看，拳头紧握，怒火中烧。而一旁的张子晨却默不作声地看着这一切。他不是张子晨的对手，最终只能选择隐忍。张凡少爷，请你去演武场。张天咬牙切齿道。张凡冷冷一笑，拍了拍他的肩膀，这才乖。说完，他便是带着一家人前往了演武场。演武场内已经人满为患，不仅有施家人、周家人，甚至还有一些看客。张冲觉醒了9品气灵，今日与张凡一战，那是打响他名头的好机会。他们自然要让所有人都明白张冲有多厉害。张冲坐在主位上，宛若他就是这里的王，满脸高傲。张凡带着人来到这里时，立刻引起一片议论，议论声中嘲笑和讥讽不绝于耳。张凡竟然还真敢来，真是不怕死啊！张凡将周凯给废了，又打败了张冲2次，我以为曾经的天才又要回来了，结果却只是觉醒了4品气灵。啧啧，之前能打败周凯和张冲，肯定是借用了旁门左道，刷了点小伎俩而已。如今气灵觉醒之后，就立刻原形毕露了。场中的这些人全都在夸赞张冲，想要抱张冲大腿，没有一个人看好张凡。对于这种嘲笑，张凡等人早就习惯了。张少，这是我们施家为您准备的10颗4品丹药，还请原谅小女的冒犯。施前拿出一个装有丹药的瓶子，递给张冲。打开一看，里面的4品丹药几乎都是张凡炼制出来卖给施家的，没想到如今却被施家拿来送礼了。张凡看得想笑，哼，你还算懂事，就是你那女儿太不懂事了。张冲满脸高傲，见丹药还算不错，便接下了。张少，这些丹药可都是那神秘的玉虚境强者炼丹师卖给我们的。施前继续道。轰！这话一出，张冲一巴掌将面前的桌子拍碎。施前，你他妈什么意思？是想告诉我，你施家被那炼丹师保护着来威胁我吗？你以为我会怕吗？不是，少爷，您别误会，我只是想告诉您，这丹药成效很不错，很值钱。施前脸色焦急，急忙解释。他没想到张冲竟然如此冲动，一点面子都不给自己。哼，谅你也没这种胆子。过几天天王台的人就要来了，我倒是要看看是保护你们施家的炼丹师厉害，还是天王台厉害。张冲满脸怒火道。而施前只能低头道歉。滚！张冲将施前骂了个狗血淋头之后，一脚踢在施前身上，施前急忙离开。所有人都沉默了。施家施前好歹是流云城一大人物，主动送出丹药，却一个劲道歉，而张冲一点脸都不给，这也太嚣张了吧。他们开始怀疑了，这种人的品性以后就算是抱上大腿了，能靠得住吗？虽然有些人不满，但还是没人敢直说，毕竟张冲现在名气太大了。施前刚回到施家位置准备坐下，谁知张冲就冷冷开口道。施前，别怪我不给你们施家面子，我给你们最后一个巴结我的机会，让施瑶过来给我当奴婢，我就原谅你们。施前只能苦笑道，能够跟着张少是我女儿福分。哼！张冲坐在椅子上狂笑不止。如今的流云城，他说一不二，他就是流云城的天，无人敢忤逆他。而就在此时，我施瑶就算是死也不可能跟着他。声音落下，只见一道倩影出现，正是施瑶。他掏出一把匕首，便是抵在自己脖子上，刚碰到那白皙的脖子，鲜血就已经流淌而出。众人震惊，没想到施瑶竟是如此坚定。而本在狂笑的张冲瞬间脸色僵硬，他还没来得及发火，周家周子墨身边跟着的女孩突然也一步站出，正是周墨彤。我死也不愿意跟着张冲。他也拿出一把匕首，抵着自己脖子，以死相逼。之前周子墨满脸震惊，妈的，气煞我眼！张冲双眼通红，面若癫狂。这么多人看着，这2个女人竟然都不愿意跟着他，这让他感觉脸都丢光了。好啊，你们是不是先都商量好了？本少乃是当今觉醒9品气灵第一人，天之骄子，就连皇帝来了都得礼让我3分，我难道配不上你们这种低贱的贱货？张冲怒吼，你是绝世天才又能如何？在我眼里你就是畜生禽兽，与你作对的张凡比你强上万倍，我就算是给张凡为奴也不愿意嫁给你。施瑶冷冷说道，眼泪落下。呵呵。张凡突然一跃来到台上，他其实也有点发愣，施瑶为什么会突然说出这种话？他可是以张凡的身份没和施瑶见过几次面的，不过都到了这个点上，他也该上场了。张冲，这一战不论生死，来吧。张凡，原来是你这狗东西在搞鬼，我就说为什么会这样。张冲脸色扭曲，浑身颤抖。
诗瑶说愿意给张凡为奴都不愿意跟着他，这让他极为愤怒，自尊宛若被踩在脚底下摩擦。他乃是绝世天才，哪一点比不过一个废物张凡了？这也能怪我？我可没动过任何手脚，是你自己不讨人喜欢。张凡冷冷一笑，行，张凡，既然你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张冲灵力喷涌而出，众人皆是脸色一变。天哪，这气息是神通境1重，觉醒气灵的时候他才筑基9重，这才过了3天就已经神通1重了，不愧是绝世天才，羡慕嫉妒啊！看来他拥有9品气灵是真的。这张凡估计还没到神通境1重吧？和张冲这种天才打，他怎么敢的啊？所有人开始恭维起来，而人群中周子墨却眉头一皱，他送给张冲10枚4品丹药，几天时间就算不修炼，光吃丹药都应该已经达到了神通2重，怎么还是1重？应该是张冲少爷巩固修为，没吃那么多吧？周子墨心中安慰自己。呵呵呵，见到众人一阵吹嘘自己，张冲本是癫狂的脸色恢复了之前的高傲。张凡，老子现在可是神通1重，你还敢和我作对吗？乖乖给我跪下磕头求饶，我可以留你全尸。张冲冷笑道。神通1重，就这点能耐？张凡也冷冷一笑。张冲眉头一皱道，老子觉醒9品气灵，年纪轻轻就是神通1重，此天赋足以睥睨天下，你算什么狗东西，也敢嘲笑我？张凡却没有回答，将体内灵力释放而出。轰！蓬勃的灵力从张凡体内释放而出，朝着周围扩散而去。神通境2重，在场也有众多强者，自然能感受到这气息的强大。不可能，这绝对不可能！张冲满脸震撼，而张祖峰更是眉头一皱，没想到一个觉醒了4品气灵的家伙，修为竟然提升得如此快速。呵呵，你肯定是服用了什么暂时提升实力的丹药，所以才提升到神通境2重的。你可知道服用那种丹药的副作用有多大？张冲冷笑，如今也只有这种说法能够解释了。张祖峰也清醒过来，站起来道，对，张凡，你服用强行提升实力的丹药，以后算是废了，哈哈哈。是，我吃了，好了吧？张凡都不想和他们吵，直接砍向张冲。废话少说，这一战生死不论，你要是现在投降，我还可以饶你一条性命。张冲五官扭曲，他可是天才，玄武王朝历代以来最妖孽的天才，怎么可能输给张凡？吞服禁忌丹药，强行提升实力，境界虚浮，再加上本少乃是天骄，别说你是神通境2重，就算是3重，也不是我对手。说完，张冲直接冲入演武台，一拳头便是朝着张凡轰出，拳头带着阵阵破风之声。龙吟拳，张家顶级功法，果然厉害，这家伙也是倒霉，非要惹怒张冲少爷。现在好了，人家气得一上来就开大，他还怎么打？我看张凡3招都接不住，别说3招，我看1招都难。虽然张凡的实力境界超越张冲，但在场众人没人认为张凡能赢，毕竟张冲可是拥有9品气灵的存在，越级挑战不是轻轻松松。再说了，他们认为张凡还是吃了丹药强行提升实力，境界虚浮。可下一刻，众人彻底茫然。轰！张凡轻轻一挥手，那一道轰来的灵力瞬间溃散开来，动作行云流水，丝毫没有任何招式和花架子。怎么可能？张冲脸色僵硬，本想在众人面前装个逼，一招秒了张凡，可却被张凡轻而易举地击溃了。他刚刚可是全力一击，没有丝毫保留。可下一刻，张凡突然身形一动，速度极快，眨眼便是来到张冲面前。气灵，快使用气灵！见状，张祖峰急了，这可是证明张冲实力的一战，不能输。张冲当即立刻使用气灵，一柄大剑出现在虚空中，带着无与伦比的气势，朝着张凡刺去。张凡却一拳轰向那柄大剑，体内的灵力涌动，以肉体硬抗气灵。轰！巨大的响声出现，张冲的气灵直接倒飞而出，所有人目瞪口呆。张冲不是觉醒的9品气灵吗？不是号称天下第1强吗？就这么被一拳头轰飞了？怎么可能？张冲又输了。楚梦里感觉这一切都像是在做梦，这已经是第3次了，每一次他都觉得张冲会打败张凡，可每次都被张凡痛痛打脸。难道自己的选择真的错了？死吧！张凡满脸怒火，直接一拳头轰向张冲脑袋。这一拳势如破竹，如果中招张冲必死。住手！就在此时，张祖峰怒吼一声，身躯化作一道残影冲向张凡。铿锵，一柄剑破空而出，挡住了张祖峰的去路。张子晨出手了，一剑一人碰撞在一起，掀起一阵狂澜。
啊！张冲倒飞而出，口中狂吐鲜血，而张凡也被这股气劲轰得后退数步。给我死！被张子晨一剑荡开之后，张祖峰调整状态，再度冲向张凡。他不能接受张冲输给张凡，张凡不死，他夜不能寐。这张凡就是他的克星，一定要先下手杀了张凡。破空击！张子晨怒吼一声，手中灵剑破空刺出。轰！张祖峰和张子晨再度交手，两人都后退数步。噗嗤！张子晨脸色惨白，一口鲜血吐出。之前的伤势他还没有完全恢复。张祖峰则是虎口撕裂，虽然挡住了这一剑，但他也受了伤。老东西，想杀我？张子晨怒吼道。他想杀我张家绝世天才，断我张家后路，我杀他不是应该的吗？张祖峰叫道。这场战，两人已经签订生死状，在场所有人都能作证。你却为老不尊护短，太不要脸了。那又如何？现在天骄未死，你儿也未死，不是正好？何必非要拼个你死我活？张祖峰耍无赖道。无论如何，今天也不能让张凡杀了张冲。张凡，你别嚣张！张冲怒吼，满眼通红。在他看来，张凡肯定是用了什么特殊的手段，从而提升了实力和境界。这次战斗输了，让他颜面扫地。马上天王台的强者就会抵达，本少一旦进入天王台，便可一步登天。而你张凡强行服用提升境界的丹药，这辈子算是废了。以后你就继续留在这流云城，做一个废物吧。张凡闻言冷冷一笑。若天王台的人来了，发现张冲觉醒的是4品气灵，不知道会是什么表情。到时候别说是张祖峰和张冲了，就连城主萧观海都得遭罪。那就等他们来，咱们走。张凡冷冷一笑，知道张冲有张祖峰护着没法杀，转身离去。张凡等人离开后场内，陷入了长久且诡异的沉默。所有人大脑宕机，半天都没有回过神来。张祖峰，这到底是为什么？你儿子不是觉醒了9品气灵吗？为什么会输给一个被你们张家称作废物的张凡？周子墨开始质问，脸色阴沉。在他看来，张冲赢张凡肯定易如反掌，可如今张凡却瞬息打败了张冲，这让他无法接受。周子墨毕竟是流云城仅次于萧观海的强者，似乎察觉到了什么端倪。他怀疑张冲并未觉醒9品气灵。周家主，你也知道我儿刚觉醒，这几天过于激动，导致疏于修炼，本以为随随便便可以击败张凡，谁知张凡为了赢，却不惜断了自己后路，服用了增强实力的丹药，这场比试完全是意外。张祖峰为张冲辩解道。对，我怀疑张凡不仅服用了提升实力的丹药，还修炼了旁门左道。那天他击杀周凯的时候，利用一种特殊的功法，吸收了周凯体内的灵力和气灵。我乃是觉醒了9品气灵的天骄，同等级本是无敌的，这次是被张凡给阴了。给我3天时间修炼，本少必定击杀张凡。周子墨眉头一皱，这个解释也算说得通。虽然他怀疑张冲气灵的真实性，但这是气灵塔测试出来的，气灵塔乃是一位大能制造而出，应该不会出问题，所以他选择相信张冲。3天后再见真章也不迟。张冲输给了张凡，而施家的施瑶和周家周墨彤自然暂时也不会加入张家。张凡家中，张子晨脸色惨白，躺在床上。张凡查探了一下张子晨身体，爹，虽然你伤口复发了，但也因为张祖峰的灵力轰入体内，将一些冰寒极度逼出了体外，也算是好事一件。张凡心中窃喜，没想到以他人灵力注入体内，竟然也有驱除冰火极毒的效果。虽然无法彻底根除冰寒极毒，但至少能够让张子晨再多活一段时间。只要张子晨还活着，张凡就有机会冲到王家夺取解药。一道气灵缓缓从张凡头顶苏醒，宛若一漆黑深邃的洞穴一般不断旋转，似乎要将世间万物都吸入其中。一股浓郁且古怪的气息开始在房间中扩散开来，这便是张凡的9品巅峰气灵吞噬气灵。张子晨等人见到这一幕后背发凉，浑身冷汗淋漓，因为这漆黑且深邃的洞穴气息实在太凶险了。反而这气灵的气息貌似不是4品啊！张子晨惊呼。张凡一直表现得很自信，张子晨其实早就察觉到觉醒9品气灵的可能是张凡，但毕竟没亲眼看到，所以之前一切都只是猜测。如今他算是亲眼看到了，只不过所有人认为张冲的天赋比张凡强，而张凡又是废了1年重塑经脉，没人会认为是张凡觉醒了9品气灵。先入为主的观念让众人都以为是张冲觉醒的9品。张凡点头，对家人也没什么好隐瞒的，这只不过是一个气灵而已，我还有其他的呢。这话一出，张子晨等人更为惊诧，还有其他的？气灵还能同时拥有2个？
同时拥有2个，就让他们震惊成这样了。要是他们知道张凡体内同时拥有3个，会不会直接激动到暴毙？紧接着，张凡催动灵力，吞噬气灵开始运作，靠近张子晨，吸取张子晨体内的冰寒极毒。张子晨5脏6腑开始颤抖，里面一些根深蒂固的漆黑血液被吞噬气灵给慢慢吸入。差不多运转1个时辰，张凡额头上也冒出了豆大的汗珠。看来长时间使用气灵对身体以及灵力都是极大的负担。可以了，冰寒极毒虽然无法根治，但表面上的已经彻底吸收殆尽，接下来7年时间，父亲也该不会出事。张凡道。张莲儿和王琴满脸欣喜，只要有时间，那就有机会冲到王家夺取解药。以张凡如今展现出来的实力，7年绝对足够了。张凡来到自己房间，正欲修炼，一股仙风飘过，只见穆清水出现在张凡身边。张凡见状，哭笑连连。自己和张冲的战斗已经结束了，穆清水肯定不会绕过自己，该做的还是得做啊。张凡3下5除2，将自己衣服脱个精光。由于这几天刻苦的修炼，导致张凡肌肉更为壮硕，整个人更有男人味了。穆清水看了看他身体上那完美的肌肉线条，嘴角勾起一抹微笑。今天你先修炼到神通境3重吧，然后再双修，到时候我能汲取的更多。穆清水笑着道。真的？张凡如获大赦，提升境界然后双修，对穆清水的帮助会更大。若是今晚继续被抽空，张凡想要提升到神通境3重基本不可能，可要是停一停的话就有机会了。他直接服用8方次神丹，开始全力运转灵力修炼，很快便是夜半3更。张凡体内灵力暴涨，最后他轻喝一声，一股灵力波动朝着周围扩散而去。神通境3重，天道气灵和吞噬气灵以及极阳气灵都达到了3重，这就是天道圣体的力量。才仅仅觉醒几天时间，张凡就突破到了神通境3重，而气灵的实力也跟着提升。要是换成其他人，想要提升气灵的实力，别说10天半个月了，就连1年都难以提升。而张凡此时又丢入一颗丹药吞服而下，这是在施家购买的虎神丹。虎神丹进入腹中，药力在张凡体内疯狂流转。穆清水也没当样，开始脱去自己蓝色衣裙。张凡一把将穆清水搂入怀中，两人进入双修状态。可这次穆清水却发现自己在抽走张凡灵力的同时，张凡却也开始抽走自己体内的气息。你这是想造反吗？穆清水一愣，体内的极阴气息被抽走后，他娇躯一颤，竟是趴在了张凡胸口上，动弹不得。他察觉到异常的时候已经晚了，因为他的极阴气息已经被抽走。张凡却一翻身，将穆清水压在身下，脸上挂着一抹淡笑。曾几何时，张凡梦想过这个场景，可当时的他做不到，现在却做到了。天道圣体果然厉害，觉醒了天道气灵之后，我竟然能够吸收你体内的极阴仙体力量。张凡挂着一抹微笑，淡淡的说道。穆清水眉头微颤，可过了一会儿，脸色又恢复了以往的冷淡。你知道了？对，刚刚察觉到的，没想到你与我双修，我也能裁补你。张凡道。穆清水脸上无表情，淡然自若，没想到你悟性这么强，竟然被你发现了。极阴仙体确实是至尊之体，双修后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实力，但毕竟是双修，两人都得修炼，所以双修的另外一方可以抽取自己仙体的力量。之前张凡身体薄弱，境界不够，完全察觉不到，可如今却不同，他发现了这个秘密。而更要命的是，张凡觉醒了天道圣体。天道圣体本就是逆天的存在，只要张凡不想给予，那一旦双修，穆清水就只能单方面的被吸取。我没什么好说的，你把我杀了吧，不要侮辱我。这世界武道为尊，残酷至极。如今穆清水已经无法反制张凡，反而可能会每天被张凡裁补。她身为太玄女帝，自然不能成为炉鼎，她有仇要报，必须得恢复过来。若是成为炉鼎，不如死了算了。嘿嘿，你不是说我是你的人吗？那你也是我的女人呢。张凡微微一笑，直接压在穆清水身上，将刚抽走的那些极阴仙体力量重新还给了穆清水。穆清水却颤抖着睁开双眼，震惊看着张凡。我是他的女人。听到这句话，同时又仙体力量又回到了身体的穆清水浑身一颤，那颗几千年都被自己冷藏在冰山中的心，竟是被张凡这句话给彻底融化。此时的他正在和张凡激烈运动，张凡却微微一发力，那极阴仙体的力量又被张凡给抽走。嘿嘿，叫夫君，我就还给你。张凡阴笑道。妈的，1年多了，终于可以翻身做主人，农民把歌唱了。穆清水那千年不见化冰霜的脸上，竟是今天的出现一抹绯红。夫君。穆清水声音宛若睡眠一语，细微如蚊声。可张凡听后，
那感觉简直太棒了。果然有时候男人不行，女人也占有一部分问题。听到这句话，即便张凡已经战斗了几十次，估计还会再战一次。有你这句话，从今往后我绝对不会单方面采捕你。不过你也不能抽干我们互帮互助。数日一早，张凡走出房间。若是平时经过一夜战斗，张凡早就黑眼圈一层厚，整个人都虚脱了。可今日的他却容光焕发，精气神十足。以往的穆清水为了极快恢复灵力，疯狂单方面采捕张凡。如今张凡和穆清水双修，不仅不是单方面采捕，两人都会得到提升，只不过穆清水提升的会少一些而已。这他妈才叫双修！这以后穆清水要双修，我可就再也不怕了。八方次神丹已经吃得差不多了，仅剩1颗，而壮阳类的丹药已经吃完，该去继续买几颗了。张凡刚离开张家的时候，一辆马车停在了张家门口。这辆马车稍显豪华，明显是大家族的马车。只见一只御手掀开马车门帘，施瑶头戴凤冠，脚踩红云覆，从马车上走下。张凡一愣，这是要成亲了？明明施瑶昨天还誓死不从，今天就主动上门来了。张凡本以为施瑶十分贞烈，如今看来竟然也就那样。也许是被家族逼迫妥协了吧。既然他都已经妥协，那张凡若是出手干预就不太好了。张凡之时看了一眼便准备离开，可施瑶却一眼看到了张凡。张凡公子，真巧啊，小女子今日是来找你的。施瑶叫住张凡，双眼宛若春水一般盯着张凡，脸上挂有一抹绯红。找我？张凡一愣，对，倘若公子对小女子不离不弃，小女子愿意嫁给张凡公子，就是妾室也能接受，今天便可成婚，今晚便能洞房。啊！张凡脸色猛地一变，人刚出门就碰到桃花劫了。施瑶竟是来找我的。张凡之前一直是以炼丹师的身份与施瑶交流的，以张凡本人的身份和施瑶并没有太多交集，他怎么会突然找上自己呢？这不太好吧？你我都不熟悉啊。张凡有点为难，他对施瑶印象一直不错，但还没到要娶了人家的地步。而且昨晚他可是逼迫穆清水叫自己夫君了，今天就要娶一个妾室，这是不是不太好？小女子此般举动也是无奈之举。施瑶说着说着，眼泪就落了下来。她不愿意嫁给张冲那种人渣，而她的家族不庇佑她，整个流云城能帮她的人唯有一直与张冲作对的张凡。这话一出，我倒是知道了。张凡微微一笑，施家世代从商，而施瑶又是施家最为聪颖的女子，将施家越做越大，魄力十足。如今却为了不嫁给张冲，主动上门要嫁给张凡，这等魄力和勇气，世间无人能做得出啊！你当日也在觉醒气灵塔外，我仅仅是4品气灵罢了，即便再强大，也不过踏入大道境而已。而张冲不同，他可是9品气灵，今后必定是人中龙凤，万人之上的存在。而且我和张冲有仇，张冲又如此中意你，你若是嫁给我，新仇旧账一旦算起来，你我都会死无葬身之地。张凡说道。没关系。施瑶却斩钉截铁，坚毅地说道，没有任何犹豫。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，倘若小女子不死，公子死了，我也会随公子共赴黄泉。闻言，张凡微微一愣，他万万没想到施瑶竟是如此贞烈，自己之前怎么就没看清楚，选择了楚梦里那种贱人。若是放在以前，张凡肯定会答应，可如今不同了，他有穆清水啊。他走进施瑶，两人身体都快贴在一起了。施瑶脸色微红，身体却没有动弹，反而是让张凡贴着自己，两人甚至都能听到对方的心跳以及呼吸声。施瑶手紧紧握拳，脸色绯红，看向张凡时甚至出现一抹奇怪的爱意，这是张凡绝对没想过的。而在施瑶看来，张凡是一个有气度的人，即便被废了1年，但也从未就此颓废，重塑经脉丹田，再创辉煌。张凡勇气极佳，令施瑶向往，因为所有人都跪舔张冲，唯独张凡敢与张冲作对，即便身边没有任何同伴，他都敢做，这才是真男人。香。张凡闻了闻施瑶身上的味道。施瑶由于常年管理药店，导致身上会散发出一股若有若无的药物清香，这与穆清水身上的淡淡清香完全不同。施瑶虽然已经做足了心理准备，甚至身披霞冠准备下嫁，甚至愿意今晚与张凡洞房，可如今真碰到这种举动，却有点尴尬害羞了。怎么了？不好意思了吗？刚还说愿意死心塌地跟着我，嫁给我来着。张凡笑了笑道，没有，我愿意。施瑶鼓起勇气和张凡对视，没有丝毫胆怯的意思。张凡微微一笑，随后低下头，将脸靠近施瑶耳畔，低声道，张冲，不过就是夏日里扰人的蝉，叫上几天就会哑巴，放心，没人能够强迫你，你回家吧。
张凡说完这句话后，身体后退，而施瑶脸色一变，看向张凡的眼神中充满不敢置信。她为了不嫁给张冲，甚至愿意主动成为张凡的妾室。她和张凡并不熟，若是张凡并非正人君子，为人品性不端，她可能会选择成妾后自杀。可没想到张凡却拒绝了自己，而且听张凡语气，他似乎极为自信。难道张凡还有什么底牌？微微一犹豫，施瑶脸上出现一抹坚决。吭！施瑶从腰间抽出一把匕首，架在自己脖子上。张凡公子，我身披彩霞，自愿下嫁，整个流云城已经人尽皆知。若公子不答应，我必然被家族强迫嫁给张冲。倘若公子不答应，小女子就没必要活在这世上了。能看得出施瑶是真敢自杀，她眼中全是眼泪，脖子上甚至已经被匕首划开，渗出血液，画面十分凄凉。别！张凡被吓到了。倘若昨天张冲赢了自己，估计施瑶当场就自刎了。这种事不是你我答应就行的，得见见父母吧。张凡急忙道。施瑶这种好女人，若是自杀了，那就太可惜了，必须得稳定施瑶心境才行。而此时，一个躲在暗处的张家人后退几步，朝着张冲住所冲去。张凡黑着脸带着施瑶回到家里，而张凡父母和张灵儿见施瑶走进来，满脸错愕。这不是施姑娘吗？快快请坐。施瑶坐下后，张凡将来龙去脉都说了出来。几人本就震惊的脸上爬满了错愕。施瑶起身，恭敬有礼：“见过爹娘妹妹。”我去。张凡满脸错愕：“我爸妈还没同意呢。”“我也没同意呢。”“你爹娘都叫上了。”“爹娘，你们可要看好啊。”儿子的脸色明显是暂时不愿意啊。谁知王琴先是愣了一会儿，接着开怀大笑：“哈哈，以后我们就是一家人了，没必要这么有礼，快坐快坐。”王琴是越看施瑶越喜欢。昨天施瑶为了不嫁给张冲，甚至挥刀准备自刎。如此贞烈一心的女子，这世上哪儿找去？世人都知道张冲觉醒的是9品气灵，而张凡是区区4品。在有些人眼里，张冲就是不可攀附的高山，想攀附都来不及呢。施瑶却不愿意，这证明施瑶人品绝对极佳。这种媳妇主动送上门，那可是祖坟冒青烟，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她能不要？相比较下，之前张凡喜欢的楚梦离是什么货色？和施瑶比起来，简直云泥之别。什么妾室啊，反而尚未娶妻，你来就是正事。王琴毫不吝啬，将从小带到大的母亲遗物玉佩取下，直接塞给了施瑶。当这玉佩送出的同时，就证明他真的认准了这个儿媳。娘，你不考虑考虑我怎么想的？张凡无语了。他本将施瑶带进来，是怕施瑶自杀，先稳住她再说。结果谁知道母亲直接同意了，还将自己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了施瑶。闭嘴！人家看上你是你8辈子修来的福分，这种婚事还需要考虑吗？王琴溺爱张凡，这辈子还是头一次以这种口气和张凡说话。接着他理都不理会张凡，直接看向张子晨和张灵儿：“夫君、灵儿，你们怎么看？”张子晨点头，明显没有从震惊中回过神来，但儿子娶妻这种事，他绝对附议王琴的想法。嫂子好，只有这种嫂子才能配我哥，之前那是什么贱人啊，他配得上吗？张灵儿激动得不得了，这可是哥哥的媳妇，以后他们就是一家人，自己以后有聊天的对象了。施瑶脸上一抹羞红，没想到张凡一家人对自己这么看重。他点头道：“谢谢娘，谢谢爹，谢谢妹妹。”王琴道：“我们娶亲就是娶亲，不能这么简单，该有的我们不能少。先让凡儿送你回去，明日一早我们主动上门提亲。”施瑶点头，女人主动下嫁对名声不好，自古以来娶亲都是男方上门来提，这才显得尊重女方。而张凡一直在一旁黑着脸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。他感觉自己是局外人，这里根本不需要自己。你小子还愣着干嘛？快送施瑶回家！王琴拍了张凡脑袋一下，将张凡拍醒。张凡无奈，只能点头照做，将施瑶送回家中。施家大门口，施瑶眼中荡漾，看向张凡：“张凡公子，明日我等你上门提亲。”说完，施瑶便露出一抹微笑，随后进入施家。怎么感觉中套了啊？张凡摸了摸脑袋，有些尴尬。回到家时，爹妈和妹妹已经消失了，明显是筹备彩礼去了。而就在此时，张凡心中突然响起一道声音：“张凡，进来。”声音虽然不冰冷，但却充满了恼怒。完了，要后院失火了。张凡念头一动，整个人出现在了玄黄顶空间内。张凡，现在你是不是很开心？穆清水脸色带着愤怒和微红，死死地盯着张凡。昨晚我记得你让我叫你夫君，也说过要对我不离不弃的吧？张凡无奈道。
你也看到了，我是要拒绝的，但以施瑶的性格，倘若真的拒绝，估计会自刎。你也不愿意看他就这么死了吧？穆清水虽然在玄黄鼎内，但张凡在外发生的一切，他都看得清清楚楚。一个女孩不是被逼到绝境，也不可能主动下嫁，况且还是一个如此贞烈的女人。见到穆清水沉思，张凡急中生智：你看，你乃是千年女帝，都不忍心看这么好的女人香消玉损，而且她施家对我还有莫大的帮助，他们家的丹药能够助我提升实力，这样你我双修，你的实力才会恢复得更快。穆清水冷冷一哼，之前的愤怒已经消失。可以成婚，但不能洞房。你们只允许有夫妻之名，不能有夫妻之实。那是，我这都是为了救人。你我都认识1年了，我也知道你是个刀子嘴豆腐心的人，绝对不忍心看着施瑶自刎的。张凡继续道，而且倘若真因为我的拒绝导致施瑶自刎，以我的性格，估计会留下心魔。穆清水点了点头。张凡性格穆清水了解，若是真因为这件事留下心魔，张凡想要提升实力就难了。张凡见穆清水被说通了，心中欣喜，同时脸上挂着一抹坏笑。你这么着急叫我进来，不会是吃醋了吧？哼，一个小丫头而已，我能吃她的醋吗？穆清水冷瞪了张凡一眼，手轻轻一挥，整个人便消失不见。只不过他消失之前脸上出现的那一抹羞红，却出卖了他。临近下午，爹妈等人还未回来，而张凡则是换上黑衣前去施家。订婚可以，但要和修为不能拉下，而且明天就要上门提亲了，这可是人生中第一次。施瑶人那么好，总不能太寒酸了吧？没有什么好东西能送，那就送点自己炼制的丹药吧。施家药铺门是虚掩着的，明显打烊了。不过张凡见里面还有人在打扫卫生，便是推门而入。那掌柜的见又是神秘黑衣人，急忙恭敬道：前辈，我们药铺已经打烊了，而且这几天都不营业，不好意思。我找施姑娘。张凡压低声音道：施小姐这几天有要事，所以不在店内。掌柜急忙道：叫人去通知，让她来见我，我可以等。好的，里面请。掌柜的也不敢拒绝，急忙将张凡请入隔间，随后叫人去通知。过了一会儿，施瑶终于来了。对不起前辈，这几日小女子有要事在身，让前辈久等了。施瑶带着歉意继续道：敢问前辈前来是要买药材还是出售丹药？张凡直接拿出一枚8方次神丹。5品。施瑶脸色猛地一变，5品丹药那可是极其罕见的存在，看品相开价。张凡道。施瑶满脸激动道：前辈，5品丹药可是极为罕见，我们施家可以出70万下品灵石，您看如何？5品丹药罕见，价格一般在60万左右，而张凡给的丹药气息甚至快超过5品，是5品中的极品了，所以开价70万并不过分。可以。张凡道：我还需要购买一些药材，你直接在这丹药价值里面扣除就行了。好。施瑶拿出笔墨纸砚，张凡说出了自己需要购买的药材，都已经记下了，我这就叫人去准备。施瑶就要喊人去拿药材。还有，那张凡又开始支支吾吾了。前辈既然不好意思说，那就不用说，小女子明白了。有了上一次的经验，施瑶咯咯一笑，立刻明白张凡的意思，随后快步离开。造孽啊！要是以后施瑶知道神秘的前辈就是自己该怎么办？要知道自己可是没有娶妻的存在，为何要买一些壮阳的药材？到时候该如何解释？总不能说去青楼还得嗑药吧？算了，走一步算一步，顺其自然吧。张凡道。片刻之后，施瑶手持2个乾坤袋走入。前辈，药材和灵石分别装在2个袋子里，除去购买的药材和丹药，还剩下20万下品灵石。张凡点头，收下2个乾坤袋。对了，前辈，有一件事，我得跟您道歉。施瑶突然满脸不自在，开始道歉。什么事？张凡问道。小女子决定下嫁为人妻，恐怕以后前辈前来不能单独为前辈服务。施瑶抱歉道。张凡却微微一愣，没想到施瑶竟如此洁身自好，看重清白。嫁出去后，竟然连单独和别的男人会面的机会都不给了。要是施瑶知道现在的前辈就是她要嫁的张凡，那表情的有多夸张。嫁人而已，老夫无所谓，你我不过合作关系，想必你未来的夫君会理解的。张凡笑了笑，直接离开。回家之后，张子晨等人也到了家，院子里放着几大车的彩礼，这是之前凡儿你给我们的零食，加上我们家的家底购买的，但娘觉得还是少了。王琴眉头一皱道：放心吧娘，我也准备了一些礼物，加上您给的这些，绝对足够了。张凡笑了笑，明日他保准施瑶一家看到自己的聘礼会满意。
那行。王琴点了点头，笑着道。张凡回到房间，张凡先炼制了自己需要服用的8方次神丹，接着就准备炼制新的丹药，名为离火丹。有了之前的经验，这次炼制起来简单了不少。随着丹炉剧烈颤抖，灵力喷涌而出，很快3枚红彤彤且散发着火焰气息的丹药出现在了张凡手中。搞定，看来炼丹技术越来越成熟了。数日一早，张凡正在修炼，却被王琴喊了出去。你还在修炼什么？今天可是提亲的大喜日子，快来！张凡只能准备好东西，然后叫上几个张家下人，带着彩礼前去施家提亲。而此时张冲所居住的大院之中，少爷，不好了！张凡已经带彩礼前去提亲了。轰！张冲面前的茶几直接被拍碎，脸色愤怒。诗瑶宁愿自刎，都不愿意嫁给自己，可在昨天却身披霞冠，愿意主动下嫁给张凡，这无疑是打他张冲的脸。更让人愤怒的是，张凡竟然还真敢答应，还带着人去施家提亲，这不是将张冲的脸踩在地上摩擦，让张冲颜面扫地？妈的，你们给我等着，我必将你们挫骨扬灰，让你们死无葬身之地！张冲怒吼。刘云城施家，施瑶身着红装，施前贺施瑶母亲碧玲坐在主位上，而张凡站在大堂中央，对2位长辈鞠躬行礼。2位长辈，我是张家张凡，今日特来提亲，与施家小姐施瑶聘定终身。而碧玲却白了张凡一眼，满脸不屑。哼，这不是觉醒了4品气灵且荒废了1年的废物张凡吗？你也配来娶我女儿施瑶？也不撒泡尿看看自己什么货色。他实在是搞不懂为何施瑶不嫁给天才张冲，非要嫁给张凡这种废物。张凡也是眉头一皱，他知道今日提亲可能会引起一些不愉快，可没想到只碧玲出口就如此羞辱人。倘若不是施瑶母亲，估计张凡会当场翻脸。而施瑶闻言也是满脸愤怒，自从那天他要自杀后，自己父亲就妥协了，说嫁不嫁张冲都无所谓，不过一定要好好活着。本来昨晚都已经商量好了，为何突然变卦？爹娘，你们……施瑶刚要说什么，可碧玲直接打断道：住口！谈婚论嫁自古以来都是父母决定。施前也无奈道：施瑶，你先冷静一下。张凡却冷冷一笑，大概看出他们是什么意思了。碧伯母，你有什么话直说便是。张凡道。碧玲却站起来，十分高傲不屑地看向张凡道：说是来提亲，带来的都是什么聘礼？张凡一挥手，几个张家下人将聘礼送上。谁知碧玲只是扫了一眼，便满脸不屑。哼，就这点东西吗？加起来够10万灵石吗？虽然我施家没有什么要求，但也不能被当作叫花子打发吧。我女儿乃是施家的骄傲，施家的希望，而我施家也是刘云城大家族，你拿这么点聘礼过来，是在羞辱我们吗？王琴这次可是费尽心血准备聘礼，虽然价值不是特别高，但也绝对不低。这些聘礼价值已经达到20万下品灵石了，同时也是张凡一家的极限了。可碧玲这次根本就不给张凡一家好脸色。哼，一个晚辈不懂，长辈也跟着不懂。碧玲继续道。张凡忍住怒火，没有发作，声音却低沉了下来。这些聘礼准备的仓促，但价值绝对足20万下品灵石，也是我爹娘费尽心血选的。20万下品灵石，你当我不懂价格呢？不会是被人骗了吧？碧玲冷笑道。而且就算你们送的东西价值有20万灵石，那又如何？张冲的父亲张祖峰来提亲的时候，可是拿出了40万灵石的东西。张凡冷笑，他算是明白了，前面一句话是奚落张凡的，后面这句话才是碧玲真想说的。娘！施瑶眼中出现了一抹愤怒。施瑶的母亲其实在很多年前就因为重病去世了，这个碧玲乃是她后妈。本来她和碧玲关系就不是很好，施瑶自从掌控施家的大小事情之后，碧玲就越来越不满意，经常暗中对施瑶下手，害她。张凡来提亲本就是大喜之日，本想着正常过一个流程就行，没想到碧玲如此刁难张凡。爹，你看他说的什么？你昨晚可答应了我的。见到碧玲满脸不屑，施瑶转头看向自己父亲，他希望自己父亲能够明事理一些。可施前却道：我经过一晚上的思考，发现婚姻是你终身大事，不能随意做主，就和你娘商量了一下。而你娘说这些话都是为了你好。施前无奈地说道。在碧玲得知施瑶要嫁给张凡时，当场就拒绝了，说一旦他们同意施瑶嫁给张凡，那就是得罪了张冲，他们必须得为了家族考虑。现如今是聘礼价值不够，对吗？张凡冷道：张冲一家给出了40万灵石的彩礼，你们只有20万，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？碧玲不屑冷哼，
看都不看张凡一眼。他清楚张家如今是张冲一家掌权，而张凡一家在张家可有可无。我又没问你，问的是施伯父，你叫什么呢？张凡再也忍不住了，眼中闪过一抹愤怒。我……碧玲没想到张凡会直接对回来，只能看向施钱道：夫君，你看看他说的什么话，来提亲就对我大呼小叫的，以后成了我们女婿，那还不得上天？这种女婿我施家绝对不能要。张凡冷冷一笑，张冲逼迫施瑶下嫁，甚至本人都没上过门，带人来施家闹事的时候，怎么没听你说过他不懂事？施伯父，我就想知道，这施家如今是你说了算，还是他一个女人说了算？张凡看向施钱冷道：施钱，那自然是我。那好，我就再问一句，你想要多少？张凡问道。施钱微微一愣，一时间也拿不住主意，可碧玲却在他耳边轻言了几句。这样，你给300万下品灵石，拿得出，那我就将女儿下嫁给你。施钱道：300万下品灵石，是一个普通家族18辈子也赚不到的，十分夸张。别说是刘云城了，就连更大的城池中大家族娶亲都没要过如此高昂的彩礼。之所以他们开这么高，就是不想让女儿嫁给张凡。爹，300万灵石，整个刘云城没有家族能拿得出，你这不是强人所难吗？施瑶气的眼泪都落了下来。谁都知道，之所以施钱开价这么高，就是碧玲在施钱耳边说了什么。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他若是真喜欢你，就应该拿出这么多来。碧玲嚣张得意地说道，不屑地扫了一眼张凡。张凡，机会已经给你了，只要你拿得出300万下品灵石，立刻就订婚。若是给不出，那就从哪来回哪去。施瑶闻言彻底忍不住了，直接冲到张凡面前，拉住张凡手臂。张凡，今天无论如何我都会跟你走，我不在乎聘礼，不在乎任何东西。放肆！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若没有我的同意，你休想嫁给张凡。施钱愤怒道。施瑶气得满脸都是泪水，而此时一双温暖的大手轻轻擦拭了他的眼泪。放心，一切有我。见到施瑶对自己如此死心塌地，张凡也动心了。300万对吧？我张凡出。张凡冷冷喊道。这话一出，满座哗然。痴人说梦什么呢？300万灵石，整个刘云城没有人能拿得出来，你张凡能拿得出？碧玲怒吼道。张凡却直接掏出3个精美的盒子。碧玲却满脸不屑，嘲讽道：张凡，是你疯了还是我疯了？你的彩礼竟然是3个木盒子，这木盒子能值多少钱？100下品灵石。就是啊，都说张凡一家在张家最没有地位，现在看来还真是。张冲少爷什么人物啊？那可是觉醒了9品器灵的存在，甚至都愿意那40万下品灵石当彩礼。他张凡什么都不是，彩礼却送的都没有张冲少爷多。我看这张凡就是来自找难受的，哈哈哈。一些施家人开始对张凡指指点点，他们毕竟是施家内部人员，也希望施瑶夏嫁给张冲，因为一旦下嫁成功，那施家地位必定跟着水涨船高，这样一来，他们的地位就不可同日而语。嫁给张凡，他们能得到什么？什么都没有。而张凡却懒得和众人辩解，直接将盒子打开。3个普普通通的檀木盒子一开，里面躺着3颗丹药，丹药通体散发着一股光芒，极为浓郁的药香味开始弥散在四周。所有人吸了一口药味，就感觉神清气爽，精神抖擞。当众人看清楚丹药之后，更是倒吸一口凉气。五品。施钱的眼睛都瞪大了，唰的一下从座位上站起，2颗一直在手上把玩的核桃都因为他激动用力过度直接捏碎。而碧玲更是表情一变，脸色僵硬，嘴巴大大张开，久久无法合拢。这是5品的8方次神丹，还是3克？施瑶也是美眸灵动，这药香味和这丹药的色泽，一看就知道是5品的8方次神丹。而就在昨日，那一名神秘的前辈出售给了施家一枚5品的8方次神丹，就连炼丹师前辈都只有1颗，而张凡竟然一次性拿出了3颗。张凡哪里来的？施瑶，这3颗8方次神丹，你出价多少？张凡微微一笑，看向施瑶。施瑶听到这话，直接愣了，半天没能反应过来。施瑶，张凡又喊了他一声，施瑶才如梦初醒。施瑶走过去，接过3枚丹药仔细查看，这品质、色泽是5品之中的极品，比炼丹师前辈昨日卖我的更高、更纯净。施瑶心中震惊，手都有点颤抖了。他可以确定，那位前辈没出现在流云城之前，流云城绝对无人能够炼制出这种丹药。8方次神丹是极为难以炼制的丹药，需要同时炼化8种药材。别说是流云城了，就连一些大城市
估计鲜有人能炼制出来。莫非张凡认识那位前辈，在他那买了8方次神丹？可这品香褐色泽，一枚没有90到100万灵石是绝对买不下来的。张凡哪来的那么多钱啊？是看看这些丹药值多少？张凡笑着问道。施瑶沉思片刻，平复心情之后开口道：这3枚丹药颗颗都是极品，每一颗的品相都在5品往上，甚至快达到6品了。物以稀为贵，一般的5品大概价格是70万灵石，而这种极品也该可以开到90万。而且3枚同等级的丹药实属罕见，属于有价无市，所以一起买下，估计价值300万下品灵石，甚至还能往上。90万一颗。碧灵修为不高，对丹药之事一概不知，可5品极品丹药他也知道极为罕见。听到施瑶的开价，碧灵直接被吓得从凳子上站起。施瑶，你是不是看在场的没多少人懂丹药，所以随便开价对吧？你就这么想嫁出去？闭嘴！这次施钱主动将碧灵的声音打断，脸色阴沉。施钱曾经学过炼丹一术，虽说没有琢磨出什么名堂来，但眼力劲还是有的。90万买一颗接近6品的丹药，一些有钱大家族会毫不犹豫拿钱来买，3颗加在一起售卖，开价300万灵石也毫不为过。这些丹药加上张凡一家送来的那些彩礼，已经完全超过了300万下品灵石。最让人难以理解的是，张凡是从何处得来的3颗8方次神丹？即便是张子晨也绝对不可能拿得到。施钱皱着眉看向张凡，越发感觉张凡神秘了起来。一个丹田被废、经脉寸断的废物，本该碌碌无为，躺在床上一辈子，却用1年时间突然涅槃重生。而他觉醒的气灵不过是4品，当时和张冲战斗，却连气灵都没使用，就打败了张冲这个天骄之子。若非张祖峰当时没有出手救下张冲，估计张冲已经身死张凡之手。而当时张祖峰和张冲给出的借口是，张凡服用了某些禁忌丹药，强行提升了实力，透支了生命力，就为了能够赢下张冲。可如今看来，张凡为人沉着冷静，碧灵如此刁难，家族之人如此嘲讽，他都没表现出异常，足以证明张凡并非是一个疯狂没有底线的人。张子晨也绝对不会允许张凡吃丹药强行透支生命力。这一切如果这样细想一下，那就比较恐怖了。张凡体内难道有什么秘密不成？现在看来，张冲他们没法得罪，也得罪不起，而张凡神秘恐怖如斯，也无法得罪啊。碧灵也是一愣，因为之前还是头一次对他态度如此恶劣。夫君，我没说错，这价格就是施瑶乱开的，她为了嫁给张凡，所以才故意这么说的。碧灵委屈地说道，故作可怜兮兮的模样看向施钱，给我住嘴，妇人贱！你若再敢多说，施源以后就不用再继承施家了。施钱怒吼道。碧灵这才一愣，急忙后退了几步，再也不敢说话了。施钱第一任妻子死后，碧灵想尽办法靠近施钱，终于诞生了一个子嗣，名叫施源。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女的总是留不住的。施瑶虽然天赋极强，但终究要嫁出去，而碧灵靠着关系，也将自己的儿子施源推到了家族继承人的位置上。一旦施瑶出嫁，施源就会掌权施家。到了这地步，碧灵自然不敢说什么了。好好好！施钱突然连说了3个好，随后到这聘礼我施家收了。施钱脸色严肃，刚刚拒绝张凡娶走施瑶，可能已经引起了张凡的不满，希望张凡能够原谅他。他也是听信了碧灵的谗言，既然施瑶死了心要嫁给你，我这当爹的自然不能棒打鸳鸯，祝你们2个百年好合。张凡微微一笑道，施家主，晚辈还有一份薄礼呢。还有？施钱一愣，刚刚他拿出的3颗8方次神丹已经足以惊动众人，压轴拿出来的必定更是宝贵。碧灵也满脸惊诧，难道张凡还有更加宝贵的东西？他有点好奇，这最后的薄礼到底是什么？一旦送到施家，到时候他晚上吹吹枕边风，这礼物不都得归自己吗？只要丹药还有宝贝全给了自己，自己再将它交给施源，施源家主一位就坐稳了。施瑶也满脸震撼，他本以为今天只不过是走个流程，没想到张凡却如此上心，送出了300万的彩礼不说，竟然还有礼物要送上。呵呵，好贤婿，不知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？拿出来，让我们都开开眼吧。施钱此时说话都客气了不少，甚至称呼都变成了贤婿，明显是认定了张凡。张凡却冷冷地看了看碧灵，随后对施钱道，家主，这礼物非同寻常，只可给你贺施瑶看。碧灵闻言，脸色难看至极。哼，我还以为有什么好东西呢，原来是耍花招，你以为这样就能羞辱到我了吗？碧灵愤怒说道。张凡嘲谑道，我送出的东西说不给你看就不给你看，怎么你非要厚着脸皮来看吗？你放肆，我作为施瑶的娘，
凭什么不能看？后娘而已，有血缘关系吗？张凡淡淡道：施家的事情，现在都由我说了算。后来的施家老板娘，算什么？平时我对施瑶不错，后娘一个。张凡每一句话里都带着后娘几个字眼，几乎字字诛心，这让碧玲彻底忍不住了。你个混蛋！我后来的又怎么了？碧玲怒火冲天，你也知道你是后来的，那你就更没资格看了。张凡笑了笑，气死人不偿命。你！碧玲气得浑身颤抖，可施钱和其他施家人却没有一个帮他说话的。平时碧玲仗着自己和施钱的关系，在施家作威作福，已经有很多人看他不惯了。哈哈！施瑶都忍不住发出了银铃般的笑声。平时碧玲虽然不敢直接辱骂施瑶，但却少不了对他阴阳怪气。如今见到张凡如此怒怼碧玲，导致碧玲失态成这样，他心中爽快。所以你想看还不配？张凡冷冷道。你好了，你先退下，既然贤婿不让你看，你就别看。施钱却一挥手，直接打断了正要发怒的碧玲。而碧玲无奈，只能离开了大堂。张凡手轻轻一晃，又一个精致的盒子出现在了手中。这便是我最后的礼物。张凡将盒子打开，顿时一股浓郁的药香味弥散开来。这是5品的神通气灵丹。施钱和施瑶两人被惊吓的后退了1-2步。神通气灵丹1颗的价值起码就是200万以上了，正宗的有价无市。要知道，觉醒气灵代表着修炼者能够走到多高，所以一些大家族甚至不惜耗费上千万的灵石来购买神通气灵丹，给自己的后辈觉醒高等级的气灵。而且这品质极高啊！施钱毕竟活了半百岁了，自然也是见过一些神通气灵丹的。而张凡拿出来的这颗，比他之前见过的所有品质都要好。这颗神通气灵丹至少要350万以上的下品灵石才买得到。张凡微微一笑，这颗丹药可是穆清水帮忙炼制的，世间仅有，价值根本无法估量，买不到的绝品。说实话，别说是300多万灵石了，就算是几千万、上亿的灵石摆在张凡面前，张凡都不带看一眼的。公子，这神通气灵丹实在过于宝贵，我们不能收。施瑶急忙道。不，你配收。张凡笑着道。如果你都不能收了，这世界上就没人能收了。哈哈，郎才女貌，天作之合。贤婿对我女儿如此上心，我这个当父亲的当真欣慰。施钱狂笑一声，越看张凡越顺眼，直接拉起女儿施瑶的手放在了张凡手上。我女儿以后就托付于你了，可不要欺负她哦。350万下品灵石的神通气灵丹，外加300万的8方次神丹，还有一些彩礼，这加起来都快700万下品灵石了。放眼整个玄武王朝，估计都找不出几家能送出如此彩礼的人吧。张凡笑了笑，对施钱道。不过施家主，我有个条件，希望您能答应。但说无妨。施钱点头笑道。700万的下品灵石，就算是3个施家的总底蕴加起来，估计也就那么多了。好，那我就直说了，条件很简单，这神通气灵丹以及8方次神丹，是我送给施家施瑶的，并非送给你们施家。张凡冷冷道。什么？本来狂笑的施钱突然脸色僵硬，震惊看向张凡。张凡目的很简单，这些东西都得归施瑶，尤其是这枚神通气灵丹，更是只能给施瑶使用，因为它可是穆清水炼制的。他可不想到时候这神通气灵丹最后被施家其他人给吃了，那太便宜他们了。贤婿，此言何意啊？施钱的脸色有点难看了。本以为靠着这些丹药，施家能迅速崛起，可没想到张凡的条件竟是只能给施瑶一个人用。张凡道。您也知道，古往今来，聘礼本就不归属娘家，对吧？而且施瑶是你的女儿，这些东西归施瑶，也如同于归你一样，对吧？可施瑶一介女流，怎能用得上如此？她是我的女人，自然配。张凡冷冷道。她不配，世间无人能配。但是神通气灵丹是为觉醒气灵时使用的，施瑶已经觉醒了，再服用也没作用了。其他丹药可以归施瑶，但是神通气灵丹就归我们施家吧。施钱说道。那些8方次神丹虽然极其罕见，可要是比起神通气灵丹，那就是云泥之别了。即便是同样品级的丹药，也是有高低之分的。一颗普通的5品聚灵丹，能比得上有龙血的龙魂丹吗？张凡笑道。这就是您孤陋寡闻了，谁说一个人只能服用1次神通气灵丹？不瞒您说，这枚丹药十分特别，觉醒之后再服用，甚至可以提升气灵的等级。施钱闻言满脸震撼。施家主，施瑶是你的女儿，而她母亲已经去世了，她母亲临终时交代您的话，您应该还记得吧？如今施瑶也不负众望，身为女眷，却成为了施家的顶梁柱，难道她不配拥有神通气灵丹吗？配。施钱终于理解张凡是什么意思了。
张凡就是想将这些极品丹药全部给诗瑶，令诗瑶成为强者。诗瑶作为自己的女儿，她强，自己自然也会跟着吃香。而且施家主，咱丑话说在前头，你也看我打过架，也听过我的传闻。倘若我说的条件你没做到，将这神通气灵丹给了施家其他人吃，例如碧灵的儿子施元，我有1000万种方法，让你施家万劫不复。张凡说到这，满脸都是杀意。经过与穆清水1年时间的交合，穆清水那千古女帝的气息早就流淌在了张凡体内，吸收了那高人一等的威严，张凡能随心所欲释放，让众人膜拜。施前见状，冷汗淋漓，他作为神通境9重的强者，此刻竟然感到了一抹寒意。我保证，绝对不会。施前道。张凡冷漠的脸这才消逝，语气也变得温柔了不少。既然如此，那家主大人何时能够娶亲？良辰吉日我已经看过，就定在6日之后吧。施前道。听说天王台的人正在赶往流云城，到时候张冲进入天王台后，绝对会一飞冲天。到时候张凡和他免不了一场恶战和冲突。若是到时候张凡死了，自己女儿总不能直接守寡吧，所以将婚期推迟一下也行。行，那就6日后。张凡笑了笑道。施前是个老油条，张凡自然看穿了他的想法。小女子今生今世跟定公子生死不离不弃。施瑶感动的泪水流淌而下，眼中满是坚决的神色。他已经决定了，无论以后发生什么，他都是张凡的人。即便张凡死了，那他也不会嫁给任何人，甚至跟着张凡一起走也可以。张凡一家离开以后，施家人也离开了大堂。此时大堂中只剩下了施瑶父女。过了片刻，碧灵和施元走来。夫君，张凡送的最后一件礼物是什么啊？碧灵十分好奇张凡送的礼物，肯定极其贵重。最后一件礼物的事情，他跟我说过，任何人都不能透露。你也别想知道，知道了对你只有坏处，没有好处。施前说道。碧灵微微皱眉，随后道：夫君，你真准备将女儿下嫁给张凡吗？张凡当时不过是吃了禁忌丹药，强行提升了实力，打败了张冲。他不过是4品气灵，甚至都不如施瑶的5品气灵啊。也许我们都看错他了，他的身后必有高手，也许那个高手是我们想都无法想象的强大存在。施前是想了又想，最后才想到这个可能，不然根本没法解释张凡的所作所为，强大到无法想象。碧灵惊恐道：我猜测张凡若是真出现了生命危险，他身后那位高人肯定会出手。张家一山不容二虎，必定有一人会灭亡，我们施家必须按兵不动，谁都不能得罪。施前看向碧灵道：你今晚就去张家一趟，说施瑶要主动下嫁给张凡，但我们施家还并未允许。家中，张凡回家后，一家子人已经在屋内等着了。怎样，他们还满意吗？定下成亲的日子没有？王晴娇急问道。答应了，6天后就是大喜之日。张凡点头，随后回到自己房间。而此时一道清风拂过，只见一飘然若仙的身影出现在张凡面前。那不染凡尘的容貌上挂着一抹令人只可远观的冰冷。张凡，你不错吗？将本地亲手制作的神通气灵丹送给了你的新婚妻子。穆清水脸色冰冷道：反正我也觉醒了气灵嘛，而且今天在大堂之上被他们这么刁难，我送点好东西打打他们的脸也不错嘛。张凡尴尬道：拿着一个美女送的宝贝送给另外一个美女，世人都会生气，张凡自然也不好说什么。穆清水冰冷的脸上突然涌现出一抹妩媚道：那你准备如何补偿我呢？张凡浑身一颤道：补偿？马上我就要和施瑶成婚，不如推迟一下吧。再敢多嘴，继续嫁。穆清水脸色冰冷，随后慢慢走向张凡。张凡脸色一惊，浑身颤抖，这么多感觉要承受不住啊。不行啊，你这是要我命啊！前几天才酣畅淋漓大战一场，这又来，哪个男人能承受得了？要命！你送本地制作的神通气灵丹时，怎么没想过会死？穆清水玉手一探，将张凡的嘴给捂住。她乃是太玄女帝，什么极品丹药没见过？就这神通气灵丹，她生前都是拿着来喂狗的，怎么会舍不得张凡送出去？她只是感觉很不舒服，因为那是自己帮助张凡炼制的，而且还消耗了半年的力量，却被别人给拿走了。没想到张凡是个情种不说，还是个渣男。张凡还想说什么，地上的蓝色裙上飘出一根玉带，将张凡给捆绑住，完全动弹不得。穆清水脸上挂着一抹红霞，表现的拒绝，实际上身体却诚实得很嘛。看来你也等不及了。而张凡这次却发现有异常，因为他觉醒了天道圣体，竟然能控制自己身体精元，这不就好了？看你这下怎么办？可谁知
穆清水手中突然出现一柄利刃，张凡眼睛一瞪，还以为穆清水要杀自己，谁知穆清水直接将刀架在了自己脖子上。张凡，现在神气了是吧？真爱上那尸瑶了对吧？是不是很讨厌我？行，我就死给你，看成全了你和尸瑶。穆清水冷冷说道，声音不带有一丝情感。张凡浑身颤抖，尸瑶之前以死相逼，你特么学会了。穆清水将缠住他嘴巴的丝带取下，随后道，我给你3句话的机会，若是说的不对，我立刻自杀。我是真爱你。张凡怒道。穆清水心跳加速，没想到他开口第一句就这么羞耻，不过脸上依旧保持着冰冷。第一句说完了，卧槽，这都不行。穆清水幸得张凡知道，说到真的做得到啊。我很珍惜你炼制的丹药，比命都珍惜。张凡急忙吼道，还有最后用一句。穆清水心已经彻底动摇，冰冷的眼神中也闪过了一抹温暖的光芒。最后一句不知道说什么了。张凡干脆直接放弃，再也不运转天道圣体的力量。唰，穆清水手中的利刃化作泡影，消散不见。以后你可要好好注意了。穆清水道。一连3天，张凡都没从房间出来，而张子晨等人以为张凡在房间修炼，自然是没去打扰。3天后，张凡和穆清水的战斗终于停止了。穆清水满足地回到了玄黄鼎内，而张凡身上的灵力却一点都没有了。战斗结束后，张凡趴在床上，足足休息了几个时辰，才回过神来。张子晨、张凡，大堂开会了。此时，一道怒喝声传出，张凡拖着疲惫的身躯，跟着张子晨来到了大堂之中。此时，各大长老以及张家高层都已经在大堂内了，所有人脸色沉重。张凡眉头一皱，这次貌似他们不是冲自己来的，那会是什么事？张子晨，昨日魔宗之人抢占了我张家南边的矿区，经过我们一致决定让你们父子带人去抢回矿区。张祖峰冷着脸说道。果然还是张凡小瞧了他们，即便是和张凡无关的事情，都得和张凡扯上关系。张子晨和张凡脸色阴沉。在这世界中，魔修有许多，其中有一个宗门名叫是仙宗，最为残忍。而这次抢夺矿区的宗门正是仙宗。是仙宗的强者会吸取他人的灵力和精血来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整个玄武王朝谈者色变。由于魔修宗门弟子散布在各大洲内，导致根本屠杀不干净，每年都会有不少魔修造乱的事件发生。张祖峰，你之前不是要将我们一家赶出张家吗？如今却让我和我爹替你张家做事，而且对手还是仙宗，这不是明摆着借刀杀人吗？张凡脸色阴沉道。是仙宗的魔修都极为残忍，根本不知道对方有多少人，而张凡若是冲进去，几乎9死1生，明摆着就是让张凡去送死。张祖峰脸色阴沉道。胡说，这是经过我们一致决定的，那矿区乃是我张家的基业，若是丢了怎么办？所以必须夺回。你怎么不去？你可是张家实力最强的，我爹为我张家做出了这么多贡献，也该休息休息了，现在要去的是你。张凡冷冷道。张子晨如今是对张家贡献最多的，每次张家有难，都是张子晨主动带队出发，为张家博取了大量的利益，可到头来张子晨一家却在张家什么都得不到。凭什么？本张子晨有望成为家主，也一直被张祖峰拖着，一直拖到了现在。这下好了，张冲觉醒9品气灵，无论如何这家主位置都得给张冲了。哼，你们不去也行，那以后的供奉就别想领取了。张祖峰冷冷说道，随后喊了10多个张家人，这些人都是张子晨认识的，和张祖峰并不是很对付。不行，张子晨脸色猛变，是仙宗突然袭击占领我们矿区，绝不是占据那么简单，估计他们现在就在等我们前去抢回来，现在冲过去抢矿区就是送死。这件事的禀报城主。我觉得不错。3长老张恒奇站出来说道。这话一出，张祖峰脸色阴沉，大事不好了！长老！就在此时，一个张家人冲入大堂。3位长老，有人通知，天王台的诸位高能已经抵达了城主府，请张家长老和张冲少爷前去。来了，来了！本来一直没出声的张冲突然猛地站起，激动的手舞足蹈。我张冲终于能一步登天了！张凡、张子晨，你们死定了！哈哈哈！张冲激动的不行，直接冲出大堂，恨不得立刻见到天王台的人。一旦成为天王台的弟子，什么张家，什么张子晨、张凡，还算个什么东西？以老子的天赋，不是随随便便一句话就可以让你们万劫不复。现在的张冲可以说是一个正常人，并没有特殊的权利，可是一旦进入天王台，那下一道命令不是轻轻松松。
哈哈。而张祖峰也是狂笑不止，随后带着一行人冲向城主府。之前要讨回矿区的事情都暂时作罢了，而张子晨和张恒奇却脸色极为难看。玄武王朝中最大的势力，那就是天王台，独一无二的存在。即便是玄武王朝的帝君，在天王台的台主面前，也得毕恭毕敬，足以证明天王台的强大了。子晨、小凡，你们快离开流云城，最好是去别的王朝。若是张冲真的进入了天王台，让天王台的人动手，你们就麻烦了。张恒奇脸色阴沉道，在他看来，天王台实在太强大了。张凡等人除了逃跑，别无他法。长老不必担忧，我们一起去城主府吧。等会儿可能会有一场好戏，绝对不能错过。张凡却微微一笑，不但没有逃跑，反而朝着城主府踱步走去。城主府大殿中，一个长相略显阴柔，大概40左右的男子坐在城主交椅之上，而萧观海则是站在这名男子身边，噤若寒蝉，眼神恭敬。你叫萧观海对吧？建成之后就再没见过面了，算下来应该有20年了吧？阴柔男子淡淡道。20年才这么点修为，看来你不怎么刻苦啊。台主，在下愚蠢，自从突破玉虚境2重之后，就再无突破了，一连5年都没有半点进步。萧观海急忙说道，声音微弱。这名男子看起来只有40岁左右，实际岁数他根本不知晓，人云亦云，估计有几百岁了。萧观海本以为天王台会派一些高手过来，可他万万没想到，竟然是林耿山这个台主亲自前来。可想而知，这张冲对他有多么重要。不是让你去叫人了吗？还没来？林耿山皱眉问道。马上就到了。萧观海急忙道。流云城内有人觉醒9品器灵，你也有功劳，这地阶下品功法就给你看看吧，也许看完后有机会突破。林耿山随意拿出一本功法，淡淡的说道。谢谢台主大人大恩。萧观海激动的跪下，不断磕头。这可是地阶下品啊，即便是玉虚境的他也从未见过。而此时城主府外，周家、施家还有一些流云城的大人物全部在围观，但不敢出声太大，生怕惊扰了里面的大能。施瑶和周墨彤就在其中。过了会儿，张祖峰和张冲等人抵达，张凡和张子晨以及张恒奇也跟了过来。张冲急忙跪在城主府门口，晚辈张冲见过大人。虽然张冲十分高傲，见谁都嚣张跋扈，但天王台可不同，那可是能彻底改变张冲命运的存在。就算是张冲见了天王台的人，那也得毕恭毕敬。林耿山走出城主府，而萧观海则像个小弟一般跟在林耿山身后。这位乃是天王台的台主林耿山，林大人。萧观海介绍道。台主。妈呀！所有人无不惶恐。在玄武王朝当中，林耿山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存在。不，林耿山甚至能和皇帝平起平坐。见林耿山如见皇帝亲临。张冲是谁？林耿山眉头微微一挑，看向众人。是晚辈。张冲急忙跪着爬到林耿山面前，急忙毛遂自荐，晚辈就是张冲，见过台主大人。早就听闻台主大人神威盖世，今日终于见到了真人。众人见状都是一愣，没想到平日里如此目中无人的张冲，也有放下架子恭敬别人的时候。起来吧。林耿山淡淡道。谢过大人。张冲站起身来，却不敢直视林耿山。抬头看我。林耿山声音十分具有威严。张冲鼓起勇气，抬头看向林耿山。两人目光对视之后，张冲身体一颤，林耿山则是眉头一皱，略微思忖起来。一个天之骄子，玄武王朝从未出现过的天才，竟然胆气如此之小。刚在城主府中，他已经问过张冲是何等品性。萧观海给出的回答是，张冲十分骄傲，心肠狠毒。自从觉醒9品器灵后，就更是嚣张跋扈，行为逆天。而林耿山并没在意这些，在这弱肉强食的世界，有能力的人就有狂妄的资本。就像他从过来到现在，所有人跪在地上给自己磕头，他脸色一直十分冷淡，甚至都没看过众人一眼。可如今一见，却让他有所失望。所谓的狂妄呢？所谓的嚣张跋扈呢？就算自己乃是天王台的台主，他也没必要胆小成这样，卑微成这样吧。这和跪着的舔狗有什么区别？当年林耿山觉醒了世所罕见的8品器灵，在面对皇帝以及各大强者的时候，他都从未表现得如此卑微过。你不必害怕，我的器灵甚至比你还低。进入天王台后，你的未来将不可限量，10年或者15年，你就可能会成为天王台的下一任主人，就连我都可能要听你的命令。所有人都惊颤莫名。要知道，以林耿山的实力，从加入天王台后成为台主，用了将近50年，而张冲只需用15年。
这就是九品气灵的威力吗？张冲听到天王台的林耿山以后，都可能要听自己的命令，顿时眼睛都直了。九品气灵就是如此强大，只要15年，我就能称为玄武王朝第1大强者。张冲突然又开始狂妄起来，这话让林耿山又是眉头一皱。狂妄也分为很多种，而张冲这种狂妄，明显是来自小人得志的狂妄，不属于强者本身自带的那种天生狂妄。3日后，你随我一同前往天王台。虽然张冲的品性有问题，但他好歹是九品气灵，举世独尊的存在，也是玄武王朝未来的希望。多谢台主大人，不过晚辈有一事相求，请台主大人出手。张冲趾高气扬起来，自己作为九品气灵的觉醒者，随便提一个条件，你台主也必须得答应吧？我可是玄武王朝的未来啊！他说完，也不顾林耿山同不同意，直接看向人群中的张子晨和张凡，脸色阴沉下来。这2人之前竟想残杀我这觉醒了9品的天骄，简直是玄武王朝的一大祸害。如今我乾隆在渊，还未能腾起，不是他们的对手，所以我恳请台主大人出手解决他们。这话一出，所有人都看向了张子晨和张凡，眼神中带着一抹悲悯。没想到刚见到林耿山，张冲就要复仇了，这也太焦躁了吧！还有此事？林耿山闻言也有了一丝怒火。觉醒9品乃是玄武王朝的天才，对玄武王朝未来有极大的帮助。若是被人突然杀了，就连林耿山都会癫狂。而施瑶却此时紧紧地拽着自己的裙边，满脸惊慌失措。张凡敢对付张冲，他敢对付林耿山吗？若是林耿山想杀张凡，那不是举手投足之间的事。而张凡却踱步走出，脸色平缓，和林耿山对视。他的眼神十分清澈，丝毫不涣散。就算面前站着的天王台的绝世强者，张凡那种高人一等的气息，以及那沐清水给予的与生俱来的上位者尊严，依旧能稳压林耿山一头。这眼神怎会如此神秘，就连本台主都无法看穿。林耿山一愣，这么多年来，他见过无数英才豪杰，但从未见过有一个少年能有如此眼神。一恍惚间，他感觉张冲不像是觉醒了9品气灵的人，觉醒了9品气灵的，而是张凡。不过这仅仅是感觉而已，气灵塔是不会骗人的。台主，我乃是周家周子墨，这件事我能作证。就在此时，周家周子墨向前一步说道：台主都来了，他自然要抓紧机会向张冲表明自己的立场。他需要稳稳地抓住张冲这条大腿，同时还需要吸引台主的注意才行。此子名为张凡，用心险恶歹毒，与张冲少爷一起进入气灵塔觉醒，却妒忌张冲少爷觉醒了9品，而他仅仅是4品，所以和张冲少爷定下了3日后生死之战。张凡明知不敌，在战前故意服用竞技类丹药，强行突破增强实力，与张冲少爷战斗的时候下暗手打败了张冲少爷。若非张冲父亲出手，张冲已经死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张凡当天肯定是服用了竞技丹药才会那样的。而周子墨说的时候，明显也添油加醋了一番，将张凡比喻成了一个阴险毒辣的小人，而张冲则是被害者。果然，林耿山闻言勃然大怒，一股灵力从他体内迸发而出。台主大人！萧观海见状，急忙跪在地上，生怕林耿山发脾气。其实，萧观海知道周子墨添油加醋，真正的真相并非如此。虽然他也认为张凡服用了丹药，但这都只是认为罢了，没有确凿的证据。再加上张凡当日和张冲签下了生死状，即便张凡服用了丹药，那也是张凡自己的实力，是张祖峰不顾规则救下了张冲。当时丢脸的明明是张冲，可如今见林耿山如此袒护张冲，这时候若是说张冲坏话，林耿山肯定也不会相信，在场的诸位也不会相信。周子墨，人家张冲还没进入天王台呢，你就开始献殷勤了。张凡笑着道：万一人家进不去，你这不是把自己后路给封死了吗？周子墨闻言狂笑几声，献殷勤又如何？等到张冲一飞冲天的时候，可是连献殷勤的机会都没有了。再说了，张子晨和张凡能奈我何？林耿山因为张冲差点被杀勃然大怒，这明显是袒护张冲啊。这个时候必须得摆明立场，站在张冲一边，以后才能分来一块蛋糕。本家主向来都是有一说一，你威胁我也没用。周子墨冷冷说道：我也是，我也能作证，张凡不仅要杀了张冲少爷，还想要强抢2女，逼迫我的女儿下嫁给他。碧玲此时泪眼模糊地说道：撒谎，我没有，你们太过分了，为了讨好张冲，竟然脸面都不要。施瑶怒喝道，直接站在张凡身边。即便所有人都看不起张凡，就连天王台都要对付张凡，施瑶依旧肯定地站在张凡这边。是张冲行为嚣张跋扈，欺凌我家张凡很多次，而且我是自愿嫁给张凡的，并非逼迫。施瑶急忙道：
诗瑶，你给我住嘴！碧灵气的脸色狂变，怒视诗瑶。这丫头是疯了吗？都这个时候了，还不知道好歹，还不知道站队。天王台的台主若是来了脾气，张凡就死定了。你诗瑶要是跟着去作死，那也可能会一起下地狱的。诗瑶死了无所谓，正合他意，可要是不小心将诗家拉下水，那就完了。台主大人您看呐，我女儿本就是被逼迫的，如今更是让张凡给洗了脑。碧灵焦急道，我不是你女儿，我的母亲早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，我没有被逼迫，这都是我自愿的。诗瑶满脸都是泪水，却眉目含情地看着张凡。夫君，此生无论如何，我都生死不离不弃。他知道张凡得罪了张冲，如今林耿山要帮助张冲报仇，所以张凡肯定没有活命的希望，而他干脆和张凡一起死，这也许是最好的归宿了。这让所有人眉头都微微一皱。从诗瑶眼神中能看出来，他说的绝对不是谎话。这两人如今放在一起，简直就是郎才女貌，天造地设的一对鸳鸯。若是死了，真就可惜了。林耿山毕竟是活了100年的老妖怪了，见到这一幕，眉头微微一皱，怒气逐渐消散。他现在都开始怀疑周子墨和碧灵所说的是真是假。可真假无所谓，九品器灵实在太过重要了。即便张冲行为在嚣张跋扈目中无人，那他也必须帮助张冲。想要对付张冲的人，那就是整个玄武王朝的敌人。而张凡见到诗瑶那舍身赴死、眉目含情的一幕，心也动摇了。好女人绝对不能辜负。张凡并未正人君子，可如今若是对不起诗瑶，那这辈子就白活了。好了，不用担心，有我在呢，我们不会有事的。张凡将诗瑶眼泪擦去，小声地说道，你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本台主见你们情深义海，可以留你们一条全尸，让你们的家人给你们下葬。林耿山冷着眼说道，语气也有些不舍。台主，晚辈可不想死。张凡却冷冷一笑，走到林耿山面前。张凡，你也不看看站在你面前的人是谁？你说你不想死你就不会死了。当时想杀本少爷的时候，怎么没想过有今天？今天就算是大罗金仙来了，你也得死。张冲满脸狂妄狰狞。如今天王台的台主亲自出手，张凡还有回旋的余地吗？不过可惜诗瑶这个大美人得不到手了。可这种女人，到时候老子进入了天王台，不是要多少有多少吗？自己一旦崛起，只需一句话，就连皇帝的公主都能娶到。张冲都开始幻想起以后的生活，满脸得意之色。张凡却脸色冷淡道，台主大人，既然他是九品，你都不用测试一下器灵的真假吗？笑死我了。张冲狂笑，张凡，还需要测试吗？器灵塔坐落在流云城几百年，从未出现过问题，而且器灵塔就是天王台所搭建的，你竟然怀疑器灵塔有问题？而张祖峰等人都嗤笑起来。林耿山眉头一皱，张凡这眼神实在是太自信了，莫非这器灵塔真有什么问题不成？张冲，器灵技出给我看看。为确保万无一失，林耿山还是对张冲道，是。张冲自然不会犹豫，自己觉醒的就是九品，真货不怕查验。张凡，给我瞪大眼睛看清楚了，老子的器灵是你18辈子都无法得到的九品。哈哈哈！张冲冷冷一笑，身上出现一抹器灵，是一柄青色的长剑，灵力瞬间喷涌而出，神通境3重天的气息也朝着周围扩散。天哪，这就是拥有9品器灵的天才啊！刚觉醒的时候才仅仅是筑基9重，如今竟然已经是神通境3重了，逆天，逆天啊！拥有9品器灵，真是一步逆天，步步逆天啊！张冲少爷果然是人中龙凤，他日必定潜龙腾渊，灵爪飞扬啊！所有人开始阿谀奉承了起来。哈哈！张冲狂妄大笑，众人的夸赞让他极为舒畅。可林耿山却眉头一皱，脸色一沉。传说中的9品器灵确实最为普通的灵剑而已，而且面试之时一点特殊的动静都没有，我的8品器灵面试都有极大的动静呢。但这并不能说明灵剑就不行，1000年前确实有一位剑圣前辈觉醒的是最普通的8品灵剑，一样问到巅峰。林耿山心中思忖，他还是相信器灵塔不会骗人。器灵塔各大城市都有建设，从未出现过上报问题。而就在此时，张凡眉头一挑，这就是你的9品器灵吗？我今天就让你睁开眼看看，什么才是真正的9品。声音落下，张凡突然一拳头朝着张冲轰了过去，这一拳头气势势如破竹。张冲器灵出现后，张凡发现他体内灵力虚浮，根基不稳，一看就知道张冲必定是服用了大量丹药，强行使得自己的境界突破了3重。天王台的台主却没有出手阻止，在他看来，张冲也是神通境，而张凡也是。
既然他们当日说张凡是服用了禁忌丹药提升了实力，那就让他来一睹真假吧。本少如今乃是神通3重，你执意要找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张冲怒吼，直接驱使气灵朝着张凡砍去。轰！巨大的动静出现，张冲的气灵却被张凡一拳头轻而易举砸飞了，而张凡的拳头去势不减，径直落在了张冲胸口之上。噗嗤！张冲身体倒飞而出，脸色惨白，嘴中狂吐鲜血。所有人都傻了眼了，场面寂静，落针可闻。张冲又输给张凡了，这是第几次了？而且和上一次的生死大战一样，张凡依旧是秒杀张冲，而且连气灵都没有使用。这只能证明两人的差距实在是太大了，简直是碾压的存在啊！天王台的林耿山也是眉头一皱，脸上写满了错愕。9品气灵就这点实力吗？怎么感觉这9品的实力连5品都到不了？而施瑶一愣后，眼中却出现一抹惊喜，他这才明白过来，张凡为何一直如此自信。哼，所谓的妖孽天才觉醒了9品气灵，却几次三番连我一拳头都挡不住，就这？张凡嘲血道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张冲满脸疯狂，他乃是9品气灵，天之骄子，怎可能一次次输给张凡？你肯定是对我动了手脚，或者自己用了什么魔功，强行提升了实力，绝对是这样！张冲双眼通红，指着张凡怒吼：“闭嘴！”林耿山一声怒吼，所有议论的人，包括暴怒的张冲，嘟住了嘴。他毕竟是老妖怪了，眼光独到，看到了端倪。这张冲的气灵不像是9品的气灵。刚他还在想，张冲虽然觉醒的气灵比较普通，但毕竟是9品，有可能成为剑圣那样传奇的存在。可当年剑圣号称打遍天下无敌手，同阶级无人能敌。张冲呢，直接被秒杀。萧观海，你竟然欺诈本台主！林耿山一巴掌打在了萧观海脸上，萧观海直接倒飞出去，回过神来却急忙跪在地上，浑身颤抖，不断磕头。大人，我没有欺诈你啊！那天塔的9重确实亮起光芒了。当时有许多人在现场都看到了的，而张祖峰等人也急忙道：“对啊，台主大人，气灵塔是不会骗人的，我是真觉醒了，谅你们也不敢骗我。”林耿山冷冷说道，随后看向气灵塔：“好，现在再去测试一次。”好。萧观海急忙站起，带着众人就冲向了气灵塔。哼，气灵塔内剑真张，老子绝对是9品气灵。张冲嘴角全是血，却依旧一副高人一等、桀骜不驯的模样。张凡肯定是修炼了魔功，强行提升了自己的实力，否则绝对打不过我。别废话了，测试一下就知道了。张凡淡淡的说道，随后拉着施瑶走向了气灵塔。台主，我真是9品气灵，气灵塔不可能会有假。张冲焦急道。而林耿山没有理会张冲，反而是自顾自走向气灵塔，所有人也跟在后面。之前张冲输给张凡，以张家透露出来的消息是张凡强行服用禁忌丹药，自毁前程，强行打败了张冲。可这都这么多天过去了，张凡为什么越来越强了？所谓的自毁前程，难道还可以毁2次吗？不可能吧？莫非这气灵塔真的出故障了？张冲并非9品，我老感觉张凡觉醒的不只是4品啊！到现在为止，张凡还从未暴露过自己的气灵呢。走，咱们快去看看吧。人群一边走一边议论，而周子墨、施前以及碧灵都不由怀疑起了张冲的气灵等级。你们这群贱民，现在也开始怀疑起我的气灵等级了。张冲愤怒不已，这些人现在竟然敢明目张胆在自己面前议论这些，我可是9品气灵，不可能假。刚刚说那些话的贱民都给我等着，检测若是没有问题，我进入了天王台后就找你们算账。张冲这人就是睚眦必报，他愤恨地记下了刚刚所有说他坏话的人。我信你！楚梦离站出来说道，他认为气灵塔绝对不可能出错，而现在正是众人唾弃张冲的时候，若是他此时坚定站在张冲身边，张冲到时候一高兴，可能会让自己当妾室也说不定。我也相信张冲少爷。周子墨也急忙道，讨好张冲，周家花费了不少代价，倘若张冲不是9品气灵，那周家也完了。张冲少爷，我施家也不怀疑您，施瑶做的任何事情都与我施家无关。碧灵对张凡的态度和对张冲的态度完全是2个样。此时众人已经来到了气灵塔面前，萧观海催动灵力开启气灵塔，已经全面检查过了，气灵塔无异样，可以检测。萧观海卑躬屈膝地在林耿山面前说道，心中同时也祈祷起来，张冲一定要是9品啊，倘若不是9品，那就是欺诈了天王台的台主，那可是死罪啊。进去测试吧。林耿山看了一眼张冲，淡淡道。
张冲大摇大摆地走到塔前，随后怒视所有人道：“看好了，本少爷就是九品器灵。”说完，他便是走入器灵塔。之所以他如此有信心，是因为玄武王朝开国以来，从未出现过器灵塔检测失误过的事件，一次都没失误过。这种千百年难得一遇的事，怎么可能出现在自己身上？张冲进入器灵塔房间没多久，只见器灵塔散发出异样光芒，一层亮起，接着2层亮起，最后3层、4层亮起，紧接着就没有动静了。4层，这不是4品吗？不可能，怎么连5品都不是？所有人瞠目结舌，仿佛遭受晴天霹雳。而过了一会儿后，张冲走出器灵塔，见到所有人站着一动不动，样子就像是见了鬼一样。他狂妄一笑，哈哈，你们的狗眼都看清楚了，本少是什么等级的器灵了吧？现在看你们谁还敢得罪我！哈哈，所有人都互相对视一眼，眼神变得极为诡异和古怪。傻逼！张凡却淡淡开口，打破了沉默。张凡，你胆敢骂我？张冲勃然大怒。傻逼！张凡再度开口，嘴上挂着一抹冷笑。你他妈找死！张冲满脸怒火，正欲求天王台灵耿山出手，却突然见到张祖峰跪在了地上。完了，一切都完了。张祖峰面如死灰，本是50岁的人，宛若上了100岁一样。他声音嘶哑，任谁都听得出他的绝望。而楚梦离更是浑身颤抖，根本站不稳，双目失神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爹，楚梦离，你们怎么了？张冲也是眉头一皱，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。狗东西，你他妈不是9品器灵吗？为什么觉醒的是4品？周子墨站出来怒吼道，指着张冲的手颤发抖。没想到你竟然骗过了我们所有人。周家这次送上重礼，却全部打了水漂。他恨不得现在就冲上去将张冲碎尸万段。师前此时也浑身颤抖，他开始庆幸了，好在自己运筹帷幄，准备了2个方案。台主大人，并非我欺诈于您啊，是那天真有人觉醒了9品。萧观海跪下磕头如捣蒜一般，地板都被砸坏了。刘云城出现9品的事情，就连皇帝都知道了，欺诈了台主不说，连皇帝都欺诈了，这可是欺君之罪，要株连9族的。即便林耿山将整个刘云城灭了，都不会有人制止他。而张冲整个人僵硬住了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不会的，我是9品，我是9品。张冲怒吼，像是想到了什么，急忙冲入了器灵塔。本少绝对是9品，是器灵塔出了问题，让我再试一次。张冲冲入器灵塔的房间，再度开始觉醒，发现依旧是4品。夫君，诗瑶激动的眼泪都落了下来。如今张冲觉醒的既然是4品，那就代表林耿山不会对付他们了。而周墨彤此时也叹了一口气，脸上挂着一抹微笑。当张冲再度走出器灵塔时，萧观海愤怒已回收，几个通神境后期的强者将他给控制住。欺诈天王台，欺诈圣皇，那可是死罪。萧观海愤怒不已，这一切都是张冲造成的。不，这不是我的问题，是器灵塔出了问题，跟我有什么关系？我也被瞒住了。张冲脸色惨白一片，算了，既然是器灵塔的问题，那也怪不了他，饶了他吧。4品器灵，在小刘云城也算是天赋不错了。林耿山却挥手冰冷地说道。而张冲如获大赦，急忙跪下磕头道谢。谢台主，谢谢台主。张祖峰满是沧桑的脸上终于出现了一抹动容，急忙磕头道谢。不过这一下天堂一下地狱的感觉，让他都有了轻生的想法。对了，台主大人，当日与张冲一起进入器灵塔的还有一人。萧观海突然想到了什么，身体猛地一震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，若是器灵塔真的没有问题，难道是谁？林耿山本是冰冷的脸上终于出现一抹激动。萧观海指着张凡道，就是他，张凡。当日张凡和张冲一起进入器灵塔，塔先是出现了9品器灵的惊天异象，随后又出现了4品器灵的异象。而当时张凡本是经脉寸断丹田破碎的废物，刚恢复过来，所有人都自发认为张冲是觉醒了9品，而张凡是4品，有没有可能？萧观海没敢继续说了，毕竟他也不能确定是不是塔有问题。若是让林耿山再度失望而迁怒于自己，那就麻烦了。接下来就看林耿山自己的决定，是吗？林耿山听到这话，看向张凡，眼中出现一抹动荡。都说张凡不过是4品，虽说等级很低，但是林耿山很欣赏张凡的气魄与胆量，甚至他有感觉那个真正觉醒了9品的人可能是张凡。快祭出你的器灵！张凡脸色一变，自己觉醒的器灵，他真不想被林耿山知道。天王台对张凡来说吸引力并不大，他不想加入。而天书诀乃是超越等级的功法，
他身上的东西都是世间绝无仅有的宝贝啊，任何功法他都看不上，即便是天王台的也一样。不过一些天才地宝还是能入张凡法眼的。张凡更想进入的其实是一些宗门，宗门之中会有大量历练，是张凡所需要的。若是被发现张凡气灵逆天，这件消息一旦传出，不知道会有多少人想杀张凡呢？甚至玄武王朝以外的其他王朝都可能来找麻烦。以天王台的实力，估计都难以保全自己。不过林耿山要求了，自己怎能不听？他将所有灵力收起，随后祭出一道气灵，瞬间天色哗变，周围开始暗淡。而这一幕的出现，让林耿山又一度失望了。废弃气灵，看来这辈子都难以踏入玉虚境了。林耿山叹息道。张冲祭出的气灵是一柄青色玄剑，本以为能和传说中的剑圣一样毁天灭地，却无奈只是4品，成不了大气候。张凡由于收敛灵力，展现出来的气灵是吞噬气灵，却仅仅是冰山一角，让林耿山以为是废物气灵。他不再相信什么9品气灵了，期待越高，失望越大啊！小子，你的脾性不错，性格也很好，可惜气灵是个废物。不过修炼者不能因为气灵废而自甘堕落，若是以后有大机缘，还是有机会踏入玉虚境界的。林耿山拍着张凡的肩膀说道，他这也仅仅是鼓励一下张凡而已。其实废气灵是永远没有改命机会的。张凡却松一口气，急忙道，是。紧接着林耿山闪身消失不见。张祖峰、张冲，你们该当何罪？等到林耿山消失后，周子墨再也按耐不住怒吼起来，眼神就像是要杀人一般。你们2人今日若是不给我一个交代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他之前倾尽血本买来丹药给了张冲，可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，周家丢了脸，成了刘云成的笑柄，最后还赔成狗。张冲此时一改之前的嚣张模样，低着头躲在了张祖峰身后。息怒啊，这是气灵塔的问题，也不能全怪我们吧？张祖峰无奈说道。林耿山离开了，周家家主发怒，他们张家怎能承受得住？若是换作之前，他还能靠着自己的实力扳回一城，可如今的周家主乃是货真价实的玉虚境高手啊，不能全怪你们。那我之前的投入呢？周子墨愤怒不已，我给你们张家3天时间，将所有我送给你们的东西全部还回来，倘若还不了，那就拿你儿子命来换吧。周子墨说完，便带着周家人离开此地。诗瑶，我给你的丹药你吃了没？张凡看向诗瑶道。诗瑶点头，本他舍不得服用，但又怕诗前和碧灵将丹药抢走，干脆就吃了。他服用之后十分震惊，因为刚服用结束，旧境界提升飞快，如今已经是神通境2重了。你去测试一下气灵。张凡道。诗瑶峨眉微蹙，之前他不是已经测试过了吗？一般气灵在测试过是极品，就会定格在极品，就算是服用神通气灵丹，也不过是增强气灵的力量，不可能提升一个品级才对。但毕竟是张凡发的话，他还是照做了，走入了塔内房间中。叮，气灵塔散发出光芒，一层一层开始亮起光芒。很快，气灵塔的光芒停留在了第6层。六品气灵。萧观海脸色狂变，满脸不敢置信。之前诗瑶测试的时候不是5品吗？怎么再次测试又是6品了？所有人都看向气灵塔，满脸都是不敢置信。可让人震惊的还没结束，紧接着只见气灵塔再度焕发光芒，第7层亮起光芒。这是7品气灵了？不可能吧？气灵塔真出问题了！所有人都瞠目结舌。要知道7品气灵已经是玄武王朝的天才了。可让人更为吃惊的一幕出现，7层的光芒突然消失，紧接着8层亮起光芒。八品。这萧观海嘴巴大大张开，久久无法合拢。他现在真的后悔了。要是林耿山还在的话，看到这一幕绝对会将诗瑶给收入天王台。最终第8层光芒暗淡，看来定格在8品了。虽然不是9品气灵，但也足以轰动玄武王朝。林耿山作为一代天骄，也只是觉醒了8品而已。而之前诗瑶测试不过是5品，现在又变成了8品，难道是气灵塔出现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误吗？张凡微微一笑，那神通气灵丹可是注入了木清水力量的丹药，能觉醒8品在张凡意料之中。诗瑶走入气灵塔后，见周遭所有人满脸惊讶，他不明所以。夫君，他们这是怎么了？你觉醒了8品气灵。张凡道。8品？怎么可能？我只有5品的啊！诗瑶捂住小嘴，惊讶连连。而萧观海则是急忙检查了一下气灵塔，发现确实没问题啊，气灵塔没有任何问题，绝对是8品。萧观海激动莫名，难道他要再度将这件事情上报天王台？夫君，不会是你送给我的那颗？嘘，
张凡急忙比了一个噤声手势，而施瑶也意识到了，急忙闭嘴。施家主，可喜可贺，可喜可贺啊！没想到你施家竟然有人能够觉醒8品，看来施家以后将一飞冲天啊！所有人开始恭维起了施钱，这让施钱都满脸错愕。之前他施家还是一个中立人物，始终摇摆不定，不知道是跟随张凡还是张冲，如今却摇身一变，变成了流云城最重要的人物了。毕夫人，施家主，之前你们可以答应了我，要将施瑶下嫁给我的。张冲也震撼莫名，没想到施瑶竟然能够觉醒8品，若是能够攀上施家，那周子墨就对付不了自己了。你也听台主说了，张凡的4品气灵是废气灵，永远无法踏入玉虚境，而我的气灵就算再废，那也是灵剑，在流云城也是数1数2的存在，根本没有人搭理张冲。够了，回去！张祖峰愤怒道。没想到自己儿子还不嫌丢脸过多，还在这说这种话。诸位就先散去吧，最近周围不是很太平，到处都有魔修活动的迹象，城主府也要开始组织军队对付魔修了，凡是实力达到神通境5重以上的都可以参加。萧观海对所有人道，施瑶觉醒8品的事情还是要上报，否则属于隐瞒，依旧要被处死。所有人散去后，张凡和施瑶分开，只剩下2天，我就能来娶你了。张凡笑着道。好，施瑶在家等你。施瑶此时眉目含情，可张凡和施瑶的关系越是接近，施钱和碧玲就越发脸色难看。按照之前的约定，2天后就是大婚了。之前施钱确实愿意将女儿嫁给张凡，可如今却又变了，一个乃是8品气灵，一个却是天王台的台主都说的废物气灵，两人根本不般配。夫君，这件事回家再说。碧玲想说什么，却被施钱直接打断，随后带着人回家。张凡回到家中，家里人也都长长舒了一口气。张冲一家遭受如此变故，看来暂时是不可能来找麻烦了。刚在房中打坐修炼，心中就响起一道声音：我在玄黄鼎内等你。张凡意念一动，进入玄黄鼎。只见此时玄黄鼎内的木青水脸色略显红润，身体不再飘忽，明显之前80次的大战让木青水恢复了许多力量。你别这么惊慌，我不是叫你来双修的，你如今已经是神通境了，可以拔出玄黄鼎内的第2把剑了。木青水说道。张凡走到被锁住的6把剑前，最后选择了一把名为开阳的剑。叮！开阳剑被张凡握在手中，瞬间闪起一道浓烈刺眼的光芒，一股巨大热量席卷开来。开阳剑，至阳至纯。之所以张凡会选择这把剑，是因为它可以净化身体的灵力，同时开阳剑也附带一本功法，名为开阳诀，可以让自己的灵力成为火属性灵力，这样炼制丹药就能更加得心应手。干得好，开始冥想修炼开阳诀。木清水吩咐道。张凡坐在地上，灵力开始慢慢变得炽热起来，在张凡体内流淌运转。由于身怀玄黄鼎，对所有剑的共鸣达到了极致，仅仅过了几个时辰，开阳诀变已经修炼到了3重。木清水玉手微微一探，只见一抹力量涌入张凡体内。片刻之后，一抹烈阳从张凡头顶出现，有着天道圣体的加持，这一抹烈阳乃是9品巅峰的气灵。晚上，张家大堂内，张祖峰愤怒不已，一巴掌将面前的桌子拍碎。周家送来的所有丹药，竟然被你吃的只剩下了2颗，那些可都是4品极品丹药，你竟然拿来当水喝！看着手中的2颗丹药，张祖峰再也忍不住了，一巴掌打在了张冲脸上。吃了这么多极品丹药，却他妈才从神通境2重勉强提升到3重，张冲是废物吗？吃了的那些丹药，折算成下品灵石的话，他们张家需要赔付给周家起码200万灵石，而之前为了给张冲弄来神通气灵丹，已经把钱都花光了，如今又要拿出200万下品灵石，别说张祖峰拿不出来了，就连整个张家都拿不出来。3天内从哪里去弄来这么多灵石？我只吃了7颗，其他的都送给张海、张峰了。张冲满脸无奈，当时他觉得自己觉醒了9品气灵，认为自己想要突破境界肯定轻而易举，所以就将一些丹药分给了张峰和张海。他万万没想到，如今自己却只有4品气灵。混账，狗东西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。张祖峰气得差点吐血，这一切都是张凡造成的，倘若他不对我出手，不刁难我，天王台的台主也不会再次测试我是不是9品气灵，到时候周子墨来找麻烦，我们就拿张凡去抵命。张祖峰闻言突然灵光一动，是啊，张子晨和张凡也是张家人，周家一旦上门找茬，他们一家也别想好过。2日后就是张凡和施瑶的大婚之日，到时候施瑶就是咱们张家之人，张家有施瑶这等8品气灵强者坐镇，他周家肯定不敢造次。爷爷，不可啊！
张冲焦急道：“施家之前可是愿意将诗瑶嫁给我的，我就算是4品器灵，那也比张凡那个废物要强，不能将诗瑶让给他。”张祖峰闻言愤怒不已，又是一巴掌打在了张冲脸上。就你也不撒泡尿照照镜子，看看自己几斤几两，你差点让我张家死绝，你知道吗？翌日，张凡经过一晚上修炼，所有的器灵都已经到达了神通境4重。他从张家离开，换上黑衣，回到了施家药铺。而此时施家药铺外人流如海，这些人根本不是来购买药材的，反而是为了讨好施家，和之前张家被踏破门槛一样。我家小姐有命令，今日不见任何人，你们别来了，若是不买东西就给我出去，别影响我们做生意。掌柜的一个劲喊，甚至叫来了几个神通境的人维护秩序，但冲进来的人依旧一波接着一波。滚！张凡突然怒吼一声，声音十分沙哑，却带着一丝威严，所有人立刻站稳了身子，不敢动弹。是他，那个神秘的炼丹师前辈。听说之前施家就是一直靠着他的庇护啊。所有人急忙站在两侧，生怕得罪了张凡。前辈您来了，我这就去通知我家小姐，您先在隔间等。掌柜急忙笑呵呵走上来道：虽然如今施家如日中天，但前辈也是不能招惹的存在。张凡点头，进入隔间。片刻后，施瑶赶来。施瑶见过前辈，施瑶欠身，马上就要与张凡成婚。他本不想见任何人，可这位前辈来了，他必须得来。施瑶有一事想问问前辈。说。张凡淡淡说道。施瑶严肃道：前辈可否认识张凡？果然他还是发现了问题。张凡心中思忖，施瑶如此聪颖，当张凡当日拿出3颗8方次神丹的时候，他估计就有所怀疑了。张凡，我认识。张凡当然不能否认，否认也没用，免得被他猜疑，不如直接说认识更好。难怪张凡当时能拿出3颗8方次神丹，但不知前辈与张凡是何等关系。施瑶醍醐灌顶，终于明白了，我与他有缘，算是我徒弟吧。张凡淡淡道。难怪。施瑶这下彻底明白了，那张凡给的8方次神丹还有神通气灵丹，肯定都是出自前辈之手了。而他仅仅是服用了1颗神通气灵丹，就让自己的气灵等级从5品到8品，这神秘的前辈恐怕也不简单，不是普通的炼丹师啊。可是再强大的炼丹师也不可能炼制出能够强行将气灵提升到8品的丹药啊，不然8品那会如此罕见呢？这位前辈莫非是神秘的大能？也许我到现在都没看穿他。施瑶心中思忖，但他没有继续追问，这种神人的身份是很隐蔽的，自己若是追问，可能会引起前辈不悦。敢问前辈这次前来是要出售丹药，还是购买药材呢？施瑶问道。张凡将2枚丹药放在桌上，这2枚都是5品丹药，前辈倘若想卖给我们，我们施家愿意出价80万下品灵石，但现在施家财库中没有这么多灵石，只有等这丹药卖出后才能给前辈了。若是前辈还有什么需要的药材，可以直接在店里拿，到时候折减掉就行了。可以。张凡淡淡道，一口气说了10多个药材名字。施瑶拿出笔墨纸砚记下。我很快就要离开流云城了，不过你我的交情还在，以后我们有缘会再见面的。张凡淡淡的说道。他如今已经是神通境，没必要继续留在流云城，他的目标是玄武王朝的各大学院，学院的历练可以极大的提升自己的实力。再说了，他也不想在施瑶面前暴露自己的身份。施瑶先是一愣，随后立刻恢复正常。恭送前辈。回到张家，此时的张家已经彻底变了样。张祖峰站在大堂中间，张冲则是跪在大堂之中。台上坐着的乃是3长老张恒奇和2长老张志远，张子晨也在一旁。张祖峰，你该当何罪？张恒奇一巴掌拍在桌上，竟敢用我们张家的钱给你儿子买神通气灵丹、中饱私囊，你这种人配做大长老？我……张祖峰眉头皱着，一夜之间像是苍老了10多岁。而张冲则是一言不发，跪在地上。张祖峰本认为张冲能够觉醒一个不错的气灵，只要觉醒了气灵，那到时候再说出自己用了张家资源一事，张家应该可以接受。可现如今一切都变了。不仅如此，你们父子2人还收下了周家的大礼，甚至还用完了。周家马上就要来讨要，你们自己想办法去还钱吧。张恒奇冷冷说道。所有张家高层都不说话，甚至眼神愤恨地看着张祖峰等人。张家一直没有家主，而张子晨的功劳大家都有目共睹，所以今日我推选张子晨为家主，大家可有异议？张恒奇再度开口。没有。张子晨为家族贡献的最多，家主本就该是他的。对，若不是大长老从中作妖的话，张子晨早就是家主了。所有人立马点头。张子晨的功劳谁都知道，若不是张子晨，
也没有张家的今天。既然诸位看得起我张子晨，那我张子晨定然不负众望。张子晨站在台中拱手道，随后目光冷冷看向张祖峰等人。张祖峰、张冲两人得罪周家，那些亏欠的灵石就你们自己偿还。同时，张子晨脸色阴沉，如今矿区已经被魔修给占领，张祖峰等人亏欠我张家数百万灵石，这矿区就让张祖峰一脉前去处理吧。声音落下，所有人皆大欢喜，唯独张祖峰一脉之人脸色难看至极。前往矿区对付魔修，九死一生谁都知道，再加上如今周家还在盯着他们能活下来吗？张凡见状微微一笑，张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张祖峰等人估计会在半路上就得被周家给截杀。而张恒奇突然找到张凡，小凡，张家的事情已经处理好了，接下来你有何打算？张恒奇乃是张家对张凡一家最好的人，张凡自然对他十分恭敬。张凡道，族叔，张凡暂时还没有明确的目标。这样吧，每3年一次的青州学院招生要开始了，你若没地方可去，就去青州学院历练吧，那里的资源好，那边比起流云城简直不知道好了多少倍。而且我女儿璇儿在青州学院已经3年了，你若是去了青州学院也有个照应。张恒奇说道。张璇儿乃是张恒奇唯一的女儿，天赋极佳，早在3年前进入了青州学院。张恒奇和张凡一家很熟悉，张凡自然和张璇儿也比较熟悉。好，我会考虑的。张凡点头。家里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，张祖峰已经被赶走，估计活不下来了。而你妹妹张灵儿就更可以放心了，现在你爹是张家的家主，没人敢欺负他。给你，这是萧观海留给我的，让我必须送给你。张恒奇笑着道，将一份邀请函送给了张凡。这是？张凡接过，见是一份邀请函，不由一愣。呵，天王台台主那天离开的时候留给城主萧观海的，说是让萧观海将此物给你。天王台台主说你虽然是废弃灵，他却很欣赏你的为人，希望这个能够帮助到你。天王台台主给的邀请函，看来不得了啊！天王台的台主林耿山看来是真喜欢张凡，只可惜张凡的气灵实在太废物了。多谢施家。施瑶双手托腮，坐在床边看着窗外，马上就要和张凡成婚了，一切竟然都只在一晃眼之间，万万没想到我竟然能觉醒8品气灵，这一切都是张凡的功劳。而就在此时，施瑶身后出现一道空间波动，紧接着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婆婆从空间之中走出，她看着施瑶仔细打量几眼之后，满脸激动。终于找到了，就是你。施瑶明显被这声音吓了一跳，急忙转过身，却见到那白发苍苍的老婆婆，却觉得这老婆婆面相十分亲切，疑惑问道，你是？我是你老祖宗。老婆婆摸了摸施瑶脑袋道，老祖宗。施瑶眉头一皱，她的亲人除了自己爹妈之外就没见过其他人了，也没听父亲说过自己有奶奶啊。但这个老奶奶身上却有一股气息，让她感觉十分亲切，那是一种血脉相连的感觉。不会错。哼，这是说来话长，施家乃是玄云大陆的大家族，家族分支却特别多，但却以施家为主。而我也是最近才发现流云城这里有施家血脉，若非你觉醒了8品气灵，我还真发现不了。当年你这一脉乃是我大儿子在外游历留下的血脉，本准备将你这一脉带回施家，却遭到了敌对势力的围攻，不得已我大儿子只能放弃你们这一脉，让你们在流云城发展。最后我大儿子战死，只留下了自己还存留一脉血脉的事情。施家到处寻找，将近100多年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会不会搞错了？我爹从未跟我说过这些啊。施瑶满脸疑惑，自己什么时候又是其他地方施家的人了？因为你爹根本不知道这些事，就连你爷爷都不知道这些事。你爷爷是我大儿子剩下的子嗣，还刚满月，我大儿子就战死了。老奶奶有点伤感。而之所以我能发现你，是因为你觉醒了我们施家特有的玄阴圣塔，而且还是8品气息。老奶奶继续道，既然都已经找到你了，就跟老祖宗我回家吧。回家？施瑶一愣，那我还能回来？他怎么能回家？这里还有张凡呢。老婆婆眉头一皱，轻轻掐指一算，脸色瞬间铁青一片。你要与别人成亲，誓死要成为他的妻子。混账，这可是会影响你道心的。说到这，老奶奶浑身散发出恐怖的气息，明显她是要对付张凡。施瑶脸色一变，老祖宗，我是真的喜欢他，他要是死了，施瑶也会随他而去。施瑶倔强地说道。你这……老祖宗身上气息收敛，没办法了，觉醒了8品的玄阴圣塔，必须得带回施家才行。成婚是不可能，只能等以后了。我可以不杀他，但他一定要有足够的实力，亲自上施家来找你才行。老祖宗脸色阴沉道。
你现在随我回去，我可以帮你飞信一封，告知他这些事。若是他真的喜欢你，应该会理解你，到时候会来找你。倘若你不跟我回去，那后果你是知道的。老祖宗威胁道。施瑶想了片刻后，眼泪滑落，最后点头道：好。为了暂时保全张凡，他只能同意。随后他书信一封递给了老祖宗。老祖宗拿着书信，轻轻一挥手，书信便是消失不见。好了，信他会收到，我们走吧。张凡房间中，他手持一封信，看了半晌，没想到施瑶竟不是玄武王朝的人，而真正的施家是其他地方的庞然大物。张凡能看到书信中的思念与不舍。既然如此，我到时候会来找你的。张凡坚定地说道。就在此时，一股香风突然袭来，默默地看着张凡。怎么，小情人被带走了？你怎么知道？张凡一愣，穆清水都没看到书信就知道了。呵呵。穆清水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淡淡道：玄云大陆施家，没想到流传了几千年还没有灭亡，反而越来越强了。刚刚本地已经感觉到了施家强者的气息。其实你那个小情人刚觉醒玄阴圣塔器灵的时候，本地就猜到施家肯定会发觉了。张凡眉头一挑，看来什么都瞒不过穆清水啊。在外面发生的所有事，他知道的比张凡要更清楚。现在的施家可是你遥不可及的存在，想要迎娶你那小情人施瑶的事情，估计要暂时放一放了。穆清水咯咯一笑，十分得意。不过你那族叔说的不错，你必须得进入青州学院，为了你的修炼，当然也为了我。为了你？什么事情？张凡纳闷问道。青州学院之中有一个青色圣莲，帮我弄到手，我服用后实力可急速提升。穆清水淡淡道。这阵子双修的次数够多，我体内的力量还不稳固，开始暴动了。既然张家的事情已经解决了，那事不宜迟，立刻前往青州学院吧，那里才是你大展拳脚的地方。我这阵时间会摒弃所有神力，稳固力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我不会醒来。说完，穆清水化作一抹流光，进入了张凡体内。不到万不得已，不会醒来。卧槽，太爽了，终于不用双修了。青州学院对吧？好，我张凡来了。翌日一早，张家大门外，张子晨一家人，包括张家不少人，都在门外给张凡送别。张灵儿眼中充满了不舍，泪水全涌。灵儿，别哭，在家等我。爹娘，我走了。张凡捏了捏张灵儿的脸蛋，笑着道。如今自己父亲成了家主，张家已经没有什么好顾虑的了。想要快速提升实力，就必须得离开流云城。好。张灵儿乖巧点头，随后道：哥哥，你一定要保重。放心，不会有事的。张凡笑着道。去吧，小小的流云城本就困不住你，爹相信你，再次回来会让所有人都刮目相看。张凡点头，随后告辞离开。玄武王朝中一共有1王都20座城池，王都自然是玄武王都，而流云城并不归属20座城池，而是其中一座城池领土的一个小城镇而已。而青州学院在青州城中就建立在玄武王朝的正中央，距离所有城镇都有一段距离，就算是快马加鞭也需要大半个月的功夫才能抵达，唯有突破玉虚境以上才可御空而行，2天功夫便可抵达。当下张凡盯着烈日朝着东边前行，不久便是离开了流云城，前往华云城。经过10多天的赶路和休息，张凡来到了天运城，这里就已经靠近青州城了。天运城乃是玄武王朝重要的城池之一，过了天运城，再赶路1天就到了青州城。张凡心中也开始期待了起来。生活了这么久了，他还是头一次出远门。但就在此时，不要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我可是云家的人，我爹不会放过你们的。一道呼救声响起，明显是女孩的。听到这声音，张凡眉头一皱，这是碰到劫匪了。城与城中间都有3不管地带，这种地方就最容易诞生劫匪山匪。每年王朝都会派人来清剿一次，但怎么都清剿不干净。云家，青州5大家族之一嘛，既然遇到了，那就不能不管。张凡心中思忖，朝着声音来原处走去。在一处树林的马车旁，此时躺着不少尸体，而马车之中，一个身着黄裙的女孩正满脸惊恐，不断挣扎。刚才的呼救声就是出于她口。此时她的手脚被几个长相如毛饮血的壮汉给控制着，无论她如何挣扎，挣脱不开。哈哈，叫，使劲叫，叫得越大声，我越喜欢。这地方可是3不管地带，就算是有人通过，也不可能管这种屁事。没想到今儿个奉命出来，还有这等好事，哈哈哈！让大爷我好好爽一爽，也许还可以饶你一命。几个壮汉一边说，一边露出淫荡的笑容，说完就要去撕扯少女的衣服。而少女见状，眼泪直落，面如死灰。唰，一道剑气
突然爆射而出，整个马车车棚也瞬间裂开。那几个壮汉看起来有点实力，竟是提前发觉，急忙跳开，循着攻击来源处看去。只见张凡一人站在森林外，脸色冰冷，眼中带着一股杀意。几个神通境7众竟不知廉耻，欺负一个没有修为的姑娘。张凡冷冷说道：公子，救我！女子见到张凡，宛若见到救命稻草一般，急忙呼救。妈的，哪来的臭小子，竟然敢坏我们的好事，给我死来！几个壮汉脸色阴沉，当即怒吼，直接朝着张凡冲去。正好拿你们练手。张凡眼中出现一抹寒意，刚修炼了开阳诀，还没试过呢，他欺身而上，手中开阳剑剑气大闪，带着一股股炙热的气息，直接斩向面前的一个壮汉。噗嗤，那道炙热的剑气无坚不摧，直接戳穿了一个壮汉身体。壮汉身体出现一个血洞，众人却惊讶地发现，那血洞周围的肉都已经烧焦了。神通3重，怎么可能这么强？老六可是货真价实的神通境6重啊，竟然被他一招杀了。这小子的剑有古怪，肯定隐藏了实力，咱们快逃！这些壮汉倒是和一些富家纨绔公子不同，常年在刀口舔血的他们，竟然察觉到了异常，当即就要逃跑。若是换做一些纨绔公子，见到张凡是神通境3重，估计会嚣张至极的跑上来送命。想跑没门！张凡眼神冰冷，手中的开阳剑直接飞舞而出，直接贯穿了一个正逃跑的壮汉。而同时，张凡又祭出天书剑，追上其他的壮汉。噗嗤，噗嗤，几道漆黑的剑光带起一道血痕，那些壮汉全部倒在地上，失去生息。对付这些人，张凡没有丝毫留手，他们死有余辜。而这些人击杀之后，张凡收起剑来，走到马车一旁。此时的少女躲在马车角落中，蜷缩着身子，脸上满是胆怯之意，看起来十分可怜。抱歉，刚刚出手太重，没有留个活口问话。这是我的衣服，你先拿去穿着吧。张凡从那戒中取出一身衣服，丢给了少女。谢谢。少女点头，随后穿上了张凡的衣服，虽然宽松，但至少比穿着被壮汉们撕碎的裙子要好。小女子云婉容，多谢公子相救。倘若没有遇到公子，小女子估计已经……说到这里，云婉容都不敢继续说下去了，急忙对张凡欠身行礼。路见不平，拔刀相助而已。张凡笑着道。闻言，云婉容的眼眸有所动容。公子，您是要前去何处？青州城。小女子也要前往青州城，能否与公子同行？只要公子愿意护送我到青州城，必有重谢。云婉容急忙道。重谢不必了，既然顺路，那就一起吧。张凡淡淡道。好，谢谢公子。云婉容欣喜，急忙点头感谢。而后两人一同朝着青州城前去。张凡初来乍到，而云婉容是青州城人，正好可以打听一下情况。在云婉容介绍下，张凡也对青州城了解了大概。青州城乃是玄武王朝最重要的城镇，甚至有皇家坐镇。同时，青州城有5大家族，乃是欧阳、云、风、天、刘家。这5个家族中都有人在为皇室工作，其中的欧阳家、云家和风家更是皇室中重要的人物。除了5大家族，青州城还有一个响彻玄武王朝的学院，名为青州学院，更是有角斗场、天云商会以及炼丹师公会等等。小小流云城何时见过这种阵仗啊？看来还是得出来见世面。青州学院更是和皇室有重大关系，各大家族弟子都在学院之中修炼，而皇室也有。公子此番前来，应该是去青州学院吧？正好马上就是3年1次的招生大典了，只要能通过测试，便可进入青州学院。云婉容说道。多谢姑娘。张凡点头。两人慢慢攀谈，很快便是来到了青州城。多谢公子，我先回家，日后肯定会再见的。云婉容和张凡告别，急匆匆离开，看来是有什么要事。而张凡与他本就是萍水相逢而已，张凡救过他一命，他能不能报恩，张凡并不在意。好了，该去青州学院了。张凡也不迟疑，直接朝着青州学院前去。青州学院立于青州城的中间，也是青州城最为繁华的地区。张凡抵达之时，这里已是人满为患，不仅有青州学院的弟子，也有来参加3年1次招生大典的修炼者。当他们见到张凡后，眼中立刻闪过一抹不屑。我去，一个神通境3重，那个旮旯里蹦出来的，竟然敢来参加3年1度的招生大典。神通境3重竟然敢来参加青州学院的招生，简直让人笑掉大牙。所有人眼中的轻蔑和戏谑丝毫不加以掩饰，毕竟来这里参加招生的都是有实力的人，境界最低也是个神通境5重吧，神通境3重就来参加的，真从未见过。而张凡却毫不在意，直接走到学院门口。学院门口坐着几个男女，
修为都是神通境7、8重左右。见到张凡前来，他们微微诧异。在下张凡，从流云城前来，这是我的邀请函。张凡拿出一张邀请函道。那中间的男子接过邀请函，微微一愣：你就是流云城的张凡。流云城虽然距离这里比较远，但张凡当年乃是流云城的第一天才，后来却被人废了经脉和丹田，被不少人得知。张凡是那个被废了经脉和丹田的张凡吗？看他样子应该是得到什么机缘恢复了实力，不过可惜昔日的天才却只有神通境3重啊。所有人也都是微微一愣，而那中间男子又将邀请函递给了张凡。既然你有邀请函，我们自然不会拦你，进去报道吧。谢谢。张凡点头道：叫我刘师兄便可，我们也是青州学院弟子。那刘师兄笑道：青州学院分为内外2个大院，外院弟子都是神通境修为，而内院则是突破神通境达到玉虚境修为的弟子。我们几人都是外院弟子，神通境8重了，马上要跻身内院，所以前来赚取一些积分。刘师兄继续解释道。张凡也不迟疑，告辞刘师兄，随后朝着里面走去。什么？他怎么进去了？他才神通境3重啊，凭什么能进去报道？流云城不是个小城吗？难道还有实力走后门？不可能吧。先前嘲讽张凡的那些修炼者都是一惊，脸上满是难以置信之色。张凡则是直接来到新生报道处，办好证明入学，领取到了自己的身份令牌，令牌上写着张凡的住处。除了有些弟子会在青州学院外修炼，大部分弟子都是在学院内部修炼的。内门之中，每个弟子都有单独的房间，而外门不同，属于大杂院，许多弟子住在一起。张凡就算是有着林耿山给的邀请函，依旧是只能住在大杂院之中。如今招生大典考核还没有正式开始，整个杂院之中空无一人。张凡选择了一个偏僻的房间住下，他不喜欢吵闹，再加上身体中有玄黄鼎和木清水，就更加不想吸引别人的注意了。张凡手轻轻一挥，一个玉简出现在他手中，这是玄武王朝的律法，还有青州学院的规则。其一，学院内的弟子身份都是玄武王朝弟子，必须一心为国，不得有2心。其二，学院内不允许私自比武，如果有冲突，可约战比武台。其三，学院的资源分配和下发都是由学院积分来规定的，人人都有机会获取，只要积分多，获取的就多。而积分获取方法也有很多，完成学院的任务可以获取积分，换取修炼必备资源。之前在外招生的那些师兄就是为了赚取积分的。当然，每个弟子即便没有积分，都能每月领取一些下品灵石，可以用来消费，也可以用来修炼。甚至藏经阁也会对学院弟子打开，随意学院弟子学习修炼。我身上怀有的功法都是这个学院之中完全达不到的存在，但这些功法强大是强大，以我如今神通境的实力还无法发挥全部作用，有时候一些低级功法反而更好，更适合如今境界的我。张凡心中思忖。张凡身怀2把神剑，一把天书，一把开阳，却没有一个好的剑诀。而现在他可以去藏经阁内寻找1两本适合自己修炼的剑诀。他起身朝着藏经阁前去。藏经阁位于一座广场，广场上一个暗色深邃的塔楼立于之上，而下面还有不少来来往往的学院弟子。这就是藏经阁，一共5层。张凡直接进入藏经阁，里面书架上放着各种各样琳琅满目的书籍。张凡拿起一本，是关于玄武王朝的史记。1楼看来都是一些玄武王朝的记录，虽然也有一些功法，但并不强大。难道要往楼上走？张凡放眼看去，只见所有弟子进来后基本上都是往楼上走的。第1层没有守卫把守，而第2层却有守卫守着。看来功法武技都在楼上，难怪1楼无人看守。张凡朝着楼上走去。令牌。那守卫对张凡喝道。张凡将自己的令牌拿出。新入门的。那守卫微微一愣，不是2天之后才开始正式招生吗？没想到竟然有新生能够提前入场，看来有点来历，他们也不敢轻视张凡，急忙将令牌归还给张凡，随后说道：上第2层需要令牌，不过要修炼其中的武技需要消耗积分。你是新来的，所以可以免费修炼1本武技或者功法，但仅限于在第2层挑选。第3层即便是新生也需要积分，第4层和第5层只允许长老和内门弟子进去，记住了吗？好的，谢谢师兄。选好之后拿着功法去拓印1份，然后将功法放在原位。张凡上了2楼，2楼的中间位置上坐着一个白发老者，老者气息内敛，让人看不出虚实。拓印也该就是找这位长老。张凡直接路过长老，这些长老境界绝对超越了玉虚境。而张凡路过的时候，那长老却眉头微微一皱，本是紧闭着的老眼打开一条缝隙，眼中闪过一抹诧异之色。这新来的小家伙
身上有点古怪，明明是神通境3重，却让他感觉实力远不止3重，而且身上还有一股至阴气息以及一股至阳的气息。是什么人能够将这2种气息融合在一具身体里？当下他淡淡提醒道：“2层没什么好功法，但是那边对着的那堆垃圾功法里可能可以挑选到好宝贝。”张凡顺着老者指着的方向看去，只见那边角落里躺着一大堆没有整理的功法。老者明显示意有所指，故意告知自己的：“谢谢长老。”张凡感谢，随后朝着角落走去。角落中堆放着一堆杂物，杂物之中还有一些功法，毫不起眼。若非老者提醒，一般弟子走到这里看都不会看这一眼。张凡蹲下来，开始在杂物堆之中翻找。有些书籍是毁坏的，有些玉简是只有一半的，根本无法修炼。翻找片刻后，却没能找到好东西。就在他起身准备放弃的时候，却突然眼前一亮。这是一个破碎的玉简出现在张凡眼中。玉简虽然已经破裂，灵力消散，可要是仔细查看，会发现这玉简上有一丝若有若无的金色纹路，肯定不是凡物。而且这玉简之中明显释放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剑气，若张凡没有修炼天枢诀和开阳诀，还真察觉不到。张凡将玉简捡起，随后探查，这是一篇破碎的剑诀，七杀剑诀其一，杀逆之道，为天为地。后面的字却被封印住了，无法阅读。不过就这么几个字，却让张凡感觉到一股浓郁的煞气。淘到宝了！张凡心中惊喜，当下拿起玉简就来到长老身前。长老，我选好了，就这玉简吧。张凡将玉简递给长老，你用你新生唯一的机会选这破碎的玉简。长老意外道：破烂不值钱，里面功法残缺，一般人根本无法修炼，无需拓印，你直接拿走便是。长老手轻轻一挥，直接一道灵力涌入玉简当中，玉简内的封印就被解除了。送我。张凡一愣，这是七杀剑诀的残本，杀孽过于深重，若是没有全本，无法修炼到巅峰。你用来当普通剑诀用一用还可以，本来就是学院准备丢去的，既然你要的话，就拿走吧。老者挥手道：多谢长老。张凡点头，将玉简收入纳戒，随后离开，回到住处。他盘膝坐下，穆清水已经进入病气状态，最近看来是无需双修了，正好趁着这段时间猛地修炼一波。张凡将玉简拿出，无论是残本也好，全本也罢，这玉简上面的字气息强大，又正好与我的剑有所共鸣，正好适合我修炼。张凡开始修炼，这一修炼就是几日时间。很快，张凡从冥想之中苏醒，手中轻轻掐诀，一道剑气便是迸发而出，而这道剑气凛冽无比，甚至带着一股摄人心魂的煞气。不错不错，张凡大喜。很快，新生大典开始了。张凡有着天王台台主的邀请函，直接走了后门，连大典都无需参加。不过由于好奇，便前去围观。不仅张凡，就连一些入门几年的弟子都前去围观。广场之中人流涌动，其中大部分都是神通境5重左右，而有一小部分甚至达到了神通境7重。他们所有人信誓旦旦，脸上都挂着一抹激动神色。而台上更是有几个欲虚境的强者坐镇。3年一次的招生大典开始，和之前一样，一共3个考验。第一重考验修为，只要境界在神通境以上的人品端正之人，则可在下2个考验中选择一项。其二，参加招生大典的修炼者需要进入一次秘境，搜寻令牌，令牌数量不多，只要2个时辰后能够拿到令牌的，则可通过测试。其三，也是最困难的，参加招生大典的弟子需要挑战院内弟子一命，无论生死，若是能击败弟子，则可进入学院。明白了吗？一个玉虚境长老宣布规则。进入青州学院果然麻烦，第一项简单，而第2项和第3项，我该选哪一个？第3个最难，既然要挑战院内弟子，打败后才能加入，当然是选第2个了。所有人参赛弟子开始议论纷纷。第2个挑战明显更简单，至少安全一点，第3个实在是太难了。而且就算是挑战成功了，人家在学院内修炼了这么久，万一记仇怎么办？但既然有选，那就肯定有人选。果然，长老宣布结束后，只见一个修炼者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目光锁定张凡。你看，那不就是之前走后门进入学院的废物吗？还真是，竟然只是神通境3重，不是有第3个选项吗？直接挑战他不就好了？有些人开始煽动起来，不少人都看向了张凡。此时的张凡在他们眼里就像是软柿子一样，人人都想捏一把，而一些学院弟子则是急忙嫌弃地离开张凡，与张凡拉开距离。我不就来看个比赛吗？怎么还有人要挑战我？初来乍到，我又没得罪人。一个参赛弟子道：长老，我能挑战那个外门弟子吗？
可以。玉虚境长老并未反对，直接点头答应。接着他看向张凡道：“你叫什么名？”张凡。张凡道：“哦，你就是张凡，天王台台主亲自下发邀请函让你加入学院的张凡吗？哼，能被林耿山看上的人绝对不是凡人。既然他要挑战你，那你就与他一战吧。”是，长老。张凡点头。刚来学院就有人找茬，既然要挑战，他也没有避战的想法。当下张凡便是一跃上台，没想到有人竟然选择了挑战。以往进入青州学院的弟子都是等所有挑战结束了，实在是没办法了才会选择学院内弟子。听说这小子好像是走后门进去的，刚进入学院就要被挑战，真是可怜。没办法，这弱肉强食的世界就是这样，你实力不行，那就坐不稳那把椅子，只能乖乖下来，怪不了谁。所有人看着台上两人，有人嘲笑，有人悲悯，而那些长老则是喜忧参半。大部分长老都知道青州学院今年破例收了一名弟子，毕竟那可是台主亲自给的邀请函。台上挑战者见张凡来了，脸色阴沉，神通境3重的废物，真不知道你是如何混进青州学院的。说完，他不带迟疑，直接朝着张凡冲去。废物！张凡冷冷一笑，身体一动，瞬息之间冲到挑战者面前。眨眼，那沙包大的拳头带着一股破风之声朝着挑战者轰去。轰！挑战者直接被张凡一拳头打飞出去，在空中划过一道完美抛物线，吐出一口鲜血，倒在地上。一拳打败，这一拳就打败了。那个挑战者的实力好像是神通境7重吧？这个新弟子究竟是什么人？竟然以神通境3重的修为秒杀了神通境7重，这不可能吧？不是说他是从流云城来的废物吗？怎么可能这么强？所有人见到这一幕，目瞪口呆，不敢置信。还有谁想要挑战的？上来吧！张凡脸色阴沉地看着台下的所有弟子。听到这话，那些之前还跃跃欲试的弟子竟然低下了头，不敢上前。神通境7重被张凡一拳打败，他们有些是神通境5重，大部分都是6重左右，谁敢上？即便是8重也不敢随意上，毕竟即便是神通境8重都不敢保证自己能一拳秒杀神通7重。张凡见到无人敢上来，便看向人群中一人：“刚刚你不是叫得挺凶吗？不上来挑战我？”此人乃是神通境8重。刚刚在人群中数落张凡最严重的一位，妈的，我会怕你吗？听到这话，那人再也忍不住了，直接上台，体内灵力喷涌而出，一只巨大的犀牛鹰像竟是在他的头顶上出现。器灵并不只包括武器、道具等人，还有各种妖兽以及生物，而这巨大的犀牛也是属于器灵的一种。有些器灵甚至可以附着在主人身体之中，直接融合。荒野狂蜥，6品器灵，小子，今天我让你死！那人怒吼一声，驱使器灵就朝着张凡冲来。这器灵感觉不错，灵力浓郁。张凡微微一笑：“天书剑，该你出手了。”张凡手一挥，一把天书剑出现在手中，一道漆黑的剑芒闪过。那荒野狂蜥势如破竹，可刚刚碰到这漆黑的剑芒，就瞬间溃散。天书诀，收！更让人震惊的是，这天书剑竟然还开始吸收起了器灵的力量。这是什么功法？他的剑好像在吸收器灵还有那挑战者体内的灵力，恐怖！还好我没有上。噗嗤，一道响声出现，只见天书剑直接将器灵吸收干净，随后刺入挑战者的手臂当中。那挑战者脸色惨白一片，吐出一口鲜血，随后倒在台上，气息全无。一剑击杀神通境8重，一拳打败神通境7重，这他妈还是人吗？所有人屏气凝神，半天都没能回过神来。这种实力，谁人不忌惮？之前那些起哄的，如今都面若寒蝉，不敢说话了。而坐在主位上的几位长老先是眉头一皱，紧接着露出一抹惊讶之色。不愧是台主介绍而来的人，果然厉害。听说这小子是流云城人，丹田经脉寸断了1年，1年后却涅槃重生，他身上必有什么大机缘。张凡对吧？你竟然敢杀我欧阳家之人，今日就是你的死期！就在此时，一道冰冷的声音传来，一个男子走上台来。见到那人，所有人脸色猛地一变。欧阳洛，欧阳家的人，他可是神通境8重巅峰啊！此人乃是欧阳家的人，名为欧阳洛。按道理来说，他以神通境8重巅峰的实力进入青州学院，轻而易举。而之前张凡杀的，难道是欧阳家的人？长老们，我乃欧阳家欧阳洛，既然这小子敢出言挑战，我来挑战，你们应该不会阻拦吧？欧阳洛对所有长老拱手道：“人人都能挑战，我们自然不会阻拦。不过张凡已经连战2场，而且全胜，
他可以主动拒绝。玉虚境长老淡淡道。所有人都看向张凡。张凡实力强悍，之前击杀了神通境7重和8重的挑战者，但这些都是普通人。而欧阳洛不同，那可是货真价实的神通境8重巅峰，不是一般酒囊饭袋能够比拟的。欧阳洛冷笑，小子，你不会不敢挑战吧？别用激将法，一个神通境8重巅峰而已，嚣张什么？张凡淡淡道。呵呵，那你是接受挑战了？放心，我会让你狂不下去的。欧阳洛眼中闪过一抹阴狠，冷冷地说道。他手轻轻一挥舞，只见一道气息涌出身体，在手掌之中形成一道外放的灵力。这是身外灵力，他竟然可以用身外灵力，这可是玉虚境才能做到的，他不过神通境8重巅峰，怎么可能做得到？不愧是大家族欧阳家，出来的人才不是我们能够想象的。这下张凡有危险了，所有人脸色狂变，议论纷纷。张凡，给我死！那欧阳洛怒吼一声，直接朝着张凡一掌轰杀过去。哼，身外灵力，不过如此。张凡脸色不变，杀！他这次没有使用天书剑，反而是运转天书诀，直接一掌轰了欧谷去。轰！两人手掌碰撞在一起，瞬间带起一道极为庞大的灵力波动，朝着周围扩散开来。天书诀，收！一股强大的吸力从欧阳洛手掌上出现。欧阳洛满脸不敢置信，他感觉自己的灵力竟然在被张凡抽走。欧阳洛急忙释放一道气劲，将两人手掌炸开。他后退数步，脸色惨白地看着张凡。张凡没有停留，再度朝着欧阳洛冲杀而去。不好，这小子修炼的功法十分邪门。气灵线！欧阳洛急忙召唤气灵，一柄青色长剑出现在欧阳洛手中。可张凡速度飞快，还没等欧阳洛反应过来，只见一道残影从他身边掠过，一道血线也停留在空中。欧阳洛身体僵硬，双手捂着喉咙，鲜血宛若潮水一般从他的喉咙处喷涌而出。不可能！欧阳洛话音未落，倒在地上失去声息。这不可能吧？张凡竟然杀了欧阳洛，他到底是什么怪物？竟然如此强悍！他修炼的是什么功法？好邪门，怎么从未听说过？如果之前张凡击杀的2个挑战者可能是轻敌或者酒囊饭袋，但欧阳洛就不可能了。他们明明看到欧阳洛已经全力一掌轰向张凡，却被张凡打败了。气灵都拿出来了，依旧被张凡打败。而且挑战到此时，张凡的气灵都没有召唤过。张凡屠杀他们，宛若屠杀猪狗一般简单啊！估计是学了一些什么特殊的秘法吧，旁门左道而已。就是这些旁门左道，也就对付一些低级的蝼蚁有用，真碰到了什么大人物，瞬间就能被捏死。一些内门弟子满脸不屑，台下再无人敢挑战。张凡对长老拱手，随后回到自己位置，招生大典继续进行。半天后，招生大典结束，大概100多位修士进入了青州学院。这场招生大典终于是落下了帷幕。整个玄武王朝来的人起码上万人，能够进入青州学院的却只有100，可见进入学院的难度有多大，无形之中竟是欠了林耿山一个人情。张凡暗叹道，若是没有林耿山的邀请函，张凡也有信心能够进入学院，只不过会很麻烦。大典结束后，张凡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而张凡的名声也在这一战打响，不少新弟子见到张凡都是面露恐惧，急忙闪躲，甚至一些学院内的老弟子见到张凡，眼中都多出几分忌惮之色。欧阳家大厅之中，几个老者坐在大堂内，脸色阴沉至极。张凡，一个小小流云城的人，竟然杀了我们欧阳家偏执欧阳洛，在这青州城还没有人敢对我们欧阳家出手，这小子我们绝对不能放过。对，否则我们欧阳家的老脸往哪儿搁？几个老者说着，眼中都出现一抹杀意。张凡房间中，想要好好修炼，快速提升实力，那就得不断的战斗，如今这提升速度还是太慢了。张凡心中思忖，在青州城中听说有一处决斗场，里面不仅可以战斗，还可以获得灵石，是个好去处。思来想去，张凡决定去决斗场。虽然他身上有不少灵石，但都是下品灵石。到了青州城后，一般的东西他还是买得起的，但若是极为贵重的东西，他这些下品灵石就不行了。多赚取一些中品或者上品灵石，再去商会购买药材，然后炼制丹药。张凡换了一身行头，随后离开了青州学院。决斗场乃是正规的，而且极大，硕大的玄武王朝中却只有4座主要城镇才有，其一就是青州城。可当他进入决斗场后，却无意中发现了一人，凑近一看，张凡脸色微微一变。启寒姐。张凡身前的女孩身着红裙，身材火辣，
凹凸有致，面容极美。那女人转过头，好奇地看向张凡。张凡将面罩取下后，女孩也惊呼一声：“张凡弟弟，你怎么来这里了？”启涵，张凡还是10多岁的时候见过，当年启家和张家关系好，启家也是刘云成的家族。后启家之中有人获得至宝，境界突破到了玉虚境后，开始往大成发展。自此之后就再也没见过面了。这么算下来，快10年了。没想到真是你啊！好久不见，启涵姐，我进入了青州学院。你进入青州学院了？启涵眉头一皱，不是听说你丹田被废了吗？我还准备去刘云城看你来着。启涵说完，又笑了笑道：“看来是恢复了。张凡弟弟吉人自有天相啊！但你来这里干嘛？你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决斗场啊！怎么了？”张凡道：“你跟我来。”启涵无奈地将张凡拉到一边，走向一个包厢。启涵自小和张凡一起长大，迫于家族原因，不得不分开。两人小时候关系亲切，启涵一直将张凡当作亲弟弟一般对待。启涵姐，为什么我不能来？这里发生了什么？见到启涵有点急迫，张凡不由一愣问道：“我难道跟着决斗场有什么渊源吗？”我的好弟弟啊，今天大典打死欧阳洛的人，看来就是你了。都说是一个叫张凡的人打的，开始我还不相信，如今看到你，我算是明白了。启涵道：“打死欧阳洛，又打死了他们欧阳家的几个弟子，你啊，还不知道得罪了多么恐怖的存在。”包厢中，启涵焦急道。听到这话，张凡这才明白过来。欧阳家我也听说了，是这青州城的5大家族之一，但这角斗场可是皇室的地盘，他们的手也该伸不进来吧？张凡问道。欧阳家乃是几百年的老家族了，实力远比你想象的大得多。若是在其他大城镇，也许他们不敢对你动手，可这是青州城，各处势力早就已经渗透了。启涵担心道：“我知道了，谢谢姐关心。之所以我蒙面出来，这就是原因之一。只要我注意一些，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的。”张凡道：“你啊，还是和当年一样，像个莽夫。”启涵伸出玉指戳了一下张凡额头，无奈叮嘱道：“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你想做的事情没人能够劝得住。他们在决斗场不敢明目张胆地针对你，但一定要小心他们暗中对你动手，知道了吗？算了，今后你在青州城，姐会暗中保护你的。”启涵叹气，最后补充了一句：“谢谢姐。”张凡笑着说道：“不用谢，我可是你姐啊。”启涵笑着道：“他只比张凡大2岁，当年情窦初开的早，所以他对张凡早就有感情了。只是那种感情说不出来，到底是姐弟关系感情，还是什么？对了，启涵姐，你怎么会在这？”张凡问道。“家族的任务，我需要在这青州城内待上1年，等1年后我就能回家族了。”启涵没有隐瞒，说到这，眼中却出现了一抹期待。“家族任务？”张凡一愣，启涵的启家不是一个小家族吗？虽然有了玉虚境强者坐镇，也不可能变成庞然大物吧？难道说启涵家族有变故？放心，既然我还需要在这修炼1年，那这1年里，你就有姐姐保护吧。1年后，你可就要小心了。玄武王朝之时，这大陆的冰山一角，世界很大，以后你还得去其他地方闯一闯。”启涵叮嘱道。“好。对了，你今晚来决斗场，难道是要参加比赛？”启涵坐在张凡旁边问道。“对，青州城可不是流云城，这里强者极多，随便跳出来一个都是神通境高层的存在，而玉虚境也有很多。你如今不过是神通境3重，在这里算是最弱的了，不要轻易冒险，你多看几场比试就知道了。”启涵讲解起来，在流云城之中，以张凡这种年龄，神通境3重已经算得上是天才了，而在这青州城里，也算是一个大家族的小天才，却无法和真正的天才相比。张凡没有对启涵暴露自己的器灵，若是让他发现张凡拥有3个器灵，2个都是9品以上的圣品，一个是8品极品，他会是什么表情？不过你能在丹田被废后1年涅槃重生，还突破到神通境3重，已经很不错了。启涵轻笑道，鼓励起了张凡。这里的规则很简单，你只要加入比赛，到时候就不能拒绝与你级别低或者级别同等之人的挑战。要真想通过比赛获得灵石，那还得多动脑子。动脑子？打架还需要动脑子吗？你啊，你不动脑子，怎么会让女孩子喜欢呢？启涵眼中闪过一抹金光，决斗场可不是你一人的舞台，现场有不少观众会下注赌输赢，从而获取更多的灵石。你只要前期韬光养晦，不暴露底牌，到时候你的赔率肯定会很高。届时你一上场，将灵石都压在自己身上，这样赚取的灵石可就不止一点点了。啊，那谁能帮我下注？当然是姐姐我了，到时候我3，你7，哈哈。而后张凡与启涵寒暄了一会儿，商量了一下细节。启涵忙碌自己的事情去了，张凡将自己装有灵石的那戒给了启涵，那可是张凡的所有家底。看台之上，
张凡坐在那观战，此时台上已经有人在比武了，一刀一剑，好不热闹。台下不少观众纷纷呐喊，而张凡也报了名。过了会儿，他将自己的牌子挂在身上，蒙着脸。阴阳剑神，这是谁？刚来的吗？估计是新加入决斗场的人吧，还是个神通境3重，竟然敢来这里挂牌挑战，真是不知天高地厚。嗨，有人去试试他的身手吗？观众席的一个角落中，坐着几男几女，他们的修为都是神通境3、4重，却身怀一股浓郁的阴煞之气。他们周围几乎没坐其他观众，中间就像是有一道天然的屏障一般。他们商量好后，一个面带狰狞刀疤的男子吐了一口痰，随后站起身道：老子去吧，老子也是神通境3重，我的挑战他必须得接。说完，他便是走到了台上。嘿，小子，让老子来领教领教。那刀疤男笑了笑，随后将张凡胸口的牌子撕掉。是他，狂刀。这个新来的阴阳剑神真倒霉啊，一来就被狂刀给看上了，刚来就得被打死打残。哈哈，也好，让他知道这里有多残忍。周围人见到这一幕，有人戏谑，有人惊讶。你是何人？张凡不由一愣，自己刚将牌子带上，就有人来挑战了。狂刀，你若是叫我一声爷爷，然后上台跪在我面前给我磕头认输，我可以饶你一命。狂刀满脸戏谑道：狂刀，算了，我本想等会再上场的。狂刀看起来不过神通境3重，按照这里的规矩，张凡不得拒绝，必须得迎战。而听观众所说的，这狂刀貌似在这里有点名头，不过自己想要让赔率加大，那就不能表现得太过逆天，得演戏。我刚来，希望刀哥能手下留情。张凡抱拳装萌新道：呵呵，还有点胆量，放心，今天我就给你一个面子，不把你打死。狂刀狂妄一笑，在他看来，张凡就是怕了。主管大人，等会儿我和他打一场。狂刀看向不远处的主管道：好，下一场就你们吧，先去休息处等待。主管淡淡的说了一声。而张凡和狂刀去休息处时，启涵拿着张凡那借来到柜台前，100万灵石压阴阳剑神营。100万灵石嘛，这那戒里只有80万灵石，还是下品的。那柜台的老者拿着那戒检查了片刻后，皱着眉头说道：一颗中品灵石便是1000下品灵石，兑换下来，张凡的那戒之中只有8000中品灵石，兑换成上品仅仅只有8颗。启涵也是俏脸一变，对啊，张凡来自流云城，家境本就不富裕，能有多少钱？启涵道：那就加8颗上品灵石吧。好的，大小姐。那老者微微一愣，随后点头，当下便是开始兑换。而这时，之前擂台上的挑战已经结束，张凡和狂刀上了场。2个神通境3重，没去，这决斗场都没什么人能打了吗？那个不是狂刀吗？我听说过，残忍得很，喜欢折磨对手。之前和他打的那些人，不是死了，就是缺胳膊少腿成了残废。那人是谁？新来的吗？阴阳剑神，名字倒是挺夸张，不过实力却平平无奇。算了，有钱不赚王八蛋，我压1颗上品灵石，赌狂刀赢。观众席上见到张凡和狂刀上场，众人议论纷纷，开始压注。当然，大部分人都是听说过狂刀名气的，在这角斗场之中，同等级狂刀还没输过。狂刀冷笑道：小子，今晚我就让你爬着出去，是吗？张凡淡淡一笑。可下一刻，只见狂刀抽出大刀，瞬间就冲向了张凡，而且不是一把，是2把同时使用。双大刀飞快，带起了一阵旋风，朝着张凡头上砍了过来。果然厉害，这等实力不像是一个神通境3重该拥有的。弟弟啊，可要赢啊，姐可是在你身上压了8颗上品灵石呢。观众席上，启涵就坐，见到这一幕也是微微惊颤。狂刀虽然是神通境3重，但常年混迹决斗场，实力非凡。死在他刀下的神通境2重3重不计其数，更有4重都输给他过，他可不是一般神通竟能比拟的。而场上，张凡却身体一躲，像是险之又险躲过了一刀。实际上张凡是故意等了1两息功夫，妈的，速度真快。狂刀却并没有收手，反而继续挥舞大刀朝着张凡砍去。张凡眼中带着一抹寒冷，嘴上挂着冷笑，再度躲避。刀虽然没有对张凡造成致命伤，却划破了张凡衣角。好，狂刀，快动手把他杀了，别轻而易举的杀，给我一刀刀慢慢刮他的肉。哈哈哈！台下所有观众都激动起来。狂刀的表演还是挺好看的，主要是喜欢折磨人。张凡明显闪躲的时候有些力不从心，显得比较狼狈。哈哈，就你还敢取名阴阳剑神，也不怕被笑掉大牙？见到才2招就差点砍死张凡，狂刀不屑冷笑。不对劲，
这人身上带着一股无比浓郁的剑气，实力绝对不止如此。台下一个黑衣人却眉头一皱，而此时黄刀不断朝着张凡挥舞大刀，而张凡不断躲闪，几次险些被砍中。最后张凡眉头一挑，差不多演够了，该结束了。此时的狂刀认为张凡就是待宰的羔羊，自然早就放松了警惕。张凡看准机会，拿出天书剑，直接一剑刺出，剑气肆虐。这狂刀脸色狂变，他万万没想到一直被自己玩弄的猪狗竟然突然还手了。他急忙提起大刀来抵抗，铿锵，大刀刚触碰到张凡释放的黑色剑气，竟是瞬间破碎开来，剑气去势不减，直接刺入狂刀身体。狂刀脸色一变，捂住自己胸口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你都是装！话音未落，狂刀倒在地上。侥幸而已，你大意了。张凡笑着道。狂刀死不瞑目，决斗场规则就是如此，你若打得过对手，你想杀就杀，想欺辱就欺辱。而所有人都认为张凡是侥幸赢了大意的狂刀，实际上只有死去的狂刀知道刚刚张凡那一击有多么的恐怖。只可惜死人已经无法说话了。张凡故作虚弱的样子准备离开，可就在这时，给我站住！杀我弟还想跑！一道怒吼声出现，紧接着一名浑身是刀疤的壮汉冲到台上。战斗已经结束，而你修为比他高，若是想战斗，必须对方同意才行。一道气息出现，只见主管突然落在了场中，挡住了壮汉去路。决斗场的规矩，同等级或者低级的人挑战不能拒绝，但比他等级高的人想要挑战，必须得张凡同意才行。我拒绝。张凡直接道，自己不过神通境3重，若是和这4重打，那之后还怎么演戏？你真懦夫！那壮汉脸色阴沉至极，恨不得将张凡碎尸万段。可无奈决斗场的规则他不能破坏。让我来，我是神通境2重，你必须迎战。就在这时，一道声音传来，紧接着一个长相娇媚的女子上台。这女子刚上来，就让张凡感觉到一股阴气。黄陵。壮汉一愣，刚要阻止黄陵。大哥，刀哥若不是轻敌，根本不可能输给他，而他已经和刀哥战了一场，气息虚弱，我打得过他，放心吧。黄陵冷冷说道。这是黄陵啊，和那个壮汉以及狂刀都是一起的，看来这阴阳剑神一来就得罪了不得了的人物啊。黄陵虽然是神通境2重，但他的手段十分歹毒，而阴阳剑神刚大战一场，气息虚弱，若是继续战斗，估计真会被黄陵给弄死。所有人议论起来，比我等级还低，那就可以了。所有人都在担心张凡安危，可张凡却微微冷笑，看来扮猪吃虎有时候也不错嘛。而黄陵此时一跃上台，天毒蛇。黄陵上台后直接祭出气灵，竟然是一条气息极为阴寒的蛇。蛇吐着信子，直接朝着张凡冲去。张凡翻身一躲，身上沾满灰尘，显得极为狼狈。而黄陵冷笑一声，继续催动气灵攻击张凡。在张凡和气灵天毒蛇颤抖的过程之中，只见黄陵从怀中掏出一柄碧绿色的匕首，他眼眸深邃，死死地盯着张凡。狂刀是变态，杀人方法猎奇，而黄陵则是狠毒。张凡自然是注意到了这一幕，只不过他却故意露出一个破绽。机会来了！黄陵见状眼中一闪，直接冲向张凡，匕首直刺张凡心脏。中了我这匕首上的毒，就算是神仙来了，你也得死。张凡也不再隐藏，直接催动体内天书诀，瞬间一道漆黑的剑气瞬间爆发而出。张凡不知何时手中出现了一把剑，直接朝着黄陵刺了过去。黄陵完全没想到张凡会突然出手，而且也被刚刚张凡体内迸发出来的黑色气息给震惊到了，一时大意没有闪。天书剑刺穿了黄陵的身体，这黄陵体内的灵力竟然都带有毒性，看来可以吸收一下。张凡念头一动，只见天书剑开始疯狂吸收黄陵体内的灵力。黄陵吐出一口鲜血，整个人灵力瞬间被吸光，随后倒在地上。而众人还以为张凡是一剑刺杀了黄陵。哇，又是找准机会直接秒杀啊！这小子实力不怎么样，但却会找机会。面对这么漂亮的美女，他竟然都毫不留情。妈的，修仙大道，若是有那些凡尘俗念，死的可是自己。众人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想到已经大战了一场，虚弱不堪的张凡竟然找准时间给了黄陵致命一击。灵儿，我杀了你！就在此时，又有一道声音出现，只见一名男子一跃上台，二话不说就朝着张凡冲去。这是他们一伙的，名为天煞狼，也是神通境2重啊。听说黄陵是他女友呢，咱们快下注吧，阴阳剑神要撑不住了。而这天煞狼的实力更强，这次肯定是天煞狼赢。
妈的，这小子让我输了几颗上品灵石，这次要一把赢回来。所有人见状急忙下注。天狼剑，一柄剑出现在了天煞狼手中，空间中隐约出现一道天狼嚎叫之声。4品，还不错。天煞狼朝着张凡冲去。哼，找死！张凡眼中杀意动荡，催动开阳诀，一道炽热的剑芒激射而出。唰！只见天煞狼的手臂直接被斩断。唰！又是一道炙热剑芒出现，天煞狼身体被刺穿，整个人燃起烈火。仅仅2招，张凡便是取下了天煞狼的命。又赢了，这么快？还好老子没来得及下注。卧槽，我又输了3颗上品灵石，回家我爹得把我打死。紧接着只见天煞狼一个个上场，众人带着张凡肯定不敌的想法不断下注，可7名对手都死在张凡手中后，所有人脸色都白了，有几个甚至一屁股坐在地上，满是绝望之色。震惊、惊骇、不敢置信。张凡不仅打败了同等级对手，还越级挑战，全部赢了，而且一个活口都没留啊！看来以后决斗场又要多一个神级高手了。张凡淡然下台，随后进入一个包厢，包厢中启寒已经在等待张凡了。弟弟，你怎么这么厉害啊？启寒一脸幽怨道。这次姐姐惨了。而启寒身旁还有一个面若枯骨的老者，皱着眉看向张凡。啊，怎么惨了？张凡一愣，诧异问道。你倒是直接出名了，可姐姐我见到是那些决斗场的老高手挑战你，所以不太相信您全斗。启寒说完叹了一口气。张凡算是明白了，肯定是启寒不相信自己能赢，所以将灵石压在了别人身上。但这也不能怪启寒，毕竟自己的对手太强了。启寒也是想给自己赚钱不是？还好出门的时候他将所有灵石都给了爸妈，自己只留了80万下品灵石，输了就输了。今天这一场战斗可谓酣畅淋漓，让张凡的剑术再度提升，也是有收获的。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也没想到你会压我输啊。张凡道歉道。启寒姐，你可是我姐啊，相信外人都不相信我。压你输？启寒突然咯咯一笑，拍了拍张凡脑袋道。姐从小就相信你，现在也是，怎么会压你输呢？放心吧，今晚咱们赚大发了。那就好。张凡叹了一口气，启寒还是和小时候一样喜欢开玩笑。姐，我那没多少灵石，7场就算是全压了，也就赚了几百万而已，你就给我个200-300万就行了。张凡道。这怎么行？你可是我老弟啊，不能让你吃亏。启寒转头看向旁边老者道。王老，将那戒给他吧。是。王老点头，直接将那戒归还给了张凡。一共40颗上品灵石，都是你的了。启寒笑着道。什么？40颗上品灵石？张凡接过那戒后查看了一下，还真是40颗上品灵石。要知道1颗上品灵石那就是1万下品灵石，自己一晚上竟然直接获得了400万灵石。小弟，这都是小钱，你要注意的是，经过这一战后，欧阳家必定会注意你，以后你要小心了。启寒叮嘱道。好。张凡点头。不过你比赛是蒙面的，别人只会知道阴阳剑神这个身份，并不知道是你，只要小心就不会被发现。启寒道。随后启寒和老者亲自送张凡离开此地。老夫跟随小姐多年，还是头一次见小姐对一个异性如此有心，你可莫要小姐失望。就在要分别指示，王老突然开口对张凡道。张凡一愣，反应过来的时候，老者已经消失。上心，她可是我姐啊，小时候经常打我呢。张凡摇了摇头，直接进入了青州学院。晚上，张凡进入了玄黄鼎内恢复灵力，正好有几天没见到穆清水了，还挺想他的。可进入玄黄鼎内时，穆清水躺在一张巨大的床上，美丽脸庞上的双眼紧闭，似乎根本没察觉到张凡到来。看来是真在恢复了。张凡便也坐下开始修炼。数日一早，张凡刚出门就见到本是空无一人的大院落中已经住满了人，毕竟新生大典已经结束了，所有弟子都已经住了进来。哇，是你啊，大名人，没想到咱们竟然住在一起。一个少年走了过来，有点肥胖，惊讶地看着张凡道。我们认识吗？张凡纳闷道。你不认识我，我认识你啊，新生大典力挫群雄，何人不知何人不晓。我叫陈斌，以后多多指教。陈斌笑着对张凡道。你好。张凡说完就要离开，可陈斌却追了上来。张兄，你要去哪儿啊？是要去学院里听课？你应该是外地人，刚来青州城不久吧？我是本地人，我比你懂青州学院，今天是那个导师讲课，讲什么课我都了解，你若是有什么问题直接问我吧。陈斌说道。哦，是吗？
张凡站住脚步，这青州学院我最了解，整个青州城也没我不知道的事情。陈斌笑着道：那女弟子的住所在哪？张凡问道。啊！这话一出，陈斌不敢置信地看着张凡。女弟子的住宿区是师姐们的所在的住宿区，和男弟子不同，女新生是和师姐们同居住在一起的。陈斌解释道。那正好，我找的就是师姐们的住宿区。张凡道。老哥。陈斌给张凡竖起大拇指，没想到我凡哥这妖牛，刚来学院，不撩新生女弟子，反而是去找师姐，简直是无辈楷模，不知师兄是想找谁？张璇儿。陈斌疑惑起来，不知为何，他总感觉在哪听过这个名字，但又记不起来了。前面几天，张凡除了在熟悉青州学院的坏境之外，还一直在找张璇儿。来到青州学院的时候，张恒奇有过叮嘱，若是有事可以找他的女儿张璇儿。既然来都来了，又是同族之人，自然要见上一面的。可连续找了几天都没见到张璇儿的身影，有点印象，好像是一个快要毕业的女弟子。快毕业的人一般都很少留在学院的，即便留在这里，也不会在这里居住。既然是张兄的心上人，那我就舍命陪君子吧。陈斌挥了挥手，随后在前面带路，而张凡急忙跟了上去。很快，两人就抵达了一个别院。刚来到别院，别院之中便响起一阵声音，明显有人起了争执。璇儿，我是真心的，只要你答应，我保证八抬大轿，明媒正娶，将你娶回家。我的新天地可见。天公子，你是什么人，什么品性，所有人都明白，请你离开，我不愿意。张璇儿，你可别敬酒不吃罚酒，半年后你就毕业了，一旦离开了青州学院，没有了学院庇护，你……听到声音，张凡加快脚步，直接进入了别院。别院之中，此时正有几男一女，这些人都穿着外门弟子的服装，而且明显还在争执。而张凡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女孩，正是自己要找的族姐张璇儿。中间那名气势汹汹的男子，脸色发白，脚步虚浮，一看就是纵欲过度导致的。而男子身旁还跟着几个小弟，乃是天少云。陈斌见到那中间的男子，惊颤道。他急忙转头看向张凡，劝道：张兄，这个天少云乃是天界之人，我们刚入学院不能得罪，反正师姐师妹还有这么多，我带你去找别人吧，肯定还有更好看的。你怕？张凡道。当然了，天界何等存在，乃是青州城5大家族之一的存在，虽然实力不如其他家族，但他们对我们来说也是庞然大物啊。你要是怕了就先走，这里的事我来处理。张凡说完便是朝着张璇那边走去，而陈斌一咬牙跟了上去。妈的，说了舍命陪君子就舍命陪君子。是你？见到有人靠近，张璇抬头看去，见到张凡时眼睛一瞪，满脸都是难以置信，自然还有欣喜。张璇长得好看，样貌完全不输给诗瑶，而且比诗瑶和张凡都要大上3、4岁，有一股成熟女人的气场。而张璇早在1年前就得知张凡经脉寸断，丹田被毁，他知道若是张凡没出事，现在张家的天才应该就是张凡。可张凡不是成了废人吗？为什么来了青州学院？张璇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他是谁？见到张璇这样死死盯着张凡，天少云眉头一皱，眼睛微微眯起，看向张凡的眼神带有敌意。张璇眼中流露出来的欣喜和难以置信，代表张璇明显认识张凡，而且好像关系还不错。你是谁？是张璇在外养的小白脸吗？天少云冷冷地对张凡问道。你又是什么人？莫非是色鬼？张凡笑着道。这话一出，张璇忍俊不禁笑出声来。是他没错了，张凡族弟还是老样子。太好了。可张璇越是开心，天少云脸上的阴沉就越发明显。他为了讨好张璇，花了无数天才地宝，可张璇却不接受，将他拒之门外，而且从未给过自己好脸色。而如今张凡不过仅仅一句话，就让张璇笑了。凭什么？而此时张凡也走进了张璇，小声道：姐，好久不见。张凡直接抱住张璇纤细的腰肢，一副十分亲近的样子，而张璇却没有拒绝，反而摸了摸张凡的脑袋。他们两人3年没见，又是族内之人，有这种动作自然也是正常的。可这一幕被天少云和陈斌等人看见，却又是另外一种感觉。卧槽，这直接成功了。虽然张兄长得好看，但也不至于一出手就得手吧。陈斌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这可是师姐啊，长得这么好看的师姐啊。而天少云脸色就像是吃了10只死老鼠般难看，拳头紧握。张凡对张璇使了个眼色，随后对天少云道：你说的对，璇儿是我的道侣，所以你没机会了。你他妈的，张璇，你们这对狗男女，老子天天追你，追了你1年了，你不答应我，原来是有男人了，我弄死你！
说完，天少云直接朝着张凡冲去。小凡，张璇儿下意识的就要将张凡挡在身前。虽然张凡恢复了实力，而且还进入了青州学院，但他的境界不过是神通境3重，而张璇儿可是神通境5重，自然要保护好张凡了。我可是你的男人啊，这种事怎能让你挡在前面呢？张凡却一把将张璇儿拦在身后，一拳头朝着天少云轰了过去。两人拳头对撞在一起，天少云只感觉手臂传来一股巨大的力量，整个人直接倒飞出去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们还傻站在那干什么？给我上！天少云站稳身体，震惊地看向张凡，随后招呼自己的小弟商场。几个小弟这才反应过来，直接朝着张凡扑杀而去。这两人也是神通境5、6重的弟子，实力不错。哼，明明都是同门弟子，却愿意给别人当狗。张凡脸上挂着冷笑，一人一拳轻松打飞，没有任何多余的技巧和手段，基本都是一人一个照面，张凡就将天少云以及他带来的人都打败了。陈斌更是震惊的嘴巴大大张开，久久无法合拢。他知道张凡有实力，但没想到能这么猛。而张璇见状，悬着的心也放了下来。没想到以前是小家伙保护我，现在还是小家伙保护我。张璇微微一笑，你竟敢打本少，你可知本少是谁？天少云爬起来后，愤怒地盯着张凡，你可知道本少是谁？你是谁？本少父姓欧阳，名为冷，欧阳家之人。这话一出，天少云脸色一变，惊讶道，而那两个小弟也脸色一变。滚！张凡冷冷道，记住，璇儿是我的人，若是以后让我见到你们还敢过来骚扰他，就不是打趴下那么简单了。好，欧阳冷是吧？我记住你了，你给我等着瞧。知道打不过张凡，天少云只能作罢，放下一句狠话之后，连忙带着人逃走。等到天少云离开后，陈斌却焦急道，张兄，这次可麻烦了，本来只是惹了一个天界，如今张兄却冒充欧阳家的人，也就是得罪了欧阳家，这两家可都是5大家族之一啊。张璇听到这话也是眉头一皱，担忧了起来。张凡能来到学院，他自然很是欣喜，可如今反应过来，确实有点麻烦了。都是我不好，让小凡得罪了天姐和欧阳家，若是他们再找我麻烦，我给他们道歉。张璇急忙道，就算是牺牲了自己，也不能牵连张凡。璇儿姐，你我是一家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。张凡笑着道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还一家人？你们不会早就成婚了吧？陈斌诧异道，都这个时候了，张兄你还想着撩妹呢？赶快想办法处理困境吧。而张璇闻言脸色微红，之前只不过是做戏，而陈斌却以为是真的。多谢陈兄带路了，我和璇儿姐的关系真成婚了。张凡一出门就要找张璇儿，肯定有问题，自己将张凡带过来也得惹上麻烦啊。我们是一家人，璇儿姐是我族姐，怎么可能成婚？之前只是逢场作戏罢了。张凡笑着道，原来是这样，难怪张兄刚起床就要来找这位姑娘，原来你们是族人啊。陈斌这才幡然醒悟，小凡，这些年你都发生了什么？能和姐姐说说吗？张璇儿看向张凡，心疼地问道。张凡1年前发生的事情，张璇儿有所了解，但奈何学院规矩严明，无法回家探望张凡。张凡丹田破碎，经脉寸断，却涅槃重生，又在短时间内突破到了神通境3重，绝对有什么变故。陈斌知道两人开始聊私事了，就先行告别。而张凡并未迟疑，将发生的事情都告知了张璇儿。不过穆清水的事情自然没说，就说自己是碰到了什么奇遇。虽然讲述起来十分简单，但张璇儿依旧听得心惊胆寒。原来如此，能活着还能成为天才，已经很不错了。璇儿姐不必多想了，张冲一家已经付出了代价。天少云等人狼狈逃出。妈的，欧阳冷对吧？敢得罪老子，老子让你死无葬身之地！天少云一巴掌拍在一棵树上。天公子，欧阳家真的有个叫欧阳冷的吗？一个小弟问道。他们的欧阳家分支极多，我怎么知道有没有？天少云满脸怒火，都怪你们两个狗东西，一点实力都没有，饭桶！两个小弟被骂得狗血淋头，却不敢反抗，只能不断点头。你现在就给我去查，看看欧阳家的欧阳冷到底是何许人物，若真是一个偏系分支不重要的人物，老子这仇必须得报。一个小弟急忙离开。过了一会儿，小弟焦急折返。天少，查到了，欧阳家根本就没有一个叫欧阳冷的人，我们被那小子给骗了。操！天少云怒火冲天，转头就要往张璇住处去，却被小弟给挡住了。少爷，就算那小子不是欧阳家的人，我们也打不过啊。怕什么？在青州学院，
难道你们还怕他杀了你们不成？只要他敢出手，我就让我叔把他宰了。天少云冷冷道，他的叔叔乃是青州学院的长老，一个神通境3重，他根本不放在眼里。对，走，报仇去。若张凡真是欧阳家的人，就算天少云去找自己叔叔，叔叔肯定不帮忙。可若是一个普通弟子，那就不同了。张璇儿别院，张凡和张璇儿还在聊着什么，本离开的陈斌却焦急跑了回来，满头冷汗。糟了，张兄，师姐，那天少云又回来了。陈斌擦了擦汗，焦急道：刚离开别院，就碰到天少云等人折返回来。他急忙跑来报信，我之前说过，见他们一次打他们一次。张凡起身淡淡道：不行啊，小凡，学院可是有规定的，不能私自比斗，否则长老堂的人会出手的。张璇儿急忙道：那刚刚我不是动手了吗？张凡皱眉道：因为刚刚是天少云和他的人先动的手，只要他们不把事情闹大，学院就不会管他们，就算是查出来了，也顶多是小惩小戒一下而已。张璇儿道：陈斌道：那天少云的叔叔好像是这里的长老，之所以他能如此嚣张，就是因为这个。他们若是先动手被打，学院不会管，可要是你先动手，那他要是请自己叔叔来帮忙，就麻烦了。张璇儿也说道：原来是这样。张凡算是明白了，都说五大家族渗透了整个学院，看来是真的。既然这样，那咱们就利用规矩，好好的教训教训他们吧。与此同时，天少云等人已经重新步入别院。臭小子，竟然敢诓骗我等！天少云冷冷道：我已经叫人查过了，欧阳家就没有叫欧阳冷的人。我又没跟你说我是五大家族之一的欧阳家，除了五大家族之外，这世界上难道就没有复姓欧阳的了？张凡笑呵呵道：你……天少云知道张凡在戏谑自己，冷静下来后道：小子，你到底是什么人？为什么要坏我好事？我是什么人跟你说得很清楚了。张凡说完，一把搂过张璇儿。张璇儿脸色鹅绯红，没有拒绝。你……天少云愤怒不已，这可是自己看上的女人，那轮得到其他人染指？你们是想逼我动手，然后再叫长老来镇压我吧？那不好意思，我不会动手的。如果你们要是想自取其辱，可以来试试。张凡淡淡的说道。天少云脸色阴沉，本来过来就想逼迫张凡先动手，这样就好叫长老过来对付张凡，没想到却被张凡看穿了。我想睡觉了，你们若是不敢来，那就在外听着啊。张凡满脸笑意，直接将张璇儿拦腰抱起，随后走向房间。小凡，他们几个要是真不走怎么办？张璇儿脸带红晕，小声问道。别担心，马上他们就要忍不住了。张凡笑了笑，直接将门推开。等等！天少云终于忍不住了，怒吼道：你他妈有种跟我决斗！少爷，您疯了吗？您打不过他啊！两个小弟也是一脸懵逼，没想到天少云竟然主动挑战张凡。要是天少云出了闪失，他们就完了。哼，本少有的是底牌，怕什么？他对张凡怒吼道：3天后决斗台，不论生死，你敢不敢接？当然敢了。张凡脸上挂着一抹冷笑。好，这3天时间，你不准碰他，更不能和他。张凡一愣，妈的，这怎么搞得我像是反派，他们像是主角啊？算了，不演了。行，那这3天里，你也不能骚扰璇儿姐。若是到时候我赢了，以后你不能靠近此地半步。张凡道。好。天少云冷哼一声，张凡竟然敢对张璇儿动手动脚，3天后他必须将张凡斩杀。随后天少云大手一挥，带着几个小弟离开。当下张凡和陈斌以及张璇儿分开，回到自己房间修炼。夜月高悬，张凡从修炼中苏醒，换上一身黑色衣服，随后离开了青州学院，直接走向了决斗场。而抵达后，张凡却微微一愣，因为在阴暗之处明显有不少气息正在盯着自己。启寒姐，怎么感觉刚进入决斗场就有人盯着我？张凡找到启寒问道。老弟啊，你现在可是大名人了，之前一己之力休都不休息，连续击败7人，已经打破了记录。启寒笑着道。名人？那也不至于这么多人盯着我吧？那些眼神不像是好眼神啊。张凡道。因为欧阳家昨天得事情，引起了欧阳家的注意，虽然在决斗场他们不敢对你怎样，但却暗中下了追杀令，只要能杀了你，就能得到100颗中品灵石，还附带地阶武技。启寒解释道。100颗中品灵石和1地阶武技，这欧阳家可真是下了血本了，要是我见到这任务，估计都想去试试。张凡笑着道。小凡弟弟，我觉得肥水不流外人田，不如你成全姐姐吧。启寒笑了笑，调侃道。好了，莫开玩笑，我头就放着，你舍得下手吗？张凡无奈笑道。好了，不打趣你了，今天来这里干嘛？
张凡道出了自己的目的，就是在决斗场继续战斗，能获得灵石的同时还可以修炼。白天晚上，张凡都在决斗场比试，一有空就买一些丹药回来炼制，按照木清水教给他的方法炼制丹药娴熟得很。短短几天时间，张凡的实力就已经突破到了神通境7重，如此往复，很快就是第3天了。而今天，比武台周围已经人流涌动，不少学员弟子慕名而来，将这里团团围住。张凡与天少云决斗的事情早就已经传遍了整个青州学院。听说这张凡招生大典之中打败了不少高手，不过就算如此，他也是刚入学院的新生，竟然敢和老生天少云打，胆子也太肥了吧。这就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吗？张凡这次死定了，天少云什么实力啊？那可是云家的嫡系，而且前不久还突破了神通境9重，如今更是达到了玉虚境，这可是生死决斗，不是什么招生大典比试能够比拟的。哦，我还听说他们之所以比试，是因为一个叫张璇儿的师姐。哇，快看，张凡来了！此时，张凡与张璇儿一起前来。台上，张凡，你神通境7重了，怎么做到的？前3天，张凡不过是神通境3重，而如今已经是7重了，这提升的也太快了吧！简直就是妖孽。在他们眼中，张凡可能是妖孽，但是3天时间的双修大战，张凡可是吃了不少苦头的，能够提升到7重已经是很保守了。若不是木清水说提升的太快容易根基不稳，他估计会提升到8、9重。天少云虽然震惊，但很快就冷静了下来。在他看来，那日张凡肯定是隐藏了实力，境界绝对不只是神通境3重，不然怎么可能那么轻松就将自己打败了。不过就算是你神通境7重，也不可能是我的对手，今日你必死。天少云体内灵力涌动，属于玉虚境的气势爆发开来，自己乃是玉虚境了，就不可能是神通境打得过的。一个境界一个坎，一个大境界乃是一条鸿沟，绝对无法跨越。玉虚境1重，果然已经突破了。张璇儿脸色未变，惊叹道。接着他急忙对天少云道：天少，我和小凡都是张家之人，他只是我的族弟，并非道侣。虽然之前张凡能打败天少云，让张璇儿很是吃惊，可神通境和玉虚境界相差实在太大了，他不能看着张凡送死，到时候如何给家里交代？哈哈，可以，张璇儿，只要你愿意跟着我，然后让他跪在我面前，给我磕头认错，我可以饶他一命。听到这话，天少云狂笑出声。这……张璇儿眉头一皱，正欲说话，却被张凡直接打断。璇儿姐，别担心，这种人只有将他打怕了，他才会服气。可他如今乃是玉虚境，放心吧，他神通境9重时，我能以神通境3重击败他，如今我依旧可以。张凡也不啰嗦，直接翻身上台。哼，不知死活，本少本想把你手脚打断，给欧阳家的人顺手报仇，可你执意要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天少云冷冷道。欧阳家？张凡眉头一皱。哈哈，招生大典的事情，你难道忘了吗？你与欧阳家的仇早就结下了，前2天欧阳家的人已经联系了我，让我将你废掉。天少云冷冷不屑道。这话一出，张凡脸色阴沉。当日招生大典，欧阳家的人不断挑衅，自己也是以正规手段将他们击败，可谁知欧阳家的人如此记仇，一步步来算计自己。如此一来，就算是张璇儿真的跟了天少云，天界和欧阳家也不会放过自己了。呵呵，所谓的5大家族的天界和欧阳家，原来是小肚鸡肠的家族啊。张凡阴沉道。张凡，放心，我不会让你轻易死掉，我要一点点慢慢折磨你，让你生不如死。天少云冷笑狂妄道。那你就来试试吧。张凡声音落下，瞬间化作一道鬼影，朝着天少云冲了过去。而天少云则是脸色一白，只是察觉到那股气息，恐惧就蔓延心头。下一刻，天少云脸色狂怒。张凡，你还以为我和之前一样吗？给我死！天少云直接一拳朝着张凡轰杀而去，而张凡则是拿出天书剑，剑上带着一股漆黑剑芒，朝着天少云刺去。轰！拳头罡风与剑气撞击在一起，张凡站在原地，而天少云则是后退几步，脸色阴沉道：这怎么可能？他可是玉虚境1重，足以进入内门的实力，竟然被张凡击退了。我眼睛出问题了吗？天少云可是玉虚境的强者，竟然被张凡一个神通境给打退了，这种越级挑战估计可以名留千古了吧。所有人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一幕，而张凡却没有停下，再度冲向天少云。虽然不能暴露气灵，但对付你这种垃圾已经完全足够。张凡，我必杀你，看我天界绝学天龙拳。见到张凡再度冲过来，天少云愤怒不堪，当即怒吼，一个拳套出现在空中，
他戴上拳套，催动体内所有灵力，施展了天龙拳，想要一击将张凡击杀。天龙拳加上他的拳套，气灵轰出，甚至带有阵阵龙吟之声，还能见到一道龙的虚影。而张凡眼中杀意更甚。天书崛起，七杀剑诀第一式。瞬间，张凡的天书剑上包裹上无法形容的煞气，那股煞气凝聚成石，直接斩向天少云。七杀剑诀，他的武技竟然是这个，难怪能有此实力。一道错愕声响起，只见不远处的高楼上，一个老者眉头一皱，看着台上的张凡。这个老者长相与天少云有点相似，正是天界的天北，天少云叔叔。而这老者的身边更是跟着一个瘦如枯槁的老者。瘦如枯槁的老者眯着双眼，看向台上的张凡时，眼中出现一抹杀意。哼，无论如何，此子必死。枯槁老者说完，看向天北道：天北，你家那位不会打不过这张凡吧？不可能，我侄孙已经突破了玉虚境，而张凡不过神通境，怎可能打不过？天北脸色阴沉道：那就行，无论是杀了张凡，还是将张凡废了，我们欧阳家之前给下的承诺都会做到，只多不少。那枯槁老者道：这人正是欧阳家的长老。此时台上，张凡和天少云正打得如火如荼。虽然张凡有着玄黄鼎加上各类绝品功法傍身，但毕竟横跨一个大境界，打起来有点吃力，又不能随意暴露自己的气灵，所以一时间无法解决掉天少云。而在众人看来，天少云已经占有了上风。哈，果然如此，就算这张凡再厉害，也不过是神通境，不可能是玉虚境的对手。张凡实力不错，可惜得罪了天界。对了，从招生大典到现在，张凡貌似从未祭出过自己的气灵，为什么？这还用说啊，肯定是气灵太垃圾了，根本拿不出手呗。见到张凡和天少云僵持，所有人开始议论纷纷，而张雪儿则是紧张地抓紧裙边，脸上满是担忧之色。台上，张凡，你若是现在主动跪下磕头道歉，然后亲自将张雪儿送到我床上，我还可以考虑饶了你。张凡，怎么哑巴了？你的气灵呢？为什么不用气灵？哦，我知道了，你的气灵肯定是太垃圾了，拿出来丢脸对吧？哈哈哈！天少云狂妄大笑，他似乎都已经看到自己将张凡击败后，张雪儿在自己胯下承欢的场景了。张凡却脸色猛地一变，出言侮辱我姐，今日我便让你成为太监。张凡手持天书剑，直接冲杀而上，看准一个时机，催动七杀剑诀，凌冽黑色气息剑气弥散开来。而天少云本还在狂笑，感应到如此恐怖的气息，脸色僵硬，急忙捂住自己的下体。噗嗤，剑气肆虐过后，天少云下体防御瞬间破碎，一道血色跟随着剑气荡飞出去，在那些血液中还留存着一个小拇指大小的根状物体。啊！天少云痛苦嚎叫，捂住自己下体，倒在地上不断翻滚。而所有人见到这一幕，都不由捂住下体，身体颤抖。妈呀，这也太歹毒了！张凡，我要杀了你！我要杀了你啊！天少云发出嘶哑的怒吼，脸色惨白，想要站起身，却被下体的剧痛给疼得五官扭曲，根本无法站起来。这下他成了玄武王朝的一个太监。先废掉你的东西，免得以后其他姑娘遭你的毒手。张凡冷冷道，声音毫无悲悯。倘若今天输的是张凡要么就是死，要么就是被废掉，比天少云好不到哪里去。阁楼之上，两个老头见到这一幕，都是脸色猛地一变，尤其是天北更是忍不住直接凌空一闪，消失在原地，朝着张凡冲杀而去。张凡竟然敢阉了我天界人，耐命来！只见他伸出手掌，朝着张凡探去。哦，这就是天少云的叔爷，超越玉虚境，跨入大道境的长老。张凡眉头一皱，脸色严肃。大道境，那可太强了。张凡如今不过神通，大道境比他强了2个大境，就算张凡实力再怎么逆天，也不可能打赢。这可是比武场，我与云少天签订了生死状的，长老有权干涉吗？说完，他手持天书剑，直指天北。即便如此，面对天北手掌镇压，张凡脚下的石头依旧寸寸皲裂。弟弟，张璇儿见状，俏脸上更是写满了担忧。天长老，你身为我学院长老，难道要在众目睽睽之下对弟子出手不成？张璇儿急忙喊道。就是啊，这不是弟子决斗吗？长老出来凑啥热闹？你疯了，竟然敢这么说话。不过说来也是，明明是比武场，肯定会有输赢啊。输的是天少云，天长老出来帮忙报仇，有点输不起了。要真是这样，以后天界的人上台后比都不用比，直接判他赢就好了，反正长老会帮忙出头。所有人开始议论起来，这属实太过分了。
只有天界人能赢，别人不能赢。那这个比武台存在的意义是什么？而天北听到这些话，这才止住身形，收起气息。如那些弟子所言，若是他真的强行出手欺压张凡，肯定会落人口实，甚至会让学院上层的人得知他是长老，但学院的力量何其强大，他还没能到一手遮天的地步。雪儿姐，张凡见不顾一切挡在自己面前的张雪儿，心中温暖。雪儿姐不必担忧，我没事的。云长老，我与天少云的比试乃是正规合理的，而且还是他主动向我提出的挑战。他想要杀我，我却看在你们天家的面子上，没有将他杀了，反而还留了他一条命。若你真要报仇，学院规矩和玄武王朝律法可不是摆上。张凡冷冷道：对啊，比武台建设至今就是为了防止弟子私斗，专门用来解决恩怨的，长老出手是不是有点不符合规矩？青州学院又不是天界开的。所有人一顿议论。大家族弟子在这世上毕竟只占少数人，而大多数人都是来自其他城市的普通弟子。若是天长老今日坏了规矩，那以后这种事必定层出不穷，迟早有一天自己也会碰到这种事。所以他们说这种话，一是为了张凡，二是为了自己。而天北脸色阴沉的能滴水，他本以为张凡不过是蝼蚁一只，随意就能弄死，可没想到学院弟子却被调动了情绪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阵微风拂过，带有几片已经凋零枯黄的树叶，那些树叶却像是有生命一般，在比武台上疯狂旋转。见到这一幕，天北更是脸色猛变，震惊道：是他，整个青州学院唯一一位觉醒了树叶气灵的人，管理藏经阁的风长老。张凡使用的剑法乃是七杀剑法，看来是风长老传授给他的。而那个在阁楼中身若枯槁的老者也飞来，眯着眼道：看来是风云峰长老，这小子和风长老有渊源。天北脸色难看至极。风云峰长老镇守藏经阁，几乎不管学院任何事，没想到从不面试的风长老竟然会替张凡出头。风长老那日在藏经阁，张凡见过风长老，而且自己七杀剑诀也是风长老传授的，没想到风长老竟然愿意帮他。而风长老明显让天北忌惮，仅仅几片飘零的树叶就已经让天北害怕了。看来风长老并非凡人啊。无论如何，风长老今日帮我张凡记下这人情了。张凡心中思忖，随后怒目看向天北和枯槁老者：两位还想动我吗？这话一出，天北和枯槁老者都面面相觑，骑虎难下。若是真出手，那不仅会得罪藏经阁的哪位，还会破了律法。若是不动手，那他们面子放哪儿？而就在此时，天北、欧阳锋，你们给我住手！声音落下后，强大的气息席卷周围，顷刻间一股庞大的灵力降落在了比武台上，所有弟子被震得后退数步，就连天北和欧阳锋都被震退了几步。见到来着，他们老脸上写满了震惊。见过周院，天北和欧阳锋以及那些见过周婉的弟子纷纷拱手道：周婉，青州学院的副院长。张凡脸色猛变，没想到自己和天少云的交战竟然引来了这等强者。要知道整个青州学院一共就一个院长，4位副院长，而这4个副院长实力都是大道境后期巅峰的存在。只见周婉看了一眼疼得口吐白沫的天少云，皱着眉道：天北，这是你天界之人，带回去疗养吧。我们学院有明文规定，弟子交手，外人不得插手。若是你再敢对那位弟子出手，别说别人，就连老夫也饶不了你。是。天北急忙点头，周婉的话他敢不从吗？本来天北就在找台阶下，如今周婉一来，倒是给了机会。张凡对吧？你给我等着，伤了我天界的人，我们天界绝对不会善罢甘休。天北一挥手，几人便是拖着宛若死狗的天少云离开，而欧阳锋也是对周婉一拱手，随后跟着离开。你小子心性倒是不错，只可惜得罪了2个大家族，此次我出手完全是看在风老的面子上，你以后好自为之。说完，周婉也化作一抹流光消失不见。小凡，张璇儿冲过去一把抱住张凡，一阵嘘寒问暖。现在天少云被废了，以后没机会找你麻烦了。张凡笑了笑道：刚刚那是风老的气息吗？张璇儿问道。风老在学院中身份神秘，只知道他是藏经阁的长老，而刚刚欧阳家的长老以及天界长老表现得那么忌惮，就连副院长都亲自为风老出头，证明风老必定是个大人物，是我认识的一位前辈。我没想到那位前辈竟然这么厉害，之后我得好好感谢他。张凡带着张璇儿离场，而其他的弟子则是主动让路。天哪，将天少云打败了，而且还让2个玉虚境长老出现，最后就连周婉副院长都来了。风老神龙剑手不见尾，到底是何许人物？绝对很强。
所有人开始议论纷纷，他们看向张凡时的眼神没有了之前的轻蔑，反而多了几分重视。有着风老这种强者帮助，只要张凡以后不出青州学院，那欧阳家和天界就算实力再强，那又如何？而张凡则是将张雪儿送去了住所，随后前往藏经阁2楼。张凡见过风老。刚刚多谢风老。张凡拱手对面前的老者恭敬道：不用了，作为学院长老，这都是应该做的。风老挥手淡淡道：但是欧阳家和天界都是5大家族，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你。晚辈知道，唯独只有自己变强，才能解决道路上的坎坷。张凡点头道：从流云城到这青州城，张凡就已经清楚了，这所谓的家族甚至大家族都是疯子，一旦自己招惹上，他们就会和苍蝇一样，极其难以摆脱。只有一种方法解决，那就是将他们打怕，自己拥有极强的实力压制他们。不错，有胆色和气势。见到张凡这样，风老不由眉头一挑，看向张凡，接着他又微微思忖了片刻，道：不过就算是世家，也不是能随随便便就出手的，家族有分支，他们也有自己的事情要做。你可以利用这些间隔时间来给自己争取提升实力的空间，我不过是一个老东西，能帮你的不多。说完这话，风老便是靠在椅子上闭上了眼。多谢风老提醒，晚辈先告辞了。张凡明白风老意思，拱手恭敬后便是离开。他跟风老只可以说是萍水相逢，风老还算看得起他而已，还没到必须要帮助自己的时候。什么生米恩斗米仇，之后风老不帮张凡了，张凡也不会怨恨。通过风老的话，张凡大概也了解了青州城的家族势力，这些势力分成了几个派别，例如欧阳家以及周家、天界都是属于3皇子的，他们驻扎在这青州学院之中。而除了这2个家族之外，自然还有其他3大家族，那些人则是属于2皇子。听说有一个家族是大皇子的，不过却很少抛头露面。若是有可能，张凡可以在这几个家族之中周旋，从而达到牵制其他家族的可能。不过以张凡如今的实力，根本接触不到其他家族。听说这里的商会是全大陆最大的商会，进去看看，也许会有什么收获也说不定。从藏经阁出来，发现天色不早，张凡便离开青州学院，选了个地方换上了之前决斗场穿的衣服，在商会附近订了一个客栈之后，这才进入商会。天玄商会乃是天玄大陆最大的商会，也是玄武王朝最大的商会。这个商会并不是个人的，而是由不少商人势力组成，其商会遍布整个大陆。而在这里听说也拍出过不少好宝贝，所以他们一旦举行拍卖会，就会有不少人前来参加拍卖。此时日落西山，商会中已经人流涌动，好大的商会。张凡看了看四周，一股富豪的气息扑面而来，整个会场大的离谱，甚至超越了青州学院。不愧是天玄大陆最大的商会，富可敌国不是吹的。而且这还不过11楼，还有2楼、3楼，最高是5楼，而每1楼出售的物品则一个比一个贵重。在4层则是拍卖会，人人都可以参加拍卖会，有些人是为了长眼来的，有些人则是为了拍到宝贝前来。会场之上有无数个座位，呈扇子形状环绕周围，中心则是一个圆柱台，而扇形的上空还吊着不少的特殊包厢。张凡看了一眼，选了个偏僻的角落坐下，等待开始。而张凡进入后，不少人也跟着进来，很快整个会场就被围得水泄不通。此时拍卖会中心处亮起灯来，包厢之中也亮起了微弱光芒。一个长相半百的老者走到圆台之上，脸带微笑：老夫彭自若，见过诸位，今日我天玄商会进行拍卖会，希望多多捧场，有看得上眼的东西，希望不吝赐价，所有拍卖物品价高者得，一旦交手不予反悔。声音落下，他轻轻一挥手，一道灵力出现，只见圆台之上突然出现一张桌子，桌子之上一个瓶子出现在众人眼前，里面明显装着的是丹药，可还没有打开，丹药的药力甚至就已经扩散开来。所有人眉头一皱，这是何等丹药，竟然有如此浓郁的药力？对啊，还没打开就有如此浓郁的药力，肯定品级极高。那是必然，这可是天玄商会的拍卖会，拿出来的丹药品级能低吗？所有人议论纷纷，搓着手期待地看着场中的丹药瓶子。诸位，这是一枚常见的神通丹，品级不高，不过却十分稀有，乃是我们天玄商会的一位炼丹师随手炼制的，注入了炼丹宗师的力量。诸位请不要躁动，之所以我会拿出这种拍卖品，是因为注入了那位炼丹师的力量后，只要服用此丹药，必定会从筑基境提升到神通境。那彭自若介绍道。接着他将丹药瓶子打开，只见一枚丹药飞到他手上，上面出现3道气旋，证明确实是3品丹药。我就说嘛，若是一枚普通的神通丹，
天玄商会怎么可能拿出来拍卖？一般神通丹服用之后，只能提升小概率突破神通境的机会，而这颗神通丹吃下去后必能突破，乃是神药啊！虽然神通境不是特别高，但要知道，一个家族之中神通境弟子的数量可是家族的中流砥柱，而且这丹药注入了炼丹师的神力，有可能神通境以上的吃了都有提升的机会。所有人都激动不已，天玄商会一个炼丹师随意炼制的丹药就能让人如此疯狂，可想天玄商会的实力到底有多强了。而张凡却脸色淡然，若是没有遇到穆清水之前碰到了这种事，估计张凡也是那些狂躁人的一部分。现在却不同了，看看还有其他的没有吧。这些天张凡在角斗场靠着启寒赚了不少，碰到了想要的东西，还是有概率能够拿下的。随着第一件拍卖品落下帷幕，紧接着第二件、第三件，张凡全部都提不起兴趣，要么就是丹药，要么就是功法。可到了第五件拍卖品出现的时候，张凡眼前微微一亮，铿锵吼！这拍卖品一出，竟是带着一道破天的龙吟咆哮之声，整个拍卖场出现一抹无与伦比的剑气。张凡一愣，这剑怎么感觉和我相性很大？全场不仅是张凡震惊，就连其他人也傻了眼。而最激动的自然是那些专门修炼剑术的修士，一把剑对于他们来说那就是第二条命，也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。在众人的目光之下，只见剑身游荡着一道道剑气，那些剑气竟若有若无地呈现出一条龙的模样。不过让众人傻眼的是，这柄剑是残剑，怎么只有下半截啊？对啊，只有下半截有什么用？我还以为多厉害呢。所有人都失望透顶。虽然剑看起来很强，但却是残剑，价值不能说是折半，起码只有原先价值的1成吧。谁会钱多没事去买一把根本没法使用的剑呢？这把剑的名字未知，但据我所知，是我们天玄商会的人在一处古老的遗迹之中得来的。据说剑先前的主人乃是剑道至强之人，只不过在一次战斗中将这柄剑给损坏了，而那剑道强者也死在了那上古遗迹中。这柄残剑我们天玄商会检测过，却无法看破它的材质，只知道它无比的坚韧和锋利，同时还蕴含着一股古老的剑意。我们商会请了不少强者将这股剑意镇压，却都没能成功。这柄剑的剑意无法镇压，同时又是残剑，所以天玄商会决定拿来拍卖，有想要珍藏的可以来拍卖。现在最低价格100万下品灵石。而在这主持人介绍结束后，所有人都叹了一口气，这尼玛，天玄商会的强者都无法镇压这剑内的剑意，自己拍下来了有什么用？方祖宗牌位上挂着当祖宗吗？张凡也叹息了一声，这柄剑不知为何让我感觉很是熟悉，不过确实残剑，而且我身上已经有2把剑了，没必要继续买剑类武器。就在他要放弃的时候，一道声音却从张凡心中响起：张凡，这把剑必须拿下。穆清水的声音，他又苏醒了。清水，这不是残剑吗？为什么要？听到这声音，张凡不由心中疑问道。这柄残剑乃是开阳和天书剑的融合枢纽。穆清水说道，7星神剑一共7柄，你如今已经拔出来了2把，另外还有5把，到时候你是想用7把剑同时战斗吗？这话是什么意思？难道这些剑可以融合起来？对，7星神剑可以融入这柄残剑当中，其威能和剑附带的效果，残剑都能释放。我靠，这就不得了了。之前张凡在使用7星剑的时候，总是感觉一人用多把剑不是特别的趁手，而天书剑有着吞噬的力量，开阳剑又有着炙热的火焰力量，2把剑必须得同时使用才能用到其效果。可如果他们的效果都注入一柄剑内，那就不同了。可是他们说这柄剑中有一股强大的剑意无法压制，我能压制吗？张凡诧异地问道。天玄商会的人都压制不了剑意，张凡虽然剑术不错，但也不会自作多情地认为自己天下无敌。这世界上有一个能镇压的人，是谁？那就是你。你体内的7星剑乃是所有剑的祖宗，只要催动7星剑的力量，就能将这残剑镇压，同时将力量注入残剑当中。我之所以认识这残剑，还是在我活着的时候古籍上见到的，它可以说是7星神剑的容器，而其中蕴含的剑意连我都看不穿，是可遇不可求的存在，所以你必须拿下。穆清水声音冷淡道。这话一出，张凡目光开始炙热了。他清楚穆清水的眼光十分独到且狠辣，基本上什么都看不上。如今既然他都这么说了，那肯定没错。没想到自己随便来一次商会都有如此收获。谢谢。不谢，等会儿你得帮我拍下一件物品。穆清水淡淡道。啊，这里还有你能看上的物品？张凡一愣，除了之前的双修之外，
这穆清水女帝还是头一次主动开口问自己要东西。我有所感应，上台了，你就帮我拍卖下来吧。可是我要是拍卖下这残剑，估计就没多少灵石拍卖其他的了。这里人这么多，我买得起吗？张凡皱眉道：早知如此，就多赚一些灵石过来了。要不联系一下启涵，看看他有没有灵石能借用的。没关系，我要的东西十分普通，也该不会被哄抢。不过要是被别人抢走了，你必须把它弄到手。穆清水声音中带着一股若有若无的寒意，随后便是失去了气息。而此时张凡直接喊价，150万下品灵石。听到这声音，所有人都朝着来原处看去。这人是谁啊？这件都是废品了，他竟然要花150万拍下来。咦，这不是决斗场的阴阳剑神吗？我去，难道阴阳剑神看上了这把剑？这柄剑内暗藏玄机。我看不是，这阴阳剑神平时就出现在决斗场，为人比较孤僻，在外没有任何传闻。我猜测他是一个剑走偏锋的人，能买下这破烂剑也不是不可能。在场有的人认出了张凡阴阳剑神的身份，毕竟角斗场内阴阳剑神的名头实在太大了。张凡笑着道：这件我喜欢，想要带回家研究研究，若是没有人喊价了，那就给我吧。好的，既然没有其他人加价，那这件就要归这位贵宾了。150万灵石一次，150万灵石2次。所有人都在议论，却没有人继续叫价。谁他妈会无聊拿100多万灵石买一把没用的剑？也就阴阳剑神能做得出这种事了。150万灵石3次，恭喜这位贵宾获得了残剑，请直接接受交割。张凡闻言飞身下台，走向拍卖台。贵客，这柄剑的剑气强大，使用时一定要小心，免得被剑气反伤，平时还是存放在那戒之中吧。那棚子若满脸笑意提醒道：多谢。张凡故作声音嘶哑，随后将残剑收入纳戒之中，回到了台上。此人是剑修，而且剑意强大，派人看住。彭自若却心中说道：貌似在给某些人传话。哼，尽管放心，这残剑我们已经在很多地方拍卖过了，被人拍走后却都以失败告终。150万下品灵石虽然不多，但至少拍出去了，希望这家伙能够控制住这把剑，而不是被这把剑给反噬。一道苍老的声音在彭自若心中响起。哦，这话的意思是在其他地方早就有人拍卖过了，只不过都被剑意给吞噬，最后死了，然后又重新回到了天玄商会手中，直到今天都没有人成功驾驭。张凡木的达到了，只在原地打坐，运转玄黄诀。他意识潜入玄黄鼎内，将手中的开阳剑以及天书剑靠近残剑。本来剑气肆虐暴躁的残剑，接触到这开阳剑和天书剑后，就像是久旱逢甘露一般，立刻朝着两把剑冲去。瞬间两把剑化作一抹灵光，进入了残剑之中。而同时本身释放着无尽剑意的暴躁残剑也安静了下来。这算是成功了。张凡心中暗忖，这残剑本就是七星剑的载体，能如此简单镇压臣服是正常的，以后你直接使用这柄剑就是了。现在还是多注意我要的那件物品吧。就快上场了。此时穆清水的身影突然出现在张凡面前，提醒张凡，能让穆清水都如此挂念的东西必然不是凡物。张凡回到现实之中，看向拍卖台，只见一个拍卖品被拍卖结束后，彭自若轻轻一挥手，一个新的拍卖品出现。这新的拍卖品浑身散发着道道金光，这是一块砖头，金色的。清水，你要的就是这个？张凡诧异道。这砖头除了有点价值之外，貌似看不出任何异常来。本以为穆清水会拍卖多强大的物件呢，这不是普通的砖头，可是有着神纹的砖头。穆清水淡淡解释。张凡看向那块砖头，若是不仔细，还真看不出来上面有道道古老的铭文。神纹，那是做什么的？这就触及到张凡的知识盲区了。神纹，他听都没有听说过。这个你知道了也没用，反正先拍卖下来再说吧。穆清水没有解释，反而催促道：行。张凡点头。台上的彭自若展现砖头后开始介绍：诸位，这块砖头全是黄金打造的，和之前的残剑一样，都是来自上古遗迹，上面有一些奇怪的铭文，经过万年了却没有消失，不知其特殊的含义，可能会有拍卖者喜欢收藏的，起拍价100万下品灵石。我出150万，我出200万，我出300万。这次和之前不同，通过彭自若介绍之后，不少人开始喊价。金砖上既然有铭文，那就肯定是有作用的，拿回去好好研究研究，万一有什么好处呢？再说了，纯金打造的，价格已经不低于100万下品灵石了。很快这砖头的拍卖价格就被喊到了500万灵石，不过加价的人也越来越少，毕竟价值有限，而且不知道到底有什么秘密在里面。若是再高一些，也就没必要继续加价了。张凡见状
直接开口道：“既然是和上古遗迹一起出来的，那我就出600万灵石吧。”见到张凡加价到600万，所有人都是一愣。可紧接着又有人加价到650万下品灵石。张凡故作思忖，过了几息后才说道：“我就再加50万灵石，若是你想要，你拿走。”那人就直接放弃了。他注意到张凡明显是犹豫不决半天后才加价的，这块砖头价值根本就没那么高。700万下品灵石1次、2次、3次，成交。随着拍卖锤落下，张凡再度上台，一手交钱一手交货。他莫非看出了什么东西？见到张凡拿走砖头，丝毫没有迟疑的样子，彭自若又开始思忖起来。我看之后还是得派人盯着他才行。那声音再度出现在彭自若心中，不过却语气淡然，不是很在意。张凡的修为不高，就算是看出什么，那也是神通境而已，在他们眼里掀不起风浪。张凡自然不知道自己已经被盯上了，正要将砖头收入纳戒之中，却发现手中的砖头突然消失了。不是，穆清水，不用这么着急吧？张凡古怪道。一块砖头怎么能让穆清水蛟急成这样？要清楚，这里可是有无数强者坐镇的，你穆清水要是暴露了，那怎么办？别担心，就他们的实力，还无法察觉到我的存在。穆清水淡淡道。要小心的人是你，你已经被他们盯上了。我，因为这块砖头，不是砖头，这块砖头的价值他们看不穿，但那残剑的价值他们看得出。啊，那你这不是坑我吗？张凡抱怨道。他们之所以拿残剑出来拍卖，还是以如此之低的价格，就是想看看这江湖中有没有人能够破解残剑的。若是可以的话，你有可能可以借此机会和天玄商会扯上关系，这对你来说是好事。穆清水道。接下来我会再度进入沉眠，没有特别重要的事，我不会出来。说完这话，穆清水的气息再度消失不见，而张凡也不再逗留，离开了天玄商会，在一处小巷子之中穿梭，确定无人跟踪之后，这才走向青州学院方向，准备回到客栈中休息一晚上。可就在此时，一阵脚步声突然袭来。他妈的，张凡，你给本少等着瞧，等本少的伤好了，我定要杀了你。对，天少如今得到了神通丹，虽然您已经是玉虚境了，但服用这等强大丹药，肯定可以让您的境界再上一层楼。那是当然了，等我的伤好了，我就让人将张璇抓过来，好好的玩弄。张凡脚步突然一停，这不是天少云的声音吗？之前那神通丹就是他拍卖下来的，难怪叫价时候的声音很耳熟。紧接着，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还想对璇儿姐下手。既然你们不知好歹，那干脆就送你上路。说完，张凡直接从黑暗的巷子之中走出。谁？见到有人挡住去路，天少云等人都是一惊，惊呼道：“呵呵，我是谁？天少还不知道吗？”张凡冷冷道：“你不是那个在拍卖会拍卖东西的阴阳剑神吗？你知道我是谁吗？你敢挡我的路？我们可是天界的人。”听到张凡的话后，天少云等人感觉来者不善，急忙报出身份来吓唬张凡：“我要杀的就是你们天界的人。”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随后朝着几人冲去。天少云见状大惊失色，将2个小弟往前一推：“你们快给我挡住他，杀了人！救命啊！”天少云推走2个小弟后，便是立刻逃命，同时不断的呼救：“死！”张凡脸色阴沉，一剑刺出一道剑气，那剑气瞬间便是将2个天少云小弟斩杀。张凡没有停留，手持残破的剑，死！张凡运转玄黄诀，压制住残剑之内的剑气，向前挥舞。如今的残剑蕴含着天书剑和开阳剑的力量，无比强大，直接斩向天少云。前辈饶命啊！你我无冤无仇，为何要杀我啊？天少云本就负伤在身，知道自己跑不了了，直接跪在地上。可张凡却没有丝毫迟疑，剑气依旧将天少云斩杀。天少云额头上出现一抹血线，眼神震惊，死不瞑目，最后倒在地上。下辈子投胎做个好人。张凡眼中没有一丝悲悯，今日放走天少云，日后张璇儿定会出事，现在杀他是最好的机会，以后想要杀那就没机会了。刚刚有人在呼救，一道声音出现，张凡眉头一挑，直接闪身消失。接着一群人冲入巷子，在这有血腥味，这些尸体都是我学院弟子。好大的胆子，有人竟然敢在青州学院附近行凶，给我找，把那个凶手给我找出来。一道怒吼出现，只见不少弟子开始在附近寻找。张凡本想逃走，却发现来不及了，因为不少弟子已经将这里团团包围，而张凡则是急忙褪去衣服，换上了学院弟子的装扮。包围这里的弟子，内门的也有外门的，甚至还有长老也前来。
当见到天少云等人尸体后，他们都是眉头一皱，脸色惊讶。是天少云，天界的人，麻烦了。一白发长老脸色阴沉。若只是一两个普通弟子，学院解决起来很简单，可若是5大家族的弟子，那就没那么简单了。尸体还有温度，明显刚死，而且还是被一剑击杀，看来是个用剑的。白发长老摸了摸血液和天少云颈部，分析了起来。几个弟子搜查之后折返回来，白发长老问道：可有可疑之人？没有，这里除了我们学院的弟子之外，没有别人了。所有人都摇头说道：把这块区域封锁了，一个个查。天界的人了，学院必须给个说法。白发长老脸色阴沉，吩咐道：大人，你说杀天少云的人是不是那个张凡啊？只有他在学院内与天少云有仇，而且以他的实力确实足以击杀天少云。此时有个弟子拱手说道，而其他人闻言都是面面相觑。确实有这个可能。不像。那白发长老摇头说道：张凡我知道神通境7重，而击杀天少云的人起码是玉虚境了，绝对不是张凡。你们守住这里，凶手绝对没有逃走，再派人去外门看看张凡的情况。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长老依旧是让弟子去查看张凡的情况。黑暗角落之中，糟了，得快回去才行。说完，张凡便是隐去身形，消失在原地。张凡身法速度极快，很快便是到了房中，坐在房中打坐修炼。过了会儿，门外果然响起一阵嘈杂的声音。他就住在这，没有出门吗？对，张凡回来后就没出去过了。此时敲门声陡然响起。张凡在房间里吗？张凡起身，随后推开房门。陈斌，这些人是？张凡看了看陈斌，又看了看他身后的那些弟子，不由诧异道：我等奉命前来查探，你今晚可有外出？一个弟子冷声问道。没，我今晚一直在房间中打坐。张凡道：是吗？行，那你继续。那些弟子又盘问了一些人后，最终离开。陈兄，发生什么了？张凡故作不知问道。不清楚，那些师兄跟我说，那个天少云貌似被人杀了，他们来找凶手。陈斌道：原来是这样。张兄，他们能找你是有原因的，此事就算与你无关，都会跟你扯上关系，毕竟在这青州学院里，得罪天少云的只有你一个人。陈斌道。张凡点了点头。而仅仅一个晚上，天少云死的讯息就已经传遍整个青州学院，而不少长老参与了调查。他们发现天少云是参加了拍卖会后被人抢劫致死的，而不少人却将矛头指向了张凡。毕竟张凡与天少云有仇，天少云就被斩杀，这也太巧了。但他们也仅仅是怀疑，因为有人当时就去查了张凡房间。张凡一晚上没有外出，张凡念头进入了玄黄鼎内。玄黄鼎中，穆清水正在一张大床上闭眼沉睡，宛若睡美人一般。张凡没敢去打扰，不过却感觉穆清水的实力越发强悍了。他手中出现了3枚纳戒，其中1枚是天少云的，另外2枚是天少云小弟的。里面东西复杂，有衣服，也有资源，还有低级的武技。而天少云的纳戒之中却全是灵石。之前天少云拍卖下神通丹，花了不少灵石，没想到还有这么多，发财了发财了。而仔细查探后，张凡脸色一沉，因为天少云的纳戒里除了灵石之外，还有一些衣服，女人的贴身衣服。而一旁摆放着不少画像，上面画的明显是张璇儿。呵呵，没想到这小子对张璇儿爱得这么彻底，不过这个爱貌似有点癫狂了。这些衣物之上还有被污染的痕迹，加上这些画像能够证明这些衣物估计就是张璇儿的。而这小子每天估计就对着这些画像，拿着这些贴身衣物做那些事儿呢。翻找片刻后，张凡就找到了之前拍卖的神通丹。我如今是神通境7重，这丹药在筑基突破神通境的时候用处极大，就算是神通境服用也有极大的用处。张凡直接服用丹药，同时吸收天少云那戒中灵石的灵力。轰轰轰！随着张凡体内的灵力暴涨，灵力化作蛟龙一般流淌在张凡的4肢百骸之内。神通境8重，不仅如此，灵力还在猛涨。接下来就用这些灵石来助我突破境界吧。1个月时间内，张凡将天少云等人身上大量的灵石吞噬干净，同时天少云存下的那些丹药也都被张凡吞下。而张凡的境界更是达到了惊人的神通境8重巅峰，这已经足以用逆天来形容了。当然，玄黄鼎的时间和外界时间不同，这里面过去1月的时间相当于外界的3天，这也是玄黄鼎的逆天之处。之前张凡根本没时间长时间修炼，如今终于有了，从神通境7重提升到8重巅峰，这次收获巨大。张凡心中激动，不过连续突破这么多境界，
根基会不稳固，日后还得慢慢稳固。去决斗场估计要隐藏一下修为了，本来是神通境7重，眨眼就到了神通境8重，得吓死多少人。张凡心中叹息，好在穆清水之前教过他一种极强的内敛功法，可以隐蔽气息，只要不是极为强悍的对手，是无法发觉的。张凡念头一动，回到了现实之中。天色黑了，去决斗场看看，零食不嫌少，越多越好。张凡偷偷离开青州学院，随后换上了阴阳剑神的妆容。而让张凡错愕的是，这几天青州学院和青州城的巡逻士兵都变多了，看来天少云之死引起了不少反应。天少云若是光明正大战死的，也许没有人会害怕惊讶，可要是被暗杀致死，那就不同了。这证明有人敢暗杀5大世家的人，5大世家的人都敢杀，那凶手还有谁不敢杀的？张凡进入决斗场内，所有目光直接聚集在了他身上，这让张凡眉头一皱。这些天突破后，张凡将自己展现出来的气息调整为了神通境4重，虽然提升得很快，但也不至于吸引这么多目光吧？莫非决斗场也出现了变故？张凡眉头一皱，直接找到启涵。启涵姐，决斗场发生了什么事吗？你闯了大祸了，你还不知？启涵剜了张凡一眼，没好气道：啊，我什么时候闯祸了？张凡一愣，疑惑不已。自己这些天不就是参加了拍卖会，然后打了一会儿决斗场吗？哪能闯祸？莫非天少云被杀的事情败露了？哦，难道不是你做的？见到张凡面露狐疑，启涵不由问道：天少云不是你杀的？张凡闻言顿时大惊，真的暴露了？看你这表情，看来真是你杀的啊。启涵小声道。面对启涵，张凡并没有隐瞒，毕竟是自己人。他问道：他们是怎么知道的？明明这件事隐藏得很好，是天玄商会提供的消息。之前天玄商会有一把残剑被人拍走，拍走的人是阴阳剑神，而天少云死后，尸体中被查出有残剑的剑气了。天界如今怀疑是你杀了天少云，抢走了他身上的神通丹。天界和欧阳家关系密切，如今2大家族已经联手起来一起追杀你了，奖励十分丰富，你应该成为一块行走的巨大灵石了。启涵解释道。张凡脸色阴沉，他万万没想到会在这里出现问题。之前他用残剑杀死天少云，不过是想试试残剑的威力，反而让自己惹上了祸。难怪进来后这些人看向我的眼神都有问题。张凡心中思忖，倘若这不是决斗场，这些人估计已经动手了。老弟啊，姐跟你说，现在你还是想想如何保命吧，赚钱的事还是放一放。启涵提醒道。姐说的对，不过现在离开，估计会有不少人跟踪我，甚至外面都有人埋伏我吧。张凡声音阴沉道。现在的张凡乃是神通境8重，就算是玉虚境1重2重的人来了，他也不怕，但是要被多人围攻，那就麻烦了。而且天界和欧阳家都在追杀自己，若是2家的玉虚境界长老出手，自己插翅难飞。我先送你离开。启涵低声道，随后2人一起进入了一处包厢。他想走，不行，他悬赏这么高，绝对不能让他跑了。见到张凡离开，所有人立刻起身，随后跟了上去。张凡和启涵进入包厢，但其他人不行。不过决斗场之外埋伏着不少人，今日就算张凡插翅也难逃。包厢中，启涵看着张凡，眉宇间满是担忧。弟弟，你要小心，这段时间你这阴阳剑神的身份也不能用了。多谢启涵姐。张凡点头，随后进入包厢暗道。见到张凡身影消失在暗道之中，启涵叹了一口气，唉，这一劫怕是难以躲过啊。即便是启涵以如今的实力都难以逃脱欧阳家与天界的追杀，最重要的是天玄商会明显也加入了其中，这才是最恐怖的。而张凡这边顺着一条阴森的暗道走出，来到了一个巷子之中，他直接朝着一个方向前去。可就在此时，刷刷刷，几道破风之声朝着张凡冲来。张凡立刻翻身躲闪。谁？阴阳剑神，终于让我找到你了，有人花了高额赏金买你的命，你逃不了的。冷笑之声从巷子之中传来，紧接着一个男子走出，而这男子身后还跟着不少黑衣人，很快便是将张凡团团围住。你们是决斗场的人？张凡脸色阴沉，眉头一皱。这些人都有决斗场的身份牌，明显是决斗场的人，甚至有几个张凡之前还见过。兄弟，咱们反正都是打黑拳的人，稍微理解理解，都是为了钱，把你的命留下吧。在青州城5大世家，你竟然一次性得罪了2家，我真是佩服你的胆量。你是第一个，今天你就算是插翅也难逃。哈哈哈！决斗场的那些人冷冷笑道。
似乎已经幻想起杀了张凡，拿他人头去换钱的场景了。随着他们的声音出现，很快又有更多的人围了过来，全都是决斗场的，甚至张凡还能感受到不远处还有一些目光盯着自己。这就是群狼环伺吗？自己也太招惹瞩目了，冲杀出去！张凡心中阴沉，手中寒光闪烁，残剑出现一抹寒光，身形宛若鬼魅，直接朝着一名武者冲杀而去。妈的，还敢主动出击！上，杀了他，拿他的人头去领赏！见到张凡竟然还有胆子主动冲过来，所有人都是一惊，回过神来后，所有人都冲向张凡。噗嗤，对方人数较多，不过依旧不是张凡对手。张凡的速度实在是太快了。张凡在击杀面前的一名武者之后没有停留，直接朝着另外一方杀去。他的目标是要逃出升天。这里的人实在太多，那命来吧！两名武者脸色阴沉，手举大刀朝着张凡砍去。唰，两道脆响出现，虚空之中甚至还出现了一抹若有若无的天龙景象。两人的脑袋瞬间落在了地上。他竟然如此强悍！那把残剑不是在天旋拍卖会拍卖到的废剑吗？怎么会这么强？见到张凡如此强悍，所有人都是面色大变，难以置信。哼，他就是一个神通境4重而已，我们这么多人，难道还会怕他不成？又有一道人影重来，他体内灵力暴动，瞬间激发，几道飞剑竟是腾空而起，环绕他身体周围。神通境9重，神通境9重竟然能够将灵力外放，去死吧！那武者一挥手，所有剑朝着张凡直刺而去，势如破竹。找死！本无意和他们为敌，可他们却非要自己性命。既然如此，玄黄诀开！张凡眼中杀意肆虐，玄黄诀已经被运转，一股股浓郁的剑意肆虐开来，剑意宛若实质，直接冲向神通境9重武者。噗嗤，剑光呼啸而过，金戈炸响出现，所有飞来的飞剑竟是被张凡全部击溃，而张凡却没有丝毫停留，反而手持残剑继续刺向那神通境9重武者。糟了，这小子怎么会这么强？看我的气灵！那武者震惊莫名，刚要启动气灵的力量，由于之前太轻敌了，所以连气灵都没有使用，如今想使用却为时已晚。噗嗤，又是一道脆响，鲜血从那武者断裂的脖子处喷涌而出，一颗头颅直接腾空而起。吼！张凡手持残剑，残剑释放出一道龙吟声，都给我死！张凡再度冲入人群中，犹如虎入羊群，一道道鲜血喷溅，几个人又倒在了地上。竟然是真的，他真的控制了龙渊剑，这人实力极强，不能硬来。躲在暗处的几个人脸色阴沉不已，其中就有欧阳家和天界的人，而另外一边则站着一个男子，男子面容消瘦，鹰钩鼻，死死地盯着张凡的一举一动。这人正是天玄商会的人。真的成功了，看来圣子有机会突破了，得快将此事告知商会。那鹰钩鼻男子闪身消失不见。玄黄鼎之中，穆清水本是紧闭的双眼张开，美眸之中出现一抹诧异之色，这是杀意。张凡竟然凝聚出了杀意，难道是因为七杀剑诀吗？七杀剑诀顾名思义就是充满杀意的功法，七杀剑诀一出，必要出人命。张凡之前修炼七杀剑诀的时候，就有一股浓郁的杀意进入张凡体内，不过都被玄黄鼎给直接吸收了，所以张凡并没有表现出异常。可这次张凡大开杀戒，七杀剑诀的杀意越来越明显，在这浓郁的杀意笼罩之下，张凡浑身都是鲜血，脸上的口罩也破了一口大口子，双眼通红，宛若人间修罗神，让人望而生畏。而平时里在决斗场厮杀打斗的人，本是见惯了充满杀意的眼神，可如今见到张凡体内的这股杀意，却产生了畏惧之色。不可能，这人竟然有如此浓郁的杀意。他不是神通境4重吗？神通境9重的人竟然都被他秒杀了，我们还是快逃吧。本来所有人都是为了钱而来杀张凡的，如今这行走的钱竟然可能要了他们的性命。张凡却完全不知疲倦，依旧是朝着那些人冲杀而去。不行，杀意已经影响到了他的神智，再继续下去估计要走火入魔了。玄黄鼎内的木清水声音清灵，当下他直接掐出灵诀，一道灵力从木清水体内宠护，灌溉张凡全身。而就在此时，张凡本是厮杀的身体突然一愣，猩红的双眼出现一抹清明。刚刚我在干什么？好险！想起之前的一幕幕，张凡都有点后怕。他只感觉自己只想杀人，若是继续下去，走火入魔后，张凡估计会成为一个杀人机器，不能及时脱困，估计会立即身亡。清水，多谢！张凡心中说道，知道是穆清水在情急之下救了他一命。
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，暗地里还有不少人埋伏你呢，先逃走再说。穆清水提醒。是欧阳家和天剑吗？不止他们两家。张凡明白了，看来天玄商会这次也动手了。看到周围的人看向自己时的眼神都带着惧怕，张凡慢慢逼近所有人，所有人也连忙后退。就在张凡正要思忖着如何逃脱的时候，身后有危险，快躲开！穆清水焦急的声音突然出现在张凡脑海。声音落下，只见一道破风之声出现。张凡脸色一变，正想要躲过这攻击，是欲虚境强者。可张凡如今的修为，即便知道了也没法躲过。一股剧烈的疼痛从张凡后背传来，下一刻，那一名气息强大的强者已经出现在了张凡身后。天北！张凡震惊，偷袭张凡的人正是天少云的叔叔天北。妈的，竟然还残害我天界弟子，还令老夫都差点出事！给我死！天北怒吼一声，朝着张凡一掌轰去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灵光，并未躲这一掌，反而是将所有灵力都灌溉入残剑龙渊剑内。龙渊剑，靠你了！吼！伴随着一道真龙的咆哮之声，张凡体内灵力暴动，周身遍布无尽的剑意。一条由剑气凝聚而成的龙竟是腾空出现。下一刻，张凡直接一剑朝着天北刺去，而那条凭空出现的剑气长龙也跟着一起冲向天北。混账！区区神通境竟然敢和我作对！死！天北满脸不屑，一掌便是轰在了那条剑气龙影之上。轰隆！一掌一剑相碰，灵力荡漾而开，剑气长龙直接破碎，而张凡则是借助着那股反作用力直接倒飞出去。轰！张凡撞击在一面墙壁之上，扬起一片尘土。天北则是瞬间飞身冲到墙壁周围。由于天北的实力太强悍，这面墙壁被撞坍塌之后，整座房屋竟然都跟着坍塌了下来。等到烟雾彻底弥散的时候，断壁残垣的房屋之中只剩下天北的身影，哪还有张凡的影子？阴阳剑神呢？天北等人神色一变，刚刚张凡明打不过我，却非要出手，原来是借力故意逃走，被耍了！混账！我要将你碎尸万段，挫骨扬灰！天老弟，整个地方都被我的人给封锁了，他逃不了的。来的人也是个半百老者，脸色严肃，名为天玉龙。见过前辈。那些之前围攻张凡的人纷纷对两人恭敬拱手道：不用客气，这次你们来帮我们抓阴阳剑神，虽然没抓到，但依旧可以去我们两家领取一些赏钱。要是以后你们谁能击杀阴阳剑神，我们不仅会将之前答应好的奖赏给你们，再多加3颗上品灵石。那天玉龙对所有人说道，而这话让所有人都是脸上欣喜，激动不已。所有人立刻开始搜寻张凡的身影。一个阴暗的巷子之中，张凡背靠着墙壁，喘着粗气，嘴角还挂着一丝鲜血。哼，为了杀我真是费尽心思，竟然整个地方都封住了。张凡冷冷道，青州城起码是30-40个流云城那么大，他们封的地方相当于一个流云城的大小。在他们搜查的时候，这边的人已经被清空，还有不少人正在搜查巡逻。简而言之，张凡现在想要逃出这里简直难如登天。若是逃不出去，以他们的搜查方式，迟早要找出张凡来。果不其然，没过几分钟，不远处就出现了动静。看来想要出去，只有杀出去这一个方法。张凡眼中一闪，直接朝着出口处冲去。而那个地方有4-5个神通境武者看着。张凡要做的是尽量小心，动静不要太大，一击击杀对手，免得将天北等人吸引过来。他会在这里吗？也许没在，我们去其他地方看看。不行，每个地方都得地毯式搜索。那小子狡猾得很，给我仔细搜查。几道声音传出，时机到了。张凡眼中一闪，看准时机，手中龙渊剑挥出，一气呵成。糟了，他在这！救！几人见到张凡，正要呼叫救援，可张凡的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又是躲在暗处突然出手。5人刚要喊人，可喉咙处已经出现了血线，喊出来的话却被翻涌入口中的血液给堵住。而张凡斩杀了那几个人时，天北等人察觉到了动静。哈哈，终于让我发现你了，给我站住！天北怒吼一声，朝着张凡这边追杀而来，灵力肆虐，朝着张凡冲去。张凡一剑荡开那些灵力，却依旧感受到了那些灵力的强悍，体内气血一阵翻涌。不行，完全打不过。呵呵，还想跑？今日你无论如何都逃不出我的五指山。天玉龙冷冷一笑，从怀中拿出一个阵旗，直接往地面上一插。锁魂阵，阵旗释放出耀眼光芒，一道阵法自天空落下，直接将方圆10几里都包裹其中。妈的，
这些家伙为了杀我，连阵旗都用上了。张凡略显疲惫，虽然逃跑速度还算快，但他已经察觉到灵力已经越来越少了。而阵旗是十分贵重的东西，强大的阵旗甚至比高级丹药都要贵重。丹药是用来提升修为的东西，而阵旗是用来保命、杀人的东西。炼制阵旗需要强大的阵法师，这就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虽然如今是神通境后期，在神通境内几乎无敌，可面对真正的玉虚境强者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穆清水轻笑的声音传来，我知道，但是有些人该死，并不是我想得罪他们，而是他们非要来惹我。张凡凝声说道，在神通境，张凡几乎没有输过，甚至还有可能打败玉虚境1、2众，可要是玉虚境中期后期，张凡真没那能力。况且这还是欧阳家和天界一起布下的陷阱，天界有2个玉虚境的强者来追杀，一般神通境早就被碾碎成齑粉了，张凡还能活着已经算是奇迹，最后甚至逼得他们使用了阵旗。你们给我等着，若是让我张凡今日冲出去了，他日我定让你们加倍奉还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光。好了，有时候说你不聪明呢，你确实还挺聪明的，说你聪明呢，其实是个傻子。穆清水突然道，啊，清水，这话什么意思？都这个时候了，你就别打趣我了。张凡苦笑道，都生死关头了，穆清水怎么一点都不着急啊？你都忘了，你有2个身份了。穆清水冷哼一声，这话一出，张凡一愣，对啊，自己除了阴阳剑神这个身份之外，还有一个身份啊。先找个地方躲起来，恢复实力，天亮之前出去。张凡疯狂运转灵力，速度飞快，借助着夜色，很快就是逃出了天北等人的视线。妈的，这小子速度怎么这么快？真逆天！又被他逃了，但如今阵法已经布置，他无论如何都逃不出去。给我继续搜。张凡躲在一处房间内，盘坐在床上，开始运转功法。玄黄鼎内灵力充沛，滋养张凡全身。才2个时辰，张凡就已经恢复。张凡查探了情况，外面搜查张凡的人越来越多了，无论是欧阳家的人还是天界的人都有，甚至还有一些决斗场的人。为什么找不到？给我搜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天北脸色阴沉，怒吼。而那些弟子们开始疯狂搜查。老弟，别生气，我的阵法已经布置好了，终会找到那小子的。天玉龙说道。即便如此也不行，这里可是青州城。天北脸色阴沉道，要是一个小城，封住一个城几个月都没人敢说什么，可这是青州城，皇城的3大城市之一，是玄武王朝的主要城市，即便是5大家族也不敢随意封锁几天时间，只需要封1个晚上，必然找到阴阳剑神。天玉龙道。而此时阵法之外的那些民众已经被巨大的吵闹声所吸引，被惊醒，他们只在远处观看，不敢靠近。这是发生了什么？好像是欧阳家与天界联手在抓人。你们看，那不是风家、云家、刘家吗？他们也来人了，5大家族全部都来了，这到底发生了什么？所有人见到这一幕都不由议论起来。而其他家族那边一团一团聚集在一起，貌似在吃瓜看戏。竟然用了这么多人，要是没法抓住阴阳剑神，那他们欧阳家、天界可就丢脸了。对啊，听说阴阳剑神不过是一个神通境而已，2个玉虚境带队都抓不住，哈哈。云小姐，您觉得他们能抓住那阴阳剑神吗？家族的弟子议论纷纷，有人看向一个女子问道。女子身着白裙，长相宛若天仙，两眼宛若深邃的星辰，不可捉摸。听到这话后，那女子嫣然一笑道，我看困难，为了抓我真是煞费苦心啊，而且还引起这么大动静，若是我现在换成本来的身份出去，估计也会引起猜疑。张凡躲在一处阁楼上查探后道，对了，还有一个方法。张凡眼中一动，在这阵法之中还有不少大家族弟子以及决斗场之人。家族弟子也许天北和天玉龙认识，可那些决斗场之人的信息他们绝对不知道。张凡已经有了一个计划，他观察周围情况，等待机会。一会儿后，机会来了。张凡念头一动，直接将一个路过的决斗场之人拉入房间，轻松解决。那人身着黑衣，不是很显眼，而且实力也是神通境4重，属于放入这群人中别人都不会多看一眼的那种。动作快点，他们就不会察觉。张凡将自己衣服脱掉，随后换上了那死士的衣服。张凡身形一闪，便是出现在了巷子之中。在别人看来，那个决斗场武者只是进入一个房间搜查了片刻，然后再走出来一般。这种事情整个地区一直在发生，所以并不会引起注意。而张凡则是假扮身份搜查张凡的下落。很快天要蒙蒙亮了，此时不仅是决斗场的武者，就连大家族的弟子
都已经略显疲惫，毕竟查了这么久，依旧是没有找到人。难道我的阵法没能困住他？他早跑了？这不可能啊！天玉龙都不由暗自思忖起来。本是紧张无比的搜查行动，瞬间就松懈了不少。尤其有些人甚至准备打退堂鼓了。有的人认为张凡实力强悍，能秒杀神通境9重的强者，他们就算是找到了张凡，又能奈何得了张凡吗？到时候估计还得死在张凡手里呢。有人已经开始和天北请命，随后离开这里。天北和天玉龙倒也没强留，让人仔细盘查那些要离开的人之后，就放走了他们。而张凡也默默跟了上去。此时面前已经有一群人排起了长队，挨个开始排查起来。很快，张凡就走了过去。名字、号码牌。那盘查人问道。林峰。张凡直接死者名字报出，随后又拿出了号码牌。这都是之前杀那人的时候了解的。不仅这些，张凡甚至还伪装了那死者的模样。生意。这是奖励给你的零食，走吧。那盘查者将一个乾坤袋丢给张凡，里面应该是千颗下品零食。谢谢。张凡接过乾坤袋，表现得很是惊喜。真好啊，搜查我自己，然后我又逃了，完事儿还送我1000零食。这欧阳家和天界原来还是好人啊。而走出大阵之后，张凡加快脚步，很快就是消失在众人视线当中。天快亮了，赶快回去。张凡急忙朝着青州学院冲去。不久后，张凡便是来到了自己的住处，换好衣服，然后将一切都处理干净。此时天已经彻底亮了起来。张凡和往常一样，依旧是等到大院里面的其他人醒来后，这才慢慢的走出房间。嘿嘿，你们听说没有？昨晚可有大新闻啊？什么事啊？我昨晚一直在睡觉，没听说啊。先前天少云不是被人杀了吗？听说天界查出了凶手是决斗场的阴阳剑神，欧阳家和天界联合起来，一起追杀阴阳剑神，封锁了一块区域，追杀了一晚上。啊，竟然让青州城2大家族一起围杀。这阴阳剑神那么恐怖吗？不恐怖，听说他的实力只是神通境4重。啊，那结果怎样了？结果还用问？肯定是被杀了。没有，听说欧阳家天界都派出玉虚境长老了，甚至还布置了阵法，依旧是没有抓到阴阳剑神。这怎么可能？张凡刚出来就听到陈斌等人正在议论，发生什么事了？张凡眼中微闪，随后也凑了上去。是这样的，陈斌将他知道的情况全部说了出来。而昨晚张凡逃离之后的事情，张凡大概也清楚了。昨晚没能找到张凡后，欧阳家和天界大发雷霆，甚至又封锁了其他区域，甚至叫人在整个青州城搜查，说是绝地3尺都要将阴阳剑神找出来。好在后面被皇室的人阻止了，因为闹得太大，引起了不少百姓的不满。听到这些，张凡庆幸不已，还好昨晚已经脱身，换回身份了，不然估计真被抓住了。接下来的几天内，张凡没有外出，就在学院里逛悠，每天修炼。很快，半月时间过去，其他人认为阴阳剑神应该是隐匿了身形，估计不会再来决斗场了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欧阳家和天界的追查也开始逐渐削弱。根据陈斌听到的消息，所有人认为阴阳剑神应该是死了，只不过没有找到尸体。这一天，张凡、张璇儿、陈斌坐在院子当中。你说半月就是外院的比试，已经要开始报名了。张凡皱着眉看向陈斌。对，招生大比结束之后就是外院的比试，外院比试结束之后就是内院比试，然后才是全院大比。其中招生大比3年一次，而其他的则是1年一次，每次外院比试都是进入内院的途径之一。等所有比试结束后，有些师姐师兄就毕业了。陈斌解释道。对了，璇儿姐，你进入这里3年了，今年的招生大比开始就是第4年，4年毕业一次，你要毕业了。这张凡看向张璇儿。对的，学院有规矩，一般弟子只能在学院待4年时间，4年后就得出去。张璇儿道。除非参加内院比试，进入内院后就能留在学院中继续修炼。原来如此，那璇儿姐，你要参加这次比赛吗？今年是我在学院的最后1年了，也是最后一次机会，若是不能进入内院，那就得离开了。张璇儿道。这学院大比有什么规则吗？张凡看向陈斌问道。这比赛其实和招生比试有点相似，只不过弟子的修为更强，危险更严重。所有人进入一个秘境，秘境之中有不少塔，塔里面有令箭，参赛者按照夺取的令箭数量做出排名。陈斌解释。张凡眉头一皱，如今张璇儿的实力乃是神通境9重，也不算弱的了。不过他还是有点担心，要是张璇儿一人参加比试，没有人照顾，万一遭遇了危险怎么办？伯伯张恒奇可是交代了自己要保护好璇儿的。想到这些，张凡直接道：我也要参加这次比赛。陈斌，
要是我和我姐都参加，有个照应。你要参加，不行吗？可以，但是这境界……陈斌道，好像有点低了，进去不会有危险吗？这可不是招生大比，参加比赛的都是外院的强者啊。要是你能拿到前100名，这样你就有机会进入内院了，甚至还有机会参加今年的内院比试。虽然进入了内院，就算赢了也没有升级空间，但是奖励却无比的丰厚，也许还会被皇室的人所青睐，被皇室收入囊中培养。陈斌道，奖励不错，外院的奖励已经可以了，内院的绝对不凡。至于什么皇室不皇室的，张凡不在意。这半月时间，张凡无法以阴阳剑神的身份出去，没能赚取灵石和修炼的资源，而自己本身也和欧阳家天界有仇，所以也不好出去，导致修炼进度缓慢。如今半月时间过去了，张凡还没能突破，依旧是神通境8重。随后张凡与张璇儿一起报名参加了比赛。在秘境之中有一种特殊的联系方式，那就是玉符，一旦玉符出现在一定范围内，就会有感应，只不过感应力不强。你们想是真想在秘境之中联系，还是得购买某些灵器，不仅能传音，还能感受到对方的位置。陈斌说道，哪里有卖？天玄商会有，阴阳剑神的身份不能用，而张凡本身的身份还从未进入过天玄商会。虽然张凡体现出来的修为是神通境4重，但他穿着青州学院弟子的衣服，长相又帅气，很快便是引起了不少人的注意。客官您好，您有什么需要？一个长相姣好的女子带着笑意走来，需要2块通灵玉，加上一把上好的剑。张凡道，之前张凡已经将天书剑和开阳剑融入了龙渊剑内，而龙渊剑实在太惹人注目了，毕竟是一把残剑，估计一拿出来就会被人发现，用不了龙渊剑，天书和开阳又没了，只能用其他的剑。好的公子，随小女子来吧。那女子眼前一亮，急忙带着张凡走向2楼天玄商会的1楼，是一些普通物件，2楼品质更好更高，东西极多，而且品质都不错。可张凡却看不上眼，这些东西对神通境中期的人还算可以，可对他没多大帮助。公子，这些您都不喜欢吗？不如去3楼吧。那服务员察言观色，知道张凡不满意这里的东西，便是开口道，好，去3楼吧，我要2块能知道对方位置和状态的通灵玉，最好是能传音的。张凡说道，公子，莫不是送给别人的礼物？那女子不由眼前一亮道，是的。张凡尴尬挠头，这女的怎么看起来表情如此诡异？不会以为我是要送给自己女朋友的吧？呵呵，公子，传音的通灵玉没有，不过好的通讯灵器我们这边有，请公子随我来。那服务员带着张凡来到3楼，3楼比2楼东西要少得多，不过品质却更好，有些甚至被封存在柜子里，都不展示。被侍女带领来到了一个柜台面前，柜台里面有一对戒指，上面散发着微弱的光芒。公子，这是阴阳天灵戒，一黑一白2个，黑色是男方的，白色是女方的。只要公子与您的女朋友戴上这戒指，无需使用灵力，都可以感受到对方的状况和位置。侍女对张凡道，戒指，这貌似有点不好吧？可听他这么一说，这戒指貌似不错，比通灵玉好得多啊。多少？张凡问道。200万下品灵石。侍女激动地说道，要是能卖出这戒指，自己可有不少提成。好，我要。张凡直接点头。200万对他来说不算什么。谢谢公子。那侍女激动不已，看向张凡的眼神都变了，不仅长得帅，还多金，对自己女朋友还这么好。再选一件宝剑，然后就去交付吧。张凡说道，随后在侍女的带领之下，选了一把上品的宝剑，价值100万下品灵石，一共300万。张凡随意就拿出手了。可等张凡要去结账的时候，却发现之前戒指所在的柜台处出现了一对男女，而那个之前服务自己的侍女在一旁，脸色比较难看。见到张凡过来，那侍女急忙走去。公子，是这样的，刚刚掌管3楼的掌柜带来了一对道侣，他们也看上了这戒指，准备买下，所以你们就给他们了。张凡脸色阴沉道，没，那男客官还在迟疑，可能要买。侍女急忙道。张凡急忙走去，这戒指是他在这天玄商会见到的最好的通讯类灵器，无论如何都不能被抢走。走过去后，张凡看到了那对道侣，可一眼就认出了那女人，竟然是你。张凡不由惊讶，而那男女自然也注意到了张凡的到来。是你？张凡。楚梦离也见到了张凡，不由一愣，神色复杂。哦，梦离，你认识他？闻言，那男子也一愣，看向楚梦离道认识，一个地方走出来的人。楚梦离将目光收回，之前复杂的眼神也恢复了冰冷。听张家的人说，你来了青州城，没想到是真的。在张子晨接管了张家之后，
楚家就被赶出了张家。而楚梦离当时想要趁着张冲的名义飞上枝头变凤凰的梦想也破灭了。一阵辗转之后，楚梦离来到了青州城，认识了眼前的男子。在楚梦离看来，张凡虽然强悍，但仅仅只是在流云城那种小地方算得上是强者，是天赋极高的天才。不过要是放在这青州城，张凡就是一个小蝼蚁罢了。挺巧，没想到能在这见面。张凡并没有多理会楚梦离，反而是对侍女道：“那戒指包起来，我要了。”可是侍女看向一旁的掌柜：“你是3楼掌柜，这戒指我看上的，而且我都准备买了。”张凡知道侍女的难处，直接转头对掌柜的说道：“你先看上的，明明你刚刚不在这。张凡，你不会是记恨我，看我喜欢这戒指，就故意要抢我的吧？你这人真是小肚鸡肠。”张凡声音刚落下，楚梦离就愤怒不已。这戒指她很喜欢，她靠着自己男朋友的关系强行加入了青州学院，所以张凡都不知道楚梦离来了，因为他根本没有参加招生典礼。而且这次他也报名了比赛，需要此物，所以不能让给张凡。可以说他们本来都要买下了，只不过自己男人心疼钱才没有买。现在张凡却要来抢夺，这明显是看自己又有男朋友了，心里嫉妒，所以才故意找茬的。聒噪！楚梦离多么愤怒，张凡就有多么冷静。张凡转头看向掌柜道：“这是我先看中，已经确定要买了，只不过刚刚去挑选武器去了。买卖这种东西总得有个先来后到吧。这公子说的不错，但是这戒指您只是确定要买，并没有买下来。既然两位都认识，不如聊一聊，商议一下。”掌柜的是个机灵人，这话不仅没有给张凡面子，也没给楚梦离面子。张凡也知道自己确定要，但暂时还没出钱，自然也没法反驳。不过这戒指若是被楚梦离等人买走，那提成就是掌柜的；可要是被张凡买走，那提成可就是侍女的了。掌柜的，但这……侍女刚要说什么，却被掌柜直接打断：“给我闭嘴！东西没有交割，他们2人都想要，就让他们自己决定。”掌柜的说完，还对楚梦离身旁的男子道：“这位少爷，您心上人这么喜欢这戒指，要是被别人抢走了这戒指，面子可就丢光了。我看您还是快点买下吧。”那男子眉头一皱，迟疑了起来：“刘少，你不记得你之前跟我说的什么了？你说带我来买东西，只要我看中的，你都给我买的。”楚梦离对刘少撒娇道。这话一出，刘琦脸色阴沉，对张凡拱手道：“在下刘少，乃是青州学院弟子，这戒指买下来是准备参加比赛的，望兄弟割爱。不好意思，这戒指我买下来也是要参加比赛的，所以不能给你。你要参加比赛？你真当自己在流云城是个天才天骄，在这里也是天骄吗？告诉你，在这里比你厉害的人比比皆是。你就算是进入了比赛秘境，又能怎样？而且你还要买下这戒指，你有朋友吗？”张凡话音刚落，就被楚梦离直接打断。流云城的人，这话一出，无论是刘琦还是掌柜，都是眉头一皱。喂，这戒指你拿着没什么用，请别不识好歹。谁知刘琦变脸比谁都变得快，语气直接来了个大反转，就连掌柜的都一点不客气。这位公子，我觉得你还是将这戒指让给这位少爷吧，毕竟这戒指可是要100多万灵石，你能出得起吗？我出不起。张凡挑眉道：“哼，你还不知道吧？这枚戒指价格可是150万灵石，就连刘少都有点迟疑。你一个流云城走出来的小角色，你能？”掌柜满脸不屑。可谁知张凡却一挥手，直接拿出2个乾坤袋，这里一共300万下品灵石，包括之前那宝剑，一起结算。张凡直接对侍女道：“他可不想跟刘琦、掌柜这类人浪费时间。”啊，好。侍女愣了半天才回过神来，急忙接过乾坤袋。掌柜和刘琦脸色阴沉无比。你要是能够拿出更多灵石，我可以跟你拍卖，谁出的价格高，谁就得。不过我还是奉劝你，这个女人不值得你花钱。张凡冷冷说道。这话一出，刘琦脸色异常，没有说话。他确实带的灵石不多，不然的话，刚刚买戒指也不会犹豫了。不过，就算现在他能拿出几百万灵石，估计也抢不走张凡手里的戒指。张凡明显不止这点灵石啊，他那眼神简直太自信了。兄弟，我也告诉你一句，这外院的比赛可是十分危险的，仅仅只是拥有一些灵气，成不了大头。刘琦冷冷道，眼中上过一抹阴邪，明显意有所指。呵呵，这些谁不知道？张凡淡淡道，跟侍女交易结束后，将戒指和宝剑全部收下，随后转身离开。看到张凡的背影，楚梦离又是身体微微一颤，难道这次自己又做错了吗？不可能，不会的，这可是青州城，他张凡算个屁。梦离，这人到底是谁？
你和他不是同乡吗？难道很熟？见楚梦离神色不对劲，刘琦开口问道。他好像看出了猫腻。哼，不过是一个之前追求我却没能追到的废物而已。楚梦离道。可谁知张凡听到这话，嘴角勾起一抹冷笑，突然回过头。追你？请你搞清楚，当初你不过是被我休了的贱人，破鞋而已。张凡冷笑道。你……这话一出，楚梦离怒火滔天。张凡突然又看向刘琦道，你可能还不知道楚梦离的故事吧？在流云城的时候，他一直跟我在一起，都到了要谈婚论嫁的时候了，却因为我突然成了废人而把我给抛弃，转身就去追求其他男人，所以我才奉劝你离这种女人远一点，免得惹了一身骚。楚梦离这个阴魂不散的娘们儿，张凡也没想到能在这里又碰到她。什么？梦离，这是真的吗？刘琦听到这话十分震惊。他刚见到楚梦离的时候，楚梦离给他的感觉就是清纯漂亮的乖乖女，可怎么还有这种往事？一瞬间，楚梦离在刘琦心中的形象彻底崩塌了。刘琦哥哥，不是这样的，是他跟我有仇，故意诬陷我。楚梦离脸色慌张，急忙解释，自己好不容易靠着刘琦混进了学院，好不容易要参加比赛，这其中绝对不能出事。张凡却冷冷一笑，目的既然达到了，那就可以离开了。楚梦离来了这里，之前我杀了他叔叔的事情，废了他爹的事，肯定会报仇。在流云城，当着张家人的面，不好解决你。不过，要是在秘境之中，那就有机会了。张凡来到别院之中，将一枚戒指交给了张璇儿。张璇儿戴上戒指后，满脸惊喜。哇，确实是可以通讯的灵气，可好像这对戒指是道侣的啊。张璇儿看了看自己手指上的戒指，又看了看张凡手上的戒指，道：这个确实是情侣的，不过咱俩是姐弟嘛，只是作为弟弟赠送给姐姐的礼物而已，没别的意思。而且这对戒指的效果是所有通讯类灵气最好的，所以就买来了。张凡解释道。他还真没别的意思，就是因为这灵气好用。好，没关系，姐姐只是暂时替你保管，等比赛结束后再还你，你可以送给你的道侣。张璇儿却掩着嘴微微一笑。璇儿姐说什么呢？我可没有道侣。张凡道。道侣是要自己去找的，姐这里有不少朋友，要不要姐给你介绍几个？张璇儿眯着眼对张凡坏笑道。啊，姐你的朋友都比我大不少吧？我怕驾驭不住他们。张凡急忙拒绝道。你的意思是再说姐年龄大？没。张凡急忙摆手转移话题道。璇儿姐，既然戒指都已经戴上了，咱们去报名去。行。两人报名之后分别回到了自己的住处，还有10多天的时间才开始比赛，现在可是修炼的最佳时间。张凡念头一动，进入了玄黄鼎内。刚进入玄黄鼎，便是见到一旁的巨石上坐着一道妙曼的身影，飘忽若仙。张凡，你觉得本帝老不老？女帝大人长相如此美丽，年轻肯定不老啊，而且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。张凡急忙一记马屁拍了过去。哼，算你会说话。听到张凡恭维自己，穆清水点头，脸上露出一抹微笑。不过清水，你怎么突然醒来了？之前不是说要沉睡一段时间吗？正好我得加速修炼，不如……这还是张凡头一次有意提出要双修。穆清水脸色一红，身为活了几千年的女帝，和张凡已经发生过无数次关系了，但被男人主动提出要做那种事，还是头一次。穆清水身躯微微颤抖了一下，随后挥手拒绝。不了，之前的能量还没有消耗完，而且通过双修得来的境界是比较虚浮的，若是境界高还能稳得住，如今你境界太低了，稳不住。我今天醒来是想告诉你，你已经有我贺诗瑶了，就尽量别去想那些情情爱爱的事情，快速突破于虚境，对你我都有好处。这个当然。张凡急忙道。雪儿姐是我祖姐，我怎么可能对她有意思？今天的穆清水总感觉有点奇怪。张凡也认识穆清水这么久了，有时候穆清水冷若冰山，有时候疯狂，却从未这样一本正经的和自己说过这些话。他也没有多想，当下便是开始修炼。时间慢慢流逝，而张凡体内灵力也慢慢暴涨，神通境9重。张凡感觉到体内灵力极为充沛，便是运转玄黄诀，开始冲击新的境界。轰隆，张凡只感觉到雷鸣在体内响起，体内的灵力瞬间归纳于丹田之中，突破了。张凡心中一喜，玄黄诀虽然是顶尖功法，却也有坏处，那就是境界突破的太慢，但好处太明显了，直接能越级战斗。就在此时，门外传来一阵敲门声。张兄，在不在？是陈斌的声音，难道又有什么小道消息了？张凡意识回到现实，走过去推开房门，果然是陈斌。那个，张兄。陈斌平时说话大大咧咧的，今天却有点支支吾吾，让张凡一愣。什么事？直接说，
能帮得上忙的，绝对帮你。张凡笑着道。张兄，你知道刘琦吗？陈斌问道。刘琦，认识，前几天在玄天商会见到的。张凡点头道。你问这个干嘛？那个是我同母异父的兄弟。啊！张凡都愣了。陈斌一个这么能说会道的人，他的兄弟竟然这么呆瓜。对，同母异父，虽然他父亲和我没有关系，但刘琦和我是同一条血脉。我爹死后，妈就带着我嫁入了刘家。刘家在皇室有关，虽然同一辈之中有不少人，但嫡子却只有我和刘琦。陈斌说出了自己的家世。哟，看来这小子的家境还不错，而且故事还挺多。你这次前来找我，是为了你兄台的事情？张凡问道。对，陈斌有点无奈。你那兄弟虽然比你蠢得多，但我这人宗旨很简单，只要他不来惹我，我也不会去招惹他。张凡直接道。刘琦和张凡有点冲突，但只是小矛盾而已，早就被张凡抛之脑后。说实话，他还挺同情刘琦的，竟然能找到楚梦离这种女人。所以当时张凡还提醒过刘琦，让他远离楚梦离。没想到这家伙还是陈斌同母异父的兄长。刚入学院的时候，陈斌帮过张凡不少忙，他自然也不会计较和刘琦的事情。陈斌却满脸难看。张凡皱着眉问道。他不会想要来找我麻烦吧？对，我也是前2天知道的，我兄长被一个叫楚梦离的家伙给说通了，喊了一批人，说要在秘境之中弄死你，我劝过却没有劝住。陈斌无奈。张兄的实力我知道，我那兄长不知道自己几斤几两，竟然敢和你作对，所以我希望张兄见到他后能够避让一下，若是真的发生了冲突，希望张兄能高抬贵手。陈斌对张凡拱手。陈斌可是知道张凡手段的，此番前来竟是为了刘琦求情。刘琦纠集的那些人，要是对付一般的神通境强者还行，对付张凡那就完全不够看了。算了，只要他没惹恼我，没有招惹璇儿姐，我可以放过他，不过他非要来找死，那就没办法了。张凡叹息道。张兄，这是我家族的令牌，是我继父给我的，若是他真敢对你出手，你就亮出这令牌。陈斌将一个令牌递给了张凡，张凡接下放入纳戒之中。两人又聊了几句，陈斌就说有事离开了。离开之前还跟张凡说了不少关于比赛的事。今年的比赛十分热闹，不仅刘琦要参加，还有欧阳家以及天界的弟子，他们也在设计对付张凡。这欧阳家和天界必须除掉，不然就是打不死的小强不断来骚扰我，可是想要除掉他们何其困难。若是如风老所说，我参加皇室竞争会不会有用？张凡思忖，张凡如今的实力，若是冲去欧阳家和天界闹事，估计会被他们一巴掌镇压。可要是不除了他们，他们就像狗皮膏药，撕不干净。风老之前说的皇室竞争也许是个好办法，看来这次必须得通过这比赛拿到名次，然后参加内院比赛。对于张凡这种没有身份的普通人，好像也就只有这么一个门道了。随后张凡再度进入玄黄鼎内修炼，转眼便是几天过去。外院比赛正欲进行，张凡醒来后与张璇儿相聚，两人前往了广场。这次比赛吸引了不少人，甚至内院都有弟子前来观战。此时广场人人流四海，根本挤不动。刚进入广场，张凡就察觉到有不少人盯着自己看，欧阳家、天界以及刘琦和楚梦离。张凡虽然修为不算高，但却是一个出众的焦点。这人就是张凡，招生大比上打败了天少云，拔得头筹的弟子。没想到他惹了天界，还惹了欧阳家，真是有胆子啊。听说刘琦和他也有冲突，是因为刘琦的女人楚梦离和张凡同乡，两人之前有过情侣关系来着。那女的长得确实不错，不过可惜了，红颜祸水。张凡没有理会那些目光，看向张璇儿。璇儿姐，等会儿比赛开始，你小心欧阳家、天界还有那个刘琦一行人，见到了避开就是，尽量不起冲突。好，小凡，你要小心。张璇儿点头说道。他们还奈何不了我，放心吧。张凡微微一笑，如今他可是神通境9重，在青州学院也是个靠前的强者了，在这秘境之中没人能威胁得到他。他担心的是进入秘境后，所有弟子都会被随机分配到一个地方，若是张璇儿还没能和张凡会合就遭遇了敌人，那就麻烦了。过了会儿，人来的差不多了，而一张张熟悉的面孔也出现在了张凡面前，正是欧阳家欧阳冷以及天北等人。一个鹤发童颜的老者坐在主位之上，乃是青州学院的院长严碧清。他不仅是院长，还是皇室之人，是皇帝的弟弟。严碧清站起身来，看向众人。这次比赛和之前比赛规则一样，依旧是进入秘境后半月后算成绩。这秘境之中存在不少黑塔，在黑塔之中都有一根令箭，排名就根据夺取令箭数量排名，获得前100名的弟子
可参加这次内院的比赛。同时，所有的弟子都会分发一块传送玉佩，一旦碰到生命危险，可以捏碎玉佩传送出来，不过会失去比赛资格。好，比赛开始。只见严碧清大手一挥，所有弟子手中突然出现一块白色的玉佩，手持玉佩才能进入秘境，同时捏碎玉佩，放弃比赛后也能传送出来。雪儿姐，保重！张凡对张雪儿叮嘱。紧接着，几个长老掐诀，合力将一道灵力轰击在一片虚空之上，虚空荡漾，类似于黑洞的传送门出现，一道道光芒笼罩在张凡等人身上，光芒闪烁，所有弟子被吸入了秘境裂缝之中。等到再度睁开眼时，张凡出现在了秘境内，空中遍布乌云，而下方则是无尽的森林，遥望远处，甚至还有一处冰天雪地，如此环境显得极为诡异和恶劣。张凡所在的位置正是森林的边缘处，只需往前走几步就可以进入森林，这就是秘境。张凡心中警惕，秘境之中危险重重，不仅有其他弟子，而且还有各种妖兽。而就在此时，不远处一道白光落下，等到白光散去之后，一名弟子的身影出现在白光之中。张凡，我先走了。那弟子明显认识张凡，甚至有点惧怕张凡，说完便是朝着森林中冲去。而他刚进入森林，埋伏在地面上的一些藤蔓就像是有了生命一般，直接朝着那一名弟子击射而去。那弟子没想到刚进来就会有埋伏，直接被洞穿身体，鲜血从伤口处流淌而出，眨眼便是失去了声息。张凡微微一笑，手持宝剑，剑气一闪，便是将那人的一根手指头砍下，将手指上的那戒取走。刚进来就有收获，不错。不过这地方确实危险重重，当务之急是先找到雪儿姐，然后夺取令箭。张凡不再逗留，朝着一处荒芜冲去。森林之中大树林立，可见度较低，有危险在，可能都发现不了。刚刚那一名弟子就是仙河，而荒芜之地视野空旷，寻人也简单。张凡来到荒芜之地之后，放出灵力探查，一边行走一边查看周围的情况。张凡手指上佩戴的那一枚通讯戒指上散发着淡淡的光芒。张凡原地旋转一周，发现面向东边时，戒指光芒较为明显，应该是东边。说罢，张凡便是朝着东边冲去。张凡灵力查探十分敏锐，一路上并没有危险，而一些袭击张凡的妖兽被张凡一剑秒杀。一直往东边行走了差不多半个时辰，一片沼泽出现在了张凡眼前，而这沼泽之中有一座古老且漆黑的黑塔立着。沼泽外已经有几个弟子正在看着黑塔，眼中满是贪婪之色。这就是院长说的黑塔了吧？令箭就在其中。这可是沼泽啊，肯定十分危险，随意踏入不会死在里面吗？我们怎么过去啊？这黑塔没那么简单，听以往参加过的弟子说，每一座黑塔都有一只妖兽守着，又是沼泽又是妖兽的，太危险了吧？几个弟子虽然满脸贪婪，却不敢贸然接近。而此时张凡却踱步走了过去。张凡可是学院名人，在外院早就传开了，人群中自然有人认出了张凡。这里什么情况？怎样才能穿过这沼泽？张凡问道。你想夺取黑塔内的令牌？那几个弟子脸色阴沉，警惕起来。黑塔数量虽然多，但总归是限量的。好不容易发现了一座黑塔，可不能让张凡给抢走了里面的令箭。别担心，我不想要这黑塔里面的令箭，我想穿过沼泽找人。张凡摇头说道。戒指光芒强了不少，证明张璇儿就在前方，必须得穿越沼泽才行。这片沼泽太大了，要是绕过去估计得半天时间。沼泽深不见底，没有路，你想要通过必须得将黑塔内的那只妖兽杀了才行。有一个弟子提醒道。黑塔内的妖兽？没想到黑塔内还有妖兽镇守。张凡继续问道。神什么样的？不清楚。张凡眉头一皱，也不理会众人，直接朝着沼泽走去。我去，他是准备一个人击杀黑塔妖兽吗？我们跟过去吧。对，无论他成不成功，我们都有机会啊。他刚刚说不想要黑塔里的令箭，要是他真的杀了那头妖兽，会降令箭给我们吗？几人一阵议论，最后决定还是跟上去。真要碰到了妖兽，他们可以让张凡先试探实力，若是张凡打不过，他们再考虑作战或者逃离都行。张凡手持宝剑，已经靠近了黑塔，本来安静的周围却陡然开始暴动起来。这沼泽之下貌似有什么东西。吼！一道低沉的怒吼声出现，紧接着只见一道硕大的身影从下面浮现而出，他直接盘踞在黑塔之上，宛若一条龙。出现了，守塔的妖兽！糟了，快跑！几个弟子见状急忙后退。张凡眉头一皱，是玉虚境界一众的妖兽，这里的妖兽难道都这么强大？这可是外院比赛啊！外院能达到玉虚境的弟子十分稀少，而且
妖兽天生防御力和力量就比人类修士强大，一般御虚境1中的妖兽甚至可以和御虚境2中3中的人战斗。镇守这座黑塔的是一条绿蟒，浑身还包裹着坚硬的鳞片，无论你有多厉害，挡我路就只有死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直接走向黑塔。他竟然敢去，真想死吗？死了好啊，咱们就可以坐收渔翁之利了。那些弟子见到张凡竟然还敢去，不由惊颤。而那绿蟒似乎也察觉到了张凡的到来，立刻变得暴躁起来，那双散发着绿幽光芒的双眼死死盯着张凡，让人心生畏惧。这双眼竟然能震慑人的心魂。玄黄诀，张凡运转起玄黄诀，立刻冲散了那些震慑之力。可就在此时，吼！那条绿蟒宛若蛟龙一般，直接朝着张凡扑杀而去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就要一口将张凡吞下。死！张凡眼中一闪，直接拔出宝剑横扫而过，同时身体一闪，一道剑芒一闪而逝。张凡躲避了绿蟒的攻击，同时绿蟒脑袋上还留下了一条口子。绿蟒受痛，剧烈挣扎，怒吼一声，甩起巨大的尾巴朝着张凡抽去。这一尾的力量势如破竹，就算是御虚境2重的修士中招，不死也都得残。在沼泽之上，张凡行动受限，想要躲避自然是来不及了，他只能抬起剑来格挡。轰！巨尾扫在张凡的剑上，张凡体内一阵翻涌，直接被扫飞而出。这力量太强了，张凡借助那股力量倒退，身后掀起一阵泥水，勉强借助身后一棵巨树才停下。这绿蟒我们完全打不过，张凡也打不过绿蟒啊，怎么办？没关系，等他先消耗一波，消耗的差不多了，我们再出手。见到这一幕，所有学员弟子都心惊胆寒，而同时张凡已经重新孕育起灵力，再度朝着绿蟒冲杀而去。他脚踏在周围树干之上，速度倒是快了不少，躲过了几次绿蟒尾的攻击，朝着绿蟒一剑刺去。这一剑依旧是在绿蟒的身上留下了一道口子，依旧无法击杀绿蟒，甚至反作用力，还震得张凡虎口生疼，差点拿不住剑。吼！绿蟒暴怒，愤怒盯着张凡。张凡眯着双眼看向绿蟒的腹部，看来蟒蛇类妖兽的弱点只有腹部了。张凡几次攻击都是试探，没能击中腹部，或者说绿蟒始终都没有将腹部暴露出来，弱点就是腹部。可要如何刺中腹部，给他致命一击呢？对了，绿蟒在扑向我的时候会露出腹部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急忙退后，拉开了一定距离。通过张凡几次三番的攻击，绿蟒早就被激怒，见到张凡后退，还以为张凡要跑。吼！他怒吼一声，张开血盆大口，再度朝着张凡吞去。机会来了！张凡手中宝剑闪过微光，眨眼间便是冲向绿蟒。张凡身影极快，剑气弥漫周身，下一刻整个人往身下一沉，扑通，一道巨浪出现，掀起一阵狂澜，将周围的一些树木掀翻。紧接着沼泽陷入了平静，若非周围一片狼藉的话，众人还以为什么都没发生过。张凡死了，哼，让他装，到头来还不是被妖兽给杀了。一众弟子待在原地，言语中充满幸灾乐祸。而就在此时，本是幽绿色的沼泽水却泛起一阵血水，很快整片沼泽就被染红。张凡的血怎么可能有这么多？这不是张凡的血，莫非？所有人脸上全是难以置信。吼！又有一道怒吼传出，这次不仅是愤怒，还带着疼痛的悲鸣之声。本是平静的沼泽再度翻滚起来，一道硕大的影子从沼泽之中露出，随后狠狠地倒在沼泽之上，正是绿蟒。而这绿蟒的腹部被切开了一道巨大的口子，里面内脏正在翻滚流出，同时鲜血也在炯炯冒出。张凡他击杀了这只绿蟒，好机会，咱们快上！几个弟子眼中微闪，急忙拿出武器就朝着绿蟒冲杀而去。而几人刚冲过去，就见到一条巨大的尾巴从沼泽之中出现，扫在了众人身上。轰！轰！几人身影直接倒飞而出，摔落在水和泥土混杂而成的沼泽内，显得很是狼狈。而沼泽的中心，那只绿蟒明显还没有死，却因为疼痛导致身体不断翻滚。可他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张凡。张凡浑身是血，一手持着宝剑插在绿蟒的腹部，只要让他抓到机会，他眼前就会闪过几道剑光，给绿蟒再度来一次重创。几番折磨之下，就算是御虚境的绿蟒力量也被消耗殆尽，可以死了。张凡怒吼一声，一剑插在了绿蟒的心脏之上，鲜血从绿蟒伤口处喷涌而出，直接将张凡整个人染成猩红色。绿蟒最终失去气息，倒在了泥潭里，再无声息。御虚境1中的妖兽名不虚传。张凡叹息一声，好在自己运气好，发现了弱点，若没能发现弱点，估计他这辈子都击杀不了绿蟒。
他再度挥舞手中宝剑，切下了绿蟒身上的鳞片。刚刚张凡几次刺杀都以失败告终，原因就是刺不破这鳞片。这玩意儿防御力十足，以后可以拿来制作防具。只可惜玉虚境的妖兽还没能凝聚兽丹，若是有兽丹就好了。张凡将鳞片全部收下。妖兽和人类一样，一旦达到大道境，体内就会凝聚出丹。这丹是由丹田内的天地灵力孕育而出的，十分珍贵。张凡，这绿蟒的尸体和鳞片你可以带走，但是令箭的归我们。对，这黑塔是我们先看到的，要不是你出手，我们肯定也能击杀这只妖兽。几个弟子虽然狼狈，但见到绿蟒被杀，依旧围了过来，对张凡一阵呵斥。张凡虽然能力强，但在他们看来，张凡不过是找到了绿蟒的弱点，从而击杀了绿蟒。要是他们也能发现，一样也行。他们人这么多，都是神通境7、8重，又不像是绿蟒一样有致命弱点，自然可以和张凡掰掰手腕。张凡闻言，脸色一沉，一个令箭而已，张凡不在意，本来给就给了。可这些人自始至终却从未出手相助，反而在自己击杀了绿蟒之后还威胁自己，这让张凡怒火中烧。刚刚击杀的时候，你们怎么不来帮忙？我将妖兽击杀了，你们却来威胁我，真当我是软柿子，谁都可以捏一捏了。张凡冷冷道：我们就不来帮你，你要如何？一个弟子直接拔出宝剑，对张凡怒喝道：好啊，那我今天就不给了。张凡冷冷一笑说道：今天你不给也得给。兄弟们，张凡虽然厉害，但他刚刚和妖兽大战了一场，气息虚弱，咱们一起上，弄死他。对啊，欧阳家和天界还在花钱买他脑袋呢，咱们不仅拿了令箭，还能拿他脑袋去换钱，哈哈。几个弟子脸上满是凶狠之色。在比赛开始的前几天，欧阳家和天界就已经下过悬赏，谁若能杀了张凡，将他脑袋带出来，就能获得巨额赏赐。4品器灵天玄剑，3品器灵玲珑瓶。直到张凡已经穷途末路，但众人依旧是用出了自己最强的一招，朝着张凡攻击。哼，当时在巷子里的时候，无数神通境的强者追杀我，还有玉虚境长老追杀，我都能逃出升天。你们几个神通境中后期，竟然敢在我面前嚣张！张凡眼中闪过一抹杀意，直接朝着几人冲去。巷子追杀，你竟然是阴阳剑神，就是张凡！噗嗤，剑光闪烁，剑气弥漫，在空中荡漾，几个人的脑袋直接腾空而起。那断手之上全是不敢置信和震惊。张凡杀死几人之后，便是将他们那戒全部收入囊中。自不量力，张凡冷漠说道，随后走向黑塔，推开大门，一阵扬尘飞起。张凡屏气凝神，发现黑塔一共分为7层，而每一层只是摆设，里面什么东西都没有。在塔的正中央却有一个石台，石台上插着一面令箭，张凡直接拔了下来，换身衣服，随后寻找璇儿姐。张凡换上衣服之后直接离开。很快张凡出了沼泽，而这里却聚集了许多人，他们被一群身体娇小的绿蟒围攻，而张璇儿就在其中。璇儿姐，张凡心中激动，急忙冲了过去。有人，这人怎么是从沼泽里面穿过来的？不可能啊！见到有人前来，所有弟子都是一愣，而同时有一只小绿蟒也发现了张凡，朝着张凡扑杀而去。死！张凡手中剑一扫，一道剑气便是将小绿蟒给斩成2半。死！见到这一幕，所有人倒吸一口凉气，他们被一群小绿蟒围攻，难以逃出升天，而张凡却能一剑杀死小绿蟒，他到底是什么实力？难道是内院的弟子？不可能啊，内院弟子不可能参加外院比赛的。什么内院？这是张凡今年新生里最强的，新生大典还和天少云决斗了，天少云输给了他。哇，竟然是他！有人认出了张凡，心中激动，刚进入学院就如此强大了，若是在学院修炼个几年，岂不是更恐怖？弟弟！张璇儿惊喜不已，急忙喊道。张凡冲了过去，剑气弥漫，将所有小绿蟒全部击杀，冲到张璇儿身前。他和张璇儿认识吗？有人疑惑起来。璇儿姐，你怎么在这？我是跟随戒指的光芒来找你的，你穿越沼泽来的。是啊，张凡点头，多谢兄台出手相助。见到所有小绿蟒被张凡轻松斩杀，几个弟子敬畏地对张凡拱手致谢。不谢，你们来是为了沼泽内的黑塔吧？里面令箭已经被我拿了，你们去别的地方找找吧。不过令箭是可以夺取的，你们要是想抢，可以来试试。张凡淡淡的说道。不敢不敢，既然沼泽黑塔内没有令箭了，我们就先走了。几个弟子急忙说道。他们连沼泽都还没进去，就被小绿蟒围杀，差点死了。而张凡
不仅能横穿整个沼泽，还能击杀了镇守黑塔的妖兽，同时夺取令箭。他们怎么可能打得过张凡？弟弟，这些人是好人，我知道，不过人心险恶，多留点心眼总是好的。张凡淡淡的说道。也许那些人确实是对的，但塔内令箭只有一根，他们若是一起冲进去，那根令箭归谁？到时候人性的丑陋一面就显而易见了。雪儿姐，你来的时候有没有碰到欧阳家和天界的人？碰到了，不过他们没有为难我，反而在赶路，像是有什么急事。是吗？张凡眉头一皱，如果方向都是一样的，也许是在某个地方汇合呢。等到汇合结束，估计就该来找我的麻烦了。张璇儿道。对了，路上我还碰到了楚梦离，他在哪儿？张凡脸色阴沉，这个隐患也该灭了。你要找他？对，弟弟，你和楚梦离的事情我知道，但事情已经过去了，你也该放下了。世界上有那么多好女人，没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。张璇儿对张凡道。之前在张家，张凡对楚梦离特别好，后来发生的事情张璇儿并不知情，所以他还以为张凡喜欢楚梦离，想继续追求她呢。张凡一愣，随后笑着道。璇儿姐，你想什么呢？我找他可不是去追他，而是有事的处理一下。不是追他，那是什么事？你还不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吧？张凡笑着道，随后将自己和楚梦离之后发生的事情全部简单说了出来。不过阴阳剑神的事情并没有说，他害怕张璇儿担心。没想到他竟然是这种爱慕虚荣的女人，而且还害了弟弟，看来确实需要处理一下了。听张凡说完，张璇儿都满脸怒火。虽然他们如今和欧阳家以及欧阳家有矛盾，但并没有触犯他们的底线。阴阳剑神这身份才是他们要追杀的人，可楚梦离这人可是真会要张凡的命，到时候无论是张家还是张凡都没法避免。当初张凡还是太好心了，没能将楚梦离扼杀在摇篮之中。他们喊了那么多人，但也不是我的对手，不过为了万无一失，咱们还是先下手。张凡淡淡说道。好。张璇儿点了点头，紧接着两人也不啰嗦，张璇儿带头离开，张凡跟上。两人离开沼泽地带，来到了一处荒芜之地，而在不远处有数人正在对付一只妖兽，那妖兽的身后还有一座黑塔。又是黑塔。张凡又看向那些弟子，其中正有楚梦离和刘琦等人在，而他们自然也见到了张凡。是张凡，还有张璇儿。楚梦离眼中满是怒火，对刘琦道。刘琦，这头妖兽很强，我们将它引到他们那边去，让他们死在妖兽手里。行。刘琦点头，他吩咐身边几个弟子后，便是朝着张凡这边冲来。这头妖兽名为铁角犀牛，其力量极大的同时还十分暴躁记仇。见到刘琦等人逃跑，铁角犀牛眼中泛红，朝着刘琦追去。铁角犀牛每踏出一步，地面都会颤抖一下，可想而知它的力量有多大了。借刀杀人，看来他们也不傻啊。张凡冷冷说道。小凡要小心，这铁角犀牛乃是神通境9重，身上的皮十分厚重，一般的刀剑根本伤不了他。张璇儿见张凡并不在意，急忙劝说，他们伤不了铁角犀牛，是他们太弱。张凡没有在意，身体杀意迸发，朝着刘琦等人冲去。在这段时间内，张凡突破到了神通境9重，修炼7杀剑诀的他，对剑意还有杀意的把控又多了几分。尤其是那天从角斗场出来后的浴血混战，更是让张凡萌发了几道犹如实质的杀意。神通境的弟子面对这种杀意，自然是扛不住的。就连那铁角犀牛都是一愣，不由得恐惧起来，随后一转身就要逃跑。妖兽说到底还是动物，对强大的敌人有着天然的感知，知道自己要死，第一选择就是逃跑。可是人就不同了，有时候明知对方很强，却非要装逼冲上去，后果就是被重重打脸。唰！张凡一剑刺下，一道剑气朝着众人冲去。这是剑气，上面还附带了灵力，它能灵力外放。刘琦等人震惊，剑气并不恐怖，恐怖的是剑气之中还蕴含无尽的灵力，这可是只有玉虚境强者才会的灵力外放。据他们所知，张凡不是神通境4重吗？怎么可能会灵力外放？而张凡实际上是神通境就吃给你，有木清水赠送的内敛之术加持，他所释放出来的气息不过是神通境4重，不是大道境的强者根本看不出来。张凡这一剑直接将刘琦身边所有人斩杀，而刘琦也掉了一条手臂。这么多人竟然被一剑击杀，张凡到底有多强？张璇儿都捂住嘴，满脸震惊。我的手！刘琦吃痛倒地，捂着自己断裂的手臂，痛苦哀嚎。抱歉，这是你自找的，倘若不是陈明说过要留你一命，你也已经死了。张凡叹了一口气，淡淡的说道，说实话，
他不想留下任何隐患。不过断了刘琦一臂，留下了他一条性命，以后他也掀不起任何风浪了。随后，张凡踱步走向楚梦离，楚梦离浑身颤抖，跪在地上，满脸都是惊恐之色。张凡，你别过来，我求你不要杀我！楚梦离脚下连蹬，不断后退，但张凡眼中却没一丝怜悯。张凡，我知道你还是喜欢我的，我愿意和你在一起，我以后愿意一辈子都侍奉你，求你不要杀我好不好？楚梦离惊恐万状道：“哈，侍奉我？不，你太脏了。”张凡微微一笑：“你非要对我赶尽杀绝吗？”楚梦离听到这话，面如死灰，满脸怨恨地看着张凡：“你说呢？在流云城害我还不够，来了这里，你竟然还敢害我，这不是自找苦吃？”张凡冷冷说道。张凡，楚梦离突然脸色阴沉道：“我知道，阴阳剑神就是你。”这话一出，张凡眉头猛地一皱，他怎么知道的？见到张凡脸色异常，楚梦离冷冷一笑，像是抓住了张凡的把柄，气势一下又上来了。我去决斗场看过几次战斗，别人都不认识易容后的你，但我认识，毕竟我跟你可是从小长大的。楚梦离威胁道：“你要是不杀我，我可以不把这件事告诉欧阳家和欧阳家，我绝对保密。死人不是最守口如瓶吗？”张凡笑了笑道：“你若敢杀我，你绝对也不会好过的。”说完，楚梦离直接拿出一块玉佩，就要将之捏碎。可张凡察言观色，楚梦离拿出玉佩的瞬间，他便是一剑刺去，将整块玉佩挑了过来。啊！楚梦离的手臂直接落地，他惨叫连连。看来智者千虑必有一失，他以为自己隐瞒的已经够好了，没想到却被当年最亲近自己的楚梦离给发现了。而这块玉佩之中正记录着刚刚发生的一切。若是楚梦离离开了这里，学院内的弟子自然会知道刚刚发生的事情，而张凡的身份也彻底败露了。你果然狠毒！张凡脸色阴沉，本还想着他在自己家当了10多年丫鬟，念一丝旧情，将他彻底废了就算了。可如今呢？看来楚梦离一直都捏着自己的把柄，就想着如何要挟自己呢。张凡，我杀了你！楚梦离捂着自己断裂的手臂，直接朝着张凡冲了过去。冲过去时，他吞下了一枚丹药，整个身体竟然开始膨胀起来。自爆丹！张凡脸色一沉。自爆丹是一般没有什么底牌的武者最后的手段，神通境一旦服用，所爆炸之后产生的力量不弱于一个玉虚境强者的全力一击。小凡！张雪儿急忙喊道，急忙冲向张凡。别过来！张凡暴喝一声，手中宝剑剑上的剑气开始肆虐弥漫，一股股来自于真龙的龙吟之声响起，直接将冲向自己的楚梦离给击飞出去。轰隆！一道爆炸声响起，带起一阵血雾。楚梦离已经自爆，彻底死亡。小凡！张雪儿急忙冲到张凡身边，眼神无比关切。雪儿姐，刚刚很危险的。张凡心中一暖，张雪儿所做的一切和楚梦离所做的一切截然相反。楚梦离在张凡最困难、全身被废的情况下，选择离张凡远去，而张雪儿却在楚梦离要自爆，可能会炸死自己的情况下，还吵着自己冲来保护自己。我担心你啊，万一你出了事，姐姐怎么办？张雪儿说道。张凡露出一抹笑容，随后看向楚梦离自爆的地点，新仇旧账一并清算了，希望下辈子再也不会相见。还想有下辈子？张雪儿没好气地说道。没有。张凡急忙摆手，雪儿姐今天这是怎么了？张雪儿也意识到自己说错了话，急忙转移话题，看向张凡手中的玉佩道：这是流影玉佩，刚刚所发生的一切，所说的话都记录在其中。若是他刚刚将这块玉佩捏碎的话，刚刚这里发生的一切都会被传到青州学院中。张凡道：那怎么处理？这可不是小事。张雪儿有点担忧。我有办法。张凡却是一笑，直接将玉佩收到了玄黄鼎内。清水，帮个忙呗。张凡心中道。不。穆清水冷漠拒绝，语气好像有点生气的样子。这女人怎么回事？我又没有惹她，她生气干嘛？但张凡还是舔着脸道：女帝、女皇，您长得这么好看，简直就是仙子，总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被别人弄死吧？那可是2大家族的追杀，他们要是知道我真实身份的话，我就完了。到底什么事？穆清水听到这话，语气才和善不少。处理这玉佩不能用外力毁坏，一旦毁坏，信息依旧会传出去，它是个极大的隐患。张凡道：玄阴鼎内是一个特殊的空间，任何信息都无法传出去，你在这里面毁坏就行了。穆清水道：还能这样？张凡惊喜，这就少了许多麻烦了。张凡直接念头一动，神念进入玄黄鼎内，随后将玉佩捏碎，玉佩化作无数泡影，被玄黄鼎吸收，最后消失不见。
回到现实之中后，张凡道：“好了，姐，咱们收拾一下战场，然后再去想办法夺取令旗。”好。张雪儿点头，两人清扫战场，将所有尸体的纳戒全部取走。而这些人都是张凡一人击杀的。张凡想要送给张雪儿，张雪儿死活不要。最后两人走向了黑塔，而之前那头铁角犀牛还守在黑塔附近，见到张凡等人前来，他满眼的警惕之色。铁角犀牛很强的，你能击杀吗？自然可以，姐等我片刻。张凡直接走向黑塔。刚刚张雪儿可是亲眼见识了张凡的强大，想要夺取令旗就必须击杀铁角犀牛，所以张雪儿也没有继续劝阻。铁角犀牛见张凡朝着自己走来，更是警惕，前蹄不断的离地，嘴中发出呜呜的低吼之声，像是在警告张凡：“去死吧！”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手中剑微微一闪，一道剑气朝着铁角犀牛冲去。而铁角犀牛见状，也直接朝着张凡撞击而来。噗嗤，本是坚硬的皮肉，竟是被张凡一道剑气给撕裂开来，鲜血从破碎的皮肉之下涌出。铁角犀牛却没有倒下，反而越发愤怒。果然皮糙肉厚，还没死。张凡眼中再度迸发杀意，手中剑气更为浓郁，朝着铁角犀牛的弱点脖子处攻击。铁角犀牛虽然力量极为强大，但有一点不足的就是它的速度实在是太慢了，面对别人的攻击根本没法躲避，像是天生就喜欢抗揍和横冲直撞。噗嗤，又是一道脆响出现，铁角犀牛的脑袋直接被张凡斩下，鲜血涌出，铁角犀牛硕大的身子倒地，带起一阵巨响，已然死亡。两剑就将楚梦离等人逼入困境的铁角犀牛斩杀。张雪儿彻底看傻眼了，目光呆滞，惊讶不已。小凡，你的实力怎么这么强？以张凡如今的手段，想要进入内院都是轻而易举了。而且张凡这剑术简直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。呵呵，小意思，以后姐姐由我来守护了。张凡笑着说道。自从修炼玄黄诀又活了的七星剑中的2把剑之后，张凡体内的剑气和剑术就越发纯粹和浓郁了。如今他的剑术在这青州学院估计都是数一数二的存在。面对别人，张凡可能有所隐藏，可面对张雪儿，他没必要隐藏。两人进入了黑塔之中，这塔的构造与之前沼泽中的塔一模一样。张凡取下令箭递给了张雪儿。你不要。张雪儿接过令箭，不由一愣，姐不是要加入内院继续留在青州学院吗？有这令箭也该可以加入了吧。张凡笑着道。可铁角犀牛是你杀的，这令箭也该归你。张雪儿道。这样你也可以进入内院了。没关系，我有，而且我的目标可不是这一枚令箭。张凡微笑，亮出之前在沼泽地弄来的令箭。张雪儿这才收下，随后道：小凡，你想夺取100强以上的排名？排名越高就越容易被看中，所以越高越好，可以借用青州学院保护自己。张凡淡淡的说道。张凡和张雪儿离开这里，继续寻找令箭。可他们刚刚离开，就有不少人影飞来。这剑痕一共2道，第2道直接将铁角犀牛斩杀了。这里还有几具尸体，一样是被斩杀的，连玉佩都没来得及捏碎就死了。他就算是再厉害，也不可能是我们这么多人的对手，咱们快追！他们议论纷纷，朝着张凡离开的方向追了过去。这些人正是欧阳家的人，不知他们用了什么方法，已经确定了张凡所在的位置，随后追杀到了这里。不过张凡对此还浑然不知。一条潺潺溪流出，一条蟒蛇盘踞在这里，而蟒蛇的后面就是一座古朴黑塔。蟒蛇发出一阵怒吼，朝着张凡扑杀。张凡手中剑影一闪，便是将蟒蛇给斩成2半。清澈无比的溪流被染成了一片猩红。走吧。张凡拿去令箭之后，带着斩管而离开。而不久后，又有几道身影出现在了此地。这次是一剑斩杀。这家伙到底有多强啊？随后，每次当这些人抵达事故发生地后，见到的都是妖兽的尸体，却没能见到张凡的人影。而且所有的妖兽几乎都是一剑击杀，皮糙肉厚的，就是2剑这种人，咱们确定能够斩杀吗？要不我们还是联系欧阳家的其他人先会合吧。对，虽然我们人多不怕，但也不能拿性命开玩笑啊。这些妖兽要么就是神通境9重巅峰，要么就是玉虚境1重的。本来这群欧阳家人还激动地追着，可越追越发现不对劲。张凡实力简直超乎了他们的想象，就算是他们追上了张凡，能杀得掉他吗？带头一人眼中闪过一抹寒芒。没关系，张凡的行踪我们已经确定了，还是先联系其他欧阳家人吧，然后一起追杀张凡。欧阳全少爷说得对。所有人激动拱手，这样一来他们就绝对没有危险了。此时的张凡击杀了一头妖兽后，停在妖兽尸体边上。不对劲，
刚刚还感觉一直有人在跟踪，现在突然消失不见了。张凡自言自语。小凡，怎了？张璇儿问道。没事，先拿东西。而不远处站着几名弟子，满脸震撼。这也太强了吧！一剑就将那守塔的妖兽给杀了。这样下去，张凡肯定能拿到高名次。眼看着张凡进入黑塔夺取令箭，但没有一个人敢去阻止。很快，张凡和张璇儿从黑塔出来，见张凡没准备理会妖兽尸体，那些学院弟子凑了过来。这个，张兄，你若是不要这妖兽尸体，能否送给我们？一个弟子恭敬地对张凡道：拿去吧，你们去寻寻其他的黑塔，一些黑塔下还有一些妖兽尸体。张凡笑着道：谢谢张兄。所有弟子感激地说道。对了，这边的黑塔比较散落，你们可知道哪里黑塔比较多？尤其是比较难打下的黑塔。张凡这一路上遇到的黑塔并不是特别多，而且还有一两个已经是被打下来的。碰到被打掉夺走了令箭的，张凡相当于白跑一趟，与其白跑，不如找点别人打不下来的。冰雪山上有，那边去的弟子比较少，黑塔较多。对，这秘境的北方有一座大山，山上终年飘雪，气候寒冷，一般弟子是不会上去的，就算是传送到雪山附近的弟子，也会第一时间前往别处。由于寒冷，参赛者就需要额外的释放灵力来保护自己身体的温度，而且雪山的妖兽都比较特殊，一来一回基本就没人去了。那些弟子回答道：冰雪山。张凡看向张璇儿，确实有一座雪山，人迹罕至，我们还是别去的好，太危险了。张璇儿道：前来秘境的弟子基本上都提前了解过秘境之中的构造，这秘境有两大危险之地，其中黑塔众多，不过却人迹罕至，没人敢进去。一个就是黑暗森林，里面长满参天大树，遮住阳光，可见度低的同时，还随时随地会被一种特殊的藤蔓攻击。张凡降落的地方就是黑暗森林的外围，亲眼目睹一个弟子被藤蔓穿透身体而死。第二个就是冰雪山，处于北部，听说比黑暗森林更加恐怖，里面的妖兽都是冰雪类型的妖兽，异常强大。雪儿姐，没有人的地方反而更好，我们不如先去冰雪山外围看看吧。张凡道：行，既然是弟弟你的决定，那我们就去吧。张雪儿点头，两人便是朝着北方前去。我去，他们真去冰雪山啊！历来被传送到那边的弟子都是屁颠屁颠的往外跑，还是头一次见到有人敢主动跑去冰雪山的。听说冰雪山最强大的妖兽是极寒灵熊吧？那可是玉虚境4重的存在，人类修士境界不到玉虚境5、6重，不可能打得过。这下他们完了。整个秘境不算特别大，张凡和张璇儿用了2天时间来到了冰雪山的脚下。硕大的山被皑皑白雪所覆盖，十分的壮观雄伟。山脚之下，张璇儿看着巨大的雪山，神色比较激动。玄武王朝气候热，很少见到下雪，能被如此厚雪覆盖的山，他还是头一次见到。雪儿姐，我们进去看看，若是有危险再逃也行。张凡笑着说道。荒芜之地和沼泽地内的黑塔探索的差不多了，没探索的估计也被其他弟子给掠夺过了。张凡手中的令箭不多，能够进入前100名，却不能拿到好名次。而冰雪山和黑暗森林这2个地方鲜有人抵达，里面必定还有不少令箭。冰雪山对于其他人说确实凶险，可对于张凡却一般般，因为张凡如今的修为可是神通境9重，有着玄黄诀加上各种底牌的护身，对抗一只玉虚境3重的妖兽估计都不在话下。两人联袂进入冰雪山，刚踏足雪山就感觉寒风扑面而来，简直就像是一道阵法，将2个地区隔开了一样。张凡激活体内的圣体后，发现身体不仅不感觉到寒冷，反而还感觉十分舒服。没想到天道圣体还有这种好处，张凡心中一喜，这样一来就无需使用灵力来抵御寒风了。可张璇儿却没有天道圣地，即便是用灵力来抵御寒风，依旧是身体微微发抖。张凡急忙分出一丝灵力笼罩在了张璇儿体内，张璇儿颤抖的身体这才停下。小凡，看来姐姐没法跟你齐一上去了，我这状态去了也只能是拖你后腿。张璇儿叹气道。本以为雪山上危险的是妖兽，可现在看来不仅仅只有妖兽，这严寒就足以让他止步不前了。到时候遇到了危险，张凡估计还得分心照顾自己呢。也行，雪儿姐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张凡点头，随后进入了冰雪山。一路上全是一片雪白。所谓的冰雪山并非一座山峰，而是一处地点，也有冰雪平原，平原之上升起不少山峰。张凡放出灵力探查周围，在冰雪山之中疾驰。刚出发不久，就有一头通体雪白的豹子朝着张凡冲去。第一只妖兽，张凡手中寒芒一闪，直接将妖兽击杀。由于温度极低，剑上的血液都没来得及落下，就已经凝固成了冰血。张凡念头一动，将这些冰血震碎。
看来这里比预想中的还要寒冷啊！这里由于人迹罕至，导致冰雪类妖兽极多。张凡这才进入不到1个时辰，竟然已经击杀了7、8只妖兽。没有人，神通境9重的实力就没隐藏，所有妖兽根本不是张凡对手。很快，张凡便是找到了一座塔，轻轻擦去塔上的覆盖的白雪，这才露出塔身原本那古朴的黑色。而塔的不远处，有一只极大的猿猴正躺在那里休息。猿猴通体覆盖白毛，毛发极长，肌肉壮实，玉虚境2重。张凡眉头一皱，在荒芜之地和沼泽之中，张凡见过最强大的妖兽都是玉虚境1重的，从未见过2重。没想到刚进来就碰到了2重。这边是冰雪山上的雪原。吼！察觉到有人靠近黑塔，雪原瞬间苏醒，大吼一声，朝着张凡冲去。死！张凡手中剑光闪烁，杀意肆虐。这一击可是蕴含了张凡所有的力量。在这冰天雪地之中，张凡不能久战，只能迅速结束战斗。雪原被刺胸口，鲜血从伤口涌出。毕竟是灵长类的妖兽，弱点还是十分明显的。雪原倒在地上，血液染红了白雪，最后凝固成了冰块。张凡踱步走向黑塔，推开门，一股寒冷且腐朽的古朴气息传来。这座塔估计有很长时间没被开过。张凡心中感叹，玉虚境2重的妖兽不是内门弟子前来，估计外门没人打得过吧。而张凡不知道的是，当张凡将这张门推开的瞬间，青州学院的某处房间中，一个老者睁开双眼，眉头一皱。哦，这都过去300年了，竟然有外门弟子敢在秘境之中踏足冰雪山，而且还击杀了冰雪山的妖兽，天赋不错。这老人面若枯槁，脸上却写满了震惊和激动之色。最主要的是，这实力强大的弟子还不是5大世家子弟，因为若是真有能进入冰雪山的弟子，估计他早就知道了。没有身份的弟子对于青州学院甚至玄武王朝都有着好处，不能耽误，得立刻告知严碧清。说完，那老者站起身来，就要前去广场上通知院长，可他却脚步一停，眉头一皱，再度坐下。对了，距离比赛结束还有点日子，先不着急，让老夫看看这小子到底能走到什么地步。秘境之中的张凡自然不知道这些，他将令牌取下之后，回到了雪原尸体旁。之前山下的妖兽境界太低，尸体对我没有任何作用，但这雪原尸体无论是毛还是爪子，拿出去都能卖钱。张凡说完，手持刀剑开始剥落雪原身体上的毛发和抓啊。搞定一切之后，张凡又开始寻找黑塔。这只黑塔外镇守的竟然是一只熊，浑身和白雪世界一样，全是白毛，玉虚境3重，看来得用残剑了。这里反正没人能看见，就算是使用残剑也没人知道。经过半个时辰的战斗之后，这是雪熊已经被消耗的没有了力量，雪熊的身上也全都是血迹。最后张凡一剑结束了雪熊的生命，然后夺取令牌，剥去雪熊身上有价值的东西。又是一座又一座。房间中盘坐在床上的老者满脸震撼，不敢置信。张凡一连夺取了几座黑塔令箭，却只消耗了1个多时辰，而且这些时间还包括张凡寻找黑塔的时间。最重要的是，张凡到如今还没有受伤，简直逆天。此子前途无量，必须招揽进入皇室才行。老者已经下定了决心。张凡又击杀了一只雪熊，夺取了令箭之后，便升起篝火，炙烤熊掌吃。这种玉虚境妖兽的肉可是大补品，不能浪费。夜幕慢慢降临，这里出没的妖兽也会越来越多。张凡吃饱喝足之后，准备寻找一个栖身之所，暂时休息一晚上，明天继续行动。雪山之下，一群人突然抵达，他们都是神通境后期的强者，甚至还有1、2个玉虚境1重的强者。他们看着白雪皑皑的雪山，不由皱眉，脸上写着恐惧之色。他真的进入了冰雪山？难道他想死吗？我看啊，他是知道我们在追踪他，知道必死无疑，与其被我们羞辱致死，不如冲入雪山被妖兽弄死的好。不行，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。欧阳权冷冷地说道。欧阳权少爷，咱们要不在这里休息一晚上，明天上去找人吧。这些人正是欧阳家的人，本来只有4、5个人的追踪队伍，如今已经变成了10多个人，他们已经汇合了。行。欧阳权冷冷地看向雪山，脸色阴沉。天黑进入雪山，那可是大忌讳，所以只能明天进入。就在他们准备扎营的时候，突然有人惊呼了起来：欧阳权少爷！那有个人，还是女的。女人。欧阳权闻言心中一喜，进入秘境之后就一直在追杀张凡，早就已经累虚脱了。这里有女人，那可太好了，正好可以帮他放松放松。哇，长得可真不错。不对，这不是一直跟在张凡身边的女人吗？张凡的女人。哈哈，
真是太好了！所有人都来了兴趣，全部看向了不远处的张璇儿。只要等欧阳全完了之后，他们10多个人也可以玩一玩。他们直接朝着张璇儿围过去。糟了，是欧阳家的人！见到欧阳全等人后，张璇儿脸色猛地一变。他们的衣着正是欧阳家人，他转身就要逃跑。哈哈，小娘子，你要去哪儿啊？不如来我怀抱里玩玩吧。张凡呢？包围住张璇儿之后，欧阳全英笑着问道：他们人多，人群中还有欲须进的强者，不能让他们知道小凡在这。张璇儿看向欧阳全等人：我不认识张凡。你们搞错人了。骗谁呢？欧阳家早就联系人，在张凡的玉佩上做过手脚了。他去了哪儿，我们都知道。他如今就在冰雪山里，对吧？欧阳全冷冷一笑说道。欧阳全少爷，别跟他啰嗦了，兄弟们口水都快流出来了。一个满脸淫荡的手下焦急道。去你的，欧阳全少爷还没上呢，你小子急了什么？又有一个手下开口道。接着所有人都哄笑了起来，似乎张璇儿就是他们手中的玩物。你们要做什么？张璇儿算是看出了他们的想法，急忙拿出玉佩。若是有情况发生，他就直接捏碎玉佩传送出去。呵呵，小美人，我劝你还是别这么做，否则倒霉的可是张凡。只要你乖乖配合我们，伺候我们的舒服了，我们可以给你们一个痛快，否则我会让你们求生不得，求死不能。欧阳全满脸淫笑道。而几个实力强悍的弟子时时刻刻盯着张璇儿手中的玉佩，一旦张璇儿有动作，他们就会立刻制服。你是张璇儿？就在此时，一个长相绝美的女子走出，这人是天界之人，天界当今货真价实的第一天骄天韵。你想做什么？这是我们欧阳家的事，轮不到你插手。见到天韵前来，欧阳全脸色阴沉道。天韵却冷冷地瞥了欧阳全一眼，满脸都是不屑，随后看了一眼张璇儿，冷漠道：张璇儿，刘云城张家张恒奇的女人，与张凡乃是同族。我弟弟天少云虽然不懂事，但对你还算不错，也没亏待过你。你为何不同意和他在一起？难道你和你弟弟张凡真有那种关系不成？我跟小凡就是姐弟关系，我就是不喜欢天少云而已。张璇儿道。张凡族姐。欧阳全诧异道。唉，真蠢。天韵扶额叹气，这次家族派欧阳家的欧阳全与自己过来，让自己带队，谁知欧阳全就是个废物呢。他转头又看了看张璇儿手上的戒指道：阴阳界，这可是道侣才会拥有的东西，另外一枚也该在张凡那里吧。天韵道：这戒指会有感应，若是我们在这里对他下手，张凡肯定会察觉。怕他干什么？就怕他不来。欧阳全满脸冷意道：怕？我可不怕他，我是怕他知道了这件事，提前逃走了。天韵冷冷道：这次可是杀死张凡最好的机会，若是将张璇儿留在手里，我们就能知道张凡的情况。若是张凡死在了山中，我们也没必要进入雪山了。这话一出，倒是点醒了欧阳全。这雪山可是十分凶险的地方，进入可能会丧命的，他也不想进去。哼，你们想得太美了。张璇说完就要将手中的传送玉佩捏碎，留在这里只会给张凡找麻烦，还不如提前离开，戒指依旧能够提醒张凡这里发生的事情。可张璇手刚刚用力，就只见天韵轻轻一挥手，那玉佩就飞到了天韵手中。紧接着张璇整个人也腾空而起，喉咙被天韵直接掐住。玉虚境。张璇震惊莫名。哼，知道就行，可别想不开，若是乖乖听话，我还能保护你，若是你非要找事，那我可就将你交给欧阳全了，被他们玷污的感觉可不太好。天韵诡异一笑道。天韵，老子辛辛苦苦找到的女人，你说你要保护她？欧阳全见到这一幕，脸色有点阴沉，奈何打不过天韵，不然天韵他一起上了。精虫上脑，万一他自杀了，让张凡提前察觉到跑了怎么办？咱们的任务就失败了，还不如等张凡下来后斩杀，到时候他不一样随你处理。天韵冷漠道。说完他不再理会欧阳全，直接打入一道灵力，将张璇丹田封住，随后带着张璇离开。妈的，两个娘们儿，给老子等着，老子总有一天要让你们在我胯下成欢。欧阳冷气急败坏，心中咒骂。张凡正处于一座黑塔之中，突然眉头一皱，璇儿姐出事了。张凡注意到戒指光芒闪烁，不由暗忖，戒指还在亮着光芒，证明张璇儿没有生命危险，不过如此暗淡，证明张璇儿体内灵力枯竭了。张凡正欲站起身来，可突然戒指上的光芒又亮了起来，咋回事？怎么瞬间又恢复了？难道戒指出问题了？算了，击杀了一天妖兽，灵力消耗极大，出去后可能有危险，还是等白天再去吧。张凡有种不好的预感。数日，张凡起身直接下山，一路上都是妖兽尸体，
昨天附近的妖兽都已经被张凡解决，道路倒是畅通无阻。眨眼间，张凡便是来到了山下。他下来了，难道昨天的事情他发现了？下来了正好，咱们直接动手杀了他。天韵和欧阳全见到张雪儿手指上戒指光芒闪烁，心中惊喜。尤其是欧阳全，他想迅速解决了张凡，随后将张雪儿推倒在床。而张雪儿满脸担忧：天小姐，天少云的事情是我一人造成的，和我弟弟无关。你们想要做什么就对我做吧，只要你们能够放过我弟弟就行。张雪儿求情：此事家族十分重视，已经不是你我能够左右的了。天韵冷冷一笑，接着他一挥手道：把他一起带上。遵命。天界的人急忙点头。一群人朝着冰雪山脚下前去，依靠着张雪儿手上戴着的戒指，果然很快就找到了张凡。雪儿姐，见到张雪儿竟然被绑架，张凡脸色瞬间阴沉。昨天就有一股浓郁的不祥预感，本还想去夺取几座黑塔，提前下来了，就是怕张雪儿出事。果然，张雪儿还是碰到了危险。欧阳家、天界，你们可真够歹毒的。张凡心中满是杀意，这群家伙既然如此阴魂不散，张凡不介意将他们送去地狱。谁知天韵直接一把掐住张雪儿脖子，满脸冷意道：你就是张凡对吧？懂事的就给我自己把丹田和经脉全部废掉，否则我就掐死他。小凡，你别管我，你快走。张雪儿知道张凡性格，若是张凡真想救下自己，很有可能会自废丹田，可他还是低估了张凡的战斗力，废了自己。哈哈，就你们天界和欧阳家这糍痧必报的性格，我就算是自废了，你们会放了我吗？张凡戏谑出声，漫步走向天韵。你的尸体我们必须带回去，不过你要是废了自己丹田，我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。天韵淡淡冷笑，而这一幕却让旁边的欧阳全看得很是着急。为什么要怕这个小子？咱们这么多人一起上就是了，何必多费口舌？欧阳全开口道：闭嘴，你不就是想迅速拿下张凡，然后好对张雪儿下手吗？天韵呵斥欧阳全，接着转过身看向张凡，一副得意的模样道：怎么样，我的建议还好吧？我可以保证你姐姐不会被侮辱，毕竟是个女孩，女孩对女孩还是有怜悯之心的。她也不想看到张雪儿被欧阳全那种人侮辱，以此为威胁，就不怕张凡不就范。我给你们一条活路，现在立刻将我姐姐放了，否则的话就别怪我手下不留情。张凡脸色阴沉，声音低沉：哼，不知天高地厚。天韵当即手上一用力，就要将张雪儿给掐死。可下一刻，唰，一道破风声烈烈作响，只见一道剑气宛若长虹般横贯而出，朝着天韵冲去。倘若天韵还不松手，天韵的整条手臂都得被这道剑气给斩断。好凶猛的剑气！天韵惊呼出声，急忙收回手臂。张凡却没给天韵任何反应的时间，整个人化作一道鬼影，宛若炮弹一般冲向天韵。天韵见状，立刻将身边的张雪儿往张凡身上一推，祭出自己的气灵，朝着张凡刺杀而去。他十分聪颖，这一剑过去，张凡想要保护自己，那张雪儿就会被刺杀；而保护张雪儿，张凡就会被刺死。只可惜，吼！一道震天的龙吟之声在张凡身上响起，剑气开始凝聚成一条宛若实质的真龙，环绕在张雪儿身体之上，将张雪儿带向一旁。而张凡则是手持长剑，同时刺向了天韵金戈栅，响声出现，剑气与灵力交织在一起，最后弥漫开阿里。轰！天韵直接被一剑震飞，他手臂剧烈颤抖，拿剑的手虎口已经撕裂，整条手臂鲜血淋漓，看起来十分恐怖。这一幕的发生令在场所有人都震惊莫名，最为震惊的自然是天韵，他可是玉虚境一众的强者，以为一招之下必定拿下张凡，却被张凡一击给打败了。这怎么可能？你不可能是神通境！天韵声音颤抖，震惊道。而张凡并没有出声，反而是一剑刺向天韵。天韵此时眼中过了一抹恐惧，还傻站着干嘛？快去把他杀了！天韵怒吼：妈的，竟然敢伤害我们大小姐，给我死！上啊！我们人多，他今天必死无疑。欧阳全等人也没啰嗦，直接带着一群人冲了过去。就你们这群虾兵蟹将，再来一群都无所谓。张凡眼中散发出一抹摄人的寒芒，体内灵力大作，龙吟之声震耳欲聋。他身影宛若游龙一般，在人群之中快速穿梭，同时一道道凛冽的剑光闪烁，噗嗤，道道鲜血朝着天空喷射而出。张凡没有将他们斩杀，反而是将他们的手臂全部斩落。欧阳全等人平时吃香喝辣的都是富贵公子、家族弟子，只有他们欺负别人的份，哪有自己被欺负的份儿？手臂断裂的疼痛直接让他们趴在地上不断翻滚，
哭爹喊娘。我的手，我的手！妈的，我的双手双脚都被斩断了，不如直接杀了我啊！一道道惨叫的悲鸣响起，断臂断腿之中不断涌出鲜血，将地面染得猩红一片。冰雪山的雪花偶尔从山上飘落而下，落入这血泊形成的池塘之中，被染成一朵红血，鲜血汇聚成河。我之前给过你们机会了，若是将我姐姐放了，我可以绕过你们，可你们就是不听，何必呢？张凡眼中没有悲悯，要知道，若是张凡没实力，死的那就是自己，而张璇儿也不知道后果会如何，将他们的双手双腿斩断，已经很留情面了。最后，张凡踱步走向天韵，天韵此时已经被吓得坐在地上，满脸惊恐。你别杀我！由于过度恐惧，导致说话都结巴，语无伦次起来。这种场面，她作为一个家族大小姐，从来没见过。此时的张凡满身都是鲜血，双眼泛红，手上宝剑还有丝丝鲜血滴落，宛若人间杀神，地狱修罗。他完全放弃了反正，甚至站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。小凡，张璇儿的声音传来。小凡，他帮我过，别杀他了。张璇儿对张凡求情。无论如何，昨晚若不是天韵出手帮了自己一把，估计他已经被欧阳全等人羞辱了。最后的结果可能是自杀。行，张凡点了点头。刚刚张凡能看到欧阳全看向张璇儿眼中的那一抹淫荡，明明抓住了张璇儿，却没能得手，看来是天韵帮了忙。天韵听到这话，这才长长松了一口气。可下一刻，陡然一道血线划过虚空，天韵捂着自己被破开一道大口子的脖子，想要说什么却说不出来，眼中满是疑惑和不甘心，不敢置信。小凡，张璇儿也满脸震惊，没想到张凡会突然出手。刚刚若不是我出手，你已经将我姐掐死了，我不会饶过你，但你帮了我姐，我也不会折磨你，一招送你上天，给你个痛快。张凡淡淡说道，转过身来将宝剑收起。而此时的天韵倒在地上，死不瞑目。张凡捡起他身上的那戒，从里面找到了一张令箭。雪儿姐，在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千万不能心善，对敌人的仁慈就是对自己的残忍。你这次放过他，他不仅不会感谢你，反而会更加愤恨我们，留他活口，今后死的就是我们。张凡解释道。刚刚他已经看到天韵准备捏碎玉佩逃跑了，若是他真的逃出去了，张凡不仅无法对天韵下手，同时还会遭到欧阳家和天界更加猛烈的报复。我知道了。张璇儿比张凡心软，不过听完张凡的话也明白了，这也不怪姐姐你，毕竟人人都有心软的时候。张凡笑了笑，而张凡和张璇儿说的话，所有人都看在眼中，惊恐在心中。别杀我们，我们绝对不会将这件事说出去的，我们出去后就说是被其他弟子给弄的，是欧阳家和天界，是他们让我们来的，我们也是被逼无奈啊。只要你愿意放我们一条生路，我们以后愿意以您马首是瞻。有人断了双手，有人断了双脚，有人成了人质，以他们如今的状态，就算是想捏碎玉佩逃跑都不可能了。你们都是受雇而来。对，是欧阳家和天界下的命令，是他们让我们来杀你们的，我们和您真的无冤无仇啊，求求你放过我吧。所有人不断给张凡磕头，张凡却冷冷一笑，眼中充满戏谑。命令是欧阳家和天界下的，悬赏是他们出的，拿我人头去换钱，钱是你们的，你们敢说这件事跟你们没有半点关系吗？是不是我只要死在你们手中了，你们就能拿到赏钱了？张凡不再啰嗦，既然相当猎人，就要准备被鹰啄瞎眼的准备。他一剑一剑将面前的那些人给斩杀，最后他走到了欧阳全面前。欧阳全对吧？有什么话想说的吗？张凡用剑指着欧阳全道，一股尿意直接弥漫开来。这小子裤裆直接湿透了，他一个劲的给张凡磕头，求您别杀我，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都是我的错，竟然敢对我姐有那种意思，那我就让你欧阳全变成欧阳无。张凡眼前寒芒一闪，欧阳全的下体直接被割断啊！欧阳全脸色惨白一片，痛苦嚎叫起来。张凡，我们欧阳家绝对不会放过你，你死定了！欧阳全咬牙切齿，疼得五官扭曲，对张凡咆哮道：我张凡也不会放过你欧阳家，放心。张凡淡淡的说道，一剑下去，欧阳全人头落地。和欧阳家和天界早就结下了仇恨，既然他们要对自己赶尽杀绝，那自己也不会心慈手软。对了，这些尸体还是要好好处理一下。张凡看着一群尸体，不由思忖起来。这里是冰雪山脚下，温度极低，周围没有其他妖兽敢靠近，尸体不会被妖兽吞噬的话，由于严寒的原因，尸体会保存很久。若是欧阳家和天界的人派人来查探秘境，绝对会找到这些尸体。以防万一，
他得处理掉这些尸体才行。接着，他跟张雪儿开始清理这些尸体。欧阳家大殿中，大殿的中央摆放不少魂灯。就在此时，一个老者脸色猛地一变，这不可能！欧阳全少爷，他的魂灯熄灭了，他死了。刚刚欧阳全的魂灯熄灭，代表欧阳全已经死亡。欧阳全不是去参加比赛了吗？外院的比赛，有人能杀得了欧阳全？有一个老者震惊道：秘境之中有2处禁地，只要不进入禁地，欧阳全就不可能碰到危险。莫非是张凡？快，派人去天界问问情况。这名老者立刻命令道。而此时，不用了，我们天界小姐已经死了，我正要来找你呢。你们的人怎么样了？几道气息强大的人影出现在了欧阳家的大殿之中，脸色阴沉难看。这些人的境界起码都是玉虚境中期往上。我们家少爷也死了，肯定是张凡。这秘境之中敢对欧阳家和天界人下手的，除了他别无他人。2个老者立刻说道。欧阳全也死了。又有一个欧阳家老者走来，他乃是欧阳家的长老。欧阳全、天少云、天运，我们2家的这些后辈接连死去，都和这张凡有莫大的干系。这一切只能是张凡做的，绝对不能放过张凡。可是张凡如今在秘境之中，又是青州学院的弟子，我们如何动手？青州学院弟子有什么了不起？他敢同时杀了我们2家的晚辈，就必须偿命。对，我们无法进入秘境，等他出来就是了。走，现在就去青州学院秘境入口。随后，所有玉虚境强者一起朝着青州学院前去。秘境之中，冰雪山下，张凡将这里的尸体都处理干净了。张雪儿对张凡道：小凡，我还是先离开吧，留在这里只会拖你后腿。而且这次若不是你出手的话，我恐怕已经……经过这次危机，张雪儿已经意识到自己的不足了。若是还留在这里，只会害了张凡现在离开更加危险。张凡直接拒绝。为何？张雪儿皱眉道：以欧阳家和天界的性格，我们将他们的人杀了，他们绝对不会放过我们。若是我猜测的没错，他们已经在外面等着我们了。以我们2个的关系，他们必然不会放过你。张凡严肃道。张凡才上了一趟雪山，就出了这么多事，差点害了张雪儿。若是张雪儿离开，还不知道会碰到什么危险，还不如将张雪儿留在身边，免得担心。可是秘境最多持续半个月，半月后我们一样得出去啊。张雪儿十分担忧。张凡道：我有计划，到时候我和你一起出去，只要有我吸引他们的注意，焦点放我身上，你就有机会逃脱了。不行，这样太危险了。姐别担心，既然我敢这么做，就有自己的安排。我只要想办法取得更高的名次，让学院注意到我。他们2家想对我动手，也要看学院的态度。学院若是看中我，那他们在学院内就不敢对我动手。张凡说道。闻言，张雪儿点了点头。现如今貌似也只有这个方法了。2人将尸体上取来的所有内戒都拿了出来，检查了一下里面的东西，发现灵丹妙药和功法不少。张雪儿就在冰雪山脚下找了个比较安静的地方开始修炼。冰雪山上寒风刺骨，风雪呼啸，一道人影在雪山之上独行，身后是他留下的脚印，不过很快便是被飘落而下的白雪所覆盖。由于之前那条路的妖兽已经被清理干净了，张凡这次故意换了一条新的路，这条路比起之前更加危险。翻越了几道雪山之后，天色已经逐渐黑了起来。张凡终于找到了一座黑塔，黑塔之外镇守的竟然是雪龙。张凡与雪龙大战差不多10多分钟，终于将雪龙击杀。张凡进入黑塔，将令箭收入囊中，点起篝火，在这里度夜。数日，冰雪山呼啸了一晚上，终于停止了下雪。张凡继续踏上征途，他踏上了自己的杀伐路。一路上无论什么妖兽，张凡都是一剑击杀，没有丝毫留手。随着张凡的不断厮杀，不仅他的实力在提升，同时手中的令箭也越来越多。转眼又是数天时间，整个冰雪山之中的黑塔几乎都被张凡搞定，只有一座了。张凡看向雪山之巅，这座雪山应该是冰雪山中最大的雪山了。在山巅之上，甚至还有一面天池，天池已经被冰雪给冻住。张凡冒险去过一次，可察觉到那天池下面有一股极为恐怖的气息，所以折返下来。现在也该可以去了。张凡心中思忖，在秘境之中历练了这么久，距离结束只有短短1天时间了。若是能够将那天池里面的妖兽击杀，夺取天池之上黑塔的令箭，他的排名估计会更加靠前。张凡朝着雪山疾驰而去，而同时，青州学院的某个房间当中，老者死死地盯着眼前的硕大水晶球，心中震撼。冰雪山就只有这个地方了，他竟然敢去，难道真有能耐将他都击杀？那可是
山巅之上，这里十分平稳，周围只有几颗已经被冻住的冰竖立在这里，上面已经挂满了白雪。这下面则是一座天池，看来冰雪山以前可能是一片绿意盎然的地方，是后来才被冰雪覆盖的。而在天池的中心处有一座黑色的塔，想要进入黑塔之中夺取令旗，那就必须得穿过天池才行。之前无论碰到多少妖兽，张凡都从未感觉到过危险，可在这里他却能感觉到这天池之下的妖兽不知实力究竟有多强。张凡心中思忖，也十分警惕，直接拿出残剑，残剑之上散发着一股淡淡剑气。他踱步向前，本是平静的天池竟是开始躁动起来。隐约之间，他能看到这冰封的天池之下有一道巨大的影子划过。他心中微惊，脚步不停。随着张凡越发靠近黑塔，这天池下的怪物就越发躁动，就连天池上的厚厚冰层也开始跟着震动崩裂起来。当张凡彻底穿过天池靠近黑塔的时候，那只妖兽终于忍不住了。吼！一道怒吼从天池之下出现，所有冰层开始疯狂撕裂，蛛网般的裂纹瞬间遍布整个天池。一道白皙的巨影在水中浮现而出。蛟龙！张凡震惊，身体连连后退，脸色严肃不已。难怪感觉下面的妖兽十分危险，没想到竟然是一头蛟龙。蛟龙是龙的一种，不过却不是真龙，可却实实在在的拥有这龙的血脉。而张凡的残剑之中就有龙的威慑力。之所以这条蛟龙一直没有出来，估计是因为自己手中残剑的原因。蛟龙的出现让张凡倒吸一口凉气。这秘境应该是青州学院与皇室一起制作而成的，一个外门测试竟然会放一条蛟龙在这，不简单，不简单啊！蛟龙也好，真龙也罢，令箭，我张凡今天必须夺取。张凡说完，身体一闪，整个人与残剑似乎要融为一体，一股极大的剑意迸发而出。吼！蛟龙能感受到张凡的挑衅，不由发出一道震天的龙吟，随后朝着张凡扑过去。杀！张凡脸色阴沉，剑诀释放而出。轰！一道凛冽的剑气与蛟龙的利爪撞击在一起，蛟龙与张凡擦肩而过。张凡整个人震颤了半秒，虎口生疼。紧接着，蛟龙的巨尾朝着张凡横扫而来。闪！张凡急忙闪躲，这一尾的攻击可比之前绿蟒的扫尾攻击强大太多，连张凡都不敢应接。张凡的身法面对之前碰到的那些妖兽，使用起来还游刃有余，可如今碰到这家伙却有点不行了。身法看来也很重要。张凡心中思忖，紧接着凝聚出一道剑气，朝着蛟龙的尾巴刺去后，蛟龙尾被张凡攻击，不由吃痛怒吼。只见他凌空一爪，竟是带起一阵气浪，朝张凡轰去。张凡面对这一击，又只能闪躲。吼！张凡闪躲之时，蛟龙怒吼一声，一道严寒之气从蛟龙的口中喷出，席卷向张凡。那股严寒之气还没碰到张凡，张凡就感觉周身温度剧烈骤降，眉毛睫毛都覆盖了一层冰霜。张凡脸色狂变，天道圣体！他急忙激发体内天道圣体，灵气在他四肢百骸之中流转，消融那股极其浓郁的寒气。张凡又靠着身法躲过了严寒之气的攻击，而蛟龙速度飞快，此时已经腾空而起，朝着张凡冲击而去。给我滚下来！张凡脸色阴沉，手中残剑释放出阵震龙吟之声，向蛟龙杀去。残剑上覆盖的真龙之气，竟是让蛟龙都为之一颤，被张凡得手，一剑砸中了蛟龙的脑袋，将其砸落在了冰面之上。轰隆！蛟龙体型巨大，重量极重，砸在冰面上后，道道巨大的裂痕出现。这样攻击下去，估计这冰层都得破坏，没有落脚点就难打了。张凡凝神道：蛟龙难缠，还可以腾空而起，若自己没有冰层作为落脚点，就根本无法与蛟龙为敌。刚刚的攻击试探出这蛟龙的鳞甲有多厚实，即便是凛冽的剑气也伤及不了他的根本。想要杀他，只能将所有攻击凝聚在一点，达到一击必杀的效果才行。张凡眼中寒芒闪烁，思考如何斩杀这条蛟龙。世间万物相生相克，任何东西都有弱点，而绿蟒的弱点是腹部，铁角犀牛的弱点是脖子，这蛟龙的弱点是什么？自然是逆鳞。龙的逆鳞，此逆鳞就是斩杀蛟龙的关键，是蛟龙防御最低的地方。只要全力一击能够轰中逆鳞，那就有机会击杀蛟龙。这块逆鳞的位置在哪？张凡定睛看去，近一眼就看到了，也在腹部。这块逆鳞的颜色明显和其他龙鳞的颜色都不同。趁着现在，念及至此，张凡不再犹豫，趁着蛟龙没自己一招击落，他将所有的剑气都汇聚在一起，同时体内的所有灵力也孕育而出，汇聚在剑气之中。手中的残剑释放出一道震天的龙吟怒吼。
张凡直接朝着蛟龙的逆鳞之处斩杀而去。吼！那只蛟龙似乎也察觉到了张凡的目的，想要起身躲避，可张凡却不会给机会，一剑刺去。噗！先是一道脆响出现，平时刀剑无伤的龙鳞竟是被张凡一剑刺穿，这一剑直接扎入蛟龙体内，凛冽的剑气从残剑之中爆发，震碎了蛟龙的内脏，让蛟龙回天无力。吼！蛟龙最后发出一道不甘的怒吼，口中涌出鲜血，头重重地砸在了地面上。蛟龙却还没能死去，趁着张凡攻击自己的这一下，一尾扫了过去，垂死挣扎。他死都想拉着张凡垫背，这一剑张凡还不能拔出。张凡没有躲避，反而是运转体内所有灵力护住身体。轰！巨尾甩在张凡身上，张凡口中吐出一口鲜血，而同时冰层开始层层破裂，蛟龙和张凡一起坠落入天池当中。张凡，醒醒！声音从张凡心中响起一道声音。天池之下，那条蛟龙与张凡一起不断下坠，蛟龙已然死亡。冰冷的池水开始刺激张凡的身体，想要冰冻住张凡的生命。一股纯阳之力从张凡体内爆发，将那些寒气隔绝在外。至阳之体，三昧真火。那道来自内心的声音明显很是震惊欣喜。张凡体表竟然燃起熊熊烈火，这一幕若是旁人看到，绝对会惊爆眼球。水中也可以燃起火焰，这也太逆天了。本是寒冷的身体，在这冰冷刺骨的池水之中竟然温暖了起来，脸上也出现了一抹红润。哈！张凡双眼猛地睁开，瞳孔中似乎燃起一丝火苗，紧接着张凡整个人被火光包裹。张凡心中惊颤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他见到冰层断裂之后准备跳走，却发现来不及了。后来和蛟龙一起落入冰水之中，意识瞬间就溃散，陷入昏迷。可就在刚刚，他体内突然燃起了一团火焰，让他苏醒了。得快离开！张凡心中一凝，手一动，那条蛟龙尸体被吸入那界，整个人也出现在了天池边上，体内所有的灵力都已经消耗殆尽。此时的张凡只感觉浑身无力，意识立刻进入玄黄鼎之中。张凡身上依旧被火焰包裹，衣服已经被燃烧成了灰烬。这火焰虽然猛烈，张凡却震惊地发现无法对他造成伤害。这到底是什么东西？张凡心中诧异。一道曼妙的身影出现在了张凡身边。你没事吧？穆清水看着张凡，言语之中明显有点担忧。清水，我没事。这是什么？张凡抬起手，手上的火焰依旧还在燃烧。此时的他明显就是一个火人。这是三昧真火，和你的至阳之体有关。穆清水解释道，眼中也有震惊。至阳之体？张凡一愣。对，三昧真火是至阳之体特有的火焰，世间无二，也是至阳之体最为重要的东西。我没想到你能这么快就觉醒了三昧真火，置之死地而后生，觉醒三昧真火，你运气可真不错。穆清水笑了笑道，啊，意思我本就有三昧真火，只是一直没法触发。如果不是这次，我得什么时候才能触发？张凡疑惑问道。这个就说不通了。穆清水解释道，有可能一辈子都触发不了，有可能能触发，但也绝对不是你这个境界能够触发的。说完，穆清水手轻轻一挥，一道黑色的火焰出现在了张凡眼前。这火焰一出，张凡只感觉周围温度都跟着骤降了，张凡满脸震撼。这是什么火？这个是我极阴仙体的九幽冥火，和你三昧真火是一样的，都是体质附带的火焰。穆清水说到这里，有点愤恨地继续道，真是过分，当年我觉醒者九幽冥火的时候用了1000多年，你才10多岁，竟然就觉醒了三昧真火，真是人比人气死人。不过这也证明我没看错人。那我这三昧真火有什么用？张凡继续问道，心中不由多了几分期待之色。九幽冥火是世间最为阴寒的火焰，而三昧真火与九幽冥火恰巧相反，乃是世间最为至纯的火焰，无比炙热，可燃烧万物，专门克制。克制什么？克制我这九幽冥火以及所有阴寒功法等等。穆清水冷着眼道，要不是你不是我的人，我估计早就把你杀了。还好。张凡尴尬一笑，这火焰你还可以用来炼制丹药，以后在丹药的炼制之上，你只会更上一层楼。同等级的丹药，若是经过你三昧真火炼制的，会比其他火焰炼制的更加优秀。还有炼器等等，反正妙用无穷吧。张凡更是期待起来。炼丹你自己已经会了，炼器的话还有点难度。既然有了这三昧真火，我就传授你控制火焰的功法吧。你一旦掌控好这控制三昧真火的方法，这天池对你来说就没有任何威胁了。穆清水说完，手指轻轻地点在张凡额头上，一股灵力进入张凡体内。张凡脑海中突然多了一本功法。张凡念头一动，开
开始学习功法。很快，身体上的火焰被张凡给收入体内。他手掌一探，一团火焰出现在手掌之中。哇，太厉害了！张凡面露欣喜。一般情况下，控制火焰是很难的。不过三昧真火是你至阳之体之中的火焰，你的身体对它十分熟悉，所以掌控起来极为简单。穆清水笑着道：“谢谢清水了。”张凡感激地看向穆清水，这个女人帮了自己太多，今后绝对不能负她。不用谢我，以后你可别那么不要命了。穆清水叮嘱道。刚见到张凡坠入天池的时候，他真以为张凡会出事，他都准备动用力量救张凡了。没想到张凡因祸得福，觉醒了三昧真火。好的，张凡点头道，随后问道：“对了，清水，看你脸色，你体内的能量也该消耗的差不多了吧？”这话一出，穆清水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脸色绯红。还没有完全炼化，本地事情无需你管，穿上衣服吧，丑死了。穆清水冷哼道。张凡这才意识到自己衣服已经被烧光了，还光溜溜的呢。他急忙捂住下体，抱歉，我没注意到。呵呵，好了，赶快恢复灵力，然后出去吧，事情还没完全解决呢。是。张凡换上衣服，原地打坐，差不多1个时辰，灵力便是完全恢复。而那戒指中还有一具蛟龙的尸体。这次多亏你，才让我觉醒了三昧真火。放心，你这全身都是宝，我不会浪费的。张凡念头一动，将蛟龙唤出，随后把他身上的鳞片、肉、爪牙等等全部割下。只可惜这次还是没有内丹，不然的话就赚翻了。处理好一切，张凡意识回到现实当中，现在该去那令箭了。张凡说完，整个人踏水而行，很快就来到了黑塔旁。蛟龙已经死了，张凡没遇到任何危险，直接推开大门，一股古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他竟然成功了，将那头蛟龙给解决了，而且看起来还没怎么受伤，这怎么可能呢？青州学院的一个房间中，那老头震惊的浑身颤抖，说话都说不清楚，几次三番差点惊得整个人挑起。可下一刻，那老头脸色突然凝固，此子实力不凡，前途必然不可限量，必须拉拢入我皇室才行。他眼中出现一抹杀意，倘若不然，张凡这种强大的存在，若是为他人所用，那就只能将其扼杀在摇篮之中，以绝后患。张凡一人横扫了整个冰雪山，斩杀了蛟龙，排名肯定很高，他必定排名前3，他应该是前3中唯一不是大家族子弟的人了。说完，老者便是站起身来，随后朝着青州学院广场走去。张凡既然已经杀了蛟龙，如今试炼时间已经快到了，他没必要守在这里，该去找张璇了。雪山古塔中，张凡没有停留，拿走令箭之后原路返回。只有几个时辰，比赛就结束了，不知璇儿姐修炼的怎么样了？算了，还是让自己先提升到神通境9重巅峰吧。张凡心中思忖，屏气凝神，气息暴涨，原地打坐开始修炼，很快便是达到了9重巅峰。进入玉虚，只差半步了。张凡下山后，跟随着戒指的指引，与张璇儿汇聚。冰雪山山脚下的一处洞穴当中，张璇儿明显也依旧突破到了神通境巅峰，只不过他的神通境巅峰可比不过张凡的神通境巅峰。就在此时，天空出现了变化，一道道光芒汇聚在天空之上，紧接着一道苍老的声音从天空传来：时间已到，你们如今捏碎手中玉佩，可以直接返回，半个时辰之后秘境会关闭，倘若尔等未出，就只能1年后秘境重新开启之时才可出来。这声音正是院长严碧清的。终于度过了，快点离开，完了可就要等明年这个时候才能出去了。这半月我都受够了，在这里面待1年，不如让我死了算了。不少弟子听到这话，都是心中惊喜，他们当下就碎了手中的玉佩，直接出了秘境，而张璇儿和张凡却迟疑了起来。别人出去可能兴高采烈的，可他们出去却要面临极大的危险。璇儿姐，我先出去，你等会儿再出来吧。张凡对张璇儿道。小凡，张璇儿担忧起来。放心，我们都是学院的弟子，在场那么多学院长老在呢，欧阳家和天姐估计不敢对我怎样的。张凡安慰道。好，你一定要小心。最后张璇儿还是点了点头。张凡直接拿出玉佩传送，轰，玉佩碎裂开来，化作一抹灵光，包裹张凡全身。张凡眨眼便是消失不见，出现在了之前传送的广场之上。嘿，你们说今年比赛第1名会是谁啊？会不会是欧阳泉或者天韵？天韵吧，欧阳泉本就没有天韵强，天韵如今可是天界的娇女，玉虚境的存在啊。我觉得也是，欧阳泉就算是能得到前面的名次，也是家族的那些人帮他抢来的令箭罢了。你们看，欧阳家和天界的那些长老都来了，他们怎么脸色都那么难看啊？
我怎么感觉他们的眼神想杀人啊？广场上所有人议论起来。欧阳家和天界果然来人了。张凡脸色阴沉，急忙使用木清水传授给他的内敛功法，降低气息。广场上和张凡一起传送回来的还有不少人，分散了欧阳家等人的注意力。可即便如此，张凡依旧能感觉到有几道气息锁定在他的身上。台上，严碧清眉头微微皱起，看到一个个弟子出来，其中却唯独没有欧阳家人和天界人。这些家族的长老过来，估计是出了什么问题。青州学院的比赛，外人可以观看，但他们前来，估计不仅仅是观看那么简单了。只见严碧清宣布道：好，现在将你们收集的所有令牌全部放入巨大方鼎之中，以此公布排名。只见严碧清轻轻一挥手，一个巨大的方鼎出现在了广场中央处。方鼎之中散发着一股淡淡的微光，微光上浮现出一股股金色铭文，而这些铭文正是参赛弟子的排名。其中排名前3的铭文最大，最为醒目。不过此时还没有名字出现在其中。我来，我。所有弟子脸上欣喜，将自己收集到的所有令箭全部丢入了方鼎内。随着令箭进入方鼎内，上面排名终于出现了变动。先是一道人明抢夺第1位，随后又被挤下去。很快，排名第1的就已经达到了15面令箭。张凡心中思忖，若是此时将令箭丢下去，肯定会吸引注意，可要是不丢，就无法吸引到青州学院的注意。机会只有一次。当下，张凡一跃而上，手中光芒一闪，只见一道令箭冲向方鼎。天哪，这是多少啊？起码100多令箭了吧？这人是怎么得到的？历来这外院比赛最高纪录都是60多令箭，他这么多，估计要破纪录了。前3名是保证能拿到的。所有人见到这令箭数量都惊讶莫名。而同时，欧阳冷和天北也锁定住了张凡的身影。果然是张凡，令箭这么多，必然是他害死了欧阳全和天运，抢夺了他们的令牌。这小子竟然还敢这么嚣张，当着我们的面将令箭丢出来。欧阳家和天界人脸上满是杀意。臭小子，竟然敢害我欧阳家人，给我死！只见一个欧阳家的长老一声怒吼，便是朝着张凡冲去。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压压迫张凡。面对如此强悍的威压，张凡脸色也微微一凝。而方鼎之上，张凡的名字已经显现出来，不多不少，排名第1，正好100令箭。莫非就是他？严碧清心中一惊，当下便是一挥手，一股灵力直接轰向那欧阳家长老，将其轰飞出去。放肆，在青州学院，你一个家族长老竟然敢当着我的面出手！而欧阳冷等人急忙接住那名飞出的长老。严院长，难道你想保护这小子？有一个欧阳家长老走出，满脸阴沉道：保护？哼，你们欧阳家可真是越来越厉害了，这里可是青州学院。严碧清毫不客气，直接冷冷开口道：严院长，这人杀了我欧阳家的弟子，又杀了天界的人，与我们2家有仇，还请严院长别管这件事了。欧阳冷开口道：对。天北也站出来说道：怎么搞的？张凡这才刚夺得比赛第1名的成绩，欧阳家和天界就迫不及待要对他动手。难怪看这些人来者不善，原来是找张凡麻烦的。万万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敢在学院内动手，胆子可真大啊！所有人见状都小声议论起来，他们身体都向后退了几步，生怕城门失火，殃及池鱼。有弟子得罪大家族的事情其实屡见不鲜，但同时得罪2家的就很少了。而让2家气的直接要在青州学院大开杀戒的，从未发生过。这得是多大的仇怨啊！你杀了欧阳家和天界人吗？严碧清眯着眼看向张凡。院长大人，弟子张凡只和天少云交手过1次，和欧阳家的弟子也交手过1次，但都只是给了他们1次教训，并未伤及生命。这是所有当时观赛弟子都亲眼目睹的。张凡义正言辞道：此事我也有所耳闻。严碧清说完这话，看向2大家族之人：你们可有异议？张凡可从未杀过你们家族之人，满嘴谎言。在秘境内，你没碰到欧阳全吗？对，还有我们天界的天运。欧阳冷等人脸色阴沉不已，对张凡怒斥道：没有。张凡淡淡说道：不可能，他们没遇到你，怎么可能都死了？欧阳冷等人脸色更为愤怒了，气得浑身颤抖，却不能出手杀了张凡，毕竟现在严碧清看着呢。张凡却犹如老僧坐定，淡定自若道：我没遇到他们，他们怎么死的，我怎么知道呢？这家伙明摆着就是想骗张凡说出来。张凡能不知道吗？不可能，所有弟子里就只有你有可能杀了他们2个。欧阳家等人愤怒不已，听到张凡死不承认，他们也没有任何办法，只能干生气。
张凡不是说没见过他们家族的人吗？这些人是故意来找茬的吧？自己家族弟子死了，就怪别人。没想到欧阳权和天运这么厉害，竟然能死在秘境之中。我听说他们前2天去的方向是冰雪山，冰雪山的妖兽强悍，他们若是贸然进入，确实有可能死。看来是他们太好高骛远了。所有人都议论了起来。家族死了几个人，就随便怪罪一个弟子，这种事也就大家族的人干得出来。万一以后又死了家族弟子，他们又来找茬呢？院长大人，结果显而易见。张凡对严碧清道。呵呵。严碧清不由笑了笑，摇了摇头。其实当欧阳家和天界人找张凡麻烦的时候，他就已经知道张凡肯定是杀了欧阳权和天运。妖兽可能击杀他们吗？不可能，因为所有弟子手中都有传送玉佩，要是真碰到生命危险了，可以直接捏碎逃离。只有一种情况，那就是人为将玉佩抢走了，没法传送。即便这件事不是张凡做的，那也和张凡脱不了干系。随后他道，这件事既然没有证据，那就此打住。再说了，秘境之中生死有命，即便是死了，也怪罪不了他人。你们若是还在这里出手，那就别怪我不留情面。无论张凡杀没杀2大家族的人，就凭他手持这么多令箭，就足以证明他是天才。这种天才，他自然要全力保护和拉拢了。不留情面，严碧清，你是不是太看得起自己了？这小子杀了欧阳权和天运，今日不可能活下来。真当我们2家是软柿子吗？严碧清，今日就算你出手，也保不了他。欧阳冷等人脸色阴沉，他们既然敢在这出手，就证明已经有了十足的把握。我已经说过了，人不是我杀的。张凡继续瞎掰，整个人往后移动，悄悄躲在严碧清身后。这么多玉虚境后期的长老同时对张凡出手，张凡10条命都不够花的。那你说你的令箭从何而来？那些令箭都是我在冰雪山上夺来的。巧舌如簧，今日我必拿下你，然后好好审问一番。欧阳家的长老脸色阴沉，直接朝着张凡冲去。放肆！严碧清正要出手。严碧清，我说过，你保不了他，他杀害的都是我们家族的嫡系，此事非同小可。即便你上报皇室，我们也不怕，多有得罪。欧阳冷和天北也同时冲了过去，阻止严碧清。严碧清乃是大道境，但面对一众玉虚境后期的阻拦，自然是难以顾及到张凡的安危。张凡正准备运转身法，随时逃走，可就在此时，老夫在此，我看谁还敢造次！一道苍老的声音传来，紧接着一股极其强大的威压朝着2大家族之人压制而去。天哪，这是大道境巅峰，他来了！感受到这股强大威压，2大家族之人脸色狂变。只见天空中一名老者脚踏虚空而来，落在了广场中央。这就是大道境巅峰强者。张凡见状，心中震惊。大道境巅峰，那可是半只脚进入圣境了，这可不是什么玉虚境能够比拟的，直接比在场所有长老都强大了几个档次啊！老祖，严碧清急忙拱手恭敬不已道：“碧清，这么久了还未能突破到2重，你还得多多磨练啊。”那老者满脸冷意说道：“老祖，院长叫他老祖，莫非这人的辈分比院长还高？”张凡心中震惊。张凡如今见过最强的人就是严碧清，没想到又突然多了个比严碧清强大不少的存在。而此时那一名老者已经看向了张凡，张凡只感觉自己被一股极其恐怖的气息盯着，感觉自己的一切都会被看穿一般。张凡急忙拱手道：“谢谢老祖出手相助。”呵呵，不错不错。老者看向张凡，脸上满是溺爱之色。接着他又问道：“这些令箭确定都是你一人从冰雪山上夺取而来的？”对。张凡点头。也就是说，冰雪山上的那条蛟龙也死于你手了？老者又开口问道：“蛟龙？”这位老者竟然知道蛟龙的存在。张凡心中一凝，没想到老祖竟然如此强悍，但他依旧脸色平静道：“对，不错。”老者笑着点头，随后看向所有人道：“连冰雪山最强的蛟龙都能斩杀，也就证明这些令箭绝对是从冰雪山上得来的，并非抢夺他人的。你们还有异议吗？”这不可能吧？他能杀得了蛟龙？老祖，我等不相信。如果连蛟龙都能斩杀的话，确实有实力将冰雪山上的所有令箭一扫而空。天界和欧阳家几个长老面面相觑说道：“你能证明你杀了蛟龙吗？”老者又看向张凡：“可以。”只见张凡拿出一团龙肉，还有一些蛟龙的鳞片。众人见状惊若天人，他真的杀了。老者看向2大家族之人：“你们2大家族胆子可是越来越大了，
当着玄武王朝归你们两家说了算。老者脸色突然阴沉下来，不敢，我们是看此子杀了我家族嫡系，气急败坏才来的。见到老者生气，欧阳冷和天北等人噤若寒蝉，急忙恭敬道：哼，杀了你们的家族弟子，你们可有证据？就算你们的人真是他杀的，那又如何？进入秘境的规则难道你们不知道吗？生死有命，富贵在天。老者有点愤怒了，仗着自己的家族有点实力，就在里面当匪徒，横行跋扈，真以为这世界只有你们家族能杀别人，别人不能杀你们？所有长老闻言都不敢出声。就是，这些家族的人就没一个好东西。对啊，仗着自己的身份，平日里在学院作威作福习惯了，还以为进入了秘境一样是老大呢。真就以为这世界只有他能打别人的份，别人不能打他的份，哪有这种道理啊？在场的大部分都是普通家族子弟，其实早就见不惯那些大家族子弟横行跋扈了，都开口议论起来。老者继续道：欧阳冷、天北，你们两人乃是我青州学院的长老，身为长老却不懂规矩，还想在这青州学院中对弟子出手，罪不可恕。念在你们在青州学院多年，还算尽心尽力，我便不杀你们，除去你们的职位，驱逐出青州学院。齐老，求您饶了我们吧，不要将我们逐出去啊！这话一出，欧阳冷和天北脸色狂变，急忙说道：他们进入青州学院当了长老后，在家族之中地位水涨船高，可一旦被逐出去，他们就什么都不是了。好了，我意已决，你们两个为了你们的家族，给家族弟子走便利通道的事情，我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过去了，可这件事没得商量。齐仙河冷冷道：若是还执迷不悟的话，就别怪我不讲情面了。这话一出，欧阳冷和天北拳头紧握，却不敢多说什么。卧槽，两位长老竟然被驱逐出去了。要知道，这两位长老在学院之中代表的可是两大家族啊。这下好了，两大家族的脸都丢光了。张凡是谁？竟然能够让院长庇护他，甚至连齐老都亲自出现保护他，为了他还驱逐了两个长老。你们没听说过吗？张凡可是新生大典的黑马，和天少云决斗将天少云废了的人，难怪两大家族如此记恨张凡，原来是这样。现在好了，两大家族搬石砸脚，所有人都议论纷纷。听到众人的议论，欧阳冷和天北两人脸色更是阴沉的能够滴出水来。张凡，都是因为你，你给我等着瞧！两人眼神阴毒，狠狠地剜了张凡一眼，随后离开。留在这里只会继续丢脸。谢谢齐老。张凡再度给齐老拱手道：不用谢，我有个请求，能否加入皇室，为皇室效力？齐仙河挥手，倒也不拐弯抹角，直接开口道：我本就是玄武王朝之人，能够为玄武王朝效命，是我的职责。张凡点头说道：哼，不卑不亢，十分不错。但是这次可不同，我想让你直接加入玄武台，直接效命皇室。齐仙河再度说道：玄武台乃是玄武王朝皇室内的精兵卫士，专门保护皇室安危的贴身护卫，就像是一些家族的客卿、宗门的弟子长老一样，要为了宗门和家族赴汤蹈火的存在。晚辈刚刚说了，既然是玄武王朝的人，那就愿意为玄武王朝效命。晚辈可以加入，不过有一个请求。张凡点头道：什么请求？说来听听。齐仙河问道：只要张凡愿意效力玄武王朝，无论什么要求，他都会答应。欧阳家和天界两大家族私下必报，此事之后，他们必定对我怀恨在心。晚辈不担心自己的安危，他们肯定不会在青州学院傲那事。不过晚辈在流云城中还有一个家族，希望我在为皇室效力的同时，皇室能够保护他们。张凡直接提出条件。流云城张家，自己父亲母亲还有张灵儿都在，这些大家族的人估计什么都做得出来，所以必须运筹帷幄，才能决胜千里。这也是张凡为什么会一口咬定自己要加入玄武王朝的原因之一。放心吧，只要你加入皇室，成为玄武台的人，你的家族皇室会保护好的，就算是欧阳家和天界也不敢对他们下手。老者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须道：这种事也屡见不鲜，杀不死得罪他们的人，他们就去找家族的麻烦。谢谢齐老。张凡面色一喜，恭敬道：好了，事情已经解决，老夫先回去了，至于之后的事情，碧青会给你弄好的。齐仙河说完便是一闪身消失不见。你先在这等下，等会儿会给你内门弟子的身份令牌，然后我再告诉你关于玄武台的事情。严碧青对张凡道：遵命。张凡点头，严碧青便是回到台上继续刚刚比赛的事情。所有的弟子已经将令箭全部交出来了，张凡依旧是第一，而且是以碾压的方式得到第一，第二名才不到40块令箭。往年的第一基本都是5大家族的弟子，没想到今年的弟子
竟然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家族弟子，难怪严院长和齐老都亲自出手，没有身份的弟子是最好拉拢的。内门多少弟子想要加入玄武台都加入不了，张凡竟然连内门都没有进，就直接加入了玄武台，也算是历史第一人了。见到张凡名字赫然在手，所有人都不由震惊连连。有不少弟子只是前来观战的，没想到竟然见到了这历史性的一刻。排名前100的可去长老阁领取内门的身份令牌，进入内门修炼，而且排名前100的还可根据排名的名次高低获得积分奖励。积分可以在藏经阁等各种地方兑换东西，排名100名之后的可以自行离场了。严碧清宣布结束后，那些没有排名不到前100的便是颓丧离开。同时几名长老和内门弟子突然飞身而来，给那些排名前100的发放内院的衣服以及身份令牌。恭喜师弟，以后我们一起在内门修炼了，以你的实力必将前途无量。来给张凡发内门身份令牌的是一名女弟子，长相貌美，满脸微笑对张凡道：谢谢师姐。张凡谦逊一笑，积分会存在这令牌之中，而你比赛的几份需要去长老阁亲自领取，内门弟子的服装在玉佩之中。那名师姐将一块令牌交给张凡，脸色微微一红。张凡长相帅气，而且笑起来十分阳光，十分有男人味，表情如此谦逊，看人的眼神又丝毫不浑浊，这比内门的其他男弟子不知道好了几万倍。好了，到内门之后记得要来找师姐。说完，师姐便是转身离开。张凡，你随我来。严碧清见到令牌交接结束了，便是带着张凡离开。两人来到一个偏殿之中。张凡，这是玄武台的身份令牌，和其他令牌不同，这令牌需要1滴精血激活。玄武台乃是玄武王朝的亲卫，只有最高层亲自开口才可以调动，其他任何人都无法控制。拥有这层身份后，你在学院之中做什么事，老夫都不会管你。你要安心修炼，等需要调动你的时候，我会通知你。成为了玄武台的人后，你的家族将会得到皇室庇护，同时每个月也可以领取皇室的俸禄。你可以找老夫领取，也可以去玄武台领取。严碧清一连交代了10多分钟，将一块令牌递给了张凡。这块令牌通体漆黑，上面还有一只宛若有着生命的玄龟。这块令牌竟然有一股若有若无的煞气，这让张凡很是诧异。接过令牌之后，张凡念头一动，逼出额头一丝精血滴落在令牌之上。叮，令牌泛起一阵光芒，紧接着令牌的背面出现了张凡的名字。哦，除了内门弟子的服饰外，还有玄武台的专门服饰，这个也需要去玄武台领取，你没事就去取了吧，以后出行任务需要用到。严碧清对张凡叮嘱道。是。张凡拱手。张凡刚离开偏殿，就见到门外有2人正在等待，是张雪儿和陈冰。雪儿姐，陈兄。见到2人，张凡走了过去。小凡，你没事吧？张雪儿关切地说道。没事，院长大人只是告诉我一些学院内的事情和玄武台的事。张凡笑着道。张兄，多谢你这次高抬贵手。陈冰对张凡拱手说道。没想到我那哥哥还是去找你麻烦了，但你却看在我的面子上，没伤他的性命，只是斩掉了他的双手。这2个哥们儿同母异父，性格完全不同，张凡可不会因为刘琦和陈冰闹掰。当时没杀刘琦，也全是看在陈冰面子上。来的路上，陈冰已经在张雪儿口中得知了张凡和刘琦在里面发生的事情，他十分愤怒，没想到刘琦这么不识好歹，还要取张凡性命。2人虽然生自同一个母亲，但父亲却不是同一个，有血脉也只是半条而已。而且刘琦平日里也对陈冰百般刁难，毕竟他才是刘家的儿子，而陈冰不是。这件事你不会怪我吧？张凡拍了拍陈冰肩膀道。怎么会怪你呢？他敢这么得罪你，就算是死在秘境里也不足惜。如今他的双手没了，基本上是废了，少了他，未来我也少了阻碍，我谢谢你还来不及呢。陈冰笑着说道。日后2兄弟必然会争夺刘家的财产，如今刘琦已经废了，结果反而是好的。那行，陈兄，我跟雪儿姐去一趟长老阁，你要不要一起？不了，刘琦的事情我还得跟父亲说呢，我先离开了。陈冰转头离开，而张凡则是和雪儿一起去了长老阁。此时的长老阁已经人满为患，有些人是没领取服装的来领取服装，有些则是来领取积分的。哇，那不是张凡吗？他也来了。所有人见到张凡来了，一顿议论。如今的张凡可是学院里十分火爆的人物。而此时人群中一个长相阴柔的男子脸色阴沉，看向张凡。钱师兄，那人就是张凡。那阴柔男子身旁还有几个弟子，指着张凡满脸恭敬地说道。阴柔男子看向张凡，张凡眉头一皱，这小子的目光明显带有敌意。
这人是谁？张凡疑惑不解。我好想从未得罪他吧。呵呵，倒是挺敏锐的，不错。阴柔男子脸上露出一抹微笑，淡淡道。接着他走向张凡，你就是那个夺得了100面令箭的张凡？对。张凡道。你是？内门弟子叶轩庭。叶轩庭道。见过师兄。张凡对叶轩庭拱手道。切。见到张凡的表现后，叶轩庭满脸轻蔑。弟弟，这人实力强悍，早就闻名内门了，为人十分的高傲。张雪儿小声提醒张凡，张凡则是淡淡点头。来者虽然不善，但他可不畏惧。就在这时，呵，一个神通境5重的弟子竟然能够成为比赛第一，真是让人笑掉大牙。外院的比赛越来越没有含金量了。小子，你可敢跟我决战？谁知这叶轩庭开口就要跟张凡决战。张凡使用内敛功法，将自己的气息压制在了神通境5重。他察觉到张凡的境界之后，更是不屑了。我不接受呢。张凡淡淡道。不接受没关系，但这长老阁，你今日别想进去。叶轩庭冷冷道。啊，外门第一的弟子竟然不接受叶师兄的挑战。哈哈，看来外门就是外门，在外门他虽然混得如鱼得水，但是在内门是龙还是要盘着。他肯定是怕了叶师兄了。在叶轩庭身边的那些弟子不由嘲讽戏谑起来。经过这么一吵闹，周围围了不少人，是内门的叶轩庭和张凡。他们怎么吵起来了？学院一直都是这样，内门的看不起外门，叶轩庭肯定是看张凡是外门最强，准备给他一个下马威呢。张凡麻烦了，叶轩庭是内门之中极为强悍的弟子，听说已经是玉虚境3重了。张凡不过神通境4重，会是他的对手吗？而张凡脸色一冷，看来今天我不接受也得接受了。你可以不接受。叶轩庭直接走到张凡面前，张开双腿指着自己胯下道。乖乖跪下来学狗叫，从我这里爬过去，以后到了内门见到我就学狗叫3声，我就不为难你。叶轩庭满脸戏谑道。真是条好狗啊。张凡笑了笑。你说什么？察觉到张凡在侮辱自己，叶轩庭顿时脸色愤怒。我说我本来不想和狗打架，但这条狗非要追着我咬，我不得不还手了。张凡冷冷一笑。不想惹事不代表张凡怕事。小子，你有种，敢不敢直接上决斗台一决生死啊？叶轩庭被张凡激怒了，一个外门弟子竟然敢如此嚣张，他一开口就是生死决斗。敢？狗都打不过，我不如死了算了。张凡冷冷一笑。卧槽，他竟然敢骂叶师兄是狗，还接受了挑战。我佩服，不愧是外门第一弟子。佩服有什么用？现在他是生死决斗啊。张凡怎么可能打得过叶师兄？他必死无疑。对，别人惹他一下，他就真答应了生死决斗。看来他还是浮躁了。见到张凡竟然敢答应，众人不由一阵议论纷纭。小凡，张雪儿刚要说什么，却被张凡制止，随后小声道：一个玉虚境3重而已，你难道不知道弟弟有多强吗？张雪儿闻言脸色微红。我怎么知道你有多强啊？很快，张凡与叶轩庭来到了决斗台上，直接立下生死状。小子，我要是不小心把你这外门第一天教打死了，没人会找我麻烦吧？叶轩庭高傲不已地说道，手持一把长剑，这是他的器灵6品。这家伙果然实力不凡，我怕我把你打死了，有人会找我麻烦。张凡轻蔑一笑，淡淡的说道。混账，你找死！叶轩庭彻底忍不住了。本来他还想让张凡服软，给张凡一个下马威，稍微教训教训张凡，让他知道尊重学长。毕竟张凡现在名气大作，又是外门第一天骄，是院长看中的苗子，杀了不好交代。可如今张凡竟然一次次的惹怒自己。既然如此，那就死吧！叶轩庭手中剑寒芒乍现，朝着张凡冲杀而去。疾风一击，剑光闪烁，带起一阵阵狂风，席卷向张凡。散！张凡一道轻喝，直接将狂风震碎，同时一剑朝着叶轩庭刺了过去。轰！两把剑触碰在一起，顿时灵力崩溃开来。张凡顺势欺身而上，再度刺向叶轩庭。剑术了得啊！叶轩庭见到张凡能轻松破了自己的剑气剑锋，还能同时攻击，不由诧异起来。他脸色一凝，身体上的灵力陡然暴动起来。疾风起！斩！一声怒吼出现，长剑刺向张凡的同时，带着一股凛冽的剑风，摧枯拉朽般席卷张凡。就这点伎俩，也敢和我决斗？张凡不屑冷哼，再度挥舞手中的剑，直接将叶轩庭攻来的剑震开，同时凌冽的剑锋也被摧毁。这不可能！叶轩庭满脸错愕。第一招他只是试探一下，这一招
他可是用尽了全力，竟然依旧不敌张凡，而且张凡还破得如此简单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而周围的所有人都震惊莫名。张凡此时已经冲到了叶轩庭面前，死吧！七杀坚决催动，无与伦比的剑气弥漫周围，杀气开始进入所有人的体内，令所有人胆寒。而叶轩庭本是嚣张跋扈的脸瞬间凝固，脸色惨白一片，在他眼睛当中，一道剑气越来越大，倘若他躲不开，这一剑足以将他击杀。叶轩庭还是头一次见到如此恐怖的剑气，直接将他的尊严给击碎不说，同时摧毁了他所有的防线。我错了，我是狗！叶轩庭急忙大喊，同时闭上了双眼。而当叶轩庭喊出这句话的时候，那剑芒也瞬间消失不见，当时剑气距离他的脑袋只有半寸距离了。这才是好狗吗？张凡收起手中的剑，满脸笑意地看着叶轩庭。叶轩庭这才松了一口气，浑身冷汗淋漓，一屁股坐在地上。刚刚若不是自己及时开口，估计已经死了。而同时，那些观战的人紧绷的神经终于松弛了，这就没了。这才过了几个呼吸时间啊！张凡只是一次主动出击而已，叶轩庭就挡不住，直接认输当狗了。叶轩庭什么人啊？玉虚境三重啊！沉默了片刻之后，人群顿时爆发一阵议论，简直不敢置信。张璇儿都激动的差点欢呼出声。张凡所做的一切，简直一次又一次的刷新了他的三观。如今张凡打败一个玉虚境三重的人，竟然都如此简单，我弟弟太厉害了，也不知道未来跟在他身边的女孩会是谁，可太便宜他们了。张璇儿心中思忖，有点不甘心，这么厉害的人怎么会是自己的弟弟呢？不对，自己和张凡虽然是同族，但是血脉关系已经很远很远了啊。张凡是嫡系，自己是旁系，自己有没有机会抬上？你说了，还想说什么吗？张凡看向叶轩庭，淡淡开口道。叶轩庭脸上浮现一抹复杂的神色，可最后却冷静下来道：我输了，之前是我有眼不识泰山，求您放了我，只要能把我放了，你让我做什么我都可以。起来吧，我不杀你，正好我刚进入内门，不了解内门情况，不如你帮我介绍介绍。张凡笑着道。啊！叶轩庭满脸惊讶，就这可是生死决斗啊！本张凡可以直接要他的命，就算是留自己一命，一般不得将自己所有都交出来。可张凡竟然只是让自己带他熟悉内门的情况，这么简单的吗？不愿意吗？张凡眉头一挑问道。不，我知无不言。叶轩庭急忙恭敬道。张凡差点笑出声来，本以为叶轩庭和那些家族弟子一样桀骜不驯，像是一匹无法驯服的狼，如今看来却是个搞笑男啊。叶轩庭也不啰嗦，带着自己的一群小弟跟在了张凡身边，直接成了张凡的小弟。外门的战力低下，所以比较稳定，但内院强者如云，资源给的多，竞争也更加强大，一切以实力为主。有许多外门弟子侥幸进入内门之后，发现内门十分凶险，最后直接退学的都有。叶轩庭恭敬地笑着道，简直就像是天生当小弟的料，本来我想要给你一个下马威，把你收为小弟的，没想到却被你反杀了，嘿嘿嘿。随着叶轩庭带着张凡逛街，张凡了解了内门的构造，同时也知道了内门的法则，一共4个字：弱肉强食。这里之所以竞争能激烈到这种地步，是因为有皇室的人在此修炼，而且还是皇子，名为赵岩。玄武王朝一共3位皇子，赵岩排名第3，如今他正在和排名第2的赵丽争夺皇子的位置，而大皇子也不例外，正在争夺之中。如今更是打得水深火热，明面上看起来没什么，地下却是暗流涌动。赵岩是野心最大的，他想将整个青州学院都收入囊中，帮助自己夺位，也就造成了内院如今的局面。现在内院已经变了，8、9成都是赵岩的人，欧阳家、天界的人直接摆明立场跟着赵岩，而其他的一些家族子弟也已经表明了立场。叶轩庭，你呢？张凡看向叶轩庭，呵呵。叶轩庭突然又狂了起来，原谅我这一生不羁放荡爱自由，我就是那没参加任何势力的人，没有参加流派，应该很难生存下去才对，怎么感觉你活得很滋润啊？张凡不由诧异问道。在这内院之中，所有弟子已经被流派瓜分干净，按道理来说，作为皇子是不会允许其他势力存在的。不瞒你说，我是叶家人，我们叶家和云家有点关系，而皇子殿下看在云家小姐面子上，不会管我的。叶轩庭嘿嘿一笑解释。云家小姐？对，云兰小姐。叶轩庭解释道。这话一出，张凡一愣，云兰这名字他好像在哪儿听说过的样子。虽然没有参加流派，他们也不会害我，但我也有限制，例如内院的大大小小事情我不能掺和，还有比赛我也不能参加。叶轩庭失落地说道。虽然不会被排挤，
但却是一个边缘 OB 的人物，那剩下的1成之人都是云家的人了。张凡问道。不能说是云家的人，应该说是云岚小姐的人。无论是云岚小姐还是云家，他们都不会参与这内院的争斗，我和他们不过是远亲关系而已。其他人的话，要么就是一些小家族的人，和其他皇子有点关系，但是在这内院之中都是边缘化的人物，不参加任何比赛和事情。还有就是一些去年进入内院的弟子，还在踌躇不前，不知道该不该听三皇子话的人。那些没有身份有没有背景的弟子，我猜测不用多久就得离开内院了。叶轩庭解释道。而张凡则是点了点头，大概明白了。也就是说，赵岩在这内院几乎一手遮天，但是无论他是什么人，只要他身边站着欧阳家和天剑，张凡就不会给他好脸色。同时赵岩也不会放过张凡。看来进入内院，张凡的日子不会太舒服了。张凡感叹，他也不想得罪人，只想老老实实修炼，可怎么麻烦事就是一桩接一桩呢？念及至此，叶轩庭再度道，但是张老弟可是玄武台的人，即便不参加那些争斗，赵岩也绝对不会找你麻烦的。好。随后张凡也不再犹豫，直接去长老阁更换了衣服，领取了几分。搞定一切后，张凡和张雪儿等人告别，随后走向了玄武台。叶轩庭人比较憨厚老实，值得一交。云家如今和我无冤无仇，又没有参加任何流派，若是能和云家搭上线也不错。张凡一边走一边思忖。刚来到内门门口的时候，一道苗条的身影挡住了张凡去路。这个女人一身黑色衣服，显得极为干练，身材苗条有致，眼中带有一股寒意的同时，竟还有一丝丝妩媚妖娆的感觉。她双手将剑怀抱在胸口处，挤压住2座山峰，气势凛然。当见到张凡来的时候，她抬起眼看向张凡，这气息，这眼神，我和他有仇。张凡眉头一皱，自己初来乍到，总不可能谁都跟我有仇吧？张凡无奈，直接绕过他就要走进去。可就在这时，吃我一剑！那女的竟然二话不说，直接抽出剑来就朝着张凡刺了过去。张凡急忙闪避，同时满脸怒火看向女子道：你是谁？我认识你吗？为什么要对我出手？自己除了得罪欧阳家和天界人，还有得罪过谁吗？这学院的人不会都是傻子吧？莫非是自己外院名头太大了，让人眼红？哼！女子根本不解释，直接又是一剑刺向张凡。张凡也不啰嗦，直接从那戒中拿出宝剑，轻轻一震，便是将女子的攻击给震开。接着张凡又朝着女子冲杀而去，而女子脸色也是一凝，眼中出现一抹惊讶之色。紧接着只见她体内灵气暴动，一股玉虚境五重的力量陡然爆发，在她的头顶上甚至悬浮着一把剑的影子，而她身体周围的剑气无比的庞大且凌厉。气灵、剑灵，张凡眉头一皱，他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东西。剑灵确实是属于气灵的一种，但却凌驾于一般气灵之上。正常的气灵是可以为宿主使用的，而剑灵则不同，它是融入身体的，相当于经脉一般，可以极大的增强剑术造诣和威力。难怪这个女人刚刚攻击的时候身上剑意这么明显，原来是有剑灵。这种敌人张凡也是头一次碰到。张凡长剑宛若游龙，出招快速且刁钻，而另外一人身材婀娜，出剑毫不留情，竟是能够抵御住张凡的进攻。张凡脸色一变，一道杀意从体内迸发而出，同时一剑将女子震飞开来。杀意！女子惊颤。对，张凡再度朝着女子冲杀而去，这次他的剑中带着一股无与伦比的杀意，比之前更为恐怖。只是片刻功夫，张凡便是将女子给压制住了。外门第一，果然名不虚传，那可是赵炎皇子的贴身剑卫，竟然打不过他。这个贴身剑卫可是玉虚境五重的高手，在所有天才之中都是占据一席之地的，竟然能被张凡压制，这张凡太恐怖了吧！两人的打斗吸引了不少人的注意，见到张凡压制住黑衣女子，不少人赞叹起来，同时满脸都是震惊之色。赵炎的剑卫，你为何拦我？张凡皱着眉看向女子，但女子惜字如金一般，依旧是不开口。哼，既然你不说，就别怪我不客气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既然是赵炎的人，自己也没必要留手。他手上的宝剑上的剑气开始弥漫，再度冲杀向女子。轰！女子直接被震飞开来，手臂颤抖，险些站立不稳。张凡这一剑几乎没有留情了，同时张凡也心中诧异，这一剑他几乎用尽了全力，没想到这女子还能站着，看来玉虚境五重确实厉害。张凡慢慢逼近，长剑指向女子。此时的女子眼中多了几分慌乱和恼怒，是三皇子赵炎让我来找你麻烦。见到张凡貌似真想杀了自己，他只能急忙开口说道，我还以为你死都不会开口呢，
张凡冷冷一哼，收起长剑，一把掐住女子脖子，将她往边上一丢，说：“找我什么事？”张凡冷冷道：“三皇子想请你聊聊天。”女子咳嗽了几声后说道：“我刚来内院，还有些事情没处理，没空理他。”三皇子会邀请自己，张凡并不意外，由于有着欧阳家和天界的关系，他跟赵岩明显最后会成为敌人。也许赵岩派这个女子前来找自己麻烦，只是为了试探自己。三皇子说：“你今天一定会去的，他会等你3个时辰。”女子说道：“3个时辰，行吧。”张凡将剑收起，随后转身就要离开。你难道真不去？”见到张凡这般模样，女子满脸错愕。他不是要等我3个时辰吗？这才刚开始呢。张凡笑了笑说道：“面对赵岩邀请自己见面，自己作为玄武王朝的子民，自然得去面见，没得选择。要是去了，不知道会是什么下场。可要是不去，那就是摆明了要和赵岩宣战，与他为敌，一点回旋的余地都没有。得罪2个大家族，被追杀了这么久，张凡已经十分难受了。要是再得罪赵岩，就更加麻烦了。将来也许是敌人，但至少现在还得给他点脸面。好，张凡，我记住你了。”见到张凡离开，女子拳头紧握，凶狠道：“他作为一个剑修，昔日以剑为伴，从未碰到过在剑术之上能赢下他的人，如今却被张凡轻而易举的压制。而且张凡的实力好像还是一个神通境5重的武者，这直接跨越了一个大境界，竟然还能被张凡压制，这让女子无法接受。张凡这边则是直接到了玄武台之中。玄武台中的精卫见到张凡到来，并没有诧异，因为张凡的事迹早就传遍了玄武台。他们带着张凡登记后，领取了玄武台的专属服装。这套服装通体漆黑，显得十分的干练。张凡挺喜欢，便是直接换上，紧接着又将黑色的玄武令牌挂在腰间。好了，现在再去会会赵岩。张凡心中暗忖，刚刚之所以不去，就是因为还没有领取到这一身衣服。随后张凡踱步离开，朝着赵岩所居住的位置前去。赵岩居住的位置也是内院里，但是居住的房子却和其他弟子的不同，他这相当于一个小型的宫殿了。张凡刚来到这里，之前那个劲装女子正在门口等待张凡。皇子已经等待你多时了，随我来。说完，他便是带路走入其中，而张凡也跟了上去。两人穿过一处莲花池，而别院莲花池的中央处坐落着一个长亭，长亭之中有2道身影。张凡跟着女子来到了这里，长亭中有2个男子正在下围棋，一人穿着高贵蟒袍，一人着装华贵，年龄大抵相同，但透露出来的气质却截然不同。大人，张凡来了。那女子对身着蟒袍的赵岩拱手恭敬不已地说道：“做得不错，站一旁等着吧。”赵岩点头，头也不抬地说道。而女子则是立刻站在赵岩一侧，不敢说话。张凡见状，也拱手道：“见过赵岩，赵皇子。”赵岩这才抬起头看了一眼张凡，笑了笑道：“别客气，这玄武台的衣服确实不错，穿在你身上更显得帅气了。院长吩咐得先去玄武台取衣服，所以来迟一步，请见谅。”张凡笑了笑道：“哼，院长吩咐的事情，自然是先要去处理，我不怪你。”赵岩将一颗棋子放入棋盘之中，随后道：“介绍一下，这位乃是欧阳家的少爷欧阳林海。”赵岩指着旁边的华贵男子说道：“欧阳林海。”张凡脸色一凝，欧阳家自己杀过不少人，而欧阳林海正是欧阳家的下一任继承人。赵岩却故意将自己叫来，介绍给欧阳林海认识，是何等居心。张凡拱手道：“见过欧阳师兄。”张凡，你的名气可是青州学院最高的。欧阳林海看着张凡，微微一笑说道：“没有，虚名而已。”张凡淡淡的道，紧接着看向赵岩：“不知皇子叫我来，所谓何事？无论如何，现在还不能撕破脸，他的实力还不足以和这些人为敌。这次叫你来，有2件事要跟你说。”赵岩道：“其一，加入我的势力，你可答应？”加入你？张凡没想到赵岩竟然这么开门见山。从刚开始见面，赵岩就是一股高高在上的态度，让张凡十分不爽。只不过人家身份摆在那，张凡没表现出来。如今赵岩想要自己加入他的势力，还是这高人一等不屑一顾的态度，让张凡更加不爽了。只见张凡眉头一挑，淡淡道：“赵皇子，如今我乃是玄武王朝玄武台的人，本就已经在为皇室效命，为何还要加入皇子的势力？”张凡其实猜到了赵岩会招揽自己，所以才故意换上这身衣服才来的。混账！皇子说的加入他的势力，你难道不清楚到底是什么意思？揣着明白装什么糊涂？赵岩和欧阳林海没说话，不过脸色很不好看。
而一旁的女子直接开口怒斥出声：“我真不知道是什么意思，我如今加入了玄武台，就是在为皇室效力啊！”张凡微微一笑，继续装糊涂道：“我。”女子脸色难看，指着张凡的手都有点颤抖。“子勋，住嘴！”赵岩对女子道。“是。”莫子勋虽然愤怒，但赵岩都开口了，他只能退下。此时赵岩再度看向张凡道：“哼，兄弟可能是因为我叫子勋去请你，方式不对，所以才生气吧？这件事是子勋的错，不如这样，我将子勋送给你，当做赔罪如何？”这话一出，张凡都是一愣。这个莫子勋看起来是赵岩的贴身健卫，可两人气息却能融合在一起，明显没那么简单。赵岩开口就要将子勋送给张凡，估计是计划的。张凡可不会留这种人在身边。张凡道：“谢大人好意，在下一个人习惯了，而且在下刚加入玄武台，不能进入大人势力，请见谅。”“哦，你这是拒绝我了？”赵岩突然脸色阴沉了下来，冷冷开口道。而旁边的欧阳林海和莫子勋也脸色阴沉。“是。”张凡斩钉截铁回答道。要是一般人见到赵岩如此质问，估计会被吓得跪下答应，可张凡却完全不惧。“哈哈哈哈，好，很好，我赵岩看人果然没错。”赵岩本是阴沉的脸却陡然消失不见，取而代之的是大笑。他站起身来，看向池水中的莲花，背对张凡：“若是三言两语就直接招揽进来了，反而我还会看不起你。能够拒绝我，证明你有胆魄，有胆识。既然你不愿意，我也不强求你，以后徐徐渐进便可。这次叫你来还有一件事，那就是我想帮你了解欧阳家和天界的矛盾，这件事你会拒绝吗？”而欧阳林海也站起身，笑道：“既然是赵皇子亲自出面化解矛盾，我欧阳家自然要给面子。”随后他冷着脸看向张凡，就是不知张兄弟是否愿意啊？赵大人，欧阳师兄，你们的话我有点不懂，我和天界确实有仇，但和欧阳家的仇恨不大吧？顶多就是新生大比的时候打败了欧阳家弟子而已。张凡不解道：“你是真不知还是假不知？”赵岩问道：“真不知，其实我和天界以及欧阳家的仇都是在决斗上出现的，而且还是天界人和欧阳家人主动挑起的。按道理来说，弟子主动挑起的决斗，恩怨在台上也该解决掉了，下台后不能牵连，也算不上仇怨吧？”张凡道：“欧阳权、天少云不是你杀的。”欧阳林海脸色阴沉道：“欧阳权不是死在了秘境之中吗？应该是自己闯入冰雪山被妖兽杀死了吧？天少云不是被阴阳剑神杀的吗？跟我无关，可别冤枉好人。”张凡直接道：“而且那个欧阳权的死，我也是出了秘境都知道的，我都没见过他。”“好，很好，非常好。”欧阳林海闻言，一边称好，一边鼓掌。而玉虚境界6重的境界丝毫不加以掩饰，直接朝着张凡压制而去。面对这股压制，张凡脸色阴沉。“林海！”赵岩呵斥了一声后，欧阳林海收起了气势。“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也不好说什么。”“子勋，送客！”赵岩轻轻一挥手，让莫子勋送张凡离开。“请。”莫子勋点头，对张凡道。张凡和莫子勋一起离开。“赵大人，此人竟然如此狂妄，难道就这么放任他离开了？”张凡刚离开，欧阳林海就忍不住开口道：“别冲动，咱们想要对付他，多的是机会，现在还没到时候。”赵岩微微一笑说道：“那赵大人喊我来，是为了什么事？总不能是看一场叫张凡来说几句，然后放他走了的戏吧？”欧阳林海质问道。之前有张凡在，欧阳林海对赵岩显得比较恭敬，但如今只有他两人，没有外人，欧阳林海的态度立刻就变了。赵岩身份确实很高，但欧阳林海身份也高，最主要的是赵岩想要上位，还需要欧阳家和天界的大力支持。今日叫他来，我知道他会拒绝，而叫你来看这场戏，是想让你见证确定一下而已。何谓见证和确定？你我都与张凡不熟，不知他的为人，叫他来了解一下就明白了。他确实是一个很有胆色骨气的人，其二就是他与你们家族的恩怨。赵岩道。张凡很懂伪装，今日一问，差不多可以确定欧阳权以及天少云的死跟他有关系。什么？欧阳林海脸色狂变，那可是自己的亲弟弟，那为何刚刚不让我直接把他杀了？欧阳林海问道。他是我主动邀请过来的，又是玄武台的人，而且我邀请你来的事很多人都知道，若是他在这里出了事，你我肯定会被查，他人在内门跑不了，你要报仇，找个好机会就是了。赵岩笑继续道：有能力的人狂妄，那是一身傲骨和胆气，没有能力的人狂妄，那就是不知天高地厚，他就是属于后者。而且以他的性格，能够参加外门夺得第一，这次内门比赛也绝对不会放过。赵岩说到这里，
没有继续说下去了。而欧阳林海却眼前一亮，焕然醒悟。多谢提醒，只要他敢参加这次内门比赛，我绝对让他吃不了兜着走。同时，欧阳林海也忌惮起了赵岩的心机。要是刚刚张凡愿意成为赵岩的人，赵岩就会劝说自己，让自己在比赛里放了张凡，等他利用完了张凡，然后再杀不迟。可要是张凡不愿意成为赵岩的人，利用的机会都没了，那比赛中可以直接杀了张凡。无论哪种情况，对他赵岩来说只好无坏。好了，欧阳兄，明日我们继续下棋吧。赵岩笑着开口，告辞。欧阳林海也不再啰嗦，直接转身离开。等到欧阳林海离开，赵岩本是带着微笑的脸瞬间浮现一抹阴寒。他拿起棋盆中的一颗棋子，落在了棋盘之中一个点上。欧阳林海本是完美的阵型，被瞬间击溃。张凡，给过你机会了，你自己不珍惜，既然不跟随我，那你就只有死。赵岩冷冷道。而莫子勋已经将张凡送出了院子。张凡，你给我等着。莫子勋脸色阴寒道。我又怎么了你了？哼，之前我只是用剑术和你比较了一番，到时候内院比赛我会挑战你，希望你不要胆怯。内院比赛？放心，我之所以进入取得外门第一，进入内院就是为了这内院比赛。张凡笑了笑道。切，这种低级的激将法我会看不出，这不就是想让我参加内院比赛吗？随后莫子勋直接转身离开，而张凡也离开了这里。得先去内院之中了解一下情况，然后再去找陈斌了解了解内院的比赛规则。张凡心中思忖，院弟子和外院弟子不同，外院弟子是很多人居住在一个院子之中，而内院则是有单人住所。虽然比不上赵岩宫殿般的别院，但也比外院好了不知道多少倍。在院子里简单收拾了一下，随后便是离开了内院，去寻找陈斌。张兄，你怎么来外院，不在内院修炼？陈斌见到张凡前来，诧异地问道。你不是百事通吗？问你点关于内院比赛的事情。张凡说明来意。张兄要参加内院比赛？对啊。不行，张兄，今年的内院比赛，我劝你还是别参加的好。为何？张兄，你现在是外门第一，如日中天的人物，很多人正在盯着你呢，那些人可都是强者啊。陈斌严肃道。他说的没错，例如神秘的齐仙和齐老，以及院长严碧清的心想，还有突然出现的叶轩庭，以及刚刚邀请张凡见面的赵岩和欧阳林海。这些人的出现都是因为张凡名头如雷贯耳，取得了外门的第一名，而且是跳跃式的第一名。这些仅仅是在青州学院之中发生的，而这消息估计早已传遍了整个青州城。如今的张凡已经是闻名整个青州城了。但是这和我参部参加比赛有什么关联？欧阳家和天界的仇你自己最清楚，他们绝对不会饶了你。现在他们明面上不敢对你怎样，但是内院大比乃是决斗，你若是参加比赛，那可就是生死决斗，他们就有机会出手了。陈斌解释道。听到这话，张凡算是明白了。简而言之，张凡若是今年不参加比赛，那还能当一年缩头乌龟，隐忍修炼一年。可张凡是那种人吗？谢谢陈兄好意，不过我还是想了解一下比赛的规则。你要是参加，估计第一轮就得死。好了，你快说吧，别一天到晚咒我死了。好吧，这内院大比分为2个轮次，其一就是弟子大比，所有参加比赛的弟子都要上台，最后只剩下60多人继续参加淘汰赛。6轮过后，最后会分出1、2、3名，而且这次听说二皇子也要来。二皇子？对，这人可是3皇子赵岩的仇人，可是好的投靠对象。陈斌解释道。张凡微微思忖，随后和陈斌闲聊几句，便是离开。回到院子之中后，接下来参加内院的大比，在这段时间内快速提升实力，尽快将修为提升到与虚境。张凡眼中一闪，决定道。而他如今的院子和张雪儿比邻。张凡坐在房间之中，进入玄黄鼎内修炼。数日早上，张凡起来，前往报名参加比赛，同时前去了藏经阁选取一部身法。在这次秘境之中，他就已经察觉到自己的身法有问题了，几次3番险些躲过攻击，都是因为身法不行导致的。以后可要杜绝那些危险。不过去挑选功法之前，张凡先去买了一壶酒和一些吃的，来到了藏经阁2楼。这里正是风老所在的位置。张凡走到风老面前，笑着道：见过风老，这是晚辈给您准备的吃食。呵呵，你小子还算有良心。风老笑了笑，接过酒和吃食，开始吃了起来。风老喜欢，那我就经常给你送。张凡笑着道。谁知风老却突然意味深长地看着张凡笑了笑，随后道：你啊，太年轻，太冲动，老以为自己已经看穿了所有，却没能发现自己只是一颗棋子。这话一出，张凡脸色一变，风老，您这是何意？
你的所作所为，其实一切都已经被人暗中操作了，你自己却浑然不知。啊，那我要如何跳出这棋局？张凡心中震颤，这就要看你是想做一棋子还是下棋的人了。若是做棋子，到头来你就只有被抛弃的份，但是却能换来一时的平静。可你要是当一名下棋之人，虽然不会被当作棋子被人抛弃，但却要与一些大人物对战，你有那实力吗？风老突然认真地解释道。实力？张凡眼中闪过一抹金光，无论我有没有实力，我都不愿意当被人操作的棋子。而就算是当下棋之人，即便我的手里没有杀招，即便我的棋就要输了，我也要大杀四方。张凡冷冷说道。被某些大人物暗中操作，张凡很是不甘。在他看来，自己加入玄武台那都不是他的本意，不过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，他不得不被人操作加入玄武台。而进入内院之后，张凡有资格慢慢修炼，来年再参加大比，却被赵岩等人操作，不得不提前参加大比。哈哈，小子，你倒是有老夫当年的气魄。风老眼中一闪，赞许地说道。前辈，此番前来，晚辈想寻得一本身法。身法？风老问道。你这次乃是外门第一，应该有不少积分吧？大概1000多。张凡道。1000多已经很不错了。你现在乃是内门的弟子，有资格进入4层和5层。5层的功法很高级，但身法较少。你想要身法的话，还得去4层寻找。前辈，请指点晚辈1、2。这4层中的身法是最多的，但最厉害的却只有3本，一本名为浮光掠影，一本名为雷霆瞬身，还有一本名为风影诀。这些功法都是地阶功法，却各有长处。不过5层虽然身法较少，但也许也有适合你的，你可以去看看，那本更加适合你。风老提醒道。多谢前辈提醒。张凡也没啰嗦，直接朝着5层前去。越是往上走，功法架子就越少，到了第5层，甚至连架子都没有了，只有不少箱子放在里面，而箱子外则是功法介绍。这5层中，所有功法都被放在了木箱之中，最低的功法都是地阶下等，最高的是地阶上品。青州学院不愧是玄武王朝最大的学院，果然厉害。但是这些箱子周身有灵力浮动，难道是要用积分兑换？这5层不像是下面几层，直接挑选功法就行了，这里需要积分来开启箱子。张凡在5层寻找了片刻之后，确实没看到什么好的身法，随后来到了第4层。在4层之中，张凡看中了之前风老提起过的雷霆瞬身。张凡返回逐出之后，念头一动，直接来到了玄黄鼎内。张凡坐下，面前放置着2张卷轴，一张是拓印的雷霆瞬身，另外一张则是一本剑诀，名为浮影剑。浮影剑诀是张凡看自己积分有剩，所以兑换而来的。雷霆瞬身，地阶下品功法，运转起来后，雷霆灌溉全身，提升速度，宛若雷霆。浮影剑诀其中有3剑，分别为玄剑、地剑、天剑3剑。如今我的剑术高超，修炼浮影剑诀后，也该能用出玄剑，甚至还能在玄剑之上凝聚自己的杀意。不过现在最重要的是先修炼雷霆瞬身，然后再修炼浮影剑诀。张凡已经决定了，身法是他的空缺，雷霆瞬身就可以弥补这一空缺。紧接着，张凡利用大概1天的时间将雷霆瞬身修炼结束，又开始修炼浮影剑诀。如此又过了1晚上时间。在玄黄鼎之中的时间流逝速度比外界要慢100倍，也就是说，张凡修炼1天1夜时间，实际上已经过了100天。张凡继续停留在玄黄鼎内，没有出去。时间慢慢流逝，很快半月时间就差不多过去了。而张凡更是将自己的浮影剑诀修炼到了大成，雷霆瞬身也修炼到了大成。这天，张凡正在提升自己的灵力，只感觉体内的灵力越来越旺盛。他全身运转功法，周遭灵力变得十分狂躁暴动，他的丹田越发清澈。破！随着一道惊雷炸响声出现在张凡耳中，张凡体内灵力翻涌，已然是冲破了境界。玉虚境一中，成了。这样一来，参加比赛赢下的几率就多了几分。张凡心中激动。就在此时，门外突然响起敲门声。张凡从玄黄鼎内出来，是璇儿姐。张凡走过去开门。小凡，你参加了这次比赛？张璇儿焦急问道。对，早就报名了。怎么了？小凡，你财神通境，你怎么敢？你已经玉虚境了。张璇儿说着说着便满脸震惊，诧异地问道。面对张璇儿，张凡没必要压制自己的境界。哼，璇儿姐，其实我一直在压制境界，上次参加比赛的时候，我就已经是神通境9重了。张凡笑着道。张璇儿震惊的脸色这才稍微平静了一点。可仅仅半个月，从神通境9重提升到玉虚境界1重，也足以让人惊讶。可就算你是玉虚境1重，那这次大比也极为危险啊！而且陈斌跟我说，赵岩这次可能会对付你。张璇儿担忧道。
虽然张凡展现出来的实力很强，但和赵岩相比，差距还是很大的。再说了，这次大比不仅有赵岩，还有欧阳林海以及天纵等人虎视眈眈。这次张凡若是不参加比赛，还不会有事，可要是参加，那欧阳家和天界绝对不会放过张凡。雪儿姐，这些我都知道，不过姐你放心，我既然选择参加，我就有把握。哎，算了，我知道你的性格，一旦做出决定，十头牛都拉不回来。张雪儿叹了一口气，一定要小心为上。转眼就是3天时间过去，这日内院的比赛终于来了。虽然是内院的比赛，但却是在外门的广场举办。此时硕大的广场之上已经立起了一个巨大的高台，这高台明显是用来比武的，而高台旁边则满是观众的座位。此时周围已经人满为患，张璇儿和张凡就在其中，陈斌一直在两人身旁口若悬河。陈斌，这就是比舞台了，前面几轮都是淘汰赛，到最后要分出30人，然后一一对决，直到分出1、2、3名。而那边是贵宾席，严院长等皇室的人员坐的地方，还有那边。突然陈斌指着另外一个方向道，那边是赵岩的人，你也要小心。张凡看向陈斌所指着的方向，那边也聚集了不少人，大部分都是神通境9重，也有玉虚境1、2重的人，明显那些人也是参加比赛的。张凡看向那些人的时候，那边的人似乎也注意到了张凡，随后对张凡远远的做了一个割脖子的动作。张凡脸色阴沉，赵岩看来想在这次大比上把我杀了，不过得看看他有没有这个实力了。就在张凡心中思忖的时候，赵岩和欧阳林海等人已经抵达，和他们一起抵达的还有严碧清等学院的长老们。院长大人，赵皇子。那些弟子见到大人物前来，纷纷面露恭敬，对几人欠身鞠躬。赵岩笑了笑道，好，这次大家可要努力了。那些弟子急忙点头，明显意有所指。严碧清不由叹气摇头，皇权的争斗向来都是残酷的，只是让严碧清没料到的是，这争斗的中心点竟然是一个叫张凡的弟子。希望张凡这次能劫后重生吧。严碧清心中思忖，他看好张凡，但这次比赛实在太危险了。而后他跟着赵岩来到了贵宾席上，所有观众都热血沸腾起来。天哪，看快，那是院长大人啊，那是赵岩赵皇子，还有欧阳家的少爷欧阳林海，平日里想要见一面都难得一见的人物啊。这才第1轮，他们怎么就露相了？听说他们着急来是为了那个张凡，我听说。所有人一阵议论，而焦点很快就聚集在了张凡身上。张凡在外门大比的时候名头就已经如雷贯耳，如今刚加入内院半个月时间，竟然就得罪了赵岩和欧阳林海，这让他们不想关注都难啊。张凡转身对赵雪儿等人道，要开始比赛了，我先过去了。好，一定要小心。张雪儿叮嘱道。张凡翻身上台，而其他人也来到了比武台上。赵岩安排的人见到张凡上台，便是瞬间将张凡包围住了。张凡见状，眉头一皱，眼中闪过一抹寒芒。可就在这时，一道马蹄声飞速接近，声音巨大，震耳发聩，整个青州学院都跟着剧烈震动。所有人见状脸色惊慌，急忙躲闪，那是铁骑。这些铁骑谁派过来的？我操，你们看，那是谁？所有人瞩目之下看向那个为首的骑兵。那骑兵身着红色铠甲，英姿飒爽，长相十分俊俏，是一名女子。她手持长缨，一副巾帼不让须眉的样子，直接带着铁骑冲入了青州学院。你们看，这些铁骑站上都刻有封字，不是封家的铁骑吗？对啊，但这为首的人貌似不是封家的，他是云家的人吧？他不是在外出战吗？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我听小道消息说，云家的2小姐在回来的路上被一伙劫匪劫持了，好在当时有一个侠客正好路过，解救了云家2小姐，否则的话2小姐估计……原来如此，所有人议论纷纷。青州学院大广场上，严碧清也看到了那一对铁骑，转头又看向一旁的赵岩。赵岩脸色却陡然阴沉了下来。那一名手持长缨枪的女子已经带队来到了此地，是她。张凡见到这名女子不由一愣，之前见到云婉容的时候，云婉容不是一个十分柔弱没有修为的女孩吗？这个长缨枪女孩长相和云婉容很像，可以说是一个模子里面刻出来的，不过她的修为竟然是玉虚境9重，简直和之前认识的云婉容一个天一个地。一个是柔弱不堪娇羞可爱的女子，一个是英姿飒爽的女子。赵岩向前一步对女子道，云小姐，好久不见。赵岩对她如此恭敬，她却不屑一顾，甚至只是淡淡的看了一眼赵岩，甚至都没理会严碧清。张凡在哪？他环顾四周，淡淡开口，不可能吧，找我的。
难道她真是云婉容？张凡更是吃惊了。赵岩叫她云小姐，而这个云小姐长相和云婉容简直一样，还认识张凡。不是云婉容，那还能是谁？随后张凡踱步走出，拱手笑着道：云小姐，别来无恙。什么别来无恙？吃我一击。云英见到张凡靠近，峨眉皱起，直接拿起手中的长缨，便是朝着张凡刺了过去。张凡脸色一变，急忙后退几步，躲开了一击。下一刻，张凡直接换出长剑，一剑朝着云英刺去。轰隆，长缨枪和长剑触碰在一起，灵力波动散发开来。这是符影剑。云英微微一愣，而周围人更是震惊莫名。这不是藏经阁中的符影剑吗？他竟然练会了，而且看样子还很熟练。他的修为好像是玉虚境一重吧，竟然能接住玉虚境9重的云英一击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刚刚那一招貌似没多少灵力比拼，用的是硬实力，若是云英小姐全力以赴，张凡肯定会落败的。所有人一阵感叹。云英听到众人议论，张凡这才发现自己认错了人。但是这两人长相也太相似了吧，而且还都姓云，对，刚修炼。张凡心中讶异，表面却波澜不惊。而云英一招过后也没有继续对张凡出手，能接住我一招，同时还能短时间将符影剑修炼到如此程度，不愧能得到外门第一。云英也不吝夸奖，眼眸微动。云小姐可认识一个名为云婉容的女孩？张凡问道。刚刚离得比较远，他看云英长相和云婉容简直一样，如今靠近一看还是有点区别的。我亲妹妹怎么了？云英皱眉问道。是这样啊，难怪。张凡彻底明白了，之前见过一面，认识她。哼，无论你对她有什么心思，我都劝你老实点收起来。云英冷冷开口道。明白。张凡点头，没有将云英的话放在心上。在那些大家族眼中，张凡也仅仅是一个天赋不错的天才罢了，还进不了他们的法眼。云英继续开口道，而我是云家的人，玄武王朝征战将军云英，今日找你是照托赵皇子的命令，刚刚对你出手只是试探，不要见怪。原来如此。张凡微微一笑说道。而此时严碧清开口道，云英，你回来了，为何都不跟我说一声？严院长，军中药物缠身，刚刚是我唐突了，请勿怪。云英对严碧清拱手说道，这可是青州学院的院长，该有的礼节还是要有的。哼，没事没事，你常年征战在外，今日能见你一面，我高兴还来不及。严碧清道。张凡见到这一幕，眉头一皱，严碧清怎么在云英面前都这么一副和蔼可亲的模样？而后云英与严碧清又说了几句后，云英没有离开，反而是翻身下马，坐在了贵宾席上。他身后跟着的那些骑兵也纷纷下马，站在了云英身后，气势甚至超越了赵岩那一群人。张凡眉头一皱，云家的人却能带着封家的骑兵，还能坐在贵宾席，甚至气势还超越了赵岩这个皇子，这云英不是普通人啊，莫非他跟赵拓有关系？而此时严碧清开口道，好了，王长老开始吧。王长老点头，身体一跃便是来到了空中。好，今日是每年一次的内院比赛，规则很简单，所有弟子上台决斗，一决生死，如有危险者请退出比武台，一旦被击杀或者击落比武台便是淘汰。第一轮比赛开始。王长老声音落下之后，手中掐诀，只见一道金光笼罩在比武台的周围，而同时比武台上开始爆发出一道道强大气息。大战看来要打响了。而张凡周围那些男女子弟眼中微闪，比武台上十分的诡异，所有人的气息虽然暴动，却没有人先出手，他们盯着的反而不是靠自己最近的人，而是张凡。张凡明显成了所有人的目标。而见到这一幕，张雪儿等人满脸担忧，即便是刚来的云英也察觉到了不对劲，看向旁边的赵岩，你让他们这么做的？云小姐，我怎么会是那种人呢？张凡这人十分嚣张跋扈，也许是刚来内院就得罪了他们吧。赵岩微微一笑，随口说道，哼，我会信你，你们三兄弟就属你心思最多，其他的也都不是什么好人。云英却冷哼一声，剜了一眼赵岩，你这可是将赵拓也加进去了？赵岩笑了笑，并不在意道，是，他本就不是什么好人。云英冷声说道。而此时台上已经爆发了冲突，有一个弟子已经忍不住了，直接祭出气灵，便是朝着张凡冲了过去。兄弟们，直接上，先宰了这小子，将他杀了，别让他提前跑了。其他弟子也怒吼一声，使用气灵，有些的直接抡起拳头，便是冲向张凡。哼！张凡脸色阴沉，眉头一挑，只见他身体一闪，化作一抹雷霆，眨眼间便是出现在了最先冲来的弟子面前。剑光闪烁，鲜血喷涌，
那首当其冲的弟子身体一僵，双手捂着自己被割开一个口子的喉咙，支支吾吾了几声后倒在了血泊之中。而其他人急忙冲上来，张凡运转雷霆瞬身，在人群中宛若惊雷一般飞速移动，所有人的刀剑甚至碰都碰不到张凡。几百人同时攻击张凡，张凡竟然能应付得如鱼得水，这让赵岩和云英等所有人都大惊失色。这不是雷霆瞬身吗？他已经将雷霆瞬身修炼到大成了。不对劲啊，他是今年外门的第1名，奖励的积分是够换取雷霆瞬身的，他换取的应该就是雷霆瞬身和符影剑，可他是怎么将2部功法短时间内修炼到大成的？所有人惊叹道。张凡能拥有符影剑和雷霆瞬身并不意外，毕竟他是外门第1，积分足够换取了。但是外门比赛距离现在才过去了短短半个月时间，他换取功法，然后修炼功法，半月时间就修炼到了大成，这让人完全无法接受啊！此子果然天赋逆天，难怪齐老都出手了。言毕清心中凝声道：先前张凡夺得外门比赛第1，他认为张凡不过是一个出类拔萃的天才罢了，如今看来这哪是什么天才，这简直就是妖孽啊！而台上，张凡可不仅仅使用雷霆瞬身躲避攻击，还会同时出招七杀剑诀。第1招，张凡怒吼一声，一道剑气带着一股杀气朝着几人冲去。糟了，这是七杀剑诀！几人想要躲闪，可这股带有杀气的剑诀却让他们身体处于短时间的停滞状态，竟然躲闪不了。最主要是速度太快了，他们还没回过神来，就已经被剑气贯穿身体，随后倒在了血泊中。10多分钟过去，张凡身上甚至一滴血都没有，而地上已经躺下了将近100多个弟子的尸体。这是杀神吗？这也太恐怖了吧！几乎都是一招制敌啊！所有弟子见到这一幕都不敢靠近张凡了。来参加大比，同时接到命令杀了张凡，还有巨大的奖励，他们才来击杀张凡的，现在哪是杀张凡，简直就是送命。见到众人没有冲上来，张凡也没主动攻击，反而是运转体内的玄黄诀开始补充灵力。修炼玄黄诀可以让张凡的灵力比同等级的武者更为强大，但是架不住对方的人海战术。不要停，咱们就用人海战术解决他。此时一个长相瘦弱的玉虚境4重弟子怒吼道。听到那人怒吼，那些围着张凡的人依旧不敢靠近。瘦弱弟子继续道：只要能杀了张凡，就有大把的赏赐，你们可别忘了自己的任务。众人听到这话，这才硬着头皮靠近了张凡几步。大把的赏赐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先把你杀了。张凡也看到了那个瘦弱男子，明显他就是这里的指挥官。今天这些人明显就是赵岩派来的，既然赵岩想杀自己，自己也没必要再装下去了。脸皮都已经撕破了，还有什么好装的？他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身体一闪，径直冲向那个瘦弱弟子。快，一起上啊！瘦弱弟子见状，急忙怒吼：冲啊！杀了他！所有人也不再迟疑，再次扑向张凡。给我死！张凡手中的剑带着无与伦比的杀气，强大的灵力也同时爆发出来。他冲入人群中，宛若虎入羊群。扑哧扑哧，一道道脆响出现，伴随着的是弟子的惨叫以及一些残肢断臂，尸体一具具倒在地上，几乎没人能够挡得住张凡。这些弟子大部分境界都在玉虚境1、2重，张凡修炼玄黄诀，身怀玄黄鼎，再加上他修炼的功法几乎都已经大成，越级挑战对他来说根本不在话下，对付这些人简直轻而易举。这是个杀神，快跑！瘦弱男子哪敢跟张凡交战，他转身就要逃跑。在他看来，只要逃出比武台就是放弃了比赛，张凡就不能杀他。可就在他冲到比武台边上的时候，吼！一道剑气伴随着龙吟之声朝着瘦弱男子冲去。张凡眼中散发着浓郁的杀气，双眼通红，想杀我的人一个都别想逃。张凡阴沉道：你不能杀我，我乃是赵。瘦弱男子话都没说完，张凡便是一剑刺入他的心脏。他眼睛一瞪，满脸不甘和不敢置信。你是谁派来的？我很清楚，我杀的就是你。张凡低声说道。张凡将剑抽出，那人闷哼一声，鲜血从胸口处流淌而出，倒在地上。而身后所有弟子见到这一幕，脸上表情十分精彩，有震惊，有惊恐，有脸色惨白。我数3声，3声后若是不主动退出的，那就给我死。张凡看向那些人，冷冷说道：我认输。我也认输。大部分弟子直接怯战，直接下台。之前张凡已经斩杀了数百名弟子，如今台上只剩下了最后100多人。而台下众人再度看向张凡之时，已经满脸震撼了。下台的弟子个个身上染满鲜血，
可张凡却一尘不染，像是没打过架一样。这就是外门比赛的第一。外门第一，竟然在内门之中也能神挡杀神，佛挡杀佛，这也太逆天了吧！这种实力，谁敢跟他打啊？他这是刚突破玉虚境吧？玉虚境一重就有如此实力，那以后若是他突破到了玉虚境中期，岂不是更加逆天？还好我这阵子不舒服，没有报名参加比赛，不然我可能已经死了。所有内门弟子震惊连连，而在不远处观看的陈兵都是冷汗淋漓。张兄竟然如此凶猛，你怕？张璇儿笑了笑道：放心，我弟弟人很好的，对他好的人他会百倍奉还，与他有仇之人他也会百倍奉还。还好。陈斌深吸了一口气，没想到自己无意之中竟然结识了这种强者。而台上，赵岩和欧阳林海见到这一幕，脸色阴沉的简直能滴出水来。他们万万没想到，这一局竟然能被张凡直接破了。在他们看来，几百名弟子围攻张凡，张凡不死也得残疾。赵岩，你也看到了，这与那些弟子无关，完全就是张凡实力太强导致的。欧阳林海脸色阴沉道：你能杀得了他吗？赵岩看向欧阳林海，当然他现在的实力顶多也就玉虚境5重左右，而我这2天更是从玉虚境6重提升到了7重，他能对付玉虚境前期，不可能打得过玉虚境后期的。我若是与他交手3回合，必将他斩杀。欧阳林海冷冷说道。在他看来，张凡虽然实力强悍，但也就只能越级挑战玉虚境中期，可自己乃是玉虚境7重，实打实的后期强者，张凡绝对不是对手。欧阳兄弟说的不错，若是我与他交手，也能3回合斩杀他。一旁的天纵也开口道：好。赵岩见到两人如此有信心，不由露出一抹微笑。他乃是玄武王朝的皇子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能亲自动手。欧阳家和天界与张凡本就有仇，让他们来击杀张凡，是再好不过的结局。3人的谈论虽然声音很小，但依旧被一旁的云英给听见了。张凡果然被他们盯上了，麻烦了。而且张凡还认识我妹妹云婉容，他们难道关系还不错？我要不要出手帮忙呢？云英心中思忖，先前试探张凡是赵拓让他出的手，他发现张凡这人很低调，为人根本不像是赵岩所说的嚣张跋扈。而且经过张凡这一战，张凡的价值也体现出来了，若是能够将张凡拉拢过来，对他们是百利而无一害。而且张凡还认识云婉容，这是最让云英诧异的一点。自己妹妹平时从未出过家门，张凡又是从何处认识的？与此同时，台上此时已经只剩下了80多人，下台的那些人都是玉虚境1、2、3重弟子，而留在这里的几乎都是玉虚境4重甚至5重弟子。哼，没有那些虾兵蟹将碍事，我们动起手来更加容易了。诸位，按照计划击杀张凡。一人脸色一凝，眼中闪过一抹杀意，灵力爆发而出。而其他人也丝毫不示弱，直接爆发体内灵力。他们所有人手上掐诀，灵力竟然开始汇聚在一起，形成了一座阵法。你们可以死了。张凡见还有人不下台，眼中出现一抹杀意。这些人才是张凡要杀的人，能够一心要留在台上杀了张凡的人，才是赵岩的亲信。符影剑，张凡手中剑一挥，漫天剑光浮现而出，朝着那些人冲杀而去。噗嗤，一个弟子招架不住，直接被剑气刺穿身体，倒飞而出。快出手杀了他！所有人弟子怒吼一声，冲向张凡。张凡再度运转雷霆瞬身，在人群之中犹如雷霆一般快速穿梭。噗噗噗，短短几个呼吸时间，张凡就已经击杀了数名玉虚境4重的弟子，简单的就宛若屠杀猪狗般。冲！几个弟子脸上虽然写满了恐惧，但依旧没有离开，反而是冲向张凡。张凡使用雷霆瞬身，灵力已经消耗了不少，自然速度慢了许多，竟是被一人刺伤了手臂。正好一直没有试试这玄黄诀之内的功法，如今玄黄诀1重已经大成，可以使用杀招了。之前穆清水传授张凡玄黄诀的时候，跟他说过玄黄诀一共9重，每一重都有一个杀招，而第1重其实早就已经大成，只不过当时的张凡不过是神通境，不能释放，如今他已经是玉虚境，足以释放了。玄黄诀第1重，八荒寂灭。张凡一声怒吼，手中的剑上光芒闪烁，杀气如麻，冲向天空后瞬间凝聚成万千剑影。这是什么攻击？所有弟子见状脸色惊恐，面若寒蝉。下一刻，剑芒直接冲向所有弟子。轰隆，一道道剑气弥漫爆发，那些弟子手中的器灵和武器纷纷爆裂开来。台上的弟子几乎没有一人能够阻挡，全部被震飞出去，口中狂吐鲜血。有些运气不好，
实力较弱的甚至直接被斩杀。一些弟子跌落比武台，一些弟子倒在比武台上，根本没有力气再站起来，还剩下50多个。张凡低声，宛若九幽地狱中撒旦的哀鸣。你！见到张凡走向自己，那名子弟想要站起身来，身体的疼痛和凌厉的透支却让他完全站不起来。扑哧，张凡一剑将其刺死。很快，张凡一件件了解了那些弟子的姓名。恶魔，张凡是恶魔，就连赵岩此时都脸上出现了一抹恐惧。张凡，你给我住手！赵岩再也忍不住，直接站起身来，身体颤抖地指着张凡怒吼。扑哧，张凡直接一剑刺死一个弟子，随后看向赵岩。什么？大声点，我听不见。你这畜生！赵岩脸色难看至极，张凡明明已经听到了，却故意这么气他，这不是不把自己放眼里吗？张凡，这些人已经没有了力量反抗，你何必要赶尽杀绝？赵岩脸色阴沉，怒吼道。而同时，他体内的灵力也暴涨，明显准备对张凡出手。要知道，留在台上的那些弟子都是他的人，这些人也是他好不容易在内院里拉拢的天才，如今一个个被张凡斩杀，他的势力已经要被瓦解了。我不杀他们，他们就要杀我。既然选择了上台，想要杀我，就要有必死的准备。张凡淡淡的说道。这些人死有余辜，他们不都是想要张凡的性命？张凡若是没有实力，估计早就被千刀万剐了。而且张凡已经很好心，先放了一批人了。这些人死活要跟张凡拼命，张凡可不会留情。好，第2轮比赛，你等着瞧！赵岩牙床都快咬出血沫，愤恨不已。张凡却装作无所谓，直接一剑又刺死一个弟子。好了，张凡，住手吧！严碧清也看不下去了，这毕竟是自己学院的弟子。是，严碧清出言制止，张凡这才停手。张凡又几脚将几个弟子踢飞出比武台，最后只剩下了30多人参加下一轮比赛。张凡下台后，就连张璇儿和陈斌都满脸惊恐。陈斌见到张凡过来，不由后退几步，脸上闪过一抹慌乱。那个，张兄，我若是此时坦白，你能不能放了我？陈斌好像有什么想说的，却迟疑不决。呵呵，陈兄。张凡却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。其实当你刚找到我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简单了，你的身份肯定不简单，现在有你这句话就足够了，等事后再说吧。可是放心，我知道你从头到尾从未给我使过坏，我不会怪你的。张凡笑了笑道。风老昨天就跟张凡说过，当张凡进入学院的时候，他就已经是一枚棋子了。陈斌也是操作者之一，但张凡并不怪他，因为陈斌对他无害。王长老一跃上台道，第1轮比赛结束，明天开启第2轮，好好回去休养吧。本身第1轮和第2轮比赛接着进行的，只不过张凡重创了剩下的那些弟子，他们根本就没有参战能力。经过长老阁的商议，决定明天再继续补。我觉得不能打破规则，第2轮的接着进行。赵岩却突然站起身来道。但是进入第2轮的弟子已经身受重创，无法比赛了。严碧清皱眉道，他们重创无法战斗，是他们自己的原因，直接认输便是。而且以他们的实力，即便是休息1天也恢复不了多少灵力。难道1天不恢复，我们就等1天吗？赵岩脸色阴沉，他今日势必要将张凡给斩杀。听到这话，台下的弟子开始议论起来。这些来观战的弟子就是为了看戏来的，好戏刚开场还没看爽呢，结果要等到明天，他们当然不乐意了。王长老，院长，怎么办？严碧清点了点头道，既然如此，那就照常进行。好，既然如此，立刻开启第2轮比赛，有不想参加的弟子可直接投降退出比赛。第2轮的比赛为1对1，按照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对手是谁。第2轮会将晋级的选手再度进行抽签的形式进行比赛，直到分出前4名。王长老宣布规则，简单的来说就是1对1，赢了的进入16强，16强再比1场，以此类推，最后分出4个弟子。雪儿姐，我先去抽签。张凡说完便是来到了台上，剩下的那些弟子见到张凡上台都吓得后退了几步，可想而知如今的张凡在他们心里有多么恐怖了。我这人讲规矩，跟我没仇的人我不会杀的。张凡笑了笑对他们道。那些人依旧十分惧怕，明明是个恶魔还说会讲规矩，我才不信呢。而张凡抽签抽出了16号，16号，16个上台的吗？虽然看起来是第16个上台，张凡却根本没等多久，因为前面上台的那些弟子都已经被重创，有些的剑都拿不出来了，还比个毛。尤其是赵岩等人上台的时候，那些弟子直接认输。很快
张凡也上了台，而他对面的是一个灰袍青年，脸色阴沉，目光阴寒，修为已经是玉虚境5重巅峰。这个人名叫石突，乃是上一届的外门第一啊！没想到张凡竟然碰上了他，一个是上一届第一，一个是这一届第一，看来他们是真有缘分。台下的所有人都议论起来。很明显，这个石突并非普通人，虽然看起来气息只有5重巅峰，张凡却感觉他已经达到了6重。张凡，你确实厉害，但你不过是玉虚境1重，搞定那些玉虚境1、2、3重的人还行，但你绝对打不过。你认输吧，我不伤你。石突淡淡的对张凡道。很巧，你要是认输的话，我也不伤你。张凡却笑了笑道，哼，敬酒不吃吃罚酒。石突脸色一冷，身上便是散发出一股气息。张凡也不再啰嗦，直接运转雷霆瞬身，朝着石突冲去。眨眼间，张凡便是来到石突面前，一剑刺向石突。石突也不由一惊，身体一闪，竟是在原地留下了一个虚影。这是虚影步，有人认出了这一招。而张凡一剑刺中虚影，将虚影刺破，消散开来。紧接着，张凡只感觉身后出现一抹危机，他回头一剑刺去，正好和石突的剑撞击在一起。你这速度！石突万万没想到张凡反应能这么快，他本想靠着虚影步一招制敌，可谁知张凡后脑勺像是长了眼睛一样，竟然知道了自己的方向。而且张凡这一剑刺来，还带着一股浓郁的杀气。石突的剑被荡开，张凡一剑抵在了石突的喉咙上。石突举起双手，脸上出现一抹恐惧。我输了。石突无奈道。第16场，张凡胜。王长老立刻宣布结果。天哪，石突竟然被张凡一招就打败了。刚刚张凡刺破虚影的时候，我还以为张凡要输了呢。之前对付那些玉虚境初期，张凡就像是喝水一般简单，如今对付石突竟然也一样一招击败，这个张凡也太逆天了吧。他真的是玉虚境1重，张凡不是见人就杀吗？为何没有将石突也杀了？你还没看清楚吗？之前张凡之所以杀人，是因为那些人明摆着针对张凡，想要取张凡性命，石突又和他没仇，他为什么要杀石突？原来如此，不少人都议论纷纷。本以为有一场龙争虎斗，没想到却如此迅速收了场。两个都是外门第一，怎么差距这么大呢？石突，你这家伙！赵岩见到张凡和石突一起下台，脸色难看至极。石突上台之前，赵岩就已经找过石突，让石突处理了张凡。石突一点脸都不给赵岩，直接拒绝，说是我要是能打败，我就会将他打败。这石突我招揽了1年多了，就是油盐不进，而今天更是不给我面子。赵岩冷冷开口，而天纵冷哼道：切，不过是废物一个，就算是听了我们的话，也依旧不是张凡对手。石突并非任何势力的人，而是一直处于中立状态，也就是叶轩庭诉说的内院那唯一一成的人。嘿嘿，师兄，这张凡厉害吧？叶轩庭走了过去，对石突恭敬道。石突却握紧拳头道：实力确实强悍，不过我总有一天会打败他，我会成为内院第1名，让刘冰清对我刮目相看。而此时张凡也下了台。张兄，恭喜胜利。叶轩庭对张凡又恭敬道：你认识石突？张凡看向叶轩庭问道：对啊，上一届外门第一，有点名气，而且他还是刘冰清小姐的追求者，我自然认识。叶轩庭开始跟张凡说起了石突的故事。原来这石突看上了刘家的大小姐刘冰清，后来一直在追求刘冰清，却被刘冰清拒绝。刘冰清实在忍不住了，就跟他说，若是他能成为青州学院的同辈第1名，再去追他，他可能会答应。张凡听后眉头一皱，看来是一个深情之人啊。什么深情？单相思罢了，刘冰清小姐何许人也，会看上石突？叶轩庭道：刘冰清很厉害吗？张凡好奇问道。他的实力极强，我跟你说。叶轩庭貌似很尊敬刘冰清，一个劲地抓着张凡说个不停。天生琉璃体质。张凡眉头一皱，这是什么体质？这你都不知道？觉醒琉璃体质乃是天之骄子，修炼起来比常人快上10倍不止，而且他还是刘家如今的掌权人，更是和玄武王朝公主赵清雪并列成为玄武王朝2大美女。平时只能听到他们名字，真想见他们一面，简直难如登天啊。叶轩庭激动不已地说道。是吗？那要是有缘分，得去见见他们。张凡好奇了起来，能让叶轩庭夸上天的人，绝对不会是凡人。要是你能得到大比的前3，也许有机会。叶轩庭说道。前3名有机会去玄武王朝面见皇帝，就能见到赵清雪公主和刘冰清小姐了。见不见得到他们，这前3我必上。张凡心中思忖，他想要夺取前3名，
可不是为了这2个女人。后续休息了半个时辰后，比赛又开始了。当然，只要张凡上场都是压倒性的胜利，有几个甚至直接认输。张凡，上来，见到老子可别像个懦夫一样直接认输。就在此时，一个壮汉翻身上台，这人正是张凡这一场的对手。他体内的气息外放，玉虚境6重巅峰。而张凡也不迟疑，直接走上了台。张凡，今日你的命我要了，记住，我叫李龟，去阎王那儿记得报我的名字。李龟手持2把巨大的板斧，满脸横肉。张凡却脸色阴沉道：今天我见多了在我面前嚣张的，但你没看到吗？那些人要么就是死了，要么就是重伤。哼，老子跟他们就不是一个水平的。李龟怒吼一声，直接提起双板斧就朝着张凡劈了过来。张凡手持灵剑，满脸阴沉：你想死，那就别怪我了。七杀剑诀第一剑。张凡二话不说，直接一剑刺去。而即便是李龟见到这一招，竟也感受到了一股寒意。他急忙催动力量，2大板斧迅速劈向张凡。轰！张凡急忙躲闪，而李龟的2板斧劈中比舞台的地面直接裂开。所有人都震惊不已。李龟是实打实的玉虚境6重巅峰，而且是以力量著称。这下张凡凶多吉少啊！张凡手持灵剑，直接刺向李龟双板斧。天书诀。天书诀一出，李龟双板斧上的灵力开始迅速被张凡吸收剥离，最后双板斧竟是瞬间破碎开来。台下观众见到这一幕，直接震惊傻眼，这他妈是什么招式？竟然如此邪门！我的气灵，这怎么可能？双板斧直接破碎，令李龟大受打击，脸上写满了震惊。而张凡趁此机会，直接一剑出手，贯穿了李龟的身体。李龟低下头，不敢置信地看向贯穿自己身体的剑。我就这么死了？我可是玉虚境6重巅峰。最后，李龟无力地倒在地上，已然已经死亡。我是不是眼花了？玉虚境界6重巅峰的李龟，竟然被张凡杀了。好像张凡只出了2剑吧？对，一剑击碎了李龟的双板斧，一剑取了李龟的命。张凡的剑术到底有多逆天？所有人都脸色呆滞。玉虚境6重巅峰，在内院已经很强了，甚至可以直接申请成为外门长老，在一些小城之中更是能直接成为城主的存在。如今竟然被张凡击杀了。此场比试，张凡胜。王长老再度出声，众人也回过神来，紧接着现场爆发起一阵热烈的鼓掌声和议论声。而欧阳林海和赵岩脸色异常难看，拳头紧握，尤其赵岩那眼神恨不得将张凡千刀万剐。要知道李龟可是他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手下，没想到竟然被张凡直接斩杀，而他却没法说什么，只能打碎牙往肚子里咽。哈哈，那李龟是你的人吧？看起来不怎么样啊。你要是没人，要不要我帮你喊几个人来？而一旁云兰笑了笑调侃道：云小姐，我跟张凡不熟，李龟是代表自己上场的，与我无关。见到云兰如此调侃，赵岩脸色更为难看了。云兰却眼中微闪地看向张凡，这人倒是有点意思，若是能将他拉拢到军队里面来，或者成为我的手下，那就有意思了。张凡自然不知道有人在打他的主意。王长老宣布结果之后，张凡直接下台，随后走向张璇儿，而后几个弟子上台清理尸体和血迹，紧接着又是几场比试。虽然之前张凡表现的就像一个杀神，见人就杀，但在接下来的那些比赛里，张凡和对手打得势均力敌。张凡虽然能把对方打败，但并没有伤害他们性命，因为那些人并不是赵岩的人。而赵岩晋级就简单多了，上台后对手直接认输，到如今赵岩都没出过手，这就是人脉关系吗？太牛了！张凡心中暗忖，作为3皇子，他简直掌控了全场。只可惜这人群之中出了张凡这个变数，而张凡也知道他的麻烦也要来了。那些普通弟子根本对张凡构成不了威胁，最主要的是欧阳林海、赵岩以及天纵。好，下一场欧阳林海对战张凡。王长老高声宣布。听到这话，无论是张凡还是在场其他弟子，脸色都是一沉。好了，真正的对决要开始了。张凡和欧阳林海打，这次谁能赢？我觉得可能还是张凡。张凡能赢？你疯了吗？张凡玉虚境1重，欧阳林海可是玉虚境7重，一个天一个地好吗？对啊，欧阳林海的玉虚境7重还不是一般玉虚境7重能够比的。你没看到欧阳林海之前的比赛吗？和张凡一样，都是碾压性的获胜。看来张凡的路也就走到这里了。不过能够打到这一步，他虽败犹荣。所有人都激动了起来。这次大比
不是我秒你，就是你秒我，真的没什么意思。现在终于出现了看点，他们能不兴奋吗？不过大多数人看好的是欧阳林海，有些人则认为张凡能赢。小凡，要是打不过的话，立刻认输，跳出比舞台就行了，不要逞强啊。张璇儿叮嘱张凡。好。张凡点头，随后一跃上台。而同时欧阳林海也站起身来。我先去会会他。欧阳林海对赵岩道。用尽全力将他斩杀，免得后续需要我和天纵出手。赵岩说道。尽全力？呵呵，对付他我只需要用5成力量。欧阳林海满脸嘲讽，翻身上台看向张凡。张凡，别以为你打败了一些虾兵蟹将就能狂妄了，你是没有见到过真的强者。放心，马上我就会让你下地狱。欧阳林海冷冷地说道。抱歉，今天下地狱的人是你。张凡微微一笑道。王长老高声道。双方上台，比赛正式开始。我再提一下规则，一旦对方主动离开比武台，就算是认输，绝对不能追击，听到了吗？是。两人异口同声。无论是张凡还是欧阳林海，都身份极为特殊，一个是齐老看上的人，一个是欧阳家的长子。两人任何一个死了，对玄武王朝来说都是莫大的损失。他声音刚刚落下，轰！无比庞大的气息直接从台上爆发而出。张凡手持宝剑，身上剑气弥漫，一剑独尊。欧阳林海杀意凛然，周围寒冰弥漫，势必要将天地都冰封。欧阳林海的气灵看来和寒冰属性的东西挂钩，两股气息在空中交织，无息碰撞在一起，都是气宇轩昂，斗志旺盛。在气息上，张凡竟然不弱于欧阳林海，这怎么可能？他的境界不如欧阳林海，不过在剑意之上远超欧阳林海，他是用剑意强行拉拢了两人的境界距离。这只不过是一道气息的交撞而已，比赛还得看谁实力更强。所有人都是心中震惊。张凡，给我死！欧阳林海怒吼一声，掌中兵气凝结，便是朝着张凡一掌轰去。寒气似乎要将周围虚空都冻结。台上欧阳林海每走出一步，地上就会弥漫起厚厚的冰层。就这点实力，也敢在我面前叫嚣？张凡冷冷开口，手中的剑蕴含硕大剑光，朝着欧阳林海劈了过去。面对张凡的剑气攻击，欧阳林海竟然没有躲闪，他一掌轰向一道剑光，砰！那硕大且拥有惊人气势的剑光竟然直接被欧阳林海抓碎。我说过，你的实力对付一些虾兵蟹将还行，对付真正的强者，那就是蚍蜉撼树。欧阳林海满脸冷笑，轰碎剑气之后继续攻向张凡。张凡却身体化作雷霆，瞬间消失不见。你以为修炼了个雷霆瞬身就能击败我？欧阳林海说完，竟身体也化作一道残影，追向张凡，速度竟然丝毫不弱于张凡。整个比武台上都凝结起了一层厚厚的冰霜，而欧阳林海的属性就是寒冰，冰霜越多对他越有利，张凡就越难以取胜。果然，很快张凡就被追上了。张凡却丝毫不惊，反而脸上出现一抹诡异的笑容。你以为我就这点手段吗？试试我的三昧真火。张凡眼中突然冒起一撮火苗，脚下一踩，一道火焰冬软蔓延，脚底下的冰层被瞬间融化，化作蒸汽消失不见。与此同时，张凡手中的宝剑上也弥漫着一股烈焰的气息，朝着欧阳林海猛地刺了过去。自从上次天池之后，张凡一直没有使用过三昧真火，这还是头一次在实战上使用。见到张凡剑上的火焰，欧阳林海也心中一惊，急忙运转体内灵力，增加身体周围的寒气。一道寒冰护盾出现在欧阳林海面前，可即便如此，噗！蕴含着三昧真火力量的长剑依旧轻而易举地刺破了寒冰护盾。欧阳林海大惊失色，急忙抬起寒冰掌来阻挡。张凡的一击虽然被抗住了，但欧阳林海的手掌却也被刺穿。啊！我的手！欧阳林海看着鲜血淋漓的手，不由痛哭出声。玩火的他见过很多，本以为张凡的火焰绝对不是自己寒冰的对手，可没想到张凡使用的这火焰竟是如此凶猛，能轻而易举地破开他的防御。他手掌之上鲜血直冒，想要运用寒冰之力来将伤口冻结也做不到。他感觉手上还一股极为刺骨的炙热疼痛，那股炙热感能够融化他运转起来的寒冰之力。欧阳林海的手被刺穿了，这不可能，难道张凡要赢了？所有人开始震惊议论起来。无论如何，如今的张凡是绝对占有上风的。欧阳林海手被刺穿，而且鲜血还止不住，估计以后要废掉了。而台上，赵岩见到这一幕，顿时脸色阴沉无比，他忍不住喊道：欧阳林海，你在做什么？快把他杀了，他气得都不装了。台上，欧阳林海听到赵岩的声音后，
脸色难看至极。张凡，没想到你还有这种手段，是我大意了。不过接下来我不会给你任何机会。寒冰剑！欧阳林海怒吼一声，一把弓箭出现在了他的手上。六品器灵，寒冰剑！众人震惊莫名。寒冰剑一出，周围瞬间兵气弥漫，而欧阳林海的周围更是直接被冰封住了。三昧真火！张凡心中怒吼，一道火焰自张凡身上燃起。此时的张凡就像是一个火人一般，周遭那刺骨的寒意竟然对他没有半分影响。欧阳林海一箭射出，气势如虹，威力无穷。可张凡却一手持剑，剑上燃起熊熊烈火，直接将一剑挡开。我去，竟然挡住了欧阳林海的气灵攻击。张凡是玉虚境一重，竟然能和这欧阳林海势均力敌，甚至还占有上风。这不可能吧？这还是玉虚境一重呢。若是让他修炼到欧阳林海那个境界，岂不是能将欧阳林海吊起来打？所有人再度议论。本来他们认为欧阳林海轻而易举就能将张凡镇压，可没想到如今欧阳林海却被张凡重创。第一次，众人认为欧阳林海可能是轻敌受伤，可这第二次，欧阳林海都使用了气灵，明显不是轻敌啊！我认输！欧阳林海再也没了战意，直接高声喊道。王长老生怕张凡出手，急忙一闪身出现在张凡身前。欧阳林海认输，张凡胜。欧阳林海听到这话，无力瘫倒在地。我的实力和欧阳林海差不多，看来即便是我上，也赢不了张凡了。天纵见到这一幕，脸色极为难看。算了，你也没必要上去丢脸了，我来吧。赵岩阴沉着脸，直接一跃上台。王长老，欧阳林海输了，而天纵直接认输，现在只有我和张凡了，就让我和他来决斗吧。王长老微微一愣，可张凡刚经历一场战斗，要休息一下吧？不用，刚刚打败欧阳林海，没用多少灵力，服用一颗复灵丹就恢复了。张凡却丝毫不在意，淡淡的说道。这话进入欧阳林海耳中，刺耳无比。那行，既然你都这么说了，我宣布张凡和赵岩的比赛正式开始。王长老高声喊道。张凡吞服一颗复灵丹后，灵力也瞬间恢复了过来。给我死吧，张凡！经历了前面多场观战，赵岩发现想要对付张凡就得速战速决，他直接拔出剑来，便是冲向张凡。玄武神剑！张凡急忙手持宝剑对抗。下一刻，两人攻击相撞，轰隆！一股极大的威压袭来，两人武器相撞的瞬间，气浪弥漫开来，将一些弟子都掀翻出去。而张凡虽然这一剑抵挡了大部分的力量，却依旧打不过赵岩。张凡直接被赵岩击飞出去，口吐鲜血，虎口甚至都裂开了。小凡，张兄，张雪儿等人见状，心中焦急，担忧不已。现在知道什么是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了吧？你实力虽然强悍，但终究只是一个平民而已，怎能与我为敌？赵岩冷冷一笑道。而此时，张凡站起身来，身上血迹斑斑，显得十分狼狈。你高人一等，你就了不起？不是皇室给你修炼的机会，你算什么？张凡擦去嘴角血迹，冷笑道。还敢笑？我今天让你笑不出来。赵岩脸色阴沉且狂妄，走向张凡，一股极大的压迫感席卷张凡。而就在此时，一道声音出现在了张凡心中。张凡，别冲动，这人有皇室血脉的力量加持，你与他有实力差距，但你修炼玄黄诀是有机会战胜他的，不过必须得冷静思考，以智取胜。清水！张凡心中一动，没想到关键时刻穆清水出来提醒了自己。张凡也知道自己和赵岩有极大的差距，这个时候若是冲动，肯定是死路一条。他是在担心我啊！张凡心中一笑，运转起了玄黄诀，催动体内的至阳之体。他身上受的伤竟然眨眼间便是消失了。现在的张凡看起来身上全是血，好像很狼狈，实际上却已经彻底恢复了过来。这就是至阳之体以及天道圣体的逆天之处。张凡，如今你的剑意已经达到了巅峰，若是靠着剑意来硬拼，肯定不是他对手。不过你可以寻找他的弱点，这对你来说是一个大好机会。大好机会？张凡一愣，不由心中问道。对，觉醒剑域的机会。穆清水回答道。剑域？张凡闻言心中激动。剑域，那可是只有剑术达到一定领域才能激活的存在。一旦开启剑域，在剑域笼罩的范围内，他就是王，万剑臣服于他。剑域乃是剑意觉醒的重点，你若是能靠着这个机会领悟剑域，今后对你突破大道境有巨大的帮助。穆清水道。那我要怎么做才行？放松身体，从内心感悟，人剑合一，凝聚出剑域。这天地之中就只有你一人一剑，天地之中一人一剑，
人剑合一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随后闭上双眼，感受着天地之中间的变化。张凡，你这闭上眼是准备等死了？那我就成全你吧。赵岩见到张凡突然闭上眼，还以为张凡知道打不过自己等死，他不由狂妄一笑。只见他手持玄武神剑，一步踏出，一剑往身前一刺，一道硕大的剑气宛若游龙一般冲向张凡，同时威压朝着张凡压制而去。而恍惚之间，张凡只感觉有万千剑影正在空中旋转，蕴含着天地之气朝着张凡压制而去。这就是天地剑意。张凡心中低喝，陡然间一股极其凛冽的剑气从张凡体内释放而出，他心念一动，体内的剑气冲出，凝聚成一柄巨剑，直接刺向赵岩攻来的剑气。轰隆，一道巨大的炸响声出现，灵力波动开始朝着周围扩散，就连强悍的比武台结界都跟着颤抖起来。不少在台下看戏的人都被掀翻了出去，有几个实力不行的弟子更是口吐鲜血着，这是剑意剑势。赵岩满脸震惊，没想到张凡竟然以玉虚境一众，领悟了剑意和剑势，这不可能啊！而台下，严碧清脸色猛地一变，此子竟然能有如此悟性，当真了得，这剑意剑势组合起来就是剑域啊！他竟然能一边战斗一边领悟出剑域。而云岚也是满脸震撼，难怪二皇子如此看重张凡。而台上，张凡心中惊喜，这就是剑域。在剑域之中，他只是念头一动，便能凝聚出滔天的剑气，这就是剑域的强大之处。多谢清水，张凡心中感激，现在能感受到这股天地剑气了。感受到了，所谓的剑域其实就是对天地之灵气的掌控，难怪有些人穷极一生修炼到极高境界都领悟不了剑域，这根本与实力境界不挂钩，完全就是看自己对天地灵气的运用，以自己的念力和对天地灵气的掌控来控制着一股剑意，这就是剑域。穆清水点了点头，欣慰道：说得对，不过你能这么快领悟剑意，也有着天书剑和开阳剑的帮助，因为七星神剑都是剑的鼻祖，获取他们就相当于得到了剑意。妈的，剑域了不起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你也只有输的份。赵岩怒吼一声，玄武地印。赵岩手持玄武神剑，再度刺向张凡。这一剑蕴含的威力令人胆寒，一般人触之即死。而张凡这次脸上带着一抹冷笑，丝毫没有闪躲的意思。七杀剑诀第一式，他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剑气运转到了极致。他一剑挥出，剑气凝聚而成劈出，像是天空中挂着的一轮弯月般巨大，径直冲向赵岩。轰！这次对击，张凡没有被轰飞，也没有口吐鲜血，反观赵岩的剑气瞬间就被张凡剑气给逼退破碎开来，而张凡的剑气去势不减，直接将赵岩逼退。这三皇子的剑气竟然被张凡破了，不可能，我眼花了吧？所有人都傻了眼了。赵岩刚刚释放的招式乃是玄武王朝最强的招式之一，只有玄武王朝皇室的人才有资格学习的存在，如今强悍的招式竟然被张凡给破了，这就是剑域的强大，他掌控了周围天地灵气蕴含出来的剑气，比平时要强大10多倍。严碧清脸色震惊道：不可思议，能做到这一步的人，玄武王朝从未出现过。云岚感叹不已，赵岩乃是玉虚境9重，而张凡不过是1重，几乎相差了一个大境界。本以为张凡必输无疑，他却硬生生靠着自己的实力和剑域弥补了这一缺陷。在剑域之中，张凡的攻击强大10倍，而赵岩的攻击相当于被削弱了10倍，如此一降一高，相当于抵消了境界差距啊！而且张凡所修炼的功法绝对不是普通功法，可能强过了赵岩所修炼的功法。严碧清已经看破了虚妄，开口说道：什么？他修炼的功法比赵岩还要强？赵岩可是皇子，修炼的功法绝对是玄武王朝最强的，他张凡不过是平民，从何处得来比玄武王朝最高功法还强的功法？云岚不敢相信，也许是有什么奇遇吧。严碧清沉声道：妈的，我让你死！赵岩气得五官扭曲，提起剑来就要攻击。而就在此时，严碧清却突然开口道：赵岩，刚刚张凡那一剑出手时，你就已经输了，没必要继续打了。我什么时候输了？我没认输。赵岩倔强道：你已经输了，剑气上你无论如何都比不过张凡，张凡已经觉醒了剑域，想要杀你，只需将你的灵力耗光便可。听完严碧清的话，赵岩脸色阴沉：你乃我皇室之人，为何要向着他这么个外人？赵岩冷冷开口：什么外人？玄武王朝上下一心，所有民子也是皇室之人，更何况他还是我青州学院弟子，玄武台的人。你身为皇子，却一口一个别人是平民，怎么
平民就应该被你欺负，平民就应该被你打败。你作为皇子，享受得天独到的修炼资源，有享不尽的荣华富贵和各种高级功法傍身，如今却打不过一个你口中的平民，你还好意思站在台上？这件事倘若传到你那些皇子皇兄的耳中，他们会怎么看你？若是你父皇知道了这件事，他又会如何看你？严碧清丝毫不给赵岩面子，而听到这话后，赵岩脸色变了，出现了一丝慌乱。他的父皇便是玄武王朝的皇帝，本来他就在和几个兄弟争夺皇位，若是这件事继续闹下去，他还怎么争夺皇位？可是张凡，赵岩愤恨地看着张凡，心中满是不甘。今日一输，他感觉自己的道心都被磨灭了。作为大丈夫，输了就输了，没什么大不了的，人外有人，天外有天。你若不继续闹下去，不让自己继续丢脸下去，也许你父皇听到这件事后不会怪罪你。严碧清冷冷开口。赵岩听到这话，终于泄气，一屁股坐在地上，彻底没了力气。我认输。虽然他十分不甘心，但以刚刚张凡展现出来的力量，他确实已经输了。在剑狱之中，他就不是张凡的对手。不过这次是你运气好，下次可就没那么好运了。赵岩愤恨道。赵岩对张凡胜。王长老立刻宣布。严碧清看向张凡，双眼微微眯起道：张凡，你很不错。严碧清本以为这场比赛张凡必输，没想到胜利者竟然是张凡。其实严碧清心里有点不悦，因为他乃是皇室之人，赵岩挫败，丢的是皇室的脸。张凡并没有在意，反而是回到了台下，他竟然赢了赵岩，那可是皇子啊！赢下赵岩，那相当于得罪了皇室啊！看呐，严院长明显脸色都变得难看了，毕竟严院长也是皇室的人。张凡下台后吞下了几颗丹药，开始原地修炼，恢复灵力。而对于旁人的议论，张凡清晰地听在耳中。皇室确实是个麻烦，在这玄武王朝之中，他们毕竟是最强势力。但是如今不少皇子在争夺皇权，也许我可以在这里面下手，从而得到庇护。还有那个云岚，貌似是为了赵拓而来，我要不加入赵拓的势力，这样就不怕赵岩找麻烦了。就算有这种想法，也得循序渐进才行。今后的修炼，看来要加强力度了。张凡心中思忖，如今他得罪了赵岩，和赵岩不死不休，不如干脆站队赵拓等人。不过最是无情帝王家，站队其他皇子，到头来自己也不过是棋子一颗而已，用了就丢。除了加入皇子势力之外，还有其他势力可以加入，例如决斗场的势力，以及炼丹施工会，甚至天玄商会。这些势力的遍布地点，可是整个天玄大陆远不是一个玄武王朝能够比拟的。尤其这阵子张凡发现启寒的身份十分神秘，和决斗场有渊源，也许可以借用决斗场势力庇护也说不定。有着天道圣体的帮助，很快张凡的灵力便是恢复过来。而云岚此时走了过来，见过云岚小姐，张凡起身笑着拱手道：叫我云将军便可，小姐那词汇太弱了。云岚却皱眉道：云将军可有什么事找我？张凡问道：你和我妹妹云婉容是怎么认识的？云岚直接开口：我确实认识一位名叫云婉容的小姐，但不知道是不是你妹妹。张凡道：当时我从流云城赶往青州城，路上碰到一位女孩被人拦路抢劫，我出手相助，后来她说她叫云婉容。张凡将那天的经历说了出来。原来是你。云岚闻言眉头一挑，惊讶道：在边关镇守的时候，云岚收到一封家书，说是妹妹差点遇害，倘若没有一位侠客出手相助，估计妹妹已经不在人世了。没想到找了这么久没找到，竟然远在天边近在眼前。但崇明之人较多，也以防有人冒充，妹妹受到惊吓后一直在家未出，若是有机会将张凡请回家，让妹妹指认。云岚心中思忖道：想到张凡可能是妹妹救命恩人，云岚对他的脸色都好了不少。他直接开口道：是这样的，我今日找你还有一件事。二皇子赵拓你应该听说过吧，他现在正在广招贤才，想要你加入他，你愿意吗？张凡也没想到云岚说话如此的开门见山。我要是不愿意会怎样？张凡问道。你现在的处境你比谁都清楚，不加入的话每天都得活在水深火热当中。云岚开口道：我很清楚，但我不知赵拓为人，万一他和赵岩一样呢？张凡说道：他可以站队，但是不是去当舔狗。放心，赵拓虽身为皇子，却常年生活在军队当中，为人耿直且爽快，不像赵岩满脑子都是阴谋诡计，也没有大皇子赵灵的城府。而且你要是真是那个救下我妹妹的人，我们云家就欠你一个人情，我会极力保护你的。云岚笑着说道：将军确实是一个直爽的人，但赵拓我从未见过，不知其心思。我虽然想得到庇护，却不想成为别人手中的棋子。张凡笑着道：不想成为棋子。云岚稍感意外，
实际上，现在成为那些皇子手下的人，谁都清楚自己是棋子，但为了名分和资源，依旧愿意。是的，张凡点头，我会如实告知赵拓。你喜欢自由，我理解。云岚没有不悦，反而微微一笑回答道。几场战斗之后，他也看中了张凡的为人。倘若他说赵拓要拉拢张凡，张凡屁颠跑过来站队，反而会让云岚看不起他。张凡明明深陷困境，却依旧保持自信，让云岚刮目相看。而此时台上的比试已经结束了，赵岩第2，天纵第3，而张凡则是第1名。没想到1年1度的比赛结束了，这次的第1名竟然是张凡，一个毫无身份从穷乡僻壤中走出来的平民。同一年中夺取外门比赛第1，同时又夺取了内门比赛第1的青州学院开院到现在，估计还从未出现过吧。最重要的是，他还只是玉虚境1中，这简直就是神迹。所有人震惊之余，一阵议论。历来内院比赛，赵岩都是第1名，可没想到今年却变了，张凡成了第1。至于欧阳林海，更是早早的碰到张凡，名次掉到了7、8名。这次比赛，所有参赛选手可以去领取100积分，成为8强的选手可以领取200积分，排名第4者获取300积分，第3名500，第2名800，第1名1500，前3名可以免费领取一件地阶上品灵器作为奖励。严碧清开口向所有人说道：内院大比果然比外院大比的奖励丰厚多了。对啊，地阶上品灵器那可是只有超级炼器师才能打造出来的存在，别说积分了，就这地阶灵器便是无价之宝啊。而张凡闻言也面露喜色道：没想到还有意外收获，不错不错。张凡之前在天玄商会购买了一把灵剑，只不过等级是玄阶中品，在经历了这么久的战斗之后早就损坏了，而那残剑张凡一直没法拿出来使用，要是能得到一把地阶上品灵剑，自然是极好的。而且积分奖励也可以让张凡兑换功法。好了，张凡、赵岩、天纵，跟我一起去武器阁领取奖励，积分届时你们自己去长老阁领取，其他人散了吧。严碧清说完便是离开。看严院长的脸色貌似不是太好啊。当然了，张凡又不是皇室之中的人，赵岩输给张凡，皇室丢了脸啊。要是张凡和赵岩能够都排名第1多好，我看不可能。赵岩明显那一剑输给了张凡，以张凡的性格不可能和赵岩并列第1，要是继续打下去，赵岩必定输得体无完肤，甚至可能死。所有人一阵蛐蛐。其实严碧清突然出言让赵岩认输，就已经对张凡不是很公平了，因为赵岩之前已经将张凡打得吐血了，严碧清并未出现阻止，反而张凡绝境之下觉醒了剑雨。严碧清察觉赵岩不是对手，却出手让赵岩认输。按道理来说，若是继续打下去，赵岩会输得很惨。张凡站起身来，跟云岚等人告别，前去了武器阁中。赵岩和天纵等人见到张凡前来，脸色很是难看。张凡见状，脸色警惕。张凡，你不必警惕，严院长在，我们不可能对你动手的。赵岩开口冷冷道。天纵道：张凡，你确实实力强悍，但你别得意，你终究不过是玉虚境罢了。哦，是吗？两位难道已经突破到大道境了？张凡笑着说道。你……赵岩被这话给气到了，冷静下来后冷冷开口道：我们现在确实是玉虚境，但这次比赛结束之后，我们会开始闭关，而且我已经快要迈入大道境，到时候再见面，你我的仇怨也该了却了。张凡脸色微微一凝，赵岩说的没错，在战斗的时候，张凡就察觉到赵岩已经是玉虚境9重巅峰的实力了，而天纵玉虚境8重，欧阳林海玉虚境7重，他们可以靠着皇室以及家族的培养，迅速提高实力。赵岩距离大道境仅仅1步之遥，按照规矩，一旦他们突破大道境，就不能继续留在学院之中修炼，这也是为什么赵岩没有突破大道境的原因之一。这次比赛落幕之后，相比这几个家伙都会加速修炼吧。下次见面，张凡要面对的估计就是大道境的赵岩和天纵了。至于欧阳林海，绝对实力也今非昔比，看来我也必须得快速提升修为了。张凡心中暗忖，只可惜张凡修炼玄黄诀，实力虽然强，足以越级挑战，但等级就是上不来。他微微拱手笑道：那就提前恭喜赵皇子突破大道境了。哼！赵岩等人冷哼一声，没再说话。几人来到了武器阁之中。武器阁和藏经阁不同，藏经阁一共5层，而武器阁却只有2层，第2层一般时候不得进入。而严碧清则是带着众人朝着第2楼走去。张凡靠近后发现，第2层的楼梯上竟然有一个小型的传送阵。进入传送阵后，张凡眼中一恍惚，竟是出现在了一片浩瀚无垠的空间之中，周围星辰遍布，深邃神秘。
和玄黄鼎之中的空间有异曲同工之妙，只是其中气息却比玄黄鼎空间差远了。啧，乡巴佬就是乡巴佬，没见过大场面。就是，看你一点都不懂，就给你介绍一下吧。这乃是悬空宇宙。见到张凡反应激动，赵岩等人不屑冷哼。悬空宇宙，张凡不由一愣，这他还真没听过。青州学院自玄武王朝开朝以来就已经建造，如今已经有万年历史。在历史长河之中，无数强者纷纷陨落，有寿命到头的，也有身陨道消的。那些强者的武器便收入了这玄天宇宙当中。严碧清也开口道：“你们3人可以在这里面挑选地阶上品的武器，不过得自己寻找。那些强者留下的武器，地阶上品的有不少，至于能不能找到，就得看你们的造化了。那要是找到了比地阶上品更强的呢？”张凡问道。笑死我了，找到比地阶上品更强的。赵岩不屑一笑，地阶上品之上乃是天品，你以为天品是大白菜，想找就找得到？能找到地阶上品已经很不错了。严碧清也微微一笑道，这次奖励虽然是地阶上品武器，但也要靠你们的实力寻找。不过要是能找到品质更高的武器，自然也归你们，找不到那就没办法了，一切看缘分。好了，去寻找武器吧。是。几人点头，随后朝着几个方向疾驰而去。玄天宇宙之中有无数宝藏，可眼前却看不到任何武器，要如何寻找呢？张凡查看周围，仿佛自己漫步于无尽的星空当中，周围除了虚空就是虚空，什么都没有。最后他目光落在了一颗星辰上，这些星辰难道就是武器存放点？张凡念头一动，一道灵力进入星辰当中。很快在那星辰之中，张凡见到了一柄已经破损的宝刀，原来宝物都在这里面。张凡终于明白，不由心中一喜，说道。可就在张凡要用灵力将那柄宝刀拿出来的时候，那星辰却像是有了生命力一般，竟然瞬间逃离开来。无数星光暗藏在这宇宙当中，那一抹藏着残破宝刀的星辰已经消失不见，隐藏在其中了。我就知道没这么容易获取。张凡不由心中惊讶，这些星辰竟然像是有生命力一般，还会逃跑，这让他很是吃惊。刚刚张凡的灵力都没有碰触到那柄残破的宝刀，所以无法勘察它的品阶。根据严碧清之前所介绍的，他并没有说明如何探查宝物的品阶方法。这里的东西都是青州学院的人放进来的，肯定有特殊的获取方法和查探方法，只要找到窍门就行了。张凡心中思忖，也许作为皇子的赵岩应该知道，虽说张凡是第一名，但他所了解的东西确实最少的，恐怕赵岩才是最后的赢家吧。在茫茫星河之中寻找一件宝贝，简直就是大海捞针，有可能就算是寻找到了宝物，也不适合自己。张凡心中沉吟，可此时穆清水的声音却出现在张凡脑海。你想找到宝物？穆清水道。当然了，好不容易拿到第一名，结果拿不到宝物，那不是亏大了。张凡道。想要找到好东西的话，穆清水欲言又止。清水，咱俩可是一路人啊，我可是你的男人，我提升对你有巨大的帮助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肯定不会眼睁睁看着有奇遇却拿不到吧？好了，其实这所谓的宇宙就是一个细小的空间罢了，你之所以感觉很大，是因为周围都是一片漆黑，深邃不见底导致的。若是你主动去寻找，你会发现你走不到尽头，即便找到了也是随机性的，找到的宝物可能也不适合你。所以寻找宝物关键点不是寻，而是感受。你得用自己的意识去感受周围的那些星辰，感觉到气息比较接近的，就将其拿出来。穆清水听到张凡的话，脸色微微红润，他跟张凡解释道：是这样啊。张凡心中一喜，已经明白了。而此时不远处的赵岩直接盘腿坐了下来，闭上双眼开始感受。谢谢清水。张凡也不啰嗦，直接原地坐下，将自己的意识外放，开始感受周围的那些灵气。在张凡的感知之下，只感觉周围本是明亮的星辰瞬间暗淡了不少，而其中有一颗星辰却散发出了一股耀眼的光芒。不远处的天纵见到张凡和赵岩突然席地而坐，不由眉头一皱，也跟着坐了下来。严碧清见到这一幕，不由欣慰点头。天纵和张凡都是青州学院的天才，也是玄武王朝的骄傲，果然醒悟得快。三人的气息在这片宇宙之中游荡。赫然，一道苍老的声音竟然从他们脑海中响起，这道声音蕴含着一股硕大的威压。哼，没想到能有3个人同时进入寻宝境界，不错。那道苍老声音落下之后，几人脑海中再度出现一个老者的模样。老者瘦如枯槁，身体不像是实质的，反而像是泡影。三人一愣，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。而严碧清闭眼感受了一下后，满脸震惊。是他。这个老者严碧清明显听说过，可就在此时，那名泡影老者
身体散发出一抹光芒，最后化作一柄长剑，在星辰之中穿梭。这把剑通体泛着一股淡淡的蓝光，这把剑看起来好强。天纵脸色狂变，心中充满惊喜。他也是一名剑修，当然喜欢剑，而这把剑一看就不凡。好不容易碰到了一把好剑，怎么可能让你拿走？张凡脸色微微一变，冷哼一声，一道剑气直接朝着天纵冲去。小子，你敢跟我抢？天纵愤怒不已，没想到张凡会突然出手，他抽出剑来，一剑刺出，将张凡的剑气抵消，同时正欲对张凡出手时，却被严碧清给挡住了。好了，这里不允许动手，谁能拿到宝物，只能看缘分。严碧清呵斥道。哼，这把剑与我的灵力有契合，你们不要的话，那就归我了。赵岩冷冷一笑，当下便是冲向那柄剑。就在他要将那柄剑收入囊中的时候，之间剑身突然剧烈颤抖，紧接着散发出一股极为恐惧的威压气息。赵岩不由脸色大变，急忙收手。三昧真火，张凡催动体内三昧真火，一道火蛇冲向神剑，将神剑给拉了过来。小子，你敢跟我抢？赵岩气急败坏，当下体内灵力爆发，朝着张凡压制而去。严碧清却轻轻一挥手，所有灵力全部消散全无。我说了，这里不允许动手，再有乱动手的，直接滚出去。严碧清低喝道。而此时那柄神剑已经被张凡抓在了手中。院长大人，是他出手抢我剑的。张凡直接开口道。这剑明明是我们三人一起冥想召唤而出的。天纵冷冷道。院长说过，这里面夺宝一切看缘分，你我三人争夺之时，这剑却飞入我手中，不是被我召唤的，难道是被你们召唤的吗？张凡冷冷开口道。这话一出，赵岩和天纵两人脸色难看至极。刚刚赵岩确实出手去拿过，可神剑明显拒绝了他。再说了，就算这把剑是我们三人一起发现的，我是比赛第一名，先选择的权利都没有吗？张凡再度开口，这下赵岩等人更是有口难言了。严碧清脸色也不是很好看，他一挥手道，既然这把剑选择了你，那就归你了。赵岩、天纵，你们二人不可抢夺，否则我就将你们赶出这里，谁都别想拿宝物。严碧清的话里有话，这让张凡脸色微变。而赵岩和天纵两人都是人精了，自然一下就明白了严碧清的意思，两人对视了一眼。既然我已经得到了宝物，那就先离开了。张凡对严碧清拱手就要离开，严碧清也没拒绝，轻轻一挥手，张凡面前便是出现一道裂缝。张凡穿过这道裂缝后，再度回到了武器阁的2楼楼梯处，而后张凡又去长老阁兑换了积分，接着前往了藏经阁。什么？那柄剑是什么剑？风老听完张凡的描述后微微一怔，随后震惊地看向张凡。张凡则是将剑拿出，递给了风老查看。天拳剑。天拳。张凡听到风老的话都傻眼了。天拳剑不是7星神剑之一吗？玄黄鼎内还有一把呢，怎么这里又出现了一把？不会是那里弄错了吧？真是天拳剑，没想到他也出现了。风老老眼放光，诧异地说道。哦，那个老者难道风老认识？张凡疑惑开口。不是认识，他只是存在于传说中的人物，他名为王权，乃是王权剑宗的宗主，并非玄武王朝的宗门。1000年前他曾来到玄武王朝，与一位大能发生过战斗，之后陨落于此。没想到他竟然也存在于武器阁当中。哈哈，小子，你这次可赚大发了，这可是天拳剑啊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剑。虽然此剑稍微有点破损，导致品阶下降，但也是极品中的极品，以后你有实力了，将它修复后，它的全部力量肯定能让你汗颜。严碧清那老头是不是看到你取走了这把剑，脸色很难看啊？是的，风老。那就对了，我估计连他都不知道王权宗主在这宇宙当中，这把剑被你拿走了，他肯定心里都在滴血呢。哈哈哈，看起来风老和严碧清不是很对付，不然严碧清心里滴血，风老不可能这么开心。对了，你来此处不会就是为了问这个问题吧？风老又看向张凡问道。确实，晚辈还想兑换几门功法，还有七杀剑诀之后的第2剑。张凡拱手道。风老眉头一皱，直接拒绝。第2剑不行。为什么不行？张凡不由一愣问道。你修炼七杀剑诀之后，应该很清楚自己身体的变化，才是第1剑就已经让你体内产生了巨大的杀气。不过你现在境界比较高，还能控制住，若是继续修炼第2剑的话，杀意一旦进入你的脑海，进入你的骨髓，你会控制不了。风老解释道。风老，那你有七杀剑诀后面的招式吗？张凡询问。老夫会是会，但只修炼了前3招，修炼第3招的时候差点走火入魔，若不是当年我师尊救我，估计我已经成了疯子。
而想要彻底将这些杀意泯灭，就必须得修炼到七杀剑诀的第6式和第7式，这2式可以极大的压制住杀意的弥漫。最后2式，张凡一惊，对，一般人根本就修炼不到学习最后2式的时候，基本在修炼第3式的时候就已经疯了。你学会了第1式，已经足以用到玉虚境巅峰了，已经足够了。风老解释道。张凡却拱手道：“请前辈教授我所有招式。”你疯了吗？我都这么说了，你还想学？风老眉头一皱，诧异地问道：“修炼者必当心中坚定，攻克难关。倘若晚辈知道修炼后有麻烦就不再修炼的话，那不是一个修炼者该有的态度。而且您也说了，只要修炼到最后2式就可以抑制杀气。那编撰这本剑诀的前辈，也许是故意给后人的考验，只有突破了重重困难，才能达到成功。晚辈既然学习了第1式，就愿意学之后的所有招式。”张凡道：“哈哈哈，不错不错，老夫没看错你。”听完张凡的话，风老微微一愣，紧接着开怀大笑。当年的风老也和张凡一样，一心一意想要修炼7杀剑诀，只可惜当年风老获得7杀剑诀的时候，人已经迈入中年，修炼起来极为困难，好不容易到了第3式，却差点走火入魔，最后被他的师傅救下，不允许风老继续修炼。风老以此落下心结，最后隐退在了藏经阁2楼，整日郁郁寡欢。这本7杀剑诀乃是他在一个古代遗迹之中寻得的世间独本，他也不想让这强大剑诀就此失传，所以那天才故意引导张凡，让张凡修炼这本剑诀。刚刚他说那种话，是想看看张凡对修炼的态度如何，没想到张凡却完全出乎了他的预料，不仅没有后退，反而更想学习了。若是张凡能够修炼到第7式，何尝不是解开了自己的心结呢？7杀剑诀的前面3式功法上有记载，可后面4式是没有的。风老开口道：“这是何意？”因为后面需要自己去挖掘，有了前3式作为铺垫，我相信你能挖掘出后4式的。风老笑着道：“不过为了防止你走火入魔，我先教给你第2式，等你第2式完全掌控了，再教你第3式。”是，风老。张凡急忙拱手道。而风老也不啰嗦，直接手上掐诀，一股猩红的灵力冲向张凡体内。霎时间，张凡双眼出现一抹红芒，浑身满是杀意，而在他的脑海之中，竟是出现了地狱撒旦般恶鬼的悲鸣之声，来自修罗炼狱的杀伐之声不断冲击张凡脑海。一个呼吸的时间，张凡便是汗流浃背。这第2式的杀意竟然远远超过了第1式，张凡心中震撼。而此时他脑海中也同时多了第2式的剑诀。传授结束后，风老也没有藏私，直接将自己修炼第2式时遇到的困难都跟张凡说了。张凡和风老告辞，随后离开。见到张凡离开，风老不由摸了摸自己的山羊胡，自言自语道：“要是真能够修炼到第7式，我也有好处可以得，只是这7式想要修炼，得等到何年何月。”想到这里，风老叹息一声。张凡出来之后，就朝着住处前去，门口却站着一道苗条的身影，正是张雪儿。“雪儿姐，你还没休息呢。”张凡微笑道。“小凡，他们没有欺负你吧？”张雪儿急忙走过去检查张凡的身体。张凡心中一暖，笑着道：“去领取奖励而已，怎么可能欺负我？也就雪儿姐啥事都担心我。”张雪儿脸色一红：“你是我弟弟，我这个做姐姐的当然担心你了。既然你回来了，就早点休息。作为第1名，明天你还得上店面见圣上呢。”“好的，谢谢雪儿姐。”张凡和张雪儿告别，进入房间后，念头一动，直接来到玄黄鼎内。“清水，这把剑到底什么情况啊？”张凡将天泉剑拿出来，满脸莫名其妙。穆清水飘渺的身姿出现在了张凡面前，看了看天泉剑后，脸色明显有点古怪。“不清楚，按道理来说，7星神剑是独一无二的存在，这柄剑跟玄黄鼎内的7星神剑天泉剑简直一模一样，气息都一样。”穆清水也疑惑地说道。就连穆清水都不知道。张凡陷入了死胡同。不过既然得到了这把剑，对你反正没有坏处，以后等你拔出7星神剑的天泉剑后再看吧。穆清水继续道：“现在你一共拔出2把剑，想要拔出第3把剑，得先将实力提升到大道境才行，加油吧。”“好。”张凡屏气凝神，开始进入修炼状态。今天他在藏经阁兑换了一本新的身法，名为浮光掠影，也是速度极快的身法之一，积分甚至比雷霆瞬身的还高。在玄黄鼎内的时间流速和外界不同，张凡在内消耗了差不多半个月时间，将浮光掠影修炼到了大成，紧接着又开始修炼7杀剑诀的第2式。又是半月之后，张凡猛地睁开双眼，一道杀意从他的眼中闪烁，让人望而生畏。张凡立刻将杀意收敛。7杀剑诀修炼起来确实简单，修炼时杀气并不严重，严重的是使用剑诀的时候。张凡凝声说道。
身法和杀招都已经修炼结束，紧接着张凡又开始修炼剑域力量。剑域的力量才是张凡如今的底牌。张凡脸色一凝，眼中闪起一道金光，双手掐诀，直接释放一道剑气。破！一道剑气被他释放而出，直接朝着前方冲去。玄黄鼎的空间似乎都要被撕裂开来。这就是剑域的威力，竟然能让我的攻击力量上升10多倍。张凡心中震惊，闭上眼开始感应剑域的力量。随着时间流逝，张凡手上不停地掐诀，他的手掌中心竟是浮现出一个剑类标记，标记散发着一股淡淡的蓝光。张凡睁开双眼，看向自己手掌上的小剑，心中大喜，成了，这就是剑域标记。剑域分为等级，按照穆清水之前跟他说的，一旦剑域修炼到1成，手掌之中就能凝聚一道剑意标志，2成就是2道。第一道是感悟剑意，所以是最难修炼的，毕竟万事开头难。只要有了第一道，后续修炼起来就会事半功倍了。如此往复，不知过了多久，张凡意识回到了现实之中。在玄黄鼎内，张凡像是度过了几个月，可在外界实际上才过了1晚上。张凡睁开双眼时，一道剑影从他眼中掠过，不过很快却被张凡收敛。差不多是时候了，得去皇宫面圣了。张凡将所有气息收敛起来，而通过在玄黄鼎内修炼这段时间，张凡也成功将修为突破到了玉虚境2重。经过几场大战，又过了1夜的领悟，还觉醒了剑域，能够突破第2重，在他的预料之中。张凡推开房门，却见一阵寒风扑面而来，外面已经飘起了鹅毛白雪。1个晚上时间，整个世界已经银装素裹。这玄武王朝天气真是说变就变，不过流云城那边估计早在半月前就已经下雪了吧。张凡从那戒之中取了一件衣服出来披上，随后出门。整个学院都是皑皑白雪，不少女弟子发出银铃般的笑声，正在玩雪。而街道上，商户们早就已经安排好了人手，人人手持一把铲子，正在铲雪。张凡来到皇宫面前，一个太监正在门口等待他。相比，您就是张凡张公子吧？圣上有令，让老奴在这等您，您随老奴来吧。那太监一眼就认出了张凡，随后恭敬地邀请张凡进入宫中。之所以能让他恭敬，是因为张凡那是青州学院第1名，未来玄武王朝的骄傲。现在虽然无官无职，以后可就说不定了。谢过公公，赵皇子和天公子没来吗？张凡对公公问道。皇子殿下前几日就已经进宫，而天公子在宫中有官职，可以直接进入。您的话必须得老奴带您才能进入。公公笑道。宫中巍峨庞大，飞檐楼阁，庄严大气。穿过宫门之后，通过了一条长道，最后便是见到了硕大的宫殿。宫殿上方鎏金书写几个大字：玄武神宫。宫殿旁有2颗巨大的立柱，立柱上盘绕的并非天龙，反而是一只威武十足的玄武。张凡乃是流云城的一个小平民，从来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还能进入这种地方。玄武神宫中，玄武皇帝以及几个皇子、一些大臣聚集在此，宣张凡觐见。公公发出尖锐的叫声后，殿堂大门被缓缓开启，一股威严磅礴的气息扑面而来。好了，公子，请进。那公公笑着道。张凡石阶上来到了殿堂当中，他发现这里面站着的人个个都是强者。朝堂之中，所有人就算不得释放气息，由于太过强大，依旧是压不住。这里的人最低都是玉虚境，甚至有几个连张凡都看不出境界高低。而此时，一股若有若无的压制力朝着张凡袭来。张凡感应到这股压制力后，当下脸色一凝，一股剑意直接弥漫周身。这是剑域，没想到是真的。他才多大，才什么境界啊，竟然就领悟了剑域。哼，果然名不虚传，看来我玄武王朝民间也是卧虎藏龙啊。所有人见到这一幕，不由议论开来。就在此时，一道具有上位者气息的声音散发开来。好了，诸位爱卿，朝堂之上不得释放气息和威压。众人听到这声音，急忙将所有气息和威压收回。张凡身体一轻，看向殿堂上坐着的那个身着龙袍的人。此人面若刀削，气势微沉，居高临下，也正在看着张凡。张凡急忙向前拱手道：草民张凡，见过圣上。这人正是玄武王朝的皇帝赵忠林，他的气息张凡看不出，也不敢去探测。英雄出少年，英雄出少年啊，我皇儿们都说起过你，对你可是不吝夸奖啊。见到张凡的表现，赵忠林笑了笑道：皇儿。张凡一愣，他除了和赵岩有点交集之外，和别的皇子可是没有见过面。赵岩是不可能夸奖他的，其他皇子夸奖他又是什么意思？谬赞了。
张凡谦虚地说道，同时对几个皇子拱手。不客气，你本来就很强，很有实力。赵灵温和开口，笑着对张凡道。赵灵，玄武王朝大皇子，为人城府很深，这是云岚亲口告知张凡的。说完，他又转向头看向赵忠灵。父皇，张凡是一个很好的榜样，他出自一个小小流云城，却能一步步走到如今的地步，同年夺得了外门第一和内门第一，一定要好好嘉奖，宣告世人，以后我们玄武王朝的子民才会更加努力修炼，出现的天才也会越来越多。对，这等魄力实属难得，现在走在街道上都能听到张凡的传闻，他已经成了所有人茶余饭后的谈论对象了。赵拓也开口说道，只不过声音比较严肃。赵拓乃是二皇子，听说8岁就已经进入了军中，就算是在朝堂之上，他依旧是穿着将军服装。傅毅见自己2个哥哥都这么说了，赵岩只能跟着道张凡表现优秀，乃我玄武王朝子民的榜样，又是剑修，古封为剑灵将军，令上次府邸一座，官衣一套。赵忠灵开口道。张凡却微微一愣，只是封了一个宅子和职位。张凡可不是想要加官进爵的，他需要的是修炼资源。这个将军称号估计也是一个小老弟了，不过好在每年每月都能领取供奉，也还不错吧。张凡笑着拱手恭敬道，谢主隆恩。不用，这是你应得的，对于今后你有什么打算？赵忠灵问道。回圣上，属下如今只想提升自己的实力，没有特别的打算。张凡道。赵忠灵的意思很明显了，就是想要拉拢张凡进入朝堂卖命，可张凡追求的是武道，不想触碰那些皇权。赵忠灵点了点头，并没强求。好，既然你没有这个想法，朕不强求，但你以后有想法了，无论是从军还是入仕，只要你一句话便可。谢圣上。张凡感谢，完成任务后，张凡便折返离开。离开之前，自然是领取了官服，还有府邸。府邸的话，张凡现在完全用不到，因为青州学院之中灵力比其他地方浓郁得多。搞定一切后，张凡出宫。由于飘雪，天气骤变太快，满是白雪的街道之上人流量不大。张凡将自己披风上的白雪抖去，走向青州学院。随着张凡离开皇宫，越是往青州学院那边走，街道上人呢就越少，到最后更是一个人都没有。白色的雪面之上，甚至一个脚印都不存在，空气之中更是有一股阴寒的肃杀之气。张凡心中一凝，伸出手来，一片雪花落在他的掌心处，瞬间融化。他冷冷道，青州城乃是玄武王朝最大的城市之一，即便是雪天也不可能一个人都没有，跟我一路了，别藏了，出来吧。张凡声音落下，只见张凡周围的屋檐上，地上白雪突然爆裂开来，一道道身影从雪中出现，5个人，都是玉虚境8重，甚至9重。而在这5个人出现之后，又有一道人影从街道不远处踱步走来。张凡见状，脸色大变。大道境，对，这个人影正是大道境强者，身着黑衣，看不出是谁。哼，没想到有点眼力劲，既然都已经知道了，那我们也没必要藏着了。有人想要你的人头识相的，就自杀吧，免得白受痛苦。黑衣男子冷冷开口，轻蔑不已地说道。赵岩派来的吗？张凡问道。我们是谁派来的？去问阎王吧。他知道。黑衣人冷冷开口道。是吗？张凡脸色一冷，只见剑意从他体内孕育而出，他身形一闪，眨眼便是冲向黑衣人，速度竟然这么快。黑衣人见状都脸色一变，急忙后退，紧接着一脚蹬在地上，整个地面随之震颤，白雪从地面飞起。黑衣人带着一股极为强大的气势朝着张凡压制而去，狂风席卷，带着无数雪花冲向张凡。在这股强大的威压之下，张凡根本无法主动出击。可就在这时，风起，那黑衣人再度怒吼一声，一道道狂风呼啸而起，宛若利刃一般冲向张凡。浮光掠影，张凡眼中微闪，避开那宛若利刃一般的风刀。风刀落在张凡身后的房屋之上，整座房屋轰然倒塌。张凡脚下一动，就要逃跑。哼，还想跑？没门！那黑衣人怒吼一声，手持长剑刺向张凡。张凡手上掐诀，凝聚出一道剑气，挡住黑衣人攻势，同时整个人暴退数步。而剩下的5个人则是堵住了张凡的退路。哈哈，我带这么多人来，就是怕你打不过逃跑。今天你就算是插翅也难逃。黑衣人冷冷道。张凡念头一动，一把淡蓝色的剑出现在他手中。残剑不能用，天书剑和开阳剑都已经被融入残剑当中。现在张凡能用的最强武器就是这把天泉剑。三昧真火，天泉剑一出，张凡念头一动，一簇火焰自张凡手臂上燃起，
一直爬上整个天泉剑剑身。天泉剑的威压力量瞬间爆发而出。去死！黑衣人再度掀起狂风，攻击张凡。张凡挥动手中的天泉剑，瞬间将那些厉风全部击破。怎么可能？黑衣人哗然色变。要知道，张凡仅仅是玉虚境2重，而他乃是大道境的存在啊！张凡靠着身法躲避自己的攻击，黑衣人还能接受，可要强接他的攻击，这让他完全无法接受，因为两人的差距可是一个大境界。小子，无论你有什么手段，今天你必须的死！那黑衣人狂暴不已，当下不再隐瞒实力，体内灵力疯狂暴动。轰！一道道狂风宛若龙卷风一般席卷开来，张凡只感觉周围的空气都变得锐利了不少。风领域，张凡心中一震，这是和剑域同等级的存在，风之领域。没想到这黑衣人竟然这么强。张凡身体一闪，出现在几丈开来，一击风刀也落在了张凡刚刚出现的位置上，白雪被劈开，地面也裂开一条大缝。哈哈，躲吧，我看你能躲到什么时候？在我风之领域中，你逃不了的。黑衣人见到张凡躲闪，狂笑出声，继续施展力量，灵力化作一道道宛若利刃的狂风，席卷向张凡。这人明显是刚觉醒风之领域，领域笼罩的地区并不大，只要我出了这个领悟范围，他就算能再度催动力量对我攻击，攻击也不会如此强悍了。就是因为领域力量不够，所以才会叫其他人截住我去路，不让我出领域。张凡已经明白了黑衣人的目的，他脸上挂起一抹冷笑。既然如此的话，那就好解决了。想到这里，张凡身体一闪，朝着一处飞奔而去。小子，别想跑！见到张凡想要逃跑，一个围攻张凡黑衣人怒吼一声，朝着张凡冲杀而来。想拦我？你拦得住我吗？张凡轻哼。其实张凡根本就没有逃跑的打算，之所以躲避那几次攻击，是想看看这黑衣人到底有什么手段。结果那几次躲避，还真让黑衣人以为张凡怕了他。只见张凡手中持剑，眼中泛起一丝红芒。七杀剑诀第2式，一剑挥出，带着无与伦比的炙热火焰。火焰在空中飞舞之时，竟然变得越发通红起来，其气势宛若一条火红的真龙。黑衣人见到这一招，眼睛瞪大，脸色狂变。不可能，这种招式怎么可能是你一个玉虚境的家伙能释放的？黑衣人本能地做出反应，急忙躲闪，可那条火蛇却像是有生命一般，竟是一个转弯跟上了黑衣人，直接从黑衣人身体上穿过轰。黑衣人胸口处出现一个巨大的血色窟窿，内脏从窟窿之中涌出，落在白雪之上，染红了大片的雪地。不可能，刚刚张凡明明只有躲闪的余地，怎么突然就一招把他给杀了？这实力当真恐怖。所有黑衣人见状都是脸色狂变，就连为首的黑衣人都不敢置信，脸上出现一抹阴沉之色。即便是他也无法一击斩杀一个玉虚境9重的人，而张凡却能。外院内院大比的第一，果然有2把刷子。为首黑衣人冷冷开口：谁让你们来的？张凡手持剑直至为首黑衣人道：死人有资格知道这些？让我猜测一下，是赵岩，或者是欧阳家和天界的人，或者是他们3家联合起来一起派你来的。张凡冷漠一笑问道。这话一出，为首黑衣人脸色变化。哦，看你这表情，估计不是他们啊。张凡见状，脸色微微一凝。如今张凡得罪的也就这些人啊，除了他们之外，还有谁会来杀自己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为首黑衣人脸色狂变，急忙道：我来青州学院之后，只和欧阳家天界有过仇，和赵岩也是最近才结仇的，除去他们之外就没有仇人了。到底是谁想杀我？张凡心中思忖。张凡刚刚离开皇宫，就遭到如此强者的追杀，这可不是一般人能够做到的。无论如何，今日你都得死！为首黑衣人怒吼一声，再度召唤狂风。张凡身形一闪，消失在原地，直接冲向其他黑衣人，手中的剑不断挥舞出剑光，剑光之上带着猛烈的杀意。面前几个挡路的黑衣人根本不是对手，直接被张凡斩杀。剑域，张凡最后看向为首黑衣人，在他猝不及防的之下，瞬间施展剑域。只见一道剑光猛地劈向为首黑衣人，黑衣人根本来不及反应。你不能杀我，我可是……只可惜张凡没有留他一命，依旧是将他击杀。张凡将尸体上的那戒取出，里面竟然没什么证明身份的东西，看来隐藏的挺好啊。不过张凡也大概猜出来是谁做的了，只有赵林有下手的动机，可我跟他毫无交集，他为何要派人围杀我？而且派来的还是大道境强者，这是势必要将我杀死，一点面子都不给的那种啊。张凡心中不解，而就在此时，几道脚步声飞速传来，紧接着几个身着玄武台服饰的弟子冲来。是谁？
竟然敢在皇宫外闹事。他们来到此地之后，立刻将此处包围，掐准时机来的。张凡心中一笑，只见他拿出身上的身份令牌道：玄武台张凡，路遇劫匪劫杀，已将其反杀制服。他是张凡，那个名声大噪的张凡。对，是他。之前他比赛我还去看过呢。被他杀的这个黑衣人，貌似是大道境的吧？他竟然能杀得死大道境强者。见到张凡自报身份，所有人都脸色一变，震惊道。一个统领走到张凡面前道：那就多谢兄弟为民除害了，可还有活口逃走？没有，全在这。张凡回答。那就好。那统领点了点头，随后道：张小兄弟，既然你是遭遇劫匪拦路劫杀，将其反杀，那是他们该死。你先回去，这里交我们处理吧。好。张凡点头，转身离开。等到张凡离开后，那个统领对旁边人吩咐了几句，那些人立刻开始忙碌。很快，尸体被搬走，街道被清空，这里就像是从未出现过任何异常一样。而张凡则是告别那些人后，直接回到了青州学院。在返回之时，张凡心中思忖，这次事件有点奇怪，刚出皇宫不久就被人劫杀，天子脚下竟然有人能如此大胆。而且刚刚玄武台那些人的表情也有点古怪，要这一切真是大皇子赵林所为，他目的又是什么？为何非要赶尽杀绝？张凡回到住所之后，便是开始修炼，和一个大道境强者对战，对张凡的提升极大。这次他的剑域以及所有的剑诀功法都有了新的感悟。时间缓缓流逝，门被敲响了。张兄，张兄！一道声音传来，张凡从玄黄鼎内苏醒。陈斌，他找我。张凡走过去开门，正见陈斌。怎么了，陈兄？找我何事？张凡问道。不是我找你，是云兰小姐找你，让你去云家赴宴呢。这话一出，张凡一愣。他找我干嘛？说是为了报答你救了云家二小姐云婉容，所以专门给你设置的宴席。他是军中之人，不能随意进入青州学院，所以就让我来通知你。陈斌道。就因为这个？张凡眉头一皱问道。对啊，还能有什么事？见到张凡反问，陈斌也疑惑道。若只是因为这件事，你就帮我带句话过去，说救他不过是举手之劳罢了，不用大张旗鼓。云家我就不去了。张凡直接拒绝。别啊，老哥。陈斌见张凡直接拒绝，直接急了。云兰当时找自己通知张凡的时候，陈斌可是拍着胸脯保证张凡会答应的。没别的事，你就先回吧。张兄，还有事。陈斌道。赵拓你认识吧？玄武王朝二皇子，他也会去，但这件事你可不能告诉别人。原来如此啊。张凡闻言这才理解，和他想的差不多。云兰这次邀请自己赴宴，并不单纯想感谢自己，更多是为了拉拢自己成为赵拓的人。毕竟云兰之前可是跟张凡提起过很多了，如今赵拓好不容易从军中回来，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。我知道了，既然对方都有这个诚意了，自己无论答应不答应都得去一趟。什么时候去？就今天下午。陈斌急忙道。好，我会去的。张凡点了点头。如今张凡和赵岩已经有了冲突，这仇恨估计是消除不了了。而赵林也派人来劫杀自己，一心想要置自己于死地。那么如今张凡眼前貌似只有赵拓一人了。好，到时候我跟你一起去。陈斌笑着道。张凡并没有多问什么，其实他早就看出来陈斌是赵拓的人了。如今赵拓回来了，陈斌跟着去是正常的。张凡回到房间换好衣服后，便是跟着陈斌离开。很快张凡和陈斌便是抵达了一座府邸面前。这座府邸气势恢宏，占地面积极为庞大，正是云府。而门口还站着不少士兵，那些士兵的实力非凡，几乎都是神通境中期甚至后期的。士兵都要这个实力，云家的多厉害啊！云家的云峰乃是当今玄武王朝大将军，而且云家还是五大家族之中实力最为强悍的家族，再加上赵拓的帮助，所以云家更是如鱼得水，混得风生水起。陈斌见张凡发愣，不由解释道：这些士兵算是私兵了吧？天子脚下，云家能养私兵，看来实力确实非凡。其他家族不能养吗？张凡问道。是的，其他家族可以有客卿，可以有仆人，但不能有私兵。这些私兵是云家的人，同时也是军队的人，皇帝默许了。张兄在这稍等片刻，我去通知一声，马上回来。陈斌说完便是走到一个士兵面前。兄弟，我是陈斌，云家小姐有令，让我带张公子前往云家，还请通知一声。陈斌说完还对那士兵拱手，显得有点讨好，这让张凡有点诧异。陈斌家族虽然不算大，但也好歹是一个中等家族了，竟然在云家的一个士兵面前
要如此讨好，看来云家的势力真的庞大啊。是陈少啊，这件事大小姐已经吩咐过了，你们直接进去便是。那士兵见到陈斌态度这么好，当下微笑着道：好的。陈斌拱手告别，随后带着张凡进入了府邸。进入府邸后，陈斌带着张凡兜兜转转，最后来到了一处梅园。如今正是大雪纷飞的季节，整个园子之中只有一种植物傲然盛放，那就是梅花。好香，一股花香进入张凡的鼻腔。哼，正是梅花香，感谢张公子能赏脸前来。就在此时，一个男子走了过来。这男子长相比较坚毅，声音温柔，不知阁下名讳。陈斌却脸色一变，急忙恭敬道：见过二皇子。哦。张凡一愣：张公子，咱们上午在朝堂上见过一面，这么快就把我忘了吗？赵拓笑着道：勿怪勿怪，第一次上朝有点紧张。张凡急忙道：早上有点紧张，只是瞥了一眼赵拓而已，并没有记得很清楚。当时的赵拓还是身着军服，如今换上便衣，自然是认不出来了。张公子贵人多忘事，正常，请吧。赵拓没在意，反而微微一笑，带着张凡进入园子。陈斌却看得震惊不已。赵拓平时可是一个十分刁钻严肃的人，见到谁都不会给好脸色看，可见到张凡却说话客气，还很温柔。什么情况？张凡难道有这么大的魅力？来到园子之中后，张兄，之前云兰说起过你，对你很是赏识，我开始还不相信，这世界上竟然能有让云兰都赏识的人，闻名不如见面，今日一见，我算是明白了。赵拓笑着说道。云兰。张凡谦虚点头，没有说什么。赵拓能如此，多半是因为云兰的原因。两人一边聊着天，一边在园内穿梭。很快，他们便是见到了一座亭子。亭子之中，两个长相绝美的女子正在烤火。一人身着劲装，显得十分干练，眉宇间有一股来自英雄美人的傲然英气；而另外一个女子身着蓝色长裙，脸上有着一股江南美女的病态美感，十分娇小柔软。两人见到张凡前来，都是脸上一喜。那个身着长裙的女孩更是直接站起身来，眼中微闪，脸上带着一抹嫣红。真是她啊！婉容，你确定没认错？云兰不由开口问道。听到云兰的话，云婉容更是脸色通红一片，她对着张凡一礼道：小女子云婉容，见过张公子，多谢张公子那日救命之恩。这女孩正是当日张凡救下的云婉容。云婉容当时穿的比较普通，如今身穿长裙貂裘，显得十分华贵，更是可爱动人了。张公子。见到张凡一直死死地盯着自己，云婉容一愣，脸色绯红道：云姑娘勿怪，没想到你竟然是云家二小姐，有点没反应过来。张凡反应过来后，急忙笑着道：我看不是没反应过来，是张公子看直了眼吧。云兰见状，不由笑着打趣：姐，你说什么呢？云婉容声音更是细小了。对了，张凡，这次请你来主要就是为了道谢，没想到就是你救了我妹妹，如果你那天不在，我妹妹可就惨了。云兰转移话题道：不用客气，路见不平拔刀相助，举手之劳。张凡道：这对你来说仅仅是救了一个人而已，可对我们云家来说可不是小事，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她也是整个云家的宝贝，我们云家欠你一个巨大的人情，以后在青州城有什么事尽管跟我云家说，我云家在这青州城还算说得上话。云兰承诺道。能得到云家如此承诺，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，之所以将张凡叫过来，就是为了让自己妹妹看看，确定一下是不是这个人，看妹妹的反应就知道是了。对，云婉容是云兰的妹妹，那就是我的妹妹，以后有事也可以跟我说。赵拓也开口道：管你什么事。听到这话，云兰眉头一皱道：什么我的妹妹就是你的妹妹？我答应和你在一起了。不是，云兰，你不是我的手下吗？既然是我的手下，那你的家人也就是我的家人吗？张兄救了你的家人，我自然也欠了他人情。赵拓急忙解释道。看起来这皇子还有点怕云兰的样子。哼，以后不会说话就少说。云兰剜了赵拓一眼。而张凡一愣，没想到这传说中的二皇子竟然是云兰的舔狗。我擦！云兰看向张凡道：张公子，我妹妹自从被你救下之后，就整日说起你呢。我跟她说你得了比赛第一，她比谁都高兴。姐，你说什么呢？张公子是我的救命恩人，他得了第一，我高兴不是正常的吗？云婉容脸红道。说起这件事，我也很好奇，没想到张公子能够打败我弟，成为比赛第一，果真厉害。赵拓也目光炯炯地看向张凡，侥幸罢了，不值一提。张凡谦虚道：看来重要的戏码还是来了。当日最强的也就是欧阳林海、天纵和我弟弟赵岩了。我弟弟虽然是玉虚境9重，但其实力已经快接近大道境了，
张兄能赢，那可不是侥幸。赵拓开口夸赞。这话一出，张凡不由一愣，问道：赵兄，你弟弟听说已经开始闭关了，不知多久能突破大道境？之前赵岩可是说过，一旦他突破大道境，就会来报仇。这件事张凡必须上心，应该年前就会突破吧，最慢也是临春之前。赵拓回答道。过年是临春，是我们玄武王朝的2大节日，这次过年听说还会有苍玄王朝的人来呢。云岚开口补充。苍玄王朝？张凡眉头一皱。对，苍玄王朝和我们玄武王朝一样，都在天玄大陆，而且与我们玄武王朝距离最近，但关系却不是特别好，边关常年混乱，就是因为他们经常来犯导致的。近期听说他们过年要来我玄武王朝，所以我和二皇子就提前从军中回来了。云岚说道。对，我想应该在过年前就会来，当日肯定还会来不少苍玄王朝的天骄吧。赵拓眼中闪过一抹金光道。苍玄王朝之中不是有个宗门叫王权剑宗的吗？张凡思忖起来。对，没想到张公子还了解这些。苍玄王朝之中有个王权剑宗，其地位与我们青州学院一样，可以说王权剑宗的弟子就是苍玄王朝的天骄，到时候肯定会汇聚而来。赵拓开口道。若是如此的话，我倒是有点期待。张凡眼中一闪。张凡从未出过玄武王朝，对外并不了解，这个世界很大，张凡其实也一直在井底，到时候若是有机会能够与其他帝国的天骄交手，提升一下阅历和实力也是不错的。当下几人便是聊起了苍玄王朝的事情。通过云岚和赵拓的介绍，张凡对苍玄王朝了解了大概。苍玄王朝位于东边，和玄武王朝接壤，不过2大王朝中间有一个边关，赵拓和云岚镇守的地方就是那边关。在苍玄王朝内，以宗门为主，尤其王权剑宗更是被苍玄王朝重点栽培，是最强大的宗门之一。和青州学院不同的是，王权剑宗有3个等级，分别是外门、内门以及亲传弟子。外门是刚加入宗门几年的弟子，当实力达到一定程度，便可以提升到内门。内门之后，实力达到一定程度，就有机会被剑宗的长老收为亲传。那些亲传弟子的实力，听说都十分非凡。而每年的春节，苍玄王朝都会派人来玄武王朝比赛交流，可每次实力都会稳压玄武王朝一头。而这2年2国边关交战越发凶猛，所以来比赛交流的弟子更是来势凶猛，带有敌意。云岚道。不过好在苍玄王朝的那些宗门弟子实力强悍，士兵却不强，他们打仗打不过我们。张凡诧异问道。他们是以宗门为主，收徒后徒弟都会进入宗门修炼，宗门之中的弟子很少会参军，所以从军队上来看，我们玄武王朝要强大一些。也就是如此，他们才会每年春节派人前来比赛，目的就是为了军队上得不到胜利，在人才方面他们要赢下脸面。赵拓开口解释道，眼中满是不屑。但是赵拓看向张凡，脸色有点严肃。你今年是比赛第1名，苍玄王朝的那些天才肯定听过你的名字了，而我弟弟欧阳林海等人都在闭关，今年的比赛估计得靠你了。张凡脸色凝重，看来这也是赵拓邀请自己前来的目的之一。而后几人一起饮酒，赏雪赏梅。云婉容今天很开心，喝得有点多，不胜酒力，最后被云岚带走。陈斌也识趣离开，最后亭子之中只剩下了张凡和赵拓。人都走光了，赵拓开说出了自己的目的。张公子，你的决定云岚跟我说了，他说你是一个喜欢自由的人，玄武王朝将来肯定困不住你，你的未来是更为广阔的天地。但是既然你还身在玄武王朝，我就希望你能与我一起。你不是我的手下，也不是客卿，而是我赵拓的兄弟，怎样？在这玄武王朝当中，能够和赵拓称兄道弟的，除了那几个亲兄弟之外，就没有他人了。张凡算是第一个。赵拓明显很看得起张凡，赵拓最终还是邀请张凡站在自己一边。面对对方的盛情邀请，张凡并没有拒绝，但也没有立刻答应，反而是开口道：赵兄，我有一个条件，倘若你答应的话，我就同意加入你。什么条件？但说无妨。赵拓开口道：就是我张家，我希望赵兄能保护我张家的安全。张凡道：如今他的软肋就在张家，之前虽然寻得了玄武台的庇护，但今日城门口劫杀一事警醒了张凡，这玄武台大有问题，他必须得保证张家无忧才行。小事小事，我答应你，只要我还活着，张家就绝对不会被欺负。听完张凡的要求，赵拓先是一愣，紧接着爽朗一笑，斩钉截铁地答应了张凡。那行，两人再度把酒言欢。一个高贵的府邸当中，赵林正在大厅之中来回踱步，而此时一个黑衣人冲了过来。见过大人。
那黑衣人拱手恭敬道。赵灵冷冷开口：“怎么样了？”大人，他们都死了。黑衣人微微迟疑了一下后，还是说了出来：“死了？谁？”赵灵见黑衣人语气不对劲，脸色一变，冷冷问道：“您派出去的所有人都死了？”“什么？这怎么可能？6000可是大道境，就连他都死了。”“对，他被张凡亲手斩杀的，尸体被玄武台的人给清理了。”“不可能！”赵灵后退几步，坐在椅子之上，过了很久，他才回过神来问道：“那张凡呢？去了哪儿？”“回学院了一趟，可后来又去了赵拓那里。”那黑衣人颤抖着声音说道。“赵拓？哼哼，好，你先退下吧。”黑衣人急忙离开，而赵灵脸上却出现了一抹颓然。过了半晌，赵灵才抬头看向虚空道：“以张凡的聪明才智，肯定能察觉到是我出的手。这下都做到这地步了，你可满意了？”那片虚空一个人都没有，赵灵却像是在对话。声音落下，只见一个身着的灰色袍子的人影从虚空中出现。“大皇子不必担忧，那只是老夫一个大道境一众的弟子而已。”那灰袍人影声音嘶哑说道：“我担忧的不是死了一个大道境一众的人，我担忧的是我将张凡亲手推到了赵拓那里，同时也让张凡对我心生警惕了。”赵灵冷冷开口道：“大人，您有必要在乎这些吗？只要您成为了玄武王朝的皇帝，什么张凡、赵拓、严碧清，想要灭了他们，只是您一句话的事。”灰袍人影冷冷开口道：“你确定我能顺利继承王位？”听到这话，赵灵语气才缓和不少，开口问道：“当然，现如今赵岩是皇帝最喜欢的皇子，而赵拓手握兵权，镇守边关，而您却有我苍玄王朝的帮助，有了我们的帮助，打败你的那些弟弟易如反掌。只不过，大人一定要记得自己的承诺。”灰袍人影淡淡道。这人明显是苍玄王朝的人，而且赵灵为了争夺皇位，已经和他合作了。一言既出，驷马难追，只要我能登上皇位，再多让基座城池给你都没问题。听完灰袍人影的话，赵灵却挥了挥手，不在意的说道：“呵呵，如此甚好。”灰袍人影露出一抹微笑，他要的是玄武王朝边关的一座城池，名为玄灵城。这是边关重要城池，一旦苍玄王朝能够获得那座城池，那就扭转战场局势，在军事上力挫玄武王朝。你们的人什么时候才能来？赵灵开口问道。3日时间便会抵达，等你的人到了，我会暗中和他们通气，他们最好是先将张凡杀了，然后再对我那些弟弟还有他们的势力动手。赵灵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吩咐道：“是，大人。”灰袍人影点头，恭敬道：“赵拓、赵岩，你们这2个家伙也配与我抢皇位，简直痴人说梦，痴心妄想。等这次苍玄王朝的使徒一来，就是你们的死期。”赵灵眼中满是阴翳，冷冷狂妄道。云家中，张凡和赵拓2人聊得来，一喝就喝到了下午。看天色不早了，张凡离开已经有了醉意。好了，该去历练一番了。张凡也不啰嗦，直接朝着决斗场前去。这次张凡并未隐藏身份，而是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决斗场内。而决斗场中，不少人见到张凡都是眉头一皱，一脸不解。张凡名头太大了，不少人都认识他。张凡来这里做什么？而台前，启寒一眼就看到了张凡，眼中闪过一抹诧异，他怎么来了？好像喝醉了酒。启寒急忙起身去搀扶张凡。张凡被启寒搀扶着，手却不小心抓到了柔软的地方。张凡抬头看向启寒，脸上挂着一抹笑容道：“启寒姐姐，你长得真美。你这小子吃了雄心豹子胆了，竟然敢占姐的便宜。”启寒将张凡的手拍开，脸上出现一抹红晕，有些愤怒道：“但他却没有推开张凡，反而继续搀扶张凡，怕张凡摔倒。怎么回事？喝了这么多酒，是不是被心爱的小姑娘给甩了？”启寒愠怒，带着张凡走向一个包间。而大厅之中的那些人见到这一幕，更是震惊莫名，议论不已。这不是那个比赛第一，玄武王朝第1天才张凡吗？他怎么回来这里？而且好像和启寒还很熟悉的样子。启寒小姐长得不仅绝美，而且身份神秘，从来对任何男人都不屑一顾，没想到竟然和张凡走得这么近，这就是天才的待遇吗？你要是有实力得到比赛第一，启寒小姐肯定也会青睐你没实力，就少说话。美女喜欢英雄很正常，再说了，张凡为人不错，长得也很好，启寒小姐能喜欢上他很正常。所有人议论，话语之中有羡慕的，嫉妒眼红的。他们常年都在决斗场中比赛，与启寒多多少少认识一些，但在他们印象里，启寒一直都是高贵不可接近的冰山雪莲，见谁都没好脸色。而且启寒身份神秘，能号令决斗场的高层，证明他有极高的身份，
所有人对他虽然爱慕，但只能敬而远之。他们也从未见过启涵对一个男人如此上心过。包间中，启涵搀扶着张凡坐下。你这小子几天不见，怎么如此不羁了？还敢占姐姐的便宜，估计在外面已经占了不少姑娘的便宜了吧？启涵见张凡这般模样，虽然心疼，但心中依旧埋怨起来。而就在这时，被启涵放平躺在床上的张凡却突然眼睛一瞪，清醒过来，直接一个翻身站在启涵面前。咦，你这……启涵见到张凡的反应，不由一愣。启涵姐，我怎么可能喝醉呢？张凡嘻嘻一笑道。你装醉的。启涵诧异，过了几秒钟才反应过来，一拳头打在张凡胸口上。臭小子，你明明没醉，竟然故意占我便宜。张凡后退几步，急忙笑着道：姐，我也没想到你会来搀扶我，我是不小心碰到的。哼，再有下次绝不轻饶。听到这话，启涵才放过张凡。你来这里干嘛？难道不知道很危险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说吧，什么目的？张凡得罪了欧阳家和天界，同时还得罪了赵岩，如今肯定有不少人暗中埋伏张凡。张凡冒险前来，必定有目的。张凡将关于苍玄王朝的事情以及加入二皇子的事情说出。你选择跟着二皇子赵拓吗？赵拓是他们三兄弟之中唯一的正常人，没有城府，为人正直，还不错。启涵点头道：至少你跟着赵拓后也有了一层庇护，有些想对你动手的人会碍于你的身份不敢动手了，这也是没办法的事情。其一是保护自己，其二是保护家人。张凡说道：家人放心吧，就算没有赵拓的保护，你家人也不会有事的。启涵微微一笑道：难道姐姐你在保护我张家人？张凡一愣，看向启涵道：对，以我的实力，叫人保护一下张家小菜一碟，你就放心吧。启涵点头道：我去，那亏大了啊！要早知道姐你保护了张家，我就不用站队赵拓了。没有，姐之前跟你说过，姐之后会离开这里，姐只能保证在这里的这段时间能够保护好张家，要是姐离开了，那就没办法了，所以你还是得寻求赵拓的保护。启涵笑着道：多谢启涵姐了。启涵突然面色沉重道：对了，这次苍玄王朝来人，对你来说恐怕是灾难，王权剑宗你应该有所了解吧？对啊，为什么对我会是灾难？王权剑宗不是和青州学院是同等级的存在吗？非也。启涵面色沉重道：若是之前确实和青州学院是同等级的存在，可如今王权剑宗出了一个人，让他们实力大涨，甚至和天玄帝国都搭上了关系，地位已经今非昔比。天玄帝国，整个天玄大陆最大的帝国之一，一个人竟然就让他们苍玄王朝和天玄帝国搭上了关系。是谁？张凡难以置信问道。天玄大陆只有天玄帝国能够称之为帝国，而其他都是王朝，是附属品。能让王权剑宗搭上天玄帝国这条线，还仅仅是一个人，这实力得多逆天。对，这人名为江流，乃是苍玄王朝皇室的人，却觉醒了神皇圣体，被天玄帝国的人发现，天玄帝国天渊的人要收他为徒。启涵解释：天渊那是何等的存在？张凡继续询问。天渊乃是天玄帝国的圣地之一，其实力不弱于一个王朝，甚至比王朝还要强大不少。启涵解释道：若这么说，这个天渊甚至比玄武王朝还要强了。没想到一个圣地的实力就强过了一个王朝，果真恐怖。那是他们的事，对我们又有什么危险？张凡问道。正常来说与我们没有关系，可要是有人为了皇位和苍玄王朝勾结，那就说不定了。这话一出，张凡彻底震惊。我的人察觉到了苍玄王朝之人的气息，也就说是说已经有人勾结了苍玄王朝之人。赵岩是皇帝最爱的皇子，赵踏手握兵权，两人都有底牌，所以能与他们勾结的就只有大皇子赵灵了。张凡听完这话，彻底明白了，难怪之前赵灵会派人劫杀自己，原来是有计划的。自己和赵岩有仇，突然被谋杀，必定是栽赃嫁祸给赵岩或者欧阳家和天界，而赵灵也可以借助这个机会扫除障碍，让自己坐上皇位的几率提高。而且张凡表现得太出众了，整个天玄帝国之中能够对江流造成威胁的只有张凡一人，和他只不过在朝堂之上有一面之缘，他竟然要杀我。既然如此的话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。张凡眼中闪过一抹寒芒，本来赵灵要夺权和张凡没有关系，张凡知道了也不会插手，可如今苍玄帝想让张凡死，赵灵也想让张凡死。张凡是那种能忍气吞声的人。张凡眼中一闪，看向启涵道：启涵姐，不知这天渊和你这角斗场谁的实力更大？启涵闻言不屑冷哼一声道：
和我决斗场相比，他天渊也配？我们决斗场纵横整个天玄大陆，他天渊不过只是天玄帝国的一个圣地罢了。启寒道：你现在不过是井底之蛙，听到这些圣地啊，大家族的就震惊了。等你真正的跳出了玄武王朝，去见识见识外面的世界，你就会知道，你所认知的太少了。哈哈，姐姐可不要嫌弃我啊！张凡笑着道：姐姐怎么可能嫌弃你？爱你还来不及呢。启寒咯咯一笑道：唉，什么爱？而启寒也发现自己说错话了，脸色一红，剜了张凡一眼。你可别乱想，姐姐这是出自对弟弟的疼爱。姐对你这么好，以后成长起来了，可不要忘了姐姐。放心，只要姐不嫌弃。张凡突然脸色严肃，继续道：对了，姐，有件事还得需要你帮忙。什么忙？启寒问道。张凡没说话，目光上下打量起了启寒的身材。感受到张凡那亵渎的目光，启寒脸色嫣红一片。这臭小子，什么眼神？难道是想让我郑老？启寒冷冷喊了一声：我在。一道身影出现在了门外，这人气息极为庞大，张凡根本看不穿虚实来。张凡不由一愣，眉头一皱，他喊启寒帮忙，假装搀扶醉酒的自己出去。启寒突然叫郑老做什么？好弟弟，我知道你是男人，而且长这么大了，总会有点冲动，但我可是把你当亲弟弟看的，不能跟你发生关系，就算能，也不是这个时候。启寒对张凡微笑道：啊！张凡一愣，姐，你好像误会我了。没误会你，我还不知道你想的是什么吗？启寒却咯咯一笑，直接对郑老道：郑老，麻烦你带我这个可爱的弟弟去一趟青楼，让他一会儿再来找我。遵命。郑老直接点头，就要向前，而启寒则在张凡耳边道：弟弟，姐真不是想拒绝你，是姐的身份，你可能无法想象，若是真的与你有那种关系，他们会不顾一切杀了你的，所以只能委屈你先。启寒话音未落，张凡整个人就被郑老给拖走。张凡急了，大喊道：姐，我不是那个意思啊，我只是想让你假装搀扶我出去，仅此而已啊。只可惜郑老速度实在太快了，张凡已经被郑老带着离开。啊！启寒闻言这才回过神来，好像张凡进来的时候是醉酒状态进来的，让自己帮忙演戏搀扶出去也是正常的。瞬间他脸色通红一片，这个臭小子，那为什么这么看我身体？让我误会。张凡站在青楼面前，好说歹说才将郑老给劝走。郑老瞪了张凡一眼之后便是离开，张凡无奈只能回到青州学院。这几天张凡一直在学院内修炼，在玄黄鼎中修炼3天，那就是外界的300天。300天差不多是1年，张凡用这1年的时间将所有的身法武技都修炼到了巅峰，而他的等级更是从玉虚境2重达到了玉虚境6重。玉虚境6重已经可以准备好做突破大道境的东西了。之前那个黑衣人乃是大道境1重，实力其实很强，但黑衣人是刚突破不久，而且太轻敌了，导致张凡有机可乘。若是真认真起来，张凡绝对无法轻易杀死那黑衣人。张凡拿出一本书籍，上面记载想要突破大道境有3种方式，其一就是自己炼大道破境丹，其二就是购买大道破境丹，其三就是从王朝的奖励中获取。玄武王朝能达到大道境的人有多少？随便一个都是顶天身份的存在了。而大道破境丹市面上根本就没有流通，炼丹工会虽然有，但价格极其昂贵，根本不是张凡能够买得起的。而自己炼制呢，虽然张凡有穆清水的指导，炼制大道破境丹不难，但材料收集却极为困难。其中记载的几种药材，玄武王朝还没有，根本无法炼制。前面2种方式完全行不通，这样看来就只有最后一种了。张凡眼中一闪，微微思忖，3天时间过了，苍玄王朝的人应该也要来了，不知玄武王朝会拿出什么奖励呢？要是大道破境丹就好了，如果不是，到时候可以提一提要求。张凡从玄黄鼎内苏醒，随后朝外走去。而玄黄鼎内，穆清水正泡在一个巨大的浴池当中，浑身赤裸，体若凝脂玉。他嘴角勾起一抹戏谑之色，淡淡道：大道破境丹，他根本就不需要那种东西，身怀天道圣体，修炼无上神级功法，以及我体内的元婴，就足以让你一跃成为大道境强者了。而这些事张凡并不知道。张凡来到一家酒楼上，独自饮酒，同时一边打探情况。而就在此时，一股淡淡的威压突然传了过来，紧接着吼，一道怒吼声从不远处传来，所有人激动莫名。看，那是苍玄王朝的人，他们终于来了。看，那是风暴猎鹰还有冰翼龙。在这酒楼之中的人大部分都是等待苍玄王朝使者到来的。感受到威压之后，
所有人都走出酒楼，来到街道上。张凡脸色微微一变，看向街道之外，无数头妖兽被骑着前行，而在天空之中还有不少飞行的妖兽。那些妖兽之上坐着的都是一些玉虚境的修士，而在风暴猎鹰之上坐着的则是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子。男子明显是玉虚境巅峰境界，这人是江流。张凡心中暗忖，同时江峰感觉到了张凡的目光朝着他看去，一股莫名的寒意和威压席卷向张凡。张凡体内灵力微动，一股剑意迸发而出，两人的灵力在空中交撞在一起，随后炸裂开来。江峰见状，脸上出现一抹震惊之色，没想到这玄武王朝也有天才，我记住你了。江峰冷漠开口，带着人离开。张凡一愣，这就是江流，能够让天玄帝国看上的天才？不可能吧？虽然江峰实力还不错，但还不足以被天玄帝国的人看上才对。小兄弟，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这位乃是苍玄王朝的江峰。江峰？张凡诧异问道。那江流是谁？江流是江峰的皇兄，两人是兄弟，也不知道这苍玄王朝走了什么狗屎运，两个皇子实力都这么强，而且两人还从不吵架，关系好得很，不像我们玄武王朝三个皇子天天吵架，拉帮结派争抢皇权。一个路人解释了男子的身份。原来如此，看来启涵说苍玄王朝很强，看来是真的。而此时江峰队伍之中，没想到刚进入青州城就碰到了一个少年强者，看来玄武王朝发展的也还不错啊。江峰暗自震惊，他刚刚释放的可是来自玉虚境巅峰的威压和灵力攻击，竟然被一个玉虚境二重的小子给破掉了。江峰，刚刚那人你可认识？就在江峰震惊之时，一道声音传入江峰耳中。闻言，江峰一愣，急忙恭敬道：哥，那人我不认得，估计是玄武王朝派来给我下马威，试探我的。这人到时候可能是你的对手，你得小心。那声音继续道：放心吧，在这玉虚境内，没人能是我的对手。江峰十分自信，拍着胸脯保证，当年他才玉虚境5重就能越级挑战，击败玉虚境6重7重的对手，如今达到了玉虚境9重，在玉虚境内完全没有敌手，就算是大道境的人来了，他都有实力一战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也可以对付那些大道境了。听到江峰的话后，一头飞行妖兽的背上，一名男子点了点头，眼中闪过一抹金光。这人正是苍玄王朝的江流，也是被天玄王朝天渊看上的天才。1年之前的江流，只是挂着一个皇子的名头，若是没有这个名头，估计没人会认识他。可就在那时候，他却突然崛起，成功激活了神皇圣体，更是一路横冲直撞，将所有苍玄王朝的天才镇压，成为了苍玄王朝的神话人物。此时他摸了摸手中一把火红色的剑，心中道：等这件事搞定后，我就要去天玄帝国修炼了，这小小的苍玄王朝容不下我。就在使者团前进的时候，突然街道上响起一道道马蹄声，那些在前面带队骑着妖兽的弟子胯下妖兽开始躁动起来，有些甚至后退了数步。只见不少骑兵突然出现在他们面前，气势狂妄且强大，带头的正是一个身着火红将军服，手持长缨枪的女子。江峰眉头一皱道：哥，那是云岚。那个手持长缨枪的女子正是云岚。玄武王朝，云岚恭迎苍玄王朝使者团驾到。云岚冷冷喝道，声音不大，穿透力十足。江峰，你去应付他。听到这声音，江流脸色微微一变，对江峰命令道：是。江峰点头，他直接从飞行妖兽的背上一跃而下，来到队伍最前方。我倒是谁呢？原来是云岚云将军啊！你们玄武王朝恭迎我们使者团的方式是拦路恭迎吗？这有点不太礼貌吧？江峰冷哼道，一股威压朝着云岚压制而去。对待客人，我们有我们的待客之道，不过对待敌人，我们也有手段。面对江峰的威压挑衅，云岚脸色一凝，一股杀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，两道气息相撞，再度爆发开来。周围的那些妖兽以及铁骑顿时人仰马翻，不少在周围看热闹的人都被震退了数步。好强大的力量，这气息交撞都不是我们无法承受的，快躲开！所有人脸色哗然色变，惊叹不已道。他们急忙后退，生怕殃及池鱼。苍玄王朝的人可是专门来玄武王朝挑衅的，所以见面就有冲突，他们并不意外。云将军，我们是使者团，不是敌人，你这样有点不礼貌吧？就在此时，一道冷淡的声音传出，而云岚和江峰的灵力交撞，瞬间崩溃。云岚脸色一变，想要运转体内灵力来阻挡这股威压，可威压朝着他席卷而来，他却根本抵挡不住，瞬间脸色惨白，呼吸困难。神皇圣体江流，这股威压
正是来自江流。而就在这股威压就要接近云岚的时候，只见一道身影从一旁酒楼之中一跃而出，一股极为强大的剑意从他体内迸发而出，冲向那股威压。威压接触到剑意后，瞬间崩溃弥散开来。张凡，云岚见到站在自己面前的身影，诧异不已。他没想到这危机之时，竟是张凡出手帮了自己。我可是玄武王朝的子民，面对强敌挑衅，自然不能干坐着。张凡笑了笑道：“云岚对人还算不错，前几天还一起喝过酒，又是云婉容的姐姐，张凡自然不能眼睁睁看着云岚丢脸。是刚那个小子。”江流见到张凡出现，不由脸色微变。哼，一个玉虚境2重的小蝼蚁，以为真能抵挡住我的力量？只见江流体内灵力再度迸发，脸色更为严肃，一股极为强大的压制力朝着张凡镇压而去。张凡感受到那股压制力后，体内的剑意开始肆虐。来自大道境的威压，张凡想要对付，确实需要费点手段。可下一刻，江流，你乃大道境强者，竟然对一个玉虚境的人出手，难道就不觉得丢了你苍玄王朝的脸？一道怒吼声传来，紧接着一道身影出现在张凡面前，正是赵拓。赵拓眼中闪过一抹金光，体内涌现出一股强大的力量，瞬间将那股威压给击溃。是赵拓，赵皇子。见到赵拓出现，所有玄武王朝子民欢呼起来。二弟，住手！紧接着又是一群人走了过来，其中一个身着华服的男子对赵拓呵斥道：“是赵灵，他也来了。”见到来人，张凡心中暗忖道：呵斥完赵拓后，赵灵对江流等人拱手道：“这是我二弟赵拓，经常征战沙场，为人直来直去，望见谅。我乃大皇子赵灵，奉父皇之命来恭迎各位远道而来。”呵呵，这才是该有的礼节和礼数。听到这话，一道中年人的声音从苍玄王朝人群中传出。那中年人长相消瘦，气息却不凡。他看向江流道：“大人，既然人家都如此盛情邀请了，我们也不能失礼。”哼！江流冷冷一哼，收起气息。紧接着，赵灵便是带着众人去了驿馆住宿。来的倒是及时，人家苍玄王朝的下马威都放完了，轮到我们了，他就出面制止了。不知道的还以为他是苍玄王朝的人呢。见赵灵等人离开，云岚满脸不屑，不悦道：“赵拓也脸色微微一沉，算了，可能是巧合。”而张凡听到这话，心中却微微一动。他们估计还不知道赵灵与苍玄王朝通气一事，但张凡并没有告知，毕竟他也是从启寒那里听来的。那赵兄、云小姐，既然无事，我就先回去修炼了。张凡就要与两人告别。好的，多谢张兄弟出手。赵拓感激道。而云岚美眸微微一动，也点了点头。谁知张凡刚进入青州学院，就见到门口有个公公正在等他，正是上次接待张凡的那个公公。张将军，皇帝有令，特邀请您去宫中赴宴。什么事？张凡疑惑问道。今日苍玄王朝的使者前来，皇帝设宴招待，想邀请将军一起过去，也好让我国的天骄与他国天骄见上一见，时间就定在今晚。那公公直接道：好，今晚我一定来。张凡也没拒绝，毕竟这是皇帝的命令。但是张凡清楚，所谓的设宴招待只是一个幌子而已，实际上皇帝只不过是想让自己代表玄武王朝压制江流那一撮火焰，想到自己到时候还得从皇室弄来大道破镜丹，这次就必须得给面子去一趟。谢大人，那洒家就先回去复命了。说完，公公便是离开。夜，青州城内灯火通明，距离青州城不远的皇城也是辉煌一片，无数王权贵族聚集在皇宫会客殿之中，有些大家族甚至还带着自己的晚辈，里面热闹非凡。张凡进入的时候，宴会已经开始，所有王权贵族全部入座，那些使者团的人自然也在其中。张凡被一个太监带到了一个偏僻角落坐下，而陈斌一直在会客厅之中等待张凡，见到张凡到来，立刻冲了过去。张兄，你终于来了。陈斌激动打起了招呼。陈斌，你怎么也来了？张凡一愣。陈斌家族还算不错，但还不足以进入皇宫中赴宴吧。本来是我哥来的，但他现在废了，躺在家中呢，就派我来了，就当做参观，见见世面。不过对这里的情况我很了解，张兄要是有什么问题，尽管问我便是。陈斌笑着道。张凡微微一笑，直接将他哥给废了，看来确实是间接帮助了陈斌。这里的人很多我不熟悉，你正好帮我介绍介绍。好。陈斌点头，开始介绍起了这里的人。在这会客厅之中，大部分人都到了，其中分为3批人，一批是大家族的人，一批是平民中出类拔萃的弟子，剩下的一批则是苍玄王朝的人。至于玄武王朝的皇室那些人还没来。这里面平民自然是地位最低的，在最前面一排坐着的正是刘家的家主刘青天。
那个刘青天后面坐着的女孩子，你看到了吧？那便是我们玄武王朝的绝代美女之一，刘冰清。欧阳家和天界都得坐在刘家后面。张凡看向刘冰清，刘冰清今日穿着一袭白裙，婀娜多姿，冰清玉洁，脸上挂着一抹面纱，让人看不清真容，更添一份神秘感。指如薛葱玉，肤如凝脂雪，难怪能被称为玄武王朝大美人之一。而张凡看向刘冰清的同时，刘冰清也正巧好奇地看向张凡，两人对视一眼，刘冰清礼貌地对张凡点了点头，而张凡一愣，点头回应对方，接着便是将目光收回。你看，那就是苍玄王朝的江流，还有江凤，跟随他们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大道境巅峰的长老。陈斌一边说，一边看向江流等人，却发现江流等人正目光不善地看向自己的方向。陈斌一愣，汗毛竖起，惊恐道：啥情况？我又没有得罪他们，他们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他们不是看你的，是看我。张凡解释道。而江峰更是嘴中微微一动，一股声音直接传入张凡耳中：小子，冤家路窄啊，传音功法。张凡一愣，而此时的江峰冷冷一笑，对张凡做了一个抹脖子的动作挑衅。紧接着在太监的宣布之下，皇帝和3个皇子全部前来入座，歌舞伎町开始表演，诸位推杯换盏，开始畅谈。看酝酿的差不多了，只见江峰直接站起，对皇帝拱手道：圣上，这歌舞是否太无趣了？不如借此机会让两国天才比试比试，以此助乐，如何？既然江峰有此想法，我们玄武王朝子民自当奉陪，不知你想比什么？这话一出，皇帝赵忠林拍了拍手，音乐舞蹈一齐停下。我听闻这玄武王朝的青州学院是天才进出的好地方，丝毫不弱于我王权剑宗，我也是王权剑宗的弟子，所以想和青州学院的天才比试一番，不知如何？江峰笑着道。这话一出，众人心思各不相同。江峰的话也恰到好处，他提起的是青州学院和王权剑宗，依然是将玄武王朝和苍玄王朝剥离开来，这样一来就像是学院和宗门的对抗罢了。这样不仅输了的话，王朝也不会丢脸，丢脸的是学院或者宗门，而且也杜绝了除了宗门和学院之外的其他人参与，因为走出学院和宗门的人都是大道境的弟子，至于那些没有加入学院的强者年轻一代也会被开除在外，例如云岚、刘冰清等等。行，赵忠林根本没有犹豫，直接点头答应。接着他便是抬头看向张凡，可张凡却当作听都没听到，正在和陈斌喝酒。他这是唱哪一出？张凡若是不主动请命，难道还要我这个君王亲自命令他出场不成？这样就太丢身份了。而就在此时，陛下，在下青州学院天纵，愿和他一比。一个年轻人站起身来，主动请缨道。这人的出现让张凡微微一愣，对天纵的印象张凡还是比较深刻的，因为他和欧阳林海大比了一场，最后排名第4，实力确实不错。行，那就你和江峰比上一场，不过这只是助乐比试，不是生死决斗，点到为止。赵忠林笑着点头道。赵忠林一挥手，几个护卫将歌舞伎町带走，大殿中央留下一个空地，而江峰和天纵来到中央处，请多指教。天纵祭出自己的6品器灵，一柄长剑。废话少说，来战！江峰根本没有将天纵放在眼里，而天纵也不啰嗦，直接拔剑冲向江峰。就在他要冲到江峰面前的时候，江峰体内灵力暴动，一股寒气陡然爆发。在这股浓郁的寒气之下，只见天纵身上覆盖起了一层冰霜，动作自然也僵硬了不少，变慢了许多。江峰直接双指夹住天纵刺来的长剑，脸上挂着一抹冷笑，这就是青州学院的天才。就这，他双指稍微一用力，只见天纵瞬间就被甩飞出去。这怎么可能啊？竟然一招就击败了天纵。要知道天纵可是这次青州学院大比第4名，名副其实的天才啊。这个江峰实力不凡，灵力竟然是寒冰属性的，而且很强，连玉虚境强者的身体都能冻结住。在场观看的所有人都不由脸色狂变。天纵之前在比赛的时候就是玉虚境7重了，得到了学院的奖励之后更是达到了玉虚境8重巅峰，这种天才竟然被江峰一招搞定，他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。让我来试试。见到天纵落败，一个弟子请缨上阵。什么东西也敢来挑战我？谁知江峰见状更是不屑，一拳轰出，那人便是倒飞出去。一时间大殿落针可闻，所有人都屏气凝神，没人敢说话。哼，堂堂玄武王朝就没有一个能打得过我的？看来青州学院的这些天才也就一般般嘛。江峰嚣张跋扈道。所有人闻言脸色更为难看了。哼，要不是我已经离开了学院，定要把你打得满地找牙。
赵岩冷声说道：“你不就突破了大道境吗？有什么好嚣张的？”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们是知道我要来了，所以吓得立马去突破大道境了吧？生怕被我打败丢脸。这个想法不错。闻言，江峰眼中的戏谑丝毫不加以掩饰。你……赵岩被气得浑身颤抖，脸色难看至极。他着急突破大道境，可不是因为怕了江峰，而是想要对付张凡。没想到竟然被这小子说成这样，这让他脸面往哪搁？而此时，我们玄武王朝屹立千年，人才济济，怎会像你说的如此不堪？刚与你对战的人，甚至都不是大比前三。戴着面纱的刘冰清突然开口道，声音清灵，十分好听。不是前三。江峰笑着道，听你们的人说，这天纵貌似是第4名吧？第4名被我一招打败，前三不也就是多加几拳而已吗？要是有种的话，就不要藏拙，让前三出来与我一战，让我看看你们玄武王朝到底有没有天才。第3名欧阳林海如今正在闭关突破大道境，第2名赵皇子已经突破大道境，不能与你对战，不过第1名的张凡还是玉虚境，可以一战。刘冰清解释道，是啊，谁说我们玄武王朝没有天才的？我们还有张凡。张凡虽然境界低下，但却是一个实打实的强者，大比第一的存在啊。就是3皇子都没打得过张凡，张凡打败江峰不在话下。听到刘冰清这么一说，众人顿时看到了希望。张凡？谁？江峰听到这话不由一愣。众人提起张凡这个人，貌似很是激动，而且境界低下是什么意思？而他顺着众人的目光看过去，正见在最后面独自饮酒的张凡。是你？江峰眉头一皱，他没想到这个之前在路上与他发生过冲突的，竟然是青州学院第1名。但张凡的气息看起来确实是玉虚境2重，而那些大臣见到张凡还在喝酒，当做这件事与他无关之时，都是脸色难看。这张凡葫芦里买的什么药？平时比赛张凡不是第一个冲上去的吗？按理来说他早就应该上台了。而刘冰清都开口了，众人也都看向了自己。